居然没死。美男，还是一个看上去不好惹的美男。这是陆晚潇的第一反应，还没等他说什么，病弱美男便杵着拐杖一瘸一拐地离开了房间，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不是在去三亚的飞机上吗？妈呀，他该不会是穿越了吧？老天爷啦，我可是刚刚拿了9位数的遗产，还没开始造作哎，就让我穿来这种地方，真的好吗？哦，对，他坐的飞机坠毁了。哎呀，想到自己费心费力才拿到那么多遗产，结果1毛都还没来得及用，人就挂了。哼，陆晚潇心塞死了。原主和他同名，老爹是个秀才，考了很多次都没考上举人，便在桃溪村做了教书先生，教周围几个村子的孩子读书以维持生计。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生育能力，便一直没有成亲。原主是陆秀才一次上山砍柴捡回来的，因为迟迟没有人来寻，他就只能一直养着了。不过陆秀才一个男人，粗枝大叶的，没有带小孩的经验，身边也没个人帮衬指点，加上忙碌，对原主的管教很是松散，很多事情就由着他，纵着他。更无语的是，陆秀才一个读了那么多书的人，居然以女子无才便是德为由，不曾教原主识文断字，让他开阔眼界，知识明理，以至于原主的性子有些偏任性，相比同龄人要不懂事的多。可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这个意思吗？无语啊。原主14岁那年，陆秀才重病不治，临终前用救命之恩相携，把他托付给自己的学生宋长廷。宋长廷大他1岁，长得清风明月，是锦河县城有名的才子，13岁就考上了秀才，前途大好。原主每天都喜滋滋的等着当官夫人，只可惜他官夫人的美梦还没做半年呢，宋长廷就在去参加举人考试的路上遇到有人被追杀，被误伤废了一条腿。县里的大夫说伤得太重，很难治愈了，让原主带他去府城那些地方寻一下名医看看，兴许会有希望。家里本来就不富裕，原主怕花了钱又治不好，到时候人财两空，便直接把人带回了家，以至于宋长廷留下了残疾。官夫人的美梦破碎，家里又没人挣钱，这2年多以来，原主每天阴阳怪气的不说，把家里的钱花完后，还以家里穷没必要在家吃苦为由，把宋长廷的弟弟送给了镇上一对没有孩子条件还不错的夫妻，让本就病重没得治，全凭强大的意念撑着一口气的婆婆病情雪上加霜，最终没能熬过冬天。这还不算完，把卖小梳子的钱花完后，没钱用的他居然去勾搭村里死了老婆的猎户，但是他拿了猎户的钱和肉，却不打算兑现和猎户滚床单的承诺，最后挨了猎户一顿打，直接被打死了。这真是极品他妈给极品开门，极品到家了。穿越就穿越，穿到这么穷的地方，还有了便宜老公，便宜老公是个瘸腿，这些我都认了。可是为什么要穿到这么一个极品身上，还一来就是给老公戴绿帽子未遂的那种场面？想亡我就直接点呗，以这种方式让我重活，真的大可不必。死在空难中，我起码干干净净。要不是原主的爹对宋长廷有救命之恩，他自己也成了个残废，行动困难，很多事情有心无力，原主怕是早就被他给掐死了吧。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把原主骂了1亿遍后，陆晚潇起床，端起桌上已经凉掉的药闻了闻，是消炎化瘀的药，闭其一口喝掉。按照原主做的那些事儿，宋长廷应该是不会给他请大夫的，
所以这药应该是那个猎户怕他死的，自己背上人命官司，把原主送回来后去请大夫开的。也不知道加了多少黄连，简直苦到了心肝肺呀。陆晚潇想要喝口水漱漱口，然而桌子上除了刚刚装药的碗，连根毛都没有。这是原主怕宋长廷趁他睡着了掐死他，所以弄来抵门的。怕死还这么作，什么脑回路啊？看着快见底的水缸，想到这点水是宋长廷杵着拐杖从后面的河里艰难提回来的，陆晚潇怎么都下不了手去舀一瓢出来漱口。饭还没做好，宋长廷等会儿还要烧水泡脚，他这细胳膊细腿的身子刚刚挨了一顿打，可暂时提不动水啊。再说了，外头天都黑了，没有路灯没有电筒的，掉河里了怎么办呢？他可不想刚得新生就重死一回。哎，我来吧，你去坐着休息一会儿。接过宋长廷手里的刀，把案板上的野菜切好，放进煮着粥的锅里，然后去烧火。然而陆晚潇忘了，这柴火灶不是他想的那样好搞，往里面塞了几根柴，捣了几下，不但没把火烧旺，还把原本的给捣灭了啊！这就有点尴尬了。那个，这个还是你来吧，手疼，这柴火有点不听使唤。其实呢，原主虽然又懒又馋，还极品到无语，不过烧火这活还是会的。奈何他虽有原主的技艺，却是脑子会了，手还不会。野菜糙米粥，菜多粥少。陆晚潇第一次吃，没油没盐的，味道多少有点一言难尽。不过还是喝了2小碗，没办法，谁让这是这个家里唯一能果腹的食物呢？吃完饭，陆晚潇主动收拾碗筷去洗。宋长廷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杵着拐杖出了灶房。陆晚潇洗完碗，刚出灶房，就看到宋长廷正在捡柴火，擦了擦手走过去。我来捡，你去灶房烧火。为了防止瘸掉的那条腿萎缩，宋长廷每天都自己按摩泡脚，烧好水，陆晚潇又把泡脚的水端给宋长廷。宋长廷晦涩不明地看了他一眼，不过还是什么也没说。泡好脚后，径直回了自己的屋子。陆晚潇知道他心里肯定会觉得奇怪，毕竟这些事情原主是从来都不会做的。不但如此，每次看到宋长廷泡脚，还会讽刺2句呢。不过他也没有在意，以宋长廷的聪慧，早晚会发现他的不一样，没必要藏着掖着，除非他等身体恢复之后，丢下宋长廷自己跑路。丢下一个瘸了腿的人自己去逍遥快活，那也太缺德了，会遭报应的。这种事我真做不来。再说了，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我一没地方去，二没钱没势，出去四海为家吗？这具身体这么弱，估计连县城都走不到。还有，万一半路被人拐卖了怎么办？我在这里举目无亲，可不会有人关心我的死活，更不会有人去找我。所以，还是先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吧，先想办法赚钱，然后走一步看一步。我看家里快没柴火了，我去捡点儿。对了，后面的山上能去吗？有没有野兽啊？你不是去过吗？中午你自己先吃饭，不用等我，我去趟山上，晚一点回来。你还是去找朱猎户吧。啊？朱猎户？找他干什么？我只是想去山上看看有没有野菜，再顺便捡点柴火。你放心，我会平安回来的。你乖乖在家，不用去找我，饿了自己做饭吃。妈呀，这身体也太弱了。为什么同样是穿越，别人就能穿到富贵人家，吃穿不愁，再不济像他一样穿到这种穷的揭不开锅的地方，那也会有个系统啊，空间什么的傍身呢，或者锦鲤附体。他怎么就什么都没有呢？他对徒手打天下没有兴趣啊喂！还好
跟在老头子身边那几年，他除了逼着自己习武之外，还逼着自己学医，上山采药这种事儿也没少干。不然呢，现在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呀，踩着银子找银子。真是流年不利呀！差一点就又死一次了。恢复了一点力气后，陆晚潇用手撑着坐起来，屁股下面有个硬硬的东西硌着，伸手一拽，觉得手感不对，瞅了一眼，是个头盖骨。我操！在尸骨周围扒拉了一下，连个铜板都没扒拉到，陆晚潇不免有些失望。那些腐叶和软泥重新盖在骸骨上，盖得严严实实才罢休。你就在这里安息吧，谁害的你，你就去找谁啊！看在我也算为你埋骨的份上，你就当我今天没来过，也没扔过你的头盖骨啊！祝你投胎个好人家。陆晚潇捡起地上的砍柴刀，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走了没几步，就看到石壁上靠着一具白骨。因为有了心理准备，这次倒是没被吓到。白骨旁边有一个手镯，一根玉簪和一把匕首。陆晚潇捡起匕首，擦掉上面的灰尘，寒光乍现。是把好匕首。归他了。玉是好玉，应该能值不少钱。陆晚潇擦了擦上面的灰，揣进怀里。有钱不要，那是傻子。欢迎第109任主人来到彼岸空间。我的屁股！对不起，主人，花花吓到你了。我操，花妖！主人，人家彼岸空间的守护精灵啦，才不是什么花妖呢。主人，空间500年没有主人的滋养，已经萎缩的只有这个房间了。啥？空间还能萎缩？听说过肌肉萎缩、器官萎缩、小脑萎缩，空间萎缩，陆晚潇表示还是第一次听说。不过主人也不用难过，空间能萎缩就能重新长大，只要主人好好努力就可以啦。刚刚主人已经和空间契约，现在空间和主人命运相连，主人成长，空间自然也就跟着成长。主人，空间里面可是有很多宝贝的，所以主人要好好加油哦。契约？我什么时候跟你的空间契约了？对呀，刚刚不是主人用血唤醒花花的吗？感情是刚刚拿镯子的时候不小心把血弄上去了呀，所以他这是踩了狗屎运。早上他还在羡慕别人穿越有空间呢，没想到这么快自己也有了一个。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想事成？这感觉简直太美太爽了，有没有？就算他以后不能长大，也是杀人越货居家旅行的良品呐。光是想想陆晚潇都觉得美滋滋。对了，我要怎么个努力法空间才会长大？这个主人，花花沉睡了500年，很多东西都记不得了，你等花花好好想想再告诉你。那行吧。陆晚潇说完亲了花花一口，打算先离开这里。刚要问问花花怎么进出空间，这个想法刚升起，他人就已经出了空间。宋长廷，不是让你在家等我吗？你跑山上来做什么？虽然很高兴他来找自己，但是到嘴边的话却带上了几分责备，倒不是他不领情，而是心疼宋长廷，很心疼很心疼那种。来看看你死了没有？死了就地掩埋，没死就弄死。不是，你不是说要弄死我吗？怎么就走了？你可以自己死，我不会拦你，还会看在夫妻场的份上帮你埋下尸骨。哎呀，活得好好的干嘛死啊？再说了，我还打算搬砖养你2年呢，怎么能现在就死呢？下山的路比上山要难走些，宋长廷杵着拐杖更是艰难。陆晚潇不忍他如此辛苦受罪，
便用意念问花花，他可不可以用空间带着宋长廷下山。他没打算对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的日子也少不了要用到空间。宋长廷早晚会知道他的存在的。当然可以了，主人，只要你牵着他的手，就可以把他带进空间啦。然后花花就可以把你们一起送回家啦。乖，闭上眼睛，姐姐带你回家。哎，宋长廷，你就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想要说的吗？刚刚你带我下来的东西，不要让别人知道了。还有呢？没有了。你就不想知道我刚刚是怎么带你下来的？不想。心口不一。你刚刚眼里明明很震惊，很好奇，很想知道。那是刚刚。这要不要这么冷淡啊？大哥，您老人家的好奇心怎么比鱼的记忆还短暂呢？就不能再多好奇一会儿吗？还是说他其实是已经不关心自己的妻子是人是鬼是妖是魔了？那你……我看你也不饿，那就晚点再做饭好了。哎，别呀，我就早上吃了2块饼，怎么可能不饿呢？我都饿得快吃自己了。你先烧着水，我去河边把菜洗了，顺便提2桶水回来。哎，家里只有1只桶吗？另外1只被你当柴烧了。哼，都是挺像原主那个又懒又馋的极品奇葩女人能干得出来的事儿。哟，这不是秀才娘子吗？今天居然不在家享福，跑到这河边来洗衣服。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哟，这么肥的山鸡是从哪儿勾搭来的？花了不少功夫吧？哎呀，有些人呐，为了一口吃的，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藏着掖着就算了，还好意思出来显摆，真是没脸没皮。要是我女儿做了那样伤风败俗的事，我早就把她的腿给打断了，哪里还会让她出来丢人现眼？也不知陆秀才泉下有知，会不会死不瞑目？想知道就去问他呀，又不是不让你去。什么？我说啊，你既然这么想知道我爹到底会不会死不瞑目，就去下面问问他。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死？快点擦擦吧，这么大年纪还流口水，你男人和你儿子儿媳不嫌你恶心啊？陆婉香，你这个不要脸的小娼妇，你居然耍我！你话没说完，就被陆婉潇用一团鸡毛堵住了嘴。知道你想吃鸡，但是这鸡只有1只，我和我家宋长廷也要吃。不过没关系，这些鸡毛我可以免费送给你，你静下心来细细品一下，想来应该多少也是会有点鸡味的。咱们都是邻居，我吃鸡肉，让你吃鸡毛，也算是有福同享了。陆婉潇一脸看我对你多好的表情，气得刘长富差点一口气没上来。哎呀，不用太感动，谁让我人好呢？下次有鸡毛啊，还请你吃啊！快走到路口的时候，发现宋长廷站在那里，看样子应该站了有一会儿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站的那个位置可以很好的看清楚河边的景色。那他刚刚给刘长富嘴里塞鸡毛的事情，是不是被他看见了？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家等着吗？刘长富是个记仇的，他那个儿子更是个混的。你以后出门自己注意一点。知道啦，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宋长廷，这附近哪里有卖东西的？镇上，可以到村口坐牛车去，1文钱坐1次。除了镇上就没有别的地方了吗？比如村上的小集市那种？没有了。镇上远不远啊？还好，半个时辰。要这么久啊？没有马车吗？没有。若是觉得慢，你可以用别的法子去，只要你认得路的话。不过不要被别人发现了。哎，算了，我还是坐牛车去吧。宋长廷，出来泡脚。宋长廷出来，看着盆里用药材熬成了水，再看看在一旁埋头整理药材的陆婉潇，眸色深了深。谢谢。不客气。
哎，宋长亭，你有没有什么缺的或者想要的？我明天给你带回来呀。并无，多谢。哎呀，走啊！早饭在锅里。真勤快。我走了啊，你中午记得自己做饭吃啊。这是什么？陆晚潇疑惑地接了过去，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几粒碎银子和一些铜板。陆晚潇有些意外，宋长亭居然还有钱，而且还拿来给他。话说回来，他差点就忘了，他现在可是身无分文，连坐牛车的钱都没有。唉，方便快捷的手机支付和刷脸支付，以及贪9位数的遗产呢，就这样毫无征兆的成为了他生命中的过去式。谢谢啊。陆晚潇一边心痛惋惜，一边从荷包里拿出了一个铜板，然后把荷包还给了宋长亭。他昨天在山洞里得了一只玉簪，成色还不错，应该能值不少钱，他拿去当了就有钱了。买东西是要给钱的，这些可以买很多东西了。我知道，你放心，我有钱的，不会拿了别人东西不给钱的。宋长亭明显不信，如果陆晚潇手里还有钱，就不会去找朱猎户，也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喏，你看，这个应该值不少钱吧？这根玉簪你哪里来的？昨天在山上捡的。把昨天掉到山洞里的事情简单的跟宋长亭讲了一下。当然，如何得到彼岸空间这事儿他没说，他是缺钱，不是缺心眼儿。那把匕首拿出来给他看了一下，这玩意儿日后他肯定会用的，宋长亭早晚有看见的。你没事吧？听到陆晚潇说自己掉到了山洞里，宋长亭关心地问了一句：还好，下面有许多腐叶和软泥，没烧坏。这匕首可是件不可多得的宝贝，可以留着防身用。至于这根簪子，你若真想当，等改天去县城当。镇上没有当铺，那些钱够你今天买东西了。那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以后有钱了还你。你再不走，就快赶不上牛车了。我走了啊，你中午记得吃饭啊。宋长亭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眼里闪过了一丝暗芒，好半天手中的书都没再翻一页。那个牛车等一下。杨叔，赶紧走吧，这陆晚潇肯定又是来蹭车的。对，杨叔，赶紧走，这次可千万不能让他再占便宜去了。我们都是花钱坐车，他陆小婉凭什么不给钱也要坐车？就是杨叔，你这次要是再让他撒泼赖的车钱去，那我们下次也这样了。一听这话，本来有些犹豫的杨老汉赶紧扬起手里的鞭子打了一下牛，让牛车走得快了些。后面的陆晚潇见牛车不但没停下，反而走得更快了，以为没听见。前面去镇上的牛车，等我一下。幸好是牛车，再怎么快也快不到哪里去。陆晚潇跑起来，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刚好这时牛走路的速度也慢了下来，陆晚潇见边上还有位置，也没叫杨老汉停车，直接跳了上去。等他上了车，杨老汉反而把车停下来，回头看着陆晚潇：坐车1文钱一次，坐车1文钱一次。我知道，走吧。然而等他气都喘匀了，牛车还是没有动。还在等人吗？陆晚潇看了看后面，没看见有人来呀。哎呀，有些人呢就是脸皮厚，一天天的就知道装傻充愣。哎，就是要我说啊，没钱就走着去，坐什么车呀？坐了车又要撒泼赖账，真是丢人现眼。哎呦，大嫂子，你这话就说错了，知道丢人那是因为有脸，这没脸没皮的哪知道什么丢人不丢人的呢？眼里有不屑，有嘲讽，还有嫉妒。没错，是嫉妒。他嫉妒陆晚潇明明又懒又馋，一天天的什么活也不干，甚至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照顾，还能好吃好喝，不时去镇上买东西。宋长亭也不管他，宋长亭甚至没有说过或者骂过他。喏，杨爷爷，车钱。没想到陆晚潇这次会这么干脆的给钱，还叫他杨爷爷。杨老汉愣了一下，连接钱都忘了。车上的其他人也都像见鬼一样的看着他。不是1文钱坐一次吗？
还是涨价了？没涨价，没有啊，还是1文钱1次啊。哟，又有钱了，这回不会是偷偷把宋长廷那几本书给卖了吧？哎呀，长廷那孩子呀，也是可怜，好端端的考个试遭了这不幸不说，还又遇到这么一个不着调的媳妇儿，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可不是，真是造孽。前几天我去找长廷那孩子帮我念一下信，你不知道那孩子瘦的看着就可怜，给他拿了几个鸡蛋，也不知道落着一个没有。哎呦，丽家嫂子，你这是纯属浪费鸡蛋呐！你也不想想，长廷的腿刚断那会儿，李正家送过去的那只鸡都进了谁的肚子里？我可听说长廷那孩子连汤都没喝上一口，你那鸡蛋，长廷怕是连个味儿都没闻到啊！嗨，每次看到他拄着拐杖去提水、去捡柴火，那是既心疼又心酸呐。偏偏那孩子要强，不要别人帮忙。有个媳妇儿还不如没有，哎呀，真是造孽。唉，几位婶子看我干嘛？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不用管我。七人面面相觑，眼里还有些许疑惑。哎，怎么才几天不见，陆晚潇就好像变了一样？按照他以前的风格，不是应该对他们破口大骂吗？他们都已经做好跟他吵架的准备了呀。哼，怎么，我没像往常那样骂几位婶子几句，几位婶子不习惯了，还是影响发挥了？有些人呐，以前没钱的时候仗着人家杨爷爷心善，撒泼耍赖，坐了车不给钱，现在有钱了也知道主动还一下，真是脸皮厚的一刀捅下去都捅不到肉。神他妈脸皮厚到一刀捅下去都捅不到肉。嗨，他好像从上车到现在都没跟他说话吧，也没碰过他一下吧，怎么就这么大的敌意呢？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他抢了他男人呢。陆晚潇懒得理他，不过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想起了之前原主坐车去的时候说回来的时候一起给，结果回来的时候他说钱都用完了，钱也没给。唉，来，杨爷爷，这是上次的车钱。刚刚陆晚潇爽快的给这一次的车钱，就让杨老汉吃了一惊了。现在他又把上回没给的车钱给他，杨老汉像不认识一样看着他。唉，算了算了，长廷媳妇儿啊，你真有这个心，往后就对长廷好点儿。那孩子在大好年华断了腿，已经很可怜了。你是他的媳妇儿，现在宋家只有你们2个了，你再不对他好，那他可怎么办呢？长廷那孩子是好样的，每次乡亲们找他帮忙念个信呐，写个信呀的都不收钱。这个钱呢，你拿着啊，给他去买点吃的，算是杨伯的一点心意。杨爷爷说的是，我以前糊涂不懂事，以后会好好照顾长廷的。不过一码归一码，这钱你还是收着，坐车给钱这是应该的，不然那以后你这生意还怎么做啊？没事儿没事儿，不用了，一会儿啊去镇上给长廷买一点吃的。至于这上次坐车嘛，买东西的钱我有。杨爷爷，这是车钱，你收好。装什么装？想吃啊？哼，一个包子而已，搞得像是没吃过似的。要不是看见你咽口水的动作，以及刚刚快要把我手里的包子盯出一个窟窿来的眼神儿，我就信了你了。我这个人真的是一天到晚跟他抢了她老公似的，逮着机会就针对他。哎呀，那真是可惜了。我本来还想着你要是想吃的话，我这里还有几个，分一个给你倒也不是不可以。说着，陆晚潇还把篮子里的包子的菜叶子给打开，让包子的香味儿更好的散发出来。前世看到白嫩嫩香喷喷的包子，本来就饿得不行的他，闻到包子的香味儿更是忍不住直咽口水。要不是还有点理智和脸皮，
恐怕都直接扑上去了。不过你既然已经吃过了，那就算了，正好我们家宋长亭多吃一个。切，说什么给宋长亭多吃一个，说的倒是好听，就是不知道宋长亭能闻到包子味不？毕竟有些人连李正特意拿去给宋长亭补身子的老母鸡都能一个人吃完的。嗨，你叫什么名字啊？什么啊？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问我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前世嫁到桃溪村也有3、4年了，这2年跟陆晚潇没少掐架。嘿，他居然到现在不知道他的名字，他是在故意恶心他吗？我知道还会问你啊，我又不像你一样无聊。钱梅梅。哈？钱梅梅？这是哪个人才取的名字呀？实在不会取，你取一个钱多多也挺好呀。钱梅梅，这不是诅咒人家一辈子没钱吗？你笑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就觉得你这名字很别致。当然了，我们村的教书先生说了，梅花寓意坚强高洁，亏你还嫁了个读书人，连这个都不知道，真是丢人。梅花？好吧，原来是钱梅梅而不是钱梅梅。不过既然这样，干嘛不叫钱梅花，叫什么钱梅梅呀？钱梅花那就是钱梅花，梅花那不就等于兜里有钱吗？哎呦，给他取名字的人真是一点都不靠谱。我就说你以前怎么老在外面瞎晃悠，感情是在家里跟宋长亭搭不上话呀。宋长亭，我说那个钱梅梅啊，你说话总是3句话不离宋长亭，你这么惦记我家宋长亭，你男人知道吗？谁惦记宋长亭了？你可别乱说，我只不过是说句实话罢了。你是什么人你自己不清楚，大家还不清楚吗？你可别乱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哼，不管什么时候，大婶大妈都最喜欢聊八卦说是非。前世的老公婆婆本来就对她颇有微词，有时候还会打骂她。要是被传出她惦记着宋长亭，搞不好她又要挨打了。再者，这年头坏了名声的女子日子很难过的。树上桃花灼灼盛开，几许花瓣落在她的肩上，一切安静又美好。陆晚潇一到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病弱美男树下坐，树上桃花正盛放的景象，不觉弯了弯眉眼，脸上也溢出了笑容。出门回来，家里有个养眼的老公坐在树下等他回来的感觉，似乎好像也不错哎。宋长亭，我回来了。宋长亭一抬头，便看见他脸上灿烂的笑容，心里仿佛被什么触动了一下。这样的笑颜是他寻遍2世记忆也没有的，仿佛一道光穿透了所有的黑暗，直直地照进他的心房。如果在他最黑暗的那段时间也曾有过这样一道光出现，哪怕只是一瞬的功夫，或许他也就不会。也不知是不是阳光有些刺眼，还是被黑暗笼罩的时间太长。一时间，宋长亭竟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不敢伸手去触碰，生怕一碰就碎了。你怎么还坐在这里？你中午吃饭没？你看我买了什么？买这些做什么？养大了吃啊。你看啊，卖鸡的大婶跟我说，这10只鸡崽里有8只母鸡，2只公鸡，等它们长大了，咱们就有鸡蛋吃了，还可以杀2只给你补补身子。鸡蛋还可以留几个孵小鸡，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鸡了，这样我们就有吃不完的鸡和鸡蛋。陆晚潇扒着手指细数着未来生活的样子，让宋长亭一时间有些恍惚失神，以至于最后他说了些什么他都不记得，他只记得他柳眉弯弯，一双眸子灿若星辰，里面他的倒影尽显。宋长亭，你觉得我刚刚说的怎么样？好。那我去找个地方把他们关起来，
也不知道宋长廷到底经历了什么，年纪轻轻就对新鲜事物没有了好奇心。他来了2天了，不管何时他都是淡淡的，不悲不喜，没有任何情绪，像一个会动的人偶。或者说他是把情绪藏得太好，他没看出来。哎呀，真是造孽呀，好好的美少年搞得跟个垂暮老人一样。哎，对了，你有弟弟的消息吗？以宋长廷的才学和为人，读书的时候应该有几个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事关自己的弟弟，他应该会托他们帮忙打探一下，多少应该是知道些关于宋长启的消息的。做什么？问问，然后等有钱了去把他赎回来呀。难道你不想要他回来啊？没想到他竟是这样的目的，更没想到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么远。宋长廷微微怔了一下，暂时不用。一听这话，陆晚潇就知道宋长廷果然是有宋长启的消息的，而且看样子宋长启过得还不错，至少比在家里强。他就说嘛，自己的亲弟弟被卖，宋长廷怎么可能真的无动于衷呢？他是腿瘸了，不是心没了。要不还是等有钱了就去把他接回来吧。俗话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别的地方再好也始终没有自己的家待着舒服。相信长启也是更愿意和自己的兄长待在一起的。你放心，我没有什么目的的，只是想着一家人就应该在一起。虽然我不知道这里卖小孩犯不犯法，但是卖小孩这种事情我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对这种行为我是唾弃的。我知道，你和他是不一样的。他上辈子跟在那个人身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也算见了不少，看人还是会看的。一个人的眼睛、神态、动作、语言，总有一处是骗不了人的。面前的人目光清澈，语气真诚，神态动作无一不是自然而然，无一不妥，不像伪装的。而且就像他现在这样，以他的本事根本没必要对他伪装。那就这么说定了，等我过几天去县城把那只玉簪当掉，然后就去把长启接回来。我和他？宋长廷，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你媳妇儿的？你来的第1天。啥？第1天？虽然知道宋长廷肯定早就看出来他跟原主的不同，因为他确实也没有想过要藏着掖着，更没有假装过原主1秒钟。但是第1天就被发现，并且确定他不是原主，陆晚潇着实惊讶了一下。语气之平淡，反应之平常，就好像他们在谈论今天的天气一样。那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想问的？没有。很笃定的回答，陆晚潇快要绝倒了，还拜托大哥，你媳妇儿被换心了，你能不能多少有点反应啊？哪怕是多少惊讶一下，对吧？或者好奇一下他是谁也行啊。虽然吧，他对你真的很不好，也没做几件人事儿，但是这好端端的一个人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换了心儿，你作为跟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人，一点反应都没有，真的好吗？别的不说，不害怕吗？你不用这样看着我，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书上记载的有很多奇闻异事，虽说大多都是杜撰的，但是有些也是真实存在的。比如借尸还魂，我就亲眼见过，自然就没什么觉得好好奇的。这样子啊，厉害了我的哥，连借尸还魂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都亲眼见过啊。难怪对于自己媳妇儿被换了心儿这个事情这么淡定，半点也不惊讶，也不觉着害怕。感情是见过这种事儿啊，连借尸还魂都亲眼见过，除了牛皮还能说啥？哎，不对啊，就算我的表现跟你媳妇儿之前不一样，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不是他呢？就不能是他因为差点被打死，然后幡然醒悟，决定重新开始好好做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命中注定的死期。
司马，你还会算命啊？人若不惜命，上天也救不了。不对呀，人不是还有气吗？不然你干嘛不让朱猎户直接挖个坑埋了，还放床上等醒来？刚开始的时候不确定，是在你喝了药后来帮忙做饭，还给我打了水泡脚，我才确定的。不知怎的，陆晚潇觉得此时的宋长廷很孤单，并且从里到外都透着悲伤。尽管他此时看起来和平时没什么区别，不管是神色还是说话的语气都是淡淡的，情绪更是没有外露，但是他此时给陆晚潇的感觉就是整个人孤单又悲伤，让人很想给他一个拥抱。好啦，糟糕的事情啊已经过去了，正式认识一下，我叫陆晚潇，陆地的陆，晚上的晚，萧瑟的萧。陆晚潇？对啊，我和你的妻子同名同姓，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会在机缘巧合之下来到这里吧。宋长廷，我知道，说来我们的名字还挺有缘分的，都是出自同一句诗，就是那句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如此，我们也算是正式认识啦，以后的日子就多有叨扰啦。走是走不了了，暂时也不可能走的，那就只能叨扰喽。你……宋长廷想问陆晚潇不打算走吗？但是看着在灶台前忙碌的他，一缕阳光透过窗子落在他的脸颊上，温馨又美好。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锅里的油也炼得差不多了，先把油渣捞出来装进碗里，放了一点点盐摇匀，捏了一块丢到嘴里。好香啊，这种正经八百的农家土猪啊，就是比21世纪那些喂饲料喂泔水的速成猪香啊。来尝尝。陆晚潇捏了一块递送给了宋长廷。从记事以来就再也没有被人如此亲昵的喂过东西。宋长廷有些不习惯，微微愣了一下，不过看着眼前的人满脸的欣喜，还是张嘴咬下。怎么样，好不好吃？我听说这个包饺子很好吃，我明天试试。来，多吃点。陆晚潇给宋长廷盛了一碗鸡汤，又加了许多肉给他。你太瘦了，又长期营养不良，得好好补补。谢谢。看着面前满是鸡肉的碗，宋长廷心里涌起了一阵别样的情绪。除了父母，陆晚潇还是第一个这样关心他还什么也不求的人。谢什么？赶紧吃吧，吃完饭我给你熬水泡脚，顺便帮你看看你的腿还能不能治。宋长廷本想拒绝的，看着他眉眼带笑的样子，又轻轻的了一声。你这腿当初是怎么断的？看着毫不介意的把自己的脚抱起放到自己腿上的陆晚潇，宋长廷早已如死水般平静的心里泛起了层层微波。被马踩到了小腿。那这个呢？又是怎么回事啊？被刀割的。被刀割的？宋长廷的声音很平静，面上也是淡淡的，就像在说别人的事儿，但是他眸子深处的痛苦还是出卖了他最真实的想法。很疼吧？都过去了。对，都过去了，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人最绝望的不是一直身处黑暗，而是在黑暗中看到过光，最后光又灭了。镜花水月一场空，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里还有知觉吗？这里呢？不必劳神，我自己的伤我自己清楚。宋长廷见陆晚潇看完他的脚之后一直沉默不语，以为是自己的脚情况太糟糕，他不好直接说，所以才沉默不语。你清楚什么呀？你一点也不清楚，你这腿还能治？我刚刚只是在想需要些什么东西。你能治？能治，就是可能需要长一些的时间。
你也需要遭点罪。你的脚需要做手术，就是把你被割断的脚筋重新接上，还有你小腿断的地方也要重新弄一下。我现在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家里也没有需要的药材，我得先把这些东西弄来，再给你好好检查一下，然后等你把身体养好一点，才能开始给你治疗。你现在的身体啊，太弱了，受不住的。哎呀，放心吧，虽然我不能保证把你的腿治得跟没受伤之前一模一样，但是让你丢掉拐杖，能跑能跳还是没有问题的。真的？当然，比珍珠还真。我骗你做什么？骗你我又不会报复。你呀，就安安心心的把身体养好，届时我把需要的东西都准备齐了，然后咱们就开始医治你的腿。等你的腿好了，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外面的世界那么大，那么美好，你难道不想去看看吗？好。好一会儿，宋长廷才轻轻吐出一个字儿。虽然陆婉潇说的如此肯定，也很让他心动，但是他还是没抱太大希望。从满怀希望到绝望，他已经经历过太多次了。没有希望就不会失望，也不会绝望，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哎，对了，你的腿受伤真的是意外吗？确实不是意外。是谁啊？景和县的县令罗明辉。县令罗明辉？他为什么这么做啊？为了他的儿子罗少。操！别气，一些人面兽心、自私自利的东西罢了。因为他们气坏了身子不值得，他们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我帮你。其实你没有必要卷进来。你这是嫌我多管闲事？不是，罗家在京城有靠山，势力不小，要扳倒他们并非易事。这一路上会有许多的危险和麻烦，那我更要帮你了。你都说他们京城有人了，那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的就更加困难了。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不许拒绝。你不用担心我，我有这个在手，不会有危险的。陆婉潇说着，指了指他们所在的房间，听着他霸道的话，看着他认真的小脸，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他心里蔓延开来。许久之后，薄唇动了动。好。这就对了嘛。老话都说啊，一人计短，两人计长。我们两人一起怎么着也会比你一个人要轻松容易得多，你说是不是？他知道宋长廷是不想把他牵扯进去这些恩恩怨怨中，不想连累他，但是已经困难到如此地步，还在为他考虑的他，真的太让人心疼了。这样的他，让他如何做到不管？又怎么忍心让他一人孤军奋战，独自去面对那些豺狼虎豹呢？在不知道这些恩恩怨怨之前，就做不到不管他，现在知道了，就更加做不到了。对了，宋长廷，你是怎么知道背后害你的人是罗明辉父子的？因为只有他们有这个动机和能力。确实啊。还有，一切有迹可循。一切有迹可循？在此之前，你和罗少不是很好的朋友吗？不是说他还帮了你很多次？不是真心实意的东西，总会在不经意间流露他的本性。有道理。一个人再能装，也会被一些不经意的动作和神情出卖，而那些才是他的本性。好啦，不要为这些事情烦心了。人生路上谁还没遇上几个人渣，把他们弄成渣渣就好了。翌日吃过早饭后，陆婉潇跟宋长廷要了一张纸，坐在桃花树下，拿着自制的炭笔涂涂画画，而宋长廷则坐在他对面看书，两人各自做自己的事儿，相互没有打扰，气氛安静，但是不尴尬，反而还透着几分温馨。似乎经过昨晚那番交流之后，两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不少。给你。这是什么？这是轮椅。
不太会画画，将就着看吧。哈，你也见过这玩意儿？宋长廷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只是起身去自己的房间取来了纸笔，然后重新画了一幅。看着宋长廷递过来的纸上画的印上去一样的轮椅，再看看自己画的抽象的跟鬼画符差不多的轮椅，陆晚潇觉得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尴尬。为什么同样长了2只手，吃的同样的饭，用的同样的纸，画出来的东西却如此天差地别啊？早知道当年老头子让他学画画的时候，就多少学一点了。唉，陆晚潇叹了口气，盯着手里的画看了看，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杵着下巴想了起来。对，应该在轮椅上加个机关。哎，宋长廷，你觉得这里加个机关怎么样呀？加个机关？对呀，这个位置加个机关，里面藏一些暗器，这样万一你遇到危险，我又不在你身边的话，你也可以保护自己啊。虽说这轮椅你不会一直坐，但是你的腿要痊愈的话，至少也得要个1年半载的样子。这1年半载，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咱们是不去做什么危险的事，但是不怕1万就怕万一，弄个机高暗器，有备无患嘛。你说是不是？面前的人目光炯炯，神采飞扬，单唇下吐出的每一个字都是在为自己考虑。宋长廷第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这种感觉，有感动，有感激，好像还有欢喜和害怕，还有他突然有些不敢去深究。主人，你要不要熊？花花去帮你抓一头。熊？是他想的那种熊吗？好，就按照你说的。谢谢你。谢什么呀？对了，你知道哪里可以坐吗？寻常的轮椅找个木匠就可以坐，但是要加了机关的话，就要找对机关术略有研究的人才能做了。那你知道哪里有这种人吗？过几天会有人来找我，到时候托他打听一下。有人来找你？谁呀？陆晚潇再次觉得他这个便宜老公好像真的不简单哎。有人来找他，说明他和外面是有联系的，而且听他的语气，还不是简单的好朋友受伤了上门来探望一下的那种。一个朋友，到时候你可以跟他一起去县城。好，这个你先收着，我去做饭了，吃完饭去洗衣服洗被子。陆晚潇见家里的肉吃完了，便让花花带着他去了山上。有了花花的帮助，很顺利抓到了2只山鸡和1只野兔。陆晚潇心里美滋滋的，直夸花花好厉害。主人，你要不要熊？花花去帮你抓一头。熊？是他想的那种熊吗？对啊，花花记得之前的主人说过，熊掌有祛风、除湿、健脾胃、去筋骨的功效。主人，你不是需要这种东西吗？看着迫不及待想要去抓熊的花花，陆晚潇觉着好笑又无奈。他是需要熊掌，但是现在空间还没有长大，别说养了，放都没地方放，拿回去处理了也不是不可以，主要怕有人眼红。他刚来，现在也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是低调点好。宋长廷，你今天中午是想吃鸡还是吃？回来了。这位是傅子义，就是我前几日与你说要来找我的朋友，这是我的娘子陆晚潇。啊，你好。心里暗道，还好今天花花没有直接把他送到前院，不然好端端的凭空多出一个人来，岂不是要把这小伙子给吓死？傅子义不是第一次来找宋长廷，也不是第一次见到陆晚潇。这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呀。你们先聊，我去做饭。长廷哥，这怎么回事啊？就你看到的那样。可是你们半个月之前不是还是如水火吗？怎么现在就……
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情。子怡，他跟以前不一样了，莫要用以前的眼光看他。你先坐一会儿，我去给他烧火。想到陆晚潇烧火的技术，宋长廷丢下这句话，起身去了灶房。傅子怡一边赶车，一边在想宋长廷和陆晚潇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只可惜想到路程过半，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想问问陆晚潇吧，又觉得太过唐突；不问吧，又实在好奇的紧。唉，是不是很好奇我和宋长廷的关系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好？谁好奇了？我只是在想，你这个女人又在搞什么鬼把戏？又想怎么害长廷哥？我害他？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什么值得我害的吗？现在的宋长廷是真的穷的只剩一身才华了，脸呢是好看不错，但是他现在是个残疾呀，南风管都不要的，他有什么值得害的呀？还有，他要是想害他，还好吃好喝的供着他，他有病啊！那还不是拜你所赐，在他遭遇人生重大变故，最需要人陪的时候，你作为他的妻子，不但不站在他的身边，不帮他，不照顾他，还对他恶语相向，甚至连一口好吃的你都不给他。压抑了许久的火气终于爆发。这就算了，你还卖了长旗，气死了伯母，那可是他的家人呢。你把他的家弄没了，他好好的时候，你就开开心心的等着他考取功名，当官夫人。他遇到了困难，你就嫌弃他。世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人呢？你知不知道，你跟长廷哥一点也不配。他诗词歌赋，经义策论样样精通，要不是当年出了意外，状元也当得。你呢，大字不识几个，什么也不会，长得丑，脾气性格还不好。要不是你爹拿救命之恩说事儿，你觉得你能嫁给他吗？长廷哥虽然不喜欢你，却也没有苛待你啊，更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呢？你是怎么对他的？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傅子怡激动的脸都涨红了。陆晚潇想拍拍他的肩膀，让他不要激动，又一想，这些都是原主做过的事儿，抬到一半的手又放了下去，只好在心中悄悄地把原主骂了一遍。毕竟他总不能跟他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陆晚潇了，你说的那些事儿不是我干的，你骂错人了吧？当年长廷哥的腿，如果去找别的大夫，说不定还有的治，就算不能完全治好，也会比现在强。心中的火气始终无法压制，又不能打陆晚潇。傅子义扬起鞭子打了一下马。可是你呢？只听那一位庸医说治愈无望，就把他带回了家。你知不知道，那个庸医是……差点就说了不该说的。傅子义急忙闭了嘴。当年出事的时候，要是他没离开景和县就好了。如果他在，肯定不会是这样的。那个庸医是什么？没什么，跟你说了你也不懂。我不知道你是突然想通了还是什么。不过，我希望你是真的想通了，想和长廷哥好好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你不是真心想和他好好过日子的话，就直接跟长廷哥说清楚。我想他不会强留你的，就当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不要再继续折磨他了。长廷哥真的已经很苦了，很惨了。傅子义说的话句句发自肺腑，他是真的希望宋长廷以后能好好的。长廷哥说你要倒东西，对面就是当铺。除了这一家，还有别的当铺吗？还有一家，不过那家口碑不好，价钱也给不上的，有不少顾客被坑过，据说还打过人。没被砸掉。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讲究诚信，这当铺一样不沾，居然还能开着，切！背后有锣，县太爷撑腰，谁敢呢？你要是当东西就在这里当，别想着去那家啊，反正我是不会带你去的。知道了，谢谢啊。需要帮忙吗？虽然这家当铺口碑好，但是干这一行的人都喜欢看碟子下菜。陆晚潇一个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的人，穿的又这般寒酸，很难说不会被坑。虽然他对他没什么好感，甚至因为他从前做的那些事儿讨厌他，却也不希望他吃亏。
他当了东西的钱会不会给宋长廷用，他不知道。不过他能肯定的是，他手里只要有钱，就不会去屠害宋长廷，宋长廷就能过安生日子。不用，你在外面等我即可。去，要讨饭去别家讨去。陆晚潇看了看自己的衣服，是有些寒酸，洗得发白，上面还有几个补丁，但是这哪里就像乞丐啦？乞丐有他这么干净吗？以貌取人，狗眼看人低。掌柜的，我当东西，不要饭。我们这里可不是什么破烂玩意儿都收的，只收值钱的好东西。这个玉簪，掌柜的看看，值几个钱？什么破烂玩意儿啊！当他看到簪子尾部的木槿花印记时，瞳孔一震。姑娘，这根玉簪你是从何处得到的？当然是我娘留给我的，不然还是从哪里来的？你娘留给你的？重新认真的打量起了面前人，眼中闪过几许深思。虽然掌柜的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不过还是被陆晚潇看到了，越发确定了这根簪子大有来头。对呀，有什么问题吗？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看我穿的寒酸，就以为这簪子是我偷来的吧？我告诉你啊，我是穷，但是不代表我品行低劣。这玉簪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遗物，要不是我爹病重需要银子买药，我才舍不得把它拿出来当了呢。反正他现在没爹没娘，他那个便宜老爹还有一座坟头，那所谓的娘可是连个坟头都没有，还不是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锦河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别的不多，山头特别多，那些旮旯缝里村村寨寨也特别多。嘿，你有本事你就去找呗。遗物？你娘她不在人世了？你这人真是奇怪，人在世那还能叫遗物吗？我是来当东西的，不是来听你问我家祖宗18代的。这东西你要是不收就直接说，我去别的地方当，我爹还等着我抓药回去治病呢。说完，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掌柜的，拿着玉簪就转身往外走。哎呀，姑娘，你怎么走了？哎呀，姑娘你别走啊，这玉簪无忧当收的。然而陆晚潇只是脚步微微顿了一下，并未停下往外走的脚步。这一下掌柜的着急了。哎呀，姑娘请留步，这玉簪无忧当收的，只是这玉簪品质上乘，不像是寻常百姓用得起的东西。老朽看你穿着如此，所以才多问了几句。切，要不是他没看见他刚刚那些反应，他就信了他的鬼话了。谁家当东西需要问这些呀？还不是其他一个村姑单纯好骗，没见过世面吗？他也不是真的要走。掌柜的既然给了台阶，那他自然也就顺着下喽。哼，你这是以貌取人，你这样是不对的。是，刚才确实是老朽的不对，姑娘别介意啊。想到眼前的人很可能跟他们主子一直在找的人有关系，掌柜的态度好了不少。那这根簪子你给多少钱？那姑娘是打算死当还是活当？什么是死当？什么是活当？做戏要做，那就做全套。他现在可是第一次来当东西的村姑哎。这死当呢，就是你把这根簪子当掉之后，以后就不能再赎回去了。当然，当的钱自然多一些。活当就是你以后还可以来把它赎回去，不过这钱呢，就没死当那么多了。那这根簪子死当多少钱？活当又给多少钱？姑娘想当多少？我想当多少你就给多少吗？那我想要500两。掌柜的，我当活的，这是我娘留给我唯一的东西，等我有钱了我还要赎回去的。哎，当个东西还得演戏，早知道就去另外一家了。只要不坑得太狠，让他坑点又何妨，也总比像现在这样麻烦的好吧。不过既然来了，还遇到了这样的好事儿，那就别怪他狮子大开口了。500两？不可以吗？可是你刚刚不是说我要多少就给多少吗？陆晚潇见状，装出一副失落难过的样子。大夫说要治我阿爹的病，
需要这么多钱买药。陆晚潇越说越小声，到最后感觉都快哭了。来呀，演戏呀，不是嘴贱心眼多吗？可以。罢了罢了，若他真的跟簪子的主人有关系，那他能得到的也不止500两啊。若没关系，就当给他把线索送到他们面前的报酬了。真的吗？真的，不过你需要把你姓甚名谁、家住何处告诉我。来当东西的都要做记录，这样你日后来赎的时候才能找到证据。我叫谢依依，家住清水镇野猪村。野猪村？哪个村子会叫这种名字呀？掌柜的怀疑他在耍他。对啊，我听阿爹说是因为我们村以前野猪很多，所以就叫这个名了。你若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打听一下。掌柜的见他一脸单纯，不似说谎，也没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来姑娘，这是玉簪的钱，你收好。多谢掌柜的，我还要去给阿爹抓药，就先走啦。姑娘慢走，下次还有这种好东西要来典当的话，还来无忧当，老朽一定给你满意的价格。好说好说。他喵的，当个玉簪这么费劲，不过还好，当的钱倒不少，够他跟宋长廷用好长一段时间了。掌柜的唤来人吩咐了几句，然后拿着玉簪去了里间，写了一封信，让人快马加鞭，连同玉簪一起送去了京城。走吧。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呀？当个东西，你怎么还跟人掌柜的聊起来了？你这人真的是，哎呀，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我也不想啊，可是掌柜的看我穿着寒酸，以为我的东西是偷来的，就一个劲儿的问这问那的，我也很无奈的。切，你当我没去过当铺当东西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管你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好了，时辰不早了，我们赶快去买东西吧。买好东西，我还要回家呢。陆晚潇本来想去成衣店给自己跟宋长廷买几身新衣服的，但是走了还没多一会儿，花花就告诉他后面有条尾巴。哎呀，真是一点也不让人安生啊。怎么了？没什么，我突然想起宋长廷的笔墨纸砚快用完了，我不知道他喜欢用什么样的，你帮我去给他买一些，买好之后去我们来的时候路过的那家成衣店等我。这是什么呀？这东西你哪儿来的？人皮面具可不是什么常见的玩意儿，不是人人都会做，也不是人人都用得起的。莫非他偷的？想到这个可能，傅子义看着陆晚潇的眼神都变了。你从哪儿偷的？想什么呢？这是你长廷哥做的，你试试他的手艺怎么样？赶紧带上，然后去买东西。干嘛？买个笔墨纸砚袋而已，又不是要去杀人放火。你带这玩意儿干什么呀？好像见不得人一样。没想到长廷哥还有这样的本事啊！不过话说回来，他拿什么做的呀？他也没让我给他带过什么东西啊。想知道下次自己问问他不就好了？顺便给他说一下使用感受，看看需不需要再改进一下。现在你要做的是赶紧去买东西。陆晚潇说着，拿出了一张面值50两的银票递给他。小爷有钱，你真有这心呢？等会儿买回去的东西别独吞就好了。知道了，快去吧。哎，你干嘛去啊？我去给你长廷哥买药，分开行动，节省时间，懂？切，也不知道刚刚谁浪费时间。陆晚潇给自己和宋长廷各挑了2套衣服、2双鞋子，还买了床单和被罩。傅子义见状，心中对陆晚潇的不满少了许多。这不也挺会做人的吗？以前怎么就干些……去换上。干嘛？小爷我不缺衣服，你带回去给长廷哥穿。有新衣服穿不好吗？你长廷哥的我不是给他买了？赶紧去换了，然后把脸上那玩意儿取下来还我。是男人就麻溜的去换上，别像个娘们一样磨磨唧唧的。不是男人的话当我没说。你才是娘们呢。傅子义给陆晚潇一击，麻溜的抱着衣服去了用来换衣服的小隔间。趁傅子义去换衣服的空档，陆晚潇也给自己挑了一身男装换上，又挑了一把折扇，还颇有几分翩翩公子那味儿。哎，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人跟踪咱们呢？还是怎么着了？
真聪明。还真有人跟踪啊？怎么了？你是不是得罪人了？还是跟谁结仇了？刚夸你聪明，转眼你就蠢上了，还真是一点都不经夸。我一个连县城都是第一次来的村姑，上哪儿结仇去啊？要不然谁会吃饱了没事干跟踪你啊？你怎么就那么确定那是来跟踪我的？万一是跟踪你的呢？切，小爷我行事坦荡，与人为善，又没与人结仇，别人为什么跟踪我呀？再说了，我就住这城里，那条路小爷少说我也走了180回了，以前一直都好好的，偏偏这次跟你一起就被人跟踪了，是谁的问题？还要说吗？好吧，确实跟踪我的。谁啊？还能有谁？人是从我们离开无忧荡就开始跟着的，你说呢？无忧荡的人？不会是你刚刚东西当了很多钱，然后他们后悔了吧？不然你觉得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当了很多钱是真的，那人跟踪他也是真的，不过这目的嘛，就呵呵了。臭娘们儿，你跑啊！你倒是跑啊！臭娘们儿真是胆子肥了啊！进了我们连春楼，居然敢逃跑，这无忧荡也太无耻了吧！亏得我还觉得他一直靠谱呢，简直是辜负了小爷对他们的信任。好啦，有什么好生气的？天下无涯一般黑，那里又会有多干净啊？以后不去那儿就是了。说的也是。走吧，送你回去。不用，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马车改天还你。你自己回去？你会赶马车吗？虽然吧，我现在还不是很喜欢你，但是你再怎么说也是长亭哥的媳妇儿，我答应过长亭哥，要把你安全送回去的。赶个马车而已，多难的事情啊！马车他是没赶过，但是他会骑马呀。只要会控马，赶个马车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你放心，我还没活够，会平安回去的。傅子义还是不信，陆晚潇没办法，只好给他展示了2招控马的技术。要不是不方便在他面前暴露空间，他都不想坐马车回去。这马车他今天赶回去，改天还得赶来还给傅子义，好麻烦呢。傅小弟，商量个事儿呗，你把你这马车卖给我，然后你再去买辆新的，怎么样？说着拿出一张银票递给他。傅子义也知道他们有个马车是要方便一些，不过没接他的银票。喏，马车给你，钱就不用了，这本来也是为长亭哥准备的。一码归一码，拿着。陆晚潇不由分说的把银票塞给他，然后一脚把他踹下马车，狠狠地转了一下缰绳，驾着马车离开了。所有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等傅子义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马车已经驶出2丈外了。傅子义很确定，陆晚潇是真的变了，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变好了。咦，不要命了！但凡他刚刚再慢一步，此刻的他就是不坐在那儿，而是躺在马蹄下了。让开！救救我！救救你！有人要抓我去卖身！我……求求你！臭娘们儿，我看你往哪儿跑！陆晚潇本来不想管的，但是他眼里的惊慌和无措，不禁让他想起了那个不管任何时候都会坚定地站在他身边的姑娘。他初见她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满脸的惊慌和无措，逃跑的时候撞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也是这般跟他求助。唉，臭娘们儿，你跑啊！你倒是跑啊！臭娘们儿真是胆子肥了啊！进了我们连春楼，居然敢逃跑，还害我们哥几个掉进泥坑里，看老子我今天怎么收拾你！救我！大人，求求你救救我！救你？哎，今天天王老子来了，你也得跟老子回去！哎呀，臭小子，你要多管闲事儿！管闲事，本公子倒是没兴趣。不过，你们刚刚挡了我的路，
吓到了我的马，耽误了我回家。这笔账是不是得算算？他是不想多生事端呢，但是不代表他可以任由别人拿捏呀。哼，向来只有他拿捏别人的份儿。所以你小子是非要多管闲事是吧？非也非也，本公子刚刚说了，没兴趣多管你们的闲事，只是想和你们算算惊了我的马以及耽误了我回家的账。老大，跟他废什么话呀？赶坏咱们的好事儿，连他一起带走算了。你叫他细胳膊细腿的，怕他做甚呢？没错啊，上次那个可比他高大多了，还不是被咱们给听说现在被玩的只剩一口气了。陆晚潇听到这话，眼神冷了几分。原来这些人不只是妓院的打手，私下里还拐卖人口，也不知道他们毁了多少大好青年和女子，让多少家庭破碎。看来他今天是不得不替天行道了。就是，这个虽然有点瘦小，但是南风馆有很多恩客就好这一口，不如把他一起带回去，卖了钱，咱们哥几个也好去快活快活。还有这马车和车上东西，就都是咱们的了。两人越说越得劲，越说越美，听得陆晚潇直接就笑了。哼，大白天呢哈，果然挺适合做梦的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要来，那就不要怪我们了。说着捏起拳头狠狠朝着陆晚潇砸过去，脸上的表情凶狠异常。陆晚潇身子一偏，手里翻转，寒光乍现，匕首直接割断了壮汉的手筋。壮汉疼的呀，握着受伤的手哇哇大叫。陆晚潇趁机一脚踢开他，借助花花的帮忙，一个跳跃离开了车的范围。这车可是他刚买的，那车上还有他今天买的东西呢，花了不少钱呢，那可不能弄坏了。那些被你们拐卖的大好青年、良家女子，他们有没有跟你们求过饶？有没有求你们放了他们？可是你们都是怎么做的？为了几个银子，不惜毁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庭，你们该死！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小儿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以后？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以后呢？去下面为那些被你们害了的人赎罪吧，下辈子也别做人了。此时此刻的陆晚潇好想要一瓶化尸水，直接倒下去，就啥事儿都没有了。主人，空间里有上一任主人留下来的化尸水的，就在多宝阁的第3层。你今天做了这么多事情，表现都非常好，等到凌晨应该就能解锁了。你可以先把他们收进空间，等明天拿到化尸水，就可以把他们都灰飞烟灭了。真是想瞌睡了就来个枕头。多谢公子救命之恩，公子的大恩大德。陆晚潇生怕他来一句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奴家只能以身相许，急忙打断了他。哎，打住，我并不全是为了救你，你也不用对我感恩戴德，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吧。你们那什么楼丢了人，来找的人也没回去，保不齐还会再有人来。公子，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您可以带我走吗？我洗衣做饭什么都会的，吃的也不多。你爹娘呢？妈蛋，救了人要被以身相许是魔咒吗？怎么他也遇上了呢？他们不要我了，他们为了50两银子把我卖给了别人。那人原本是做小生意的，原本日子也还可以，但是最近这半年不知道怎么染上了毒瘾，把家里的地产钱财全都输完了。我劝他收手，他不听，总觉得自己能赢回来，在外面欠了好多债，把儿子女儿都卖了，
还把我卖进了青楼。女子说的情真意切，确实很可怜很凄惨，可谓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但是这些跟他有什么关系啊？他和他非亲非故的，更不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他干嘛要自找麻烦？再说了，以他现在的情况，就算想管也有心无力啊。养宋长廷很费钱的，更别说将来还有一个宋长启。我很同情你的遭遇，但是我帮不了你。公子，刚刚救你已经是破例，别得寸进尺，更别让我后悔救了你。走了一小段，想了想，直接把马车收进空间。古人信鬼神，吓吓他也好，省得他老惦记救命恩人这回事儿。宋长廷，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子义呢？发生了何事？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子义呢？发生了何事？我觉得傅子义送了我回来，还要再回县城，很是麻烦，就自己赶车回来了。还有，他这马车我也买了，有什么问题吗？见宋长廷盯着他的衣服，以为他是奇怪自己为什么穿男装。这身衣服啊，是为了方便。你知道的，在外行走，女子总是没有男子方便的。你衣服上的血怎么回事？血？哎呀，一瞬间心疼死了。这可是他今天才买的，还没穿一天呢，就沾了血了，真倒霉。可有受伤？没有，你忘了吗？我可是有可以移动又可以躲藏的神器在手的，就那3头猪，再修炼10年也伤不到我的。见他脸色依旧不是很好。哎，宋长廷，你是不是在担心我呀？宋长廷没想到他会突然凑这么近，愣了一下，没有脸红，也没有不好意思什么的。这下轮到陆晚潇发愣了。斗良家少年未果，陆晚潇有些没劲。宋长廷的耳尖好像有些微微的泛红。宋长廷，你为什么担心我？是因为我是你的妻子吗？还是什么？不然呢？可是你明明知道我不是原来的陆晚潇，我们也只是名义上的。所以你要走吗？陆晚潇的话没说完就被宋长廷打断了。宋长廷的声音依旧温温的轻轻的，但是语气很认真，细听之下还有那么一丢丢的急切。这是他第一次在他身上感受到这种情绪。陆晚潇怔了下，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宋长廷从来不问他是谁，来自哪里。还有他对他的好，他总是想接受却又不敢真正的接受的样子。那种感觉就好像黑暗中看到一束光，小心翼翼的想要触碰，却又不敢伸手。这几天他们面上相处和谐愉快，但是他知道他的心一直没有打开过。或许有过短暂的撕开一条缝，但很快就又紧紧的合上了。他以为他只是性子冷淡，又经历了人生的重大变故，被原主那般对待，寒了心，暂时还没捂热过来。原来还有怕自己要走的原因啊，怕自己从冰冷的黑暗中走出来，阳光还没有照遍全身，又再次的坠落下去，所以克制，所以小心翼翼，心扉紧闭。哎呀，还真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少年。我在这里举目无亲，又人生地不熟的，走哪里去啊？宋长廷，你不会是想赶我走吧？宋长廷，你不会是想赶我走吧？怎么会？那你干嘛问我要不要走啊？你是想让我出去露宿街头吗？不是，我只是……不是就好。我跟你讲啊，虽然我没跟你那啥，但是我这具身体跟你拜过堂，你的婚书上签的也是我陆晚潇的名字，所以这个家也是我的，有我一半，懂吗？你不能赶我走，要走也是你走。乖，别总想着赶姐姐走，跟着姐姐啊，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姐姐还能帮你教训那些欺负你的人哦。没办法，他连宋长廷的肩膀都不到，不站高一点，挑不到他的下巴嘛。
陆晚潇说完，飞快地提起2包东西，跳下马车进屋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留下红了整个耳朵，多少有点没有反应过来的宋长廷呆呆地站在那里。翌日吃早饭的时候，陆晚潇跟宋长廷商量了一下，决定请几个人来帮忙盖个马棚，顺便帮忙锄一下后院那块地。没办法，不管是搭马棚还是锄地，他都干不来嘛。等会儿我跟你一起去。陆晚潇名声不好，是村里出了名的浑人，他怕他一个人去，别说请人了，连别人的家都进不去。你个倒霉的赔钱货，赶紧滚回去伺候你的男人。昨晚让你在家歇业已经够可以的了，怎么你还想常住啊？不知道自己已经嫁出去了吗？娘，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我现在真的无家可归了。那我不管，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既然已经嫁了，就有事没事都别回来。要回来也可以，但是你这空着手回来，还要在娘家住下，算怎么回事啊？姐，不是我说你啊，你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娘，弟弟，求求你们别赶我走。富贵把家产全部都输完了，房子也卖了，现在除了这里，我真的已经没地方可以去了。求求你们，就让我住下吧。我能干活，我可以少吃点。求求你别看我走。呸，你骗谁呀？富贵那么多钱，怎么可能输得完？肯定是你这小蹄子惹了他不高兴，他打你，你才跑回来的。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富贵脾气是不好，但是能挣钱，你忍着一点，少不了你吃喝，你怎么就不听呢？你现在回来是想害死我们吗？娘，是真的，富贵半年前惹上了毒瘾，把家产全输了，还把我也卖了，我拼了命才逃出来的。求求你们不要赶我走。陆晚潇突然觉着这剧情跟张兰心的身形有些熟悉啊，往前走了走，等看清楚张兰心的脸，心里直呼我操，这不是他昨天在路上救那女子吗？没想到他发善心救个人，居然是差点曾经被他老娘用见不得人的办法送给宋长廷的人。哦呦，这感觉啊，还真是一言难尽呢。他把你卖去哪里了？卖到青楼，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弟弟，姐姐真的没地方可以去了，你就不要再赶姐姐走了好不好？你放心，姐姐不会白吃白住的，也不会一直住在家里的。姐，你说的什么话呀？这里是你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真的吗？真的，刚才我和娘是跟你开玩笑的。这娘这脾气你也知道，你别放在心上啊，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家里住下，你放心，娘得听我的。走走走，咱们回家。有些人呐，真是骂他畜生都侮辱了那些牛马，毕竟他们再饿也不会吃自己的亲人，还是吃一次又一次，最后连渣都不准备剩。你个小贱蹄子，你在骂谁呢？哼，你是不是知道我前几天又抓了一只山鸡呀？陆晚潇，你个小娼妇，上次你把鸡毛塞我嘴里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你居然还敢来，所以你又想吃鸡毛了是不是？本来呢，我那只山鸡是准备明天吃的，但是如果你实在想吃鸡毛的话，我也可以今天就杀了的。你什么腻呀？下次嘴巴再不放干净点，我也不介意请你吃点除了鸡毛以外的东西。还有，下次吵架要么声音小一点，要么离我家远一点，懂？我爱在哪吵就在哪吵，你管得着吗？你以为你是谁？这里是你家吗？请你来听了吗？这里确实不是我家，但是你的嗓门太大了，影响到我们家宋长廷看书了。看书？哎呦喂，都什么时候了还看书呢？有那个功夫，还不如想想怎么弄吃的。都这样了，还做着考试当大官的梦啊？我可是听说瘸子不能……陆晚潇，你这个杀千刀的小娼妇，你居然又打我！潇潇，管好自己的嘴巴，要是再让我听到不好听的话，或者再让我听到你说宋长廷，我就让你以后都开不了口。你不要以为我吓唬你，你知道的，我陆晚潇是个浑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骂他不行，骂宋长廷更不行。我们走吧。刘长福素来嘴碎，又泼辣不讲理，他的话
你不用停，也不用往心里去，更没必要跟他对上。我们也不会一直住在这里的。我知道了。李婶儿。哎呦，还真是不是一般的不受待见呢。还是你来吧。难得见到挫败无奈的样子，宋长廷不由得勾了勾唇角，走上前去敲门。敲什么敲，你个倒霉的，我们家不欢迎你，赶紧走。婶子，是我。长廷，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儿吗？快进来家里坐。多谢婶子。长廷啊，你来是有什么事儿吗？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啊？看着李婶子一脸的关切，宋长廷清冷的面容露出了几许淡淡的暖意。在陆晚潇到来之前，除了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子毅，真心实意关心自己的人也就李婶子了。确实有点事情，想找婶子帮下忙。把来意跟李婶子简单的说了下。你是说你想让你李叔帮忙盖个马棚？搭那玩意儿做什么？你买马了？不是，是一个朋友打听到了一个擅长治腿疾的大夫，这些日子打算去看看，为了方便，他便把马车借给我了。真的吗？哎呀，那真是太好了。你还年轻，是得去找大夫看看，不能一直这样。这要是真治好了，还可以继续去读书考功名。你书读得那么好，肯定能考上的，以后就不用回来刨田地讨生活了。多谢婶子吉言。哎，对了，你说的朋友是那个之前来看你的那个孩子吗？哎呦，这孩子啊，第一次见我就觉得他是个好的。如今像他这般重情重义的人啊，不多了，遇上了就是幸事，这种朋友啊，可要好好珍惜。确实是幸事。宋长廷难得上门请人帮忙，李婶子很爽快地答应了。哎呦，不用，这些年长廷啊帮我们写春联、写信、读信什么的，也从来没收过钱。我们也只是帮你们盖了个马棚而已，真不用给钱。要的，耽误了你们这么多天的活儿，连饭都没给你们管一顿。木材什么的也都是从你们家拿过来的，这不给钱实在说不过去。李大叔他们出去给人做活，别人不也得给工钱吗？哎呀，婶子你就拿着吧，不然下次再有事，我们可不好意思再找你们帮忙了。哎，是这个道理没错，这也太多了。你李叔他们农闲时去给别人帮忙，一天最多也就5、6、10文钱。去码头搬货倒是稍微多一点，一天能有80文，而且得从天亮干到天黑，还不是天天有干的。你真要给啊，就按照外面的价钱给就好了。至于那些木材茅草什么的，本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不用算了。长青的腿要治，肯定得花不少钱。你们这几年地也没种，家里吃粒米都要花钱买，也没有什么可以当卖的。这钱呐，要省着点花。听到李婶子的话，陆晚潇心里涌上阵阵感动，甚至有些不知道怎么描述自己的心情。淳朴心善，说的就是李婶子这种吧。长廷是个好孩子，但命也苦，小小年纪就没了爹，好不容易要熬出头了，又遇上了那样的事。你以前还那样的混账不着调，做的那些事业，哎，如今醒悟悔改，以后啊就和长廷两人好好的过日子。哎，这人呐，哪有一帆风顺的？再厉害的人也会遇到挫折的，但是老话都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只要两人一条心，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日子再难也会慢慢好起来的。婶子说的是，我以后会和长廷好好过日子的，也谢谢你以前对长廷的照顾，这些钱啊你拿着，是你们这次帮忙的工钱，也是谢谢你之前对长廷的照顾和帮助。哎呀，哎，你这孩子。好了，婶子，就像你说的，
夫妻二人同心，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的。我和长亭也是，长亭的朋友帮他找了份写文章的活儿，能挣钱。长亭的腿要治好，不是1天2天的事儿，钱也不是需要一下子就拿出来，所以这钱你就拿着吧。我很多活都不会干，以后可能要经常麻烦你。你若不收这钱，我和长亭以后真不好意思找你们帮忙了。哎呦，那婶子就收下了，以后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来找婶子。婶子别的帮不了，家里地里的活还是能帮忙的。那就先谢谢婶子啦。在想什么？听到宋长亭的声音，陆晚潇收回思绪，回头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也没有开口说话，而是直直地盯着他看。宋长亭，要不以后的日子我们都一起好好的过吧。什么？我说以后的日子，就是往后余生，我们一起好好的过。隐形的稻草人，守护我的天真，曾以为爱情能让未来。你是认真的？当然，你意下如何？不会后悔。女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不会一直待在这个村子，我以后要走的路不会太平。我陪你。除了罗明辉和罗少，我在暗处还有连我也不知道何时结下的仇人，他们想要我的命，可能会很危险。我不怕。还有什么问题吗？你既然你没问题了，那现在就该我了。我这个人呢，容忍不了背叛，不喜欢争风吃醋，不喜欢勾心斗角，更不喜欢和别人分享一个男人。我的丈夫一辈子只能有我一个，不管是身还是心，但凡有一样背叛，这就是下场。我说到做到。不会有那样的一天的。陆晚潇，你没有后悔的机会了。宋长亭，我陆晚潇做事从来不后悔，也向来都是说到做到。小夏，此生携一人白首，则一城终老，足矣。幸福来的好不容易。小夏，你既然决定陪我走余生的路，就不要半路弃我而去。不会，宋长亭，我陆晚潇虽是女子，但是说过的每一个字都是算数的。说余生的路陪你一起走，就不会半路弃你而去。终于等到你。主人，你快看，花花又抓到了老虎和狼，还有熊熊。看着一副主人你看我厉不厉害，快夸我模样的花花，陆晚潇无语扶额。谁来告诉他，这朵花对于抓这些猛兽到底有什么执念呢？是他们欠他钱吗？还是他们之间有什么仇啊？主人，花花是不是很厉害？主人不说话，花花只能自己问了。问也就算了，关键他还一副主人你要是不夸我厉害，我就哭给你看的样子，是怎么回事？厉害，特别厉害，我们花花最厉害了，天下第一厉害。主人，你这样夸的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有，你干嘛一副无语的表情呀？老虎还有狼还有熊可都是好东西，别人想要的还抓不到呢。你真是我见过最不识货的主人了。哼，是，他们确实好东西，肉可吃，皮可卖，骨可以入药。但是你主人我现在真不需要这玩意儿啊，咱们等需要的时候再来抓不行吗？不需要你可以拿去卖啊，你现在不是很穷吗？咱们一天抓几只去卖掉，很快就有钱了呀。很有道理，说得很好，下次别再说了。为什么呀？你看啊，你主人我细胳膊细腿的，虽然没有弱到一阵大风就能吹倒，但是也着实跟强悍搭不上边儿。别个很厉害的专业的猎人都很难打到老虎和熊这些东西，你觉得我拿去卖合适吗？那拿回去？你也别说拿回去吃啊，
这玩意儿呢，听着名字挺牛逼，挺厉害，但是它的味道真不好，肉又柴又精，真不好吃。说的好像你吃过一样。我是没吃过，但是我知道，好吃的呢，基本都被驯化养起来了。你要是喜欢呢，就自己吃，吃多少我都不管你，反正我不吃，一口也不吃。那好吧，主人，我们可以把它们带回去看门啊。别人家用狗看门，你用老虎和熊，多威风啊！这朵花怎么就这么非得让他把这熊跟老虎带回去呢？主人，你不用担心，花花有办法让他们认你为主，以后只听一个人的话。他是那个意思吗？用老虎和熊看门，这是人做的事儿吗？家里正缺一个看家护院的呢。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把这只狼带回去看家护院。主人，那老虎和熊呢？不要了吗？看家护院要一只狼就够了，都带回去我也养不起啊。他们一天要吃很多肉的，而且真把他们带回去看门，会吓坏村里的人。你想我被村里人讨伐吗？哦，那我把他们都放了。放吧，下次别再抓了，等我需要的时候你再抓。好的，主人，花花知道了。长天哥，你说你多大的人了，还和狗玩，果然不能指望你靠谱。哎，干什么干什么？这死狗，快松嘴，松嘴呀！这可是小爷的新衣服，昨天我刚买的，第一次穿呢，别咬坏了呀！快松嘴，听到没有？再不松嘴，我真动手了！你不要以为你是长亭哥家的狗，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听见没？我告诉你啊，把小爷惹急了，等会儿我就把你下锅炖了，你信不信？陆晚笑，我说你这狗怕不是有什么毛病吧？我又没得罪他，他干嘛我一来他就咬我呀？你看我这衣服啊，这都被他咬破了。你赔？你笑什么呀？陆晚笑，我说你这个女人，你真的是，这没大没小，叫嫂子。什么？嫂子？长亭哥，你是要我叫这个女人嫂子？这里还有别人，今天怎么抓了只狼回来？抓回来看家呀。他还没有名字，要不你给他取一个？那就叫他银月吧。银月，这个名字不错，一听就很厉害的样子。以后你就叫银月了，好不好？不是，长亭哥，你说他抱着的是只狼？现在知道自己得没得罪他了吧？好好的狼，你偏要说他是狗，不咬你难道咬我吗？真的是狼啊！这耳朵，这嘴巴，还有这凶狠的眼神，确实跟狗不一样啊！你抓的？不然呢？这个家里还有别人？还是你觉得谁会白送我一只狼崽？我去，陆晚笑，你行啊你，居然能抓到狼！你叫嫂子，嫂子，嘿，嫂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的？可不可以教一教我呀？我也想要一只小狼崽儿。哎，嫂子，山上狼崽还多吗？要不咱们现在再去抓两只回来吧？啊，难道没有狼了？哎呀，没关系，没有狼，抓只小老虎也行啊。小老虎也挺可爱的。不是，这货以为狼和老虎是什么呀？地里的大白菜吗？想要了，随时去就能抱一只回来。哎，不是嫂子，你怎么走了？咱们是不是吃了饭再去啊？哎，好好的一个少年，因为一只狼崽变成了傻子，真是多少有点一言难尽呢。去把车上的东西都搬下来，一会儿吃了饭就动身。傅子义，你捡钱了？啊？捡钱？上哪儿捡钱啊？这些东西不要钱吗？哎呀，这些又花不了几个钱儿，我多带点过来，也省得你们总是出去买啊。那你以前不是喜欢半袋半袋的带吗？你以为我喜欢小半袋小半袋的带啊？那还不是怕你拿出去卖了吗？你以前你多混账，你不知道啊？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你忘了？宋长亭，你说长启他会不会恨我呀？不必担心，长启很懂事，也一向听我的话，我会和他好好说的。现在知道担心了，那你早些时候干嘛去了？哎，真不知道你当初怎么想的。
长启那么听话，那么可爱的孩子，你都舍得卖掉？就算你没给他吃饱，有好吃的也没给他一口，让他洗衣服，让他去提水，让他去捡柴，让他干这干那的，他也没有一个不字啊，依旧嫂子嫂子的喊着你。可是你呢？你居然以带他去赶集的名义，把他带去卖掉了。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晚上睡得着觉吗？你以为你找的那对夫妇是真心想收养他呀？错，他们只不过打着收养孩子的名义到处拐卖孩子罢了。而且只要长得好看的，你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找到长启的时候，他已经被分配好，准备送去给那些变态了。要是我再晚一步，可能就被送到那些变态的床上了。他当时多害怕，你知道吗？他哭着问我，为什么他那么听话，嫂子还要卖掉他？他天真的以为那天你是真心想带他去赶集，他很高兴的，以为嫂子终于喜欢他了。你对他那么不好，他还是那么信任你。可是你呢？虎毒尚且不食子，作为一个人，你说你这良心怎么这么坏呢？你好了，子怡，我们赶快去找长启吧。知道了，我也不想说的，还不是因为他以前做的那些事儿啊，太气人了嘛。长启，他差点就，我实在是忍不住。我以后尽量不说就是了。对不起啊，长亭哥，这些我以前不是要故意瞒着你的，我是想着家里这些事情已经够让你糟心了，就没跟你说。你放心，长启他现在很好。谢谢你，子怡。谢什么呀？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真要谢呀，也是该我先谢你。你知道的，要是没有你，现在谁还知道有个傅子义呀？子怡说的那些你不要放在心上，他没什么坏心的，他是太关心长启，以后……我知道，我没事。一会儿见了长启，万一他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就忍一下，千万不要像以前那样凶他，知道吗？童姑，少爷，您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哎呦，快进来，快进来！这两位是……啊，这两位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位好友和他的妻子。原来是少爷的朋友啊！快请进，快请进。有劳了。这位是童姑，当年在我母亲身边伺候的人，这些日子一直都是他和童叔一直在这里照顾长启的。哎呀，少爷来了，见过少爷。哎，童叔不必多礼，多谢少爷。长启呢？今天怎么没出来啊？以往他来，只要听到声音，宋长启都会跑出来迎接他的。回少爷，被童正带着去后面的河里捉活东去了。那孩子最近活泼了不少，前几日还在念叨你什么时候来呢。要不姑姑现在去把他们叫回来。不用，童姑你去忙吧，我们自己去找他们就好。那姑姑去做饭，做好了再去叫你们。长启，长启，兄长来接你回家了。哥哥，哥哥，哥哥，你怎么才来呀？对不起，长启，是兄长的错，兄长应该早些来接你的。哥哥，嫂子说，她说家里穷，我在家浪费粮食，让我以后跟别人过日子去。她要卖了我，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对不起，是兄长的错，兄长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不怕，兄长在，以前是兄长没做好，兄长以后再也不会让人伤害你了。在这里思考人生啊。你怎么来了？这个时候你不是应该去哄哄长启吗？和他道个歉，让他原谅你吗？怎么觉得自己没脸见长启，还是人家长启不想见到你啊？唉，都有吧。切，活该。有心事？哎，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说出来，让姐姐……差点就脱口而出，说出来让姐姐开心开心。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姐姐帮你分担分担。小爷我不愁吃不愁喝，能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啊？倒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心，这么贴心了？当然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啊，难道还要专门通知你一下？但愿你一直能这么好吧，以后好好对长天哥和长启。哎呀，有不开心的事就说出来呗，我又不会笑话你，说不定还能帮你分担分担。就算我不能帮你分担，你说出来也会好受一些啊，小心憋出病来。你有这个功夫啊，还不如想一想回去以后要怎么跟长启相处，怎么样才能求得长启的原谅。小爷我呀，不用你操心。既然不愿意说你自己的事，那跟我说说你和宋长廷之间的渊源吧。什么？我跟长廷哥之间的渊源？对啊，就是你们之间的故事。就是你为什么这么听宋长廷的话，为什么对他的事情这么上心？哎，这个女人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啊？好奇呀。还有，宋长廷是我的丈夫，我既然要和他好好的过日子，了解一下他和朋友之间的事情，并不过分吧？说完好一会儿，傅子义都没有要开口的样子。该不会是你和宋长廷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我说你这个女人，脑子里能不能想一点好的东西啊？我和长廷哥堂堂正正的，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陆晚潇不说话，还是那样看着他，大有他不说他就不罢休之势。那后来呢？你身边没有了忠心可用的人之后，你那恶毒后娘就什么都没做，放过你了？怎么可能啊？要是他什么都没做，那傅家大少爷不学无术，只会吃喝玩乐，招猫逗狗，不敬长辈，横行霸道。狗听到傅子义这3个字都会退避3舍呀。这又是谁的杰作呢？我娘亲的嫁妆又怎么会都去了他的手里？哎，没事没事，等明天回去了，姐姐帮你教训你那恶毒后娘，给你出气。后来我那眼瞎心盲的爹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花钱把我送去了百川学院。不过这大概是他对我做的唯一一件人事了。如果不去百川书院，我就不会认识长廷哥，也就不会有现在的我。长廷哥告诉我，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就要自己变强，东西被人抢走了就去抢回来，忍气吞声只会让别人觉得我好欺负，他们不会感激我，只会想从我身上夺取更多，直到扒下我身上最后一块皮。他还教我怎么做才能改变在家里的处境，教我怎么利用我爹对我娘的感情，让他对我愧疚，然后顺利拿回一部分我娘的嫁妆。也是他给我出谋划策的，才让梁氏那个毒妇和我眼瞎心盲的爹之间的感情有了间隙，我才能……长廷哥对于我来说犹如在葬，我曾经发过誓，这一生都要为他所用，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甚至都准备好了，等他高中，他去哪里做官，我就去哪里。他为官，我从商，相互扶持，假以时日，总能闯出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只可惜，那些人不肯给我和长天哥一条生路。怎么说？难道宋长廷断腿还有其他隐情？长天哥，这几天你们就住碧人溪吧，那里前些日子我已经让人收拾出来了，还有那个人我也安置在那儿。小夫子啊，没看出来啊，你还是个经商小天才。你想说我做的不好就直接说，何必这样拐弯抹角呢？有意思吗？大哥，我是真心实意夸你的，良心保证，这碧人溪你确实经营得很好，怎么这么不自信呢？小爷我不是不自信，只是不相信从你嘴里说出的话。哎，不是啊，你这话我就有点不爱听了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经常骗你，
咱们说话多少讲点良心。骗是没骗，不过你光说漂亮话哄人开心，比如昨天晚上你说的那些话，难道不是为了安慰我吗？哄我开心吗？那真不是说了哄你开心的。姐姐我向来言出必行，既然说了，那就是要去做的。不信，今晚就去你家，怎么样？哎，那个就是你那恶毒后娘住的院子啊。你觉得这个府里除了她，谁还敢住这么大、这么奢华的院子啊？切，那个女人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现在是富家的当家主母似的，每天是穿金戴银，把那些贵重的珠宝首饰全往身上堆，绫罗绸缎使劲往身上裹，吃用什么都要最好的，连住个地方也要最大最好的。哎呀，别气别气，毕竟她本来只是一个连妾都算不上、上不得台面的外室，底气不足，心虚，当然得用这些外在的东西来粉饰自己啦。我知道，就是想到我娘亲的一些东西现在被她用着呢，感觉恶心。你娘亲的东西？摆件还是什么？有多少？一对翡翠玉镯，一套足金头面，一对白玉花瓶和一桌子珊瑚。傅子义，你娘亲好有钱呐！这些东西有一些是我娘亲的陪嫁，有一些是我娘亲后来自己添置的。能给你娘亲陪嫁这些东西，你外祖家应该也是蛮有钱的呀。为什么当初会为了10万两银子跟你那个渣爹一起骗你啊？那是因为我的几个舅舅除了做生意不行，吃喝嫖赌样样都行，还一个比一个厉害，连祖宅都被他们给败掉了。你说他们看不看得上那10万两银子啊？哎，好了，你在这里好好待着，我去给你那个恶毒后母送点礼物。那你注意安全4个字还没说出口，陆晚潇人就不见了。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也没有。傅子义还没嘀咕完。哎，对了，你那个渣爹在不在？你要吓死人呐！应该还没回来，怎么了？没事儿，不在就好，这样也不用担心一会儿过去的时候会看到少儿不宜的场面。刚从空间出来，就听到帐幔里传出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我去，傅子义那厮能不能靠点谱啊？他不是说他渣爹不在吗？宝贝儿，你说傅红知道了会不会气死啊？啊？傅子怡的渣爹被绿了，这场面还被他给撞见了，哇，有点兴奋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正合我们的意吗？还省了我们的事儿呢。裴郎说是不是？妈呀，太恶心了吧！真的。裴郎，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之前也不想给傅红碰的，怎么会呀？唉，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的以后，我只是恨自己无用，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自己却连跟你见面都只能偷偷摸摸的，什么也帮不了你。四柔这么大了，也没听他叫过我一声爹，我真是太没用了。裴郎别说了，也别自责。为了我们的将来，我做什么都是愿意的，只要你心里有我就足够了。裴郎你也别着急，傅家的大部分家产我已经拿到手了，只要复后，我们就可以拿着钱带上咱们的女儿，去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生活。那傅子敬呢？他终究是傅红的儿子，到时候也不知道会不会恨我，我也还没有想好要拿他怎么办。没想好就先别想了，给我生个儿子吧。你净会胡说，我都这把年纪了，哪还能给你生儿子？怎么就不能生了？上个月隔壁卖猪肉的屠户，那40岁的媳妇儿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呢。再说了，在我心里你一直都很年轻。去空间找了一包合欢散出来，让花花给帐幔里的那2人送去。主人，这是诡异反复研制出来的强效合欢散，指甲盖那么一点就可以让牛都疯起来了。这么一包给那2个人下去，会不会有点太猛了？没事儿，全下了。什么？你说你今天晚上去撞见了那个姓梁的女人，
在偷人？对呀，而且根据他们的谈话，应该是很多年前他们就开始了。最早也在你那个叫思柔的妹妹出生之前。你这话的意思是，傅思柔不是我爹的女儿？你那恶毒后娘和她的姘头亲口说的，应该错不了。对了，思柔今年多大了？傅思柔是梁氏在生下傅子敬之后的第3年生的，今年还不到10岁。当时我那瞎眼的爹呀，心疼她这么大的年纪，还给她生孩子，往她院子里送了很多好东西，还把城郊的一座宅子给了她。那你爹头上的青青草原有点厚啊。你看看这些有你娘亲的东西吗？还有这些，其他的等有机会再帮你拿。哇，你拿了这么多东西，没被那对奸夫淫妇发现呢？不用这么感动，这对姐姐来说只不过是顺手的事儿。再说了，你那后娘想老蚌生珠，忙着和她的姘头造人呢，根本顾不上我。好了，时间不早了，赶紧收着这些东西去睡觉吧。不出意外的话，你家明天会很热闹。很热闹？你做了什么呀？想知道？那等明天吧，等明天你就知道了。不是，你这个人多说道理，多说一下怎么了？明天就知道了，你急什么？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不睡觉，你常听歌要睡。乖。还有事儿？谢谢你帮我拿回我娘的东西，还有这些还给你，你找个时间拿去当了换钱花。时候不早了，睡觉吧。你不去跟常启一起睡？常启已经长大了。那他这不是刚回来吗？他之前又经历了那些事，你就不担心他半夜做噩梦？他这些日子都是自己睡的，以后也是。你刚刚好像对傅子义的后娘给他爹戴绿帽子这事儿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哦。背叛者注定被背叛，有什么好惊讶的？是吗？不然呢？可是你的眼神告诉我不是这样的哦。宋少年，你有秘密哦。他定定地看着他，漆黑深沉的眸子如万丈深潭，似无波无澜，又似风起云涌。他的倒影在里面宛如一叶失了方向的孤舟。想知道？他相信只要他点头，宋长廷肯定会告诉他。但是他到那时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很违心地摇了摇头，然后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进了空间。早啊。早。哥哥，他不是嫂子她。常启，你嫂嫂她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那是不是她本意，你要试着敞开心扉，重新接受她，你会发现她很好。我知道了，哥哥。快吃吧，这会儿凉了。傅子义那厮呢？常启，哥哥回来了。怎么这个时候了还在吃早饭呢？子义哥哥真乖。这些东西喜不喜欢吃呀？不喜欢吃的话，哥哥带你去外边买好吃的去。哥哥跟你说城东有一家烧饼特别的好吃。谢谢子义哥哥，常启不挑食。那明天吧，要不然等会儿吃午饭去的时候也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说你家里出了大事？什么狗屁大事？不过是梁氏丢了几样东西，在那里大发雷霆罢了。梁氏因为丢了东西大发雷霆？对了，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我家今天很热闹，不会就是这个吧？你确定真的是梁氏在大发雷霆，不是别人？对呀，老远就听到那疯狗一般的吼声，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怎么了？陆晚霄摇摇头，用意念跟花花交流了起来。
你不是说那强效合欢散只要指甲盖那么一点，就连牛都能疯起来吗？对啊。那昨天梁氏和他的姘头用了一包，怎么这么快就疯完了？这个，不会是你昨天下药的时候没下准，没下两人身上，然后药效减半了吧？怎么可能？赢家进去的时候，那两人未着寸缕，差点把赢家都给恶心坏了。那难道时间太长，药效减弱了？可是你不是说空间因为有特殊性，放在里面的东西是不会过期、不会腐败的吗？那肯定不可能啊，肯定是出了什么意外。主人要是想知道的话，可以等会儿去副驾看看，或者今晚去也行。哎，小副的，我们这么大老远来，你是不是该请我们去你家做个客呀？你又想干嘛呀？也不想干嘛，就是想去你家瞧瞧。你就说能不能去吧。可以是可以啊，不过长亭哥一会儿不是有事要办吗？无妨，先去你家。客官要到。你们胡掌柜呢？掌柜在后边。公子您找他是有什么事吗？哎呀，公子，里边您不能去的。让开。公子，您要是有事找掌柜的，小的可以去帮您叫他，但是里面您真的不能进去。本公子不喜欢把话说第二遍。吵什么吵啊，一大早的。掌柜的，这位公子。公子，你怎么来了？掌柜的，他是。去，干你的活去，不该问的别问。真是的，啥也不是，一点眼力劲儿也没有。公子，请用茶。人呢？啊？什么人啊？这个你不会告诉本公子，你现在还不知道人住在哪儿吧？公子恕罪，老奴还没查到人住在哪儿。那日那姑娘来当了玉簪之后，老奴本来是派了人来跟踪她的，结果跟胡儿太大意，给跟丢了。蠢货，胡二是干什么吃的？一个大男人，跟一个小姑娘都能跟丢，让他自己去领罚。是。人跟丢了，然后你就什么都没做了？没派人去找找？回公子，老奴人去找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找到。没找着？他来当簪子的时候，你就没问问他家住哪儿，叫什么名字，这些都没问呐？问了，只是什么？公子，这是当初那姑娘留下的信息。本公子怎么养了你这么蠢的人？野猪村，这一看就是随口胡诌的名字啊！你也信？你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呀？是老奴愚笨，老奴该死，请公子责罚。罚你？罚你有什么用啊？罚你人就能找着？他来当簪子，你给了他多少银子？回公子，500两。500两？他要500两，你就给他500两啊？公子，老奴是不是给少了？你觉得呢？说你是蠢货，一点都没冤枉你啊！乡野百姓家里一年才用多少两银子？公子，不是老奴要给这么多的，而是那姑娘说她爹病了，需要500两银子抓药，老奴才……你说那姑娘的爹生病了，需要500两银子抓药？那姑娘是这么说的，所以你就给了她500两？是。你是钟吗？他说要500两抓药，你就给他500两？公子，是老奴办事不力，是老奴老眼昏花，是老奴该死，请公子。500两都用去看病抓药了，那他和他爹吃什么呀？用什么呀？吃土吗？你的猪脑子就不能灵活一点？哎，你吃饭的时候也光吃饭不夹菜是不是？公子，此事是老奴考虑不周，
不过你也不用太过着急，那姑娘既然连名字地址这些都是假的，说不定她爹生病这事儿也是假的。你不会说话就闭嘴行不行？好好的谁会咒自己的爹呀？再说了，要不是真的没办法，谁会去当自己母亲的遗物啊？你会吗？啊？还傻愣在那儿干什么？还不赶紧重新派人去找去？是。公子，您先休息，老奴这就去安排。大夫，他怎么样？有话就直说，支支吾吾的做什么？他为什么会晕了？回夫人，裴公子是因为服用了过多的虎狼之药，导致身体受不住，所以才晕的。服用了虎狼之药，你确定没诊错？裴公子昨晚应该是先服用了大量的秋石，后面又用了助兴的东西，加之他本身就因为平时房事过度，还有可能这吃食上也不注意，身体本就有些虚，一下子用了这么多的猛药，身体自然是受不住啊。你爹明天应该会回来，你想办法把梁氏和那个姓裴的事情让你爹知道，包括傅思柔不是他女儿。好的。不对呀，长天哥，你怎么知道我爹明天会回来啊？猜的。啊，怎么了？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没有啊，怎么突然这么问啊？都写在里面了。宋长廷指指他的眼睛，眉宇间带上了淡淡的笑意。而且从傅家回来这一路上，你看我的次数比这几天加起来都多。观察这么细致，不会是你一直在偷偷看我吧？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没有偷看。偷看就偷看呗，承认一下又不会。没有偷看，是光明正大的看。这下轮到他不会了。他本来是想调戏一下宋长廷的，因为他发现宋长廷在有些时候很容易害羞，谁料这次居然失算了。宋长廷不但没有害羞，反而大方的承认，然后还反撩了他一把。昨天晚上还因为他在他的床上躺了一下，害羞和不自在呢，今天就没感觉了。草率啊。说正事吧。好。宋长廷，梁氏和你有仇吗？何出此言？因为你好像比傅子义更着急梁氏去死啊。梁氏给傅红戴绿帽子这事儿，傅子义肯定会让他爹知道。不过按照他的性子，他应该一开始是没有打算把傅思柔不是他爹的女儿这件事儿直接捅出来，只是你说了，他才决定这么做的。哦，何以见得？不过我和梁氏连面都没见过，何来的仇？那就是因为傅子义咯。让我来猜猜，是不是在不久的将来，梁氏会对傅子义做什么过分的事儿？那件事还很可能会毁了他，而你知道，所以才会借这个机会直接干掉梁氏。不错，不过潇潇既然想说的，怕不是这个吧？潇潇是不是想问，我为何会知道梁氏对子义不利？为何对梁氏的丑事半点都不觉得吃惊？为何会知道梁氏的奸夫姓裴？对，你可千万不要说是未卜先知啊。哪有什么未卜先知，不过是走过这边路罢了。所以你真的是重生的？没错，我确实是死过一次的人。宋长廷，我不是。潇潇，你想知道上辈子的事情吗？陆晚潇摇摇头，宋长廷眼里闪过一丝黯然。别误会啊，我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想你痛苦。虽然我不知道你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什么美好的事情。如果提起来会让你痛苦，那就先不要提。等你可以用平常心去对待那些事情的时候，再说也不迟。小夏，你怎么这么好？换个地方，听你说，可好？你不用勉强的，宋长廷，我不着急在今天知道的。无碍，我没有那么脆弱的，而且早已经过了最痛苦的时候了。那我们去空间吧。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傅子怡吗？嗯。是不是奇怪他为什么那次来什么都不带，后面再来却拉了那么多东西来？他说那次是来带你走的，但是你没跟他一起走，为此他还埋怨了我一顿。没错，那是之前与他商量好的，上辈子我也确实在那天就离开了陶溪村。离开陶溪村后，子怡带着我去看了几个他之前打听好的大夫，不过那些大夫都说我的腿治愈无望，让我们不要白费力气了。子怡不甘心，我也不想就那样放弃，便打算去京城看看。本来我是打算自己去的，子怡不放心，非要陪我一起去。在去京城之前，我们回了一趟锦河县，本是想着把长启托给我的老师，然后他再安排一下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就启程。但是子怡却出了意外。傅子义出了意外？对，他发现了梁氏和他奸夫的奸情，那对奸夫淫妇怕他抖出去，对他起了杀心。他们知道我和子怡的关系，便打算把我也一并除去。在几次动手之后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为了逼我和子怡现身，挖了子怡母亲的棺椁，用来威胁我们。子怡被逼红了眼，一天晚上趁我不注意，偷偷溜进傅家，看来梁氏和他那个伪装在护院藏在傅家的奸夫，他爹因为赶来劝阻，也被他误杀了。在东燕，弑父是死罪，加上这么多年他积压在心中的怨气，干脆把傅家曾经欺负过他那些人全都给杀了，然后服了毒。对不起啊，长廷哥，说好了要陪你去京城的，这次要食言了。以后你一个人要多加小心，避人稀。我屋子里的安格还有一些银票，这官府的人还没去，严谨去拿出来。京城路途遥远，你顾客护卫。后来呢？后来，处理完子怡的后事后，我带着长启去了江陵府，在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二皇子，成为了他的谋士，跟着他去了京城。我帮他出谋划策，让他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他给了我很多信任和权力，还帮我灭了罗家，给我报了断腿之仇。再后来呢？再后来，再后来我就死了。啊？死了？怎么死的？长启高中状元，我陪他回来祭祖，路上遇到了贼人，然后你就死在了那些贼人的刀下？什么贼人这么大胆？宋长启是状元，回乡祭祖是有官府的人员陪同的，那些贼人是有多不想活，才会在这个时候对他们动手。我也不知道，这方人很多，来了直接动手，杀意很重，到我死，他们都没有说一句话。这才是最憋屈的，他到死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想要他的命，更不知道他是何时得罪了人，而且对方一来
就对他痛下杀手，连谈的条件的机会都没有。终于来了，是你让人救的我。童书瑞，出生坎宁县杨先锋下同村的一个普通农家。5岁时桐树村惨遭灭村，村里的10几户人家70余口人，除了被父母藏在米缸里的你，无一活命，连看门的狗都没能逃过一劫。在害怕绝望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延春楼楼主严天路过桐树村，把你带回了延春楼。你是何人？延春楼，江湖第一杀手组织，专门延春楼有3不杀：手无寸铁的百姓不杀，保家卫国的将士不杀，君王不杀。除此之外，不管多厉害的人，只要你出得起钱买他的命，延春楼都能把人头给你送过去。严天把你带回延春楼之后，他见你根骨极佳，是个起武的好苗子，便收你做了徒弟，从此改名叫严业。绝佳的天赋加上超过别人双倍的努力，以及心中的仇恨，让你在13岁时因为杀了叶永阁的阁主一战成名，成了杀手榜上有名的人物。15岁进了杀手榜前10， 16岁进了杀手榜前5， 18岁发现了当年桐树村灭村真相，拼死杀死了师父严天，为自己的父母和桐树村的村民报仇。不过自己也身受重伤，还被延春楼的人追杀，一路逃到了景和县。穷途末路之际，打算拉着那些昔日的兄弟同归于尽。结果你的命太大了，那些人死了，你却还有一口气。听完宋长廷的话，男子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这些事情知道的人除了他，全部都死了。你到底是谁？宋长廷。宋长廷，河景和县那个狗官的儿子，并称景和双杰的宋长廷。想不到宋某一介书生，杀手榜上响当当的人物也听说过。当年姓罗的找了延春楼，想要你的一条腿，但是延春楼出手非人命不举，而且延春楼收费最低5万两白银。姓罗的人拿着1万两银票就敢上延春楼，还嚷嚷着要见楼主。延春楼的人觉得他是在挑衅和侮辱延春楼，直接把他扔了出来。那时候我刚好出任务回来，那人以为我是延春楼不成气候的杀手，便想花5000两让我为他们办事儿。这么说来，宋某还要谢谢你当年没接这活吗？切，想让老子出手，最少10万两，5000两打发要饭的还差不多。我看你也不像等闲之辈啊，怎么还真被他们给废了腿呢？宋长廷只是轻呵一声，并未回答他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还有，你救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是怎么知道你的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救了你。所以你的目的，你的10年。你要我为你卖命10年？怎么，你觉得你的命不值10年吗？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这10年你只需要保护好我和我的家人，再帮我训练几个能用的人即可。只是要我保护你和你的家人，然后再帮你训练几个人？对，只是要你保护我和我的家人，然后再帮我训练几个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要求。好，我答应你。不过先说好，10年就是10年，时间一到，10年之期一到，你若是要走，随时可以离开。不过有一点，这10年，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听我的，不得擅自行动。你可以有自己的事情去做，但是做之前得先跟我说，我同意了，你再去。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以后是要叫童书瑞，还是叫严业？一个也不叫。童瑞叔和严业都死了，你书读得多，给我重新取一个好听的吧。那就叫青州吧。青州，还凑合，就这个吧。那你先好好休息，明天会有人带你出去的。哎，对了，长廷，你对那个青州怎么那么了解啊？上辈子接触过，还是？上一世，青州杀了他师父之后，被延春楼的人追杀到检河县，被一个猎户所救，伤好之后，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又杀去了延春楼。
再次身受重伤，被二皇子所救，然后就在二皇子身边替他卖命。见二皇子特别重视他，就了解了一下他的情况。所以你刚刚才特别叮嘱他，以后要做什么事儿得提前跟你商量。没错。让开，快让开！马惊了，快让开！二位没事吧？我方才多谢兄台出手相助。哎，举手之劳，二位没事就好。也不知是谁家的马儿在这闹市狂奔，也不怕伤人呐。许是出了什么意外吧？这里毕竟是闹市，闹市纵马，轻则受杖刑，重则可是要偿命的，想来不会是故意的。说的也是。既然二位没事，那在下……这位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噗！陆晚潇一口陈年老血喷了出来。要不是那匹马还在呀，他都要以为刚刚死的是狗不是马了。这长得人模人样，穿的也挺好的，看着也不像没读过书的样子。怎么搭个讪都还用这种老套又狗血的开场白啊？关键他还一脸的认真。这位兄台怕是认错人了吧？这是内子第一次来县城，此前一直待在村子里。是吗？那或许是在下记错了吧。他的眉宇间真的给他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刚才多谢兄台出手相救，我们夫妻二人还有事，就不打扰兄台了。我们走吧，再不去那家店该关门了。方才多谢啊。公子，公子，您没事吧？匆匆忙忙的，你家着火了？老奴听说街上有马失控，踩死了人。你觉得公子我会被马踩死吗？你刚刚说什么？街上马失控踩死了人？胡掌柜点点头，要不是听说马踩死了人，自家公子出门前又说要来这边，他也不至于听到消息就着急忙慌的跑过来呀。公子在景和县出了事儿，那他也不用活了。多管闲事，让人去把马处理了，做干净点。长天哥，嫂子，哥哥，嫂子，长启真乖。烟火好看吗？好看。你们也出去了？去锦河街那边转了一下。锦河街？听说那边有人当街纵马，撞死了好几个人呢。你们没伤着吧？不必担心，兄长和嫂嫂没事。哥哥嫂嫂没事就好。去写书睡觉，明日早起看书。好的，哥哥。有人当街纵马撞死了好几个人？对呀，好像说是那匹马疯了，踩死了好几个行人不说，还把自己的主人也给甩了出去，摔成了重伤呢。还好一位白衣公子从天而降，及时控制住了马，不然那马的主人也得丧命于马蹄之下。啊？怎么？你们没遇到吗？失控的马倒是遇到了，不过踩死人的倒是没遇到。你们聊，我先回房了。困了就先睡，我很快过去。这话有什么说的必要吗？说的好像他们这些日子都在一块儿睡觉似的。进了屋子之后，也真如他所说，没等他，直接进了空间。宋长廷跟父子一说完事儿之后，回到屋子，看着空荡荡的床，小骗子。好巧啊，又见面了。确实好巧啊。遇见就是缘分。姑娘，不，小娘子，不如赏脸一起喝杯茶。公子有事不妨直说。哎呀，小娘子不要误会，在下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觉得你既然公子没有什么事，那还请让一下。我的相公身体不适，等着喝药。那等下次吧，下次有机会再一起喝茶。多谢。
男子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总觉得就这样让他走了，肯定会错过些什么。在下姓段，不知小娘子如何称呼啊？公子，我再说一次，我已经有了相公，不适合与别的男子拉拉扯扯，纠缠不清。所以，有事你就直说，没事的话你就自便。我着急回家。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像一个故人，所以……这世上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家在锦河县，父亲母亲也都是锦河县人，所以我们全家都没有出过锦河县。公子口中的故人肯定是跟我没关系的。公子如果找人，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这位公子，我真的不是你要找的人，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就不奉陪了。那不知姑娘可否……这位公子，昨天你控制住那匹失控的马，救了街上的人，也救了我和我的相公，我很感激你。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可以无理的纠缠于我。我已经有了相公，虽然他腿脚不便，但是我们两人青梅竹马，感情深厚，他对我也很好，我是不可能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的，也不可能弃他而去的。陆晚潇这一波操作，直接把那位姓段的男子给整懵了，也引得周围的人纷纷驻足观望。不是姑娘，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只是……姓段的男子想要解释，陆晚潇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相公和爹爹教过我，做人要懂得感恩。昨天公子救了我和相公，我和相公都很感激公子。若有机会，我一定报答公子的救命之恩。只是现下相公身体不好，家里这些年为了给他看病，也能卖的都卖了，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报答公子。相公身体不便，我要照顾他，也不能跟公子您走。要不我这点药还值点钱，要不公子您先拿去，等以后手头宽裕了，我再报答您。呀，这不是昨天在锦河街制住了那匹发疯的马的那位公子吗？对呀，昨天晚上多亏了他，不然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会遭殃呢。是啊，昨天锦河街人那么多，真的多亏了他。哎，可不是啊。救人是好事儿，但是携恩图报就不对了。就是，哪有人救了人主动要求别人报恩的，真是闻所未闻。对呀，况且昨天锦河街上那么多人，怎么就逮着这位小娘子让她报恩呢？这小娘子看着也不像手头宽裕的人，相公还等她回去照顾呢，让人家报恩，这不是为难人吗？嗨，什么报恩呢？我看八成是不怀好意，看人家小娘子长得好看，所以就……哎呀，真是世风日下，怎么会有这种人？谁知道呢？亏得我昨天回去还跟家人讲锦河街上的事儿，还把他夸得天上有地下无的。可不是啊，真是人不可貌相，人家小娘子都有相公了，还……咦！段姓男子还没从陆晚潇的举动中反应过来，就被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给说的直接蒙圈了。哎，不是，哎，他就是想问个名字，不是，怎么就是这样了呢？携恩图报啊？对有夫之妇有非分之想啊？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不是，我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样子，我没有携恩图报，我只是想，我只是就知道了，这一切都是他故意的啊，心里好气呀，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好，真是好得很，这小人和女子果然不能随便得罪。不过这女子真的只是一个乡野村妇吗？小娘子，你别怕，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他不敢对你怎么样的。对，你别怕，哪有携恩图报的道理？再说了，昨天街上也不止你一个人，就算闹到县太爷那里，也是你有理。哎，对，小娘子你不用怕啊，你相公不是还等着喝药呢吗？你赶紧回去吧啊，千万可别耽搁了。哎，
赶紧回去，生病可是等不得的。你放心，他要是敢再对你有非分之想，我们一定打到他爹娘都不认得。谢谢大家，相公还等着喝药，我就先回去了。长亭兄，先生，罗兄，长亭兄，这位就是你的妻子吗？弟妹。长亭兄，你我兄弟二人也好久没见了，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碰见，也是缘分。不如一起进去喝杯茶，我做东啊。不了，我和内子还要去买东西，就不打扰先生和罗兄叙旧了。长亭有事先走了。长亭，先生还有何事？你这些年还好吗？有劳先生挂记，一切尚可。你的腿真的无法。多谢先生关心，看过几个大夫，都说治愈无望了。景和县毕竟是小地方，你要不去别的地方看看，兴许还有希望呢。对呀，长亭兄，要不去京城看看吧？京城有不少有名的大夫，我听说有一位特别擅长治腿疾。你若是去的话，我让朋友帮忙打听一下。多谢罗兄好意，不过不必了。去看看嘛，万一真的能治好呢？长亭，京城名医多，要不你还是去看看吧。你还年轻，多谢先生和罗兄的好意，但真的不必了。人各有命，这是长亭的命。长亭还有事情，就不打扰先生和罗兄了。我们走吧。长亭兄自从腿断以后，好像变了很多呀。他以前对先生可是很尊重的。他的性子本就冷淡，又遭人生大变故，有变化很正常的。对，可以理解嘛。好好的人生说没就没了，换做谁都会这样的。如果长亭兄没出意外，说不定就是那年的状元了。哪像现在呀，只能困在景和县这个小地方，连行走都要靠轮椅呢。罗少以为裴先生还不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哎呀，真是造化弄人呐！真是可惜了长亭兄的这一身才华。他嘴上虽然这么说，心里却不知道有多开心。就像他说的，人各有命。走吧。长亭，那个裴先生当年的事，他是不是参与了？还是他做了什么？也不算参与，他也没必要参与。那他是怎么回事啊？当年子怡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去找他，希望他能站出来帮我一把。帮你一把？他一个教书先生怎么帮？他有那个能力吗？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先生。他在来景和县教书之前，在京城做官，官位也不算很低，只不过因为处事不够圆滑，不会说话，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加上站错了队，最后丢了官，几经辗转才来白川书院当了教书先生的。他人虽然不在京城了，但是他在京城依旧有人脉，他的学生也有在京城官居高位的，他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情悄无声息地捅到京城，捅到皇帝面前。那他这是没答应？如果只是不答应也就罢了，毕竟他也没有这个义务。他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很是震惊，对罗家父子的行为很是不耻和不满，义愤填膺的就答应了子怡。他说是一定会帮我讨个公道的，可是他反悔了。如果单单是反悔也还好。他前脚答应子怡，还收了子怡带去的礼物，但不知怎么的，这事情被罗明辉知道了。罗明辉给了他10万两银子的封口费，还让人去警告子怡的爹，让他管好自己的儿子。银子他收了？他不但收了银子，还亲自来劝我忍忍算了，我斗不过罗家，就不要再计较这个事情了。反正我的腿已经断了，就算做再多也没有意义，以后好好过日子才重要。我操，这么狗！别侮辱狗。他以为我不知道他收了罗家的银子。哎，好啦，不要为那种垃圾生气了，找个机会我帮你出气。这个倒不必，不用理会裴先生，
让他余生都在自责和愧疚中度过，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也是，裴先生可以不管他，但是罗少既然碰见了，那不问候一下，是不是说不过去呀？彼岸之心，碧幽，那是什么玩意儿啊？彼岸之心，这名字一听就很厉害的样子。陆晚潇眼睛都亮了。很厉害的东西，主人你肯定会喜欢的。主人，你快点再去做点事儿吧，很快我们就可以和碧幽相见了。只是要再去做点什么呢？陆晚潇咬着唇想了想，又去了罗府。看主人，这就是碧幽。这就是彼岸之心，灵泉。哎呀，主人，你先别着急失望嘛，这可不是一般的灵泉。碧幽有很多作用的，一般的水只要加入几滴碧幽，就可以变成一般的灵泉水，可以帮助动植物快速生长，而且味道也会比一般水浇出来的好。用加了碧幽的水做饭，还可以强身健体，改善体质。除此之外，碧幽还有疗伤、生骨续筋的功效，疗伤效果可是比很多正规药材都要好很多哦。听到这儿，陆晚潇总算来了兴致。生骨续筋，这么厉害啊！这简直就是为宋长廷而生的好吗？像你家宋长廷的脚，有碧幽泡一次，顶上你用那些草药给他泡100次了，还不用按摩。等他的脚筋接好后，用碧幽浸泡温养，最多月余就能恢复如初。主人，你别看不起碧幽，碧幽用处很大的，而且比什么上古神器实用。看得起，看得起。哎，碧幽这么厉害，怎么会看不起呢？我刚刚只是高兴的还没反应过来。哼，好嘛好嘛，刚刚是我错了，我不应该小看花花介绍给我的任何东西。我们花花那么厉害，介绍的东西又怎么可能是凡物呢？好了，不生气了啊。等下次去山上，允许你抓只老虎回来玩。也不知道姓罗那狗东西又抽什么风，一大早就让官兵到处搜查，据说现在进出城都要盘查搜身呢。出什么事啦？那语气，那神态，就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一样。宋长廷要不是看到他空间里堆的那些东西，都要被他给骗过去了。谁知道呢？听说是左府昨晚进了贼人，丢了不少东西，正在找那个贼人和丢的东西呢。你说罗府昨晚丢了不少东西，昨晚就丢了东西，今天才想起来找，怎么不睡饱没有力气抓贼吗？谁知道呢？估计都没丢东西，只不过找借口搜刮百姓的东西罢了。他们罗府那么多家庭护卫，还有衙门的官兵，如果昨天晚上真的进了贼人，还偷了不少东西的话，会没有人发现吗？当官就应该多为百姓办事儿，多为百姓谋福利。这姓罗的狗东西倒好，3天2头折腾老百姓，也没人管。哎，长天哥，要不你把腿治好以后，重新去参加科考吧，然后等你当上大官了，把这姓罗的狗东西给弄了。长天哥，我说的玩的，你要是不想啊，就不去了，我们一起经商，也能闯出一片属于我们的天地的。好。长天哥，你是说你要去参加科考还是？科考？长天哥，你不必多言，倒是你趁这几天你爹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折磨梁氏和他奸夫上，赶紧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部拿到手。长天哥放心，我娘亲的嫁妆和他留给我的东西，我已经基本都拿到手了，剩下的我也不会放过他。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有需要帮忙的，随时差人去讨西村，让我和你嫂子。好。娘，我回来了。结果推开门，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房间，床上连被褥都没有，连地板都积灰了。想到娘亲之前就一直身体不好，心中有很不好的预感。哥哥，娘呢？兄长明天带你去看娘。家就在这里，娘亲身体不好，又不会去哪里，还能去哪里看？当然是山上。为什么？娘为什么走了？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娘，明明走之前还说要给她做鞋子的，回来娘就没有了。
难怪这几天兄长从没跟他提过娘亲，他问起时，他眼中会有迟疑。他以为兄长是在烦心别的事情，便没有多问。娘，唉，长启，是你，肯定是你卖了我，气坏了娘亲，又不给娘亲请大夫，没有照顾娘，娘才会去世的。你这个坏女人，你赔我娘亲，你赔我娘亲。宋长启一边哭一边伸手就要打陆晚潇，陆晚潇没打算让，也没打算躲，想让他打2下发泄一下。长启，不许打你嫂子！哥哥，娘亲不在了，我没有娘亲了，我要娘亲，哥哥，我要娘亲。娘亲不在了，兄长也很伤心，但是这不是你嫂子的错，你不能怪她。就是她的错，就是她的错。说完，一把推开陆晚潇，朝门外跑了出去。我去看看。宋长启出了家门后，顺着后面的河流一直往前跑，一直跑到没有力气才停下来，蹲在地上嚎啕大哭，哭得撕心裂肺，比之前看到宋长廷时还要悲痛几分。听得不远处的陆晚潇心里一阵难受。长启，宋长启没理他，把头埋在膝盖，肩膀一抽一抽的，还伴随着悲伤痛苦的呜咽声，像一只受伤的小兽一样，可怜又无助，让人看了心疼的只想把他搂进怀里好好呵护。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宋长启也不知道是累了还是怎么样，也没挣开，就那样趴在陆晚潇身上，小声的呜咽。对不起，长启，是嫂子不好，嫂子不该那样，都是嫂子的错，你要是生气就打嫂子2下。宋长启听到这话，抬起头来，瞪着红红的眼睛看着陆晚潇，垂在一旁的手拳头握紧，再松开，握紧，再松开，如此反复了好几次。看着满脸心疼的陆晚潇，最终还是没能举起手，重新趴到陆晚潇的肩膀上大哭。嫂子，娘亲不在了，我再也没有娘亲了。不怕，以后嫂子疼你。嫂子跟你发誓，以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嫂子以后会好好跟你哥哥过日子，好好疼你，保护你，好不好？嫂子，你之前为什么不好好跟哥哥过日子？娘亲和哥哥从来没有苛待过你，你为什么不对他们好一点？你知不知道，那天你说要带我去赶集，说要给我买新鞋子，我真的很开心。我以为你。宋长启越说越伤心，陆晚潇也没打断他，只是轻拍他的背给他安慰，听他诉说。这些话压在他心里许久了，说出来也好，不然压抑久了会崩溃的，说不定还会得抑郁症、性子扭曲什么的。我那么相信你，你为什么骗我？那些人说要把我卖去给有钱人玩，我听他们说有一个跟我一般大的，才2天就被折腾死了。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要不是子怡哥哥找到我，对不起，都是嫂子不好，对不起。陆晚潇搂着他，一遍又一遍地跟他道歉，除了道歉，他也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嫂子，我害怕，我真的好害怕。不怕啊，不怕，都过去了，再也不会发生那种事了。都是嫂子不好，以后嫂子会好好保护你的。还有你哥哥和青州哥哥，他们也都会保护你的。以后啊，谁也不能欺负你，就算嫂子也不能，好不好？不怕了啊。你说话算吗？当然算数，嫂子可以发誓，苍天在上，厚土在下。如果我陆晚潇日后做不到刚刚说的，就天打五雷轰，不得。好了，不用发那么毒的誓，你以后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就好了。好，
不哭了啊。出来好一会儿了，我们回去吧，不然你哥哥该担心了。好。潇潇，你不睡这里吗？今晚不去空间，好不好？这带着低低哀求的语气，声音又酥又撩，简直要命啊！试问，一个大帅哥，还是你喜欢那种，在睡觉的时候拉着你的手，可怜兮兮的邀请你一起睡觉，谁扛得住啊？反正他是扛不住，然后就鬼使神差的答应了。怎么了？没什么。陆晚潇摇摇头，重新躺平，准备数数羊，看看能不能睡着。他怕继续盯着宋长廷的脸看，会忍不住上手，唰他2下。到时候宋长廷误会他是不是想做点什么怎么办呢？不习惯，还是有心事啊。许是离得太近了，陆晚潇觉得他说话时的热气都扑洒到了自己的脖颈上，弄得他有些痒痒。不习惯。陆晚潇挠了挠脖颈，见他没有往后退一点的意思，干脆转过身来跟他面对面。你怎么也没睡着？因为小小没睡啊。他是多大的心，才能在第一次和妻子同床共枕的时候，妻子还没睡，就自己呼呼大睡的？你困就睡呗，不用等我。你现在在调理身体，不要熬夜，早点睡觉。等潇潇一起。宋长廷固执的道，说着长臂一伸，把陆晚潇揽进怀里。以后习惯一起睡好不好？你放心，我只是想能和你相拥入眠，其余的什么也不做。什么都不做？他怎么那么不信呢？得寸进尺这个词儿是放在任何人、任何东西身上都适用的。如果潇潇想，也不是不可以。咦，看吧，狐狸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这难道不是潇潇想的吗？懒得理你，我睡觉了。陆晚潇嗔了他一眼，把他的手拿开，往里边挪了挪，和他拉开距离。睡吧。宋长廷重新把他揽回怀里，见他要挣扎，轻叹一口气。不骗你，真的只是抱抱。他脚还没好，而且他现在还在校期呢，又能真的做些什么呢？而且有些事情肯定是要他同意他才会做的，他刚刚只不过是想逗逗他罢了。嫂子，我们家的菜怎么长得这么快呀？那是因为长期太勤快了，每天都来给他们浇水，他们一开心就长得快了呀。嫂子，我们家的菜真的好像长得太快了，明明刚回来那天才这么一点高，今天就这么高了。这碧优果然好用，银月喝了一口，直接从小狼崽变成半大的狼。他只是在浇菜的水里加了几滴，这菜就一天一个样。嫂子，你说咱们家这些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想什么呢？连虫都没有，能有什么问题啊？可是它们长得真的太快了。可能大约是我们家风水好吧。风水？可是娘还在的时候也种过，没长这么快啊。再说了，风水好和菜长得好有关系吗？那应该是新品种的原因啊。对，就是新品种，成熟周期短，味道还比以前的好。是这样的吗？那些茄子黄瓜也是新品种吗？那当然了，不信你拔一些青菜，等会儿嫂子炒给你吃。好的。唉，青州把最后一把茅草铺上，重重叹了一口气。唉，这才是真正的杀鸡用牛刀呀！他可是开价最低10万两的杀手呀，如今却在干这些随便从村子里拉个男人出来都能干的活。关键他好像干得还挺开心的，远离打打杀杀，回归平平淡淡，这种日子似乎也还不错。青州哥哥，你是不是累了？哎，小常起回来了，还有力气吗？
有的话去给青州哥哥倒一杯水吧。青州哥哥，你渴了？刚好我这里有果子。果子红彤彤的，很诱人，看上去也很好吃的样子。不过青州没接，上次大牙差点酸掉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仍旧很清晰。青州哥哥，你拿着呀，这个很好吃的。宋长启一脸真诚，生怕青州不信，说完自己先咬了一口，见他面不改色的咽下，好像真的很好吃的样子。青州狐疑的拿了一个。这次你没骗我？我怎么会骗青州哥哥呢？宋长启说着又咬了一大口，嚼了几下之后咽了下去。宋长启一脸真诚，要不是上次就被他给骗了，青州都信了他了。见青州还是不信，宋长启干脆把一整个果子都吃了下去。好吃，真的很甜，汁水也很多。青州哥哥，你快尝尝。说完，满脸期待地看着青州，见他不似作假，面上也没有勉强为难的迹象。青州拿起果子，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大大咬了一口。宋长启，你，青州觉得这次是真的大牙都要酸掉了。这世上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可口诱人又这么酸的东西啊？光是酸也就算了，还涩还苦呢，那味道只能说是一言难尽，让人着实受不了呀。宋长启这个小王八蛋是怎么面不改色的吃下去的？哎呀，青州哥哥别生气嘛，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些酸溜溜的果子，是嫂子说这个果子吃了对身体有好处，让我们两个把这些吃完。你嫂子让我们两个把这些全部吃完？对啊，你放心，不光我俩吃，哥哥那里也有的。要命呀，这玩意儿他一口都咽不下，还让他吃这么多，就算一人一半也得4、5个呀。不成，这玩意儿他一口也来不了。你嫂子说这东西吃完了对身体有好处。那你多吃点啊，你正长身体呢。不行，嫂子让你吃你得吃，难吃是难吃了点，但她又不会害你。小长启，你嫂子是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让你才这么几天的时间，就时时刻刻把它挂在嘴边啊，3句话不理他。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那还是因为他以前不好，可是现在他变好了，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连哥哥都喜欢他了。所以你就喜欢他了，对他的话言听计从。嫂子说的对，当然要听啊。你看看你这段时间听嫂子的，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喝水要喝什么水，什么时候喝药，身体不是好得很快吗？这倒也是啊。自从陆晚潇给他诊治，他的伤势就一日比一日好得快。他的伤有多严重他是很清楚的，少说也要养2、3个月才能好。经他这么一医治，这才不到1个月就好得七七八八了。现在哥哥都听嫂子的，所以我们也要听嫂子的。然后呢？青州觉得绷着一张认真的娃娃脸的宋长启真的是太好玩太可爱了。然后青州哥哥就应该把这些果子吃了呀。青州想收回刚刚的话，这娃子一点也不可爱。青州哥哥，嘘，吃果子的人来了。啊，谁来了？长启。父子一翻身下马，欢快地朝他跑过去。走之前还没忘记顺手从桌子上拿一个果子，看得青州嘴角直发抽。这娃子真是越来越皮了。子毅哥哥，你怎么来了？想你了，所以来看看你啊。看样子你这些日子过得不错呀。哥哥嫂嫂还有青州哥哥对我都很好。那就好。这哪儿来的果子啊？是给我的吗？今天早上我跟嫂子去山上摘的，子毅哥哥要尝尝吗？我和青州哥哥尝过了，很好吃的。看着一脸笑眯眯的宋长启，傅子毅有一种他在忽悠他的感觉。真的吗？你确定你没骗我？好看的女人会骗人，
好看的果子也不例外，这点他还是知道的。当然是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子怡哥哥？他越这样保证，傅子义越觉得有问题。以前没骗过，不代表现在不会啊，更不代表以后不会啊。青州哥哥，你说这果子是不是很好吃呀？确实很好吃啊。这果子虽然刚入口的时候味道一言难尽，但是多嚼几下再咽下去，就好像有了一股清新香甜的味道，也没那么难吃嘛。难怪宋长启刚刚能面不改色的吃完一整个。宋长启，回来几天你就学坏了呀你！宋长启做了个鬼脸，跑到了青州后面。行了，你们已经成功的骗到小爷了，就别再继续做戏了。为了忽悠他吃，真是难为他了。青州没理他，继续一口一口的吃着手中的果子。他发现这玩意儿越吃越好吃，吃了之后好像比方才神清气爽了许多呢。你哥和你嫂子呢？哥哥，嫂子。哎呦，小父子来了。长宁哥，嫂子。去处理一下，等会儿吃。啊，好的。哎，嫂子，今天怎么没抓只狼或者老虎啊？这厮和花花到底对这些狼呀、老虎的有什么执念呢？狼跟老虎是白菜吗？陆晚潇不想理他，直接去后院摘菜去了。长启，过来把鸡蛋捡了。好的，嫂子。哎，长宁哥，这些鸡不是前不久才买回来养的吗？那就长这么大了。有什么问题吗？哎呀，子义哥哥，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这些鸡是吃了嫂子种的新品种的菜叶才长得这么快的。啊，新品种的菜？啊？他上次来才刚种进去，活不活都还不知道的吧？这么几天就可以吃啦？什么新品种这么神奇啊？还是说他之前了解的那些真的都是错的？不要这么惊讶，这样显得你很没见过世面。你这时候来，是我要的东西都做好了？啊，做好了，都是按照你要求做的。来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我再拿回去让他们重做。陆晚潇打开看了看，18根银针，9把手术刀，都是按照他的要求做的，而且做工还很精细。没什么问题，谢了啊。哎呀，客气什么呀？那我去处理兔子了啊。哎，对了，最近县城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啊？大事？什么大事啊？最近县城里边很太平啊。你怎么突然这么问呢？没什么，只是想起上次回来的时候盘查的那么严，想问问罗府是不是真的丢东西了，贼人抓到了没有？哎，抓什么贼人呢？那天的姓罗的狗官其实并不要抓什么贼人，而是要抓凶手。凶手？对呀。我听说呀，罗少被人把那地方废了，罗明辉大怒，所以才满城找凶手的。所谓的丢了很多东西啊，那不过就是个借口。你怎么知道的？我院子里的一个小厮的表姑的二姐的表哥的儿子在罗府当差，前几天啊，他爹生病回了一趟家。傅子怡说完，见在场的几个人除了宋长启有点懵逼而外，其他3人的脸上都是淡定的不能再淡定了。哎，不是，你们都不觉得吃惊吗？这有什么好吃惊的？就罗明辉和罗少的为人，得罪了人被报复，不是很正常吗？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罗府护卫那么多，里面还有罗明辉花钱请的高手，那凶手居然能悄无声息的进去把罗少就给废了，全程没有惊动任何人，这难道都不值得你们多少吃惊一下吗？多行不义必自毙，罗家父子这些年没少得罪人，这是有人替天行道，好事儿。倒是青州看着淡定的过分的宋长廷和陆晚潇，再想想那天回来的时候在城门口时陆晚潇的表现，不知怎的突然觉得这事儿和2人脱不了干系。凶手找到了吗？不知道。
不过我觉得吧，应该是没找着。凶手晚上作案，他们第二天早晨才闹着要抓凶手。一晚上的时间呀，都够凶手跑出景和县的了，还抓个屁呀！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这凶手干的那就真漂亮。想想罗少被废了命根子，罗家很可能要因此断子绝孙，傅子义就开心的要飞起，拎着兔子哼着小曲儿去处理兔子去了。子义哥哥，你今天不回去了吗？对呀，傅家这几天要办丧事了，吵得很，我打算在这清静几天。傅家要办丧事，你家谁死了？还能有谁呀？当然是我那个好后娘啊。那你渣爹动作挺快啊。再不快点啊，怕是死的就是他了。你这话的意思是你爹也快不行了？差不多吧。我那瞎眼的爹呀，这几年本就是因酒色过度，身体呀一日不如一日。梁氏这几年又在暗中给他下慢性毒药，如果心平气和的好好修身养性，兴许还能多活几年。只可惜他知道梁氏背叛他之后，气得当场吐血晕厥，知道傅思柔不是他的女儿之后，又吐了一次血，连番的刺激。要不是想亲手弄死梁父和他的奸夫，估计当时就直接气得一口气没上来了。好事啊，等你爹死了，你再把那个叫傅子敬的弄死，傅家的家产那都是你的了。这么好的事情，感觉你怎么好像不是很开心呢？你不会舍不得你那个老爹死吧？还是你对傅子敬下不了手？要是你真的对傅子敬下不了手，看在你救过我的份上，我帮你。我3岁就没了爹，有什么舍不得的？只是觉得有些悲哀罢了。至于傅子敬，本就是一个不堪重任的蠢货，扶不起的阿斗。现在因为梁氏的事情，我那瞎眼的爹对他已经是厌恶不已了。要不是做了滴血认亲，现在傅府办的就是2个人的丧事了。人不狠，站不稳。青州拍拍傅子义的肩膀，说得语重心长。听哥一句劝，那傅子敬留着总归是个祸患。我劝你啊，还是找机会解决了好。你不要觉得他无辜啊，你想想这些年他和他娘是怎么对你的。你再想想，若是傅家落到他手里，他会不会对你手下留情呢？我知道，不要脏了自己的手，让傅子敬作死，然后让你爹亲自处理他。长亭哥，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心里有数就好。接手傅家之后，把该换的人全都换了，有些势头不好的产业该卖就卖掉，不必觉得可惜。子怡，景和县只是一个小地方，你有经商之才，江陵府、江南、塞外、京城这些地方都能让你大展拳脚，不要拘泥于一个景和县。我知道了，长亭哥。嫂子，银月真的是你抓回来的吗？对啊，怎么了？嫂子，你有没有觉得银月一只狼太孤单了？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找个伴儿啊？狼是独居动物，不需要伴儿。再说了，你不是每天陪他玩吗？怎么会孤单呢？那怎么能一样呢？我是人，银月是狼。说吧，想干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想到银月会孤单。傅子义那厮才来2天，就说银月一只狼太孤单了，应该给他找个伴儿。哼，8成是被傅子义给忽悠了吧？想去山上给银月找个伴儿，嫂子你说好不好？嫂子，子怡哥哥和哥哥都说你好厉害，你就答应带着我去给银月找个伴儿嘛，好不好？陆晚潇很想说不，但是看着宋长启那满是渴求的小眼神儿，拒绝的话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那只狼真的是你抓的？那不然你觉得这个家里还有谁能抓？要不一会儿比一比？比什么呀？你不会是想和我比谁打的猎物多吧？有什么问题吗？你是认真的？青州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一个不会武功的女子，要跟她这个江湖排名前5的杀手比，谁打的猎物多？哼，确定是认真的吗？当然，知道你武功厉害，但是打猎这种事情也是需要技巧的。我没有武功，但是我有技巧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所以别急着下定论，不然一会儿脸疼。切！青州不屑地切了一声。打猎他是没多少经验，但是也不至于输给一个只会些拳脚功夫，连半点内力都没有的女子吧。打猎这种事儿呢，就像杀人，很多时候不是你有技巧就可以的，那得要实力。哼，所以谁脸疼还不一定呢。陆晚潇眼睛一转，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虽然你很自信，但是我还是想问一句，如果你输了怎么办？你问我输了怎么办？呵呵，你觉得我有可能输给你吗？那不好说，蚂蚁也能扳倒大象，你就说你要是输了怎么办吧。我要是输了，再给你和宋长廷多卖命10年。青州之前答应宋长廷在他身边10年，再多给他们卖命10年，那可就是20年啊！1分钱不用花，就得到一个顶级杀手的10年时光，这买卖怎么看怎么划算呐！看来是时候让花花大展拳脚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那就以1个时辰为准，看谁抓得多。没问题。陆晚潇简直要笑飞了，丢下一句：那你做好未来20年都在宋家过的准备吧。就加快速度朝前去了。老虎、大熊，我来啦！趁他们不注意，放出了花花，让他去弄几只兔子呀、狍子这些没有攻击性的动物过来，给这2个追着玩玩。这2人也就是想来体验一下打猎，至于能抓到什么，对他们来说真的不重要。注意安全，不要跑远，也不要继续往前。往前就是山的内围了，里面很危险。喏，就以那棵树为界，不能再继续往前，明白？明白。去吧。怎么样？愿赌服输吧。这些都是你抓的？不然呢？这里还有别人吗？见他们呼吸平稳，身上也没有任何伤口，脸上的震惊更甚，说话都有点不利索了。你居然是活捉的？老虎和熊都这么好捉了吗？陆晚潇咬了一口果子，挑挑眉，不置可否。你真的没有武功？青州现在怀疑陆晚潇是个隐藏的高手，连他都察觉不到的那种，不然怎么可能短短1个时辰的时间就抓到这么多凶猛的动物，还全是活捉的？我有没有武功，你不是可以看出来吗？陆晚潇笑吟吟地看着青州说完，见他不说话，依旧一脸怀疑地看着他，轻轻笑了笑。我一个长在桃溪村的村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景和县县城，你觉得我有机会学武功吗？青州还是不说话。我要是会武功，当初就送宋长廷去考试了。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家也不至于是现在的惨状了。确实是这个道理哈，但是那这些啊，怎么回事啊？哎呀，都跟你说了，我有打猎的技巧，你怎么就不信呢？青州不语，一脸你看我信不信的表情。这打猎的技巧，十里八村的猎人加起来都没这么厉害吧？再说，这是光有技巧就能做到的事儿吗？这种借口，骗骗傅子义和宋长启还差不多。这里有你想要的吗？什么意思啊？有想要的就留下来呀。那剩下的呢？当然是放生了，不然你要把他们都带回家吗？那你费力抓这么多？不抓回来怎么跟你比输赢？空口白牙说抓了这么多，你信吗？听到他的话，青州才想起来自己之前与他打的赌，哀嚎一声，
一屁股坐在地上，像个泄了气儿的皮球。之前有多看不起陆晚潇，现在就有多脸疼。这就算了，重要的是他还搭进去了自己10年的人生。之前答应宋长廷10年，现在又输给他10年，他人生的20年就这么没了。20年呐！哎，你不会是想赖账吧？当然不是了。我清昭虽然是个杀手，却也是说话算话的。不是就好。要不要留一只？青州摇摇头，他又不喜欢养，他要这些干什么呀？留着他们时刻提醒自己今天的打脸时刻吗？那你带着你打的那些先出去吧，我把这些放生了就出去。出来了怎么不叫我？美男认真看书的画面太养眼，就多看了一会儿呗。从2人相互坦白表明心意后，陆晚潇时不时就这样调戏宋长廷。一开始的时候呢，宋长廷还会不好意思，悄悄的红个耳朵什么的。次数多了之后，不害羞了，耳朵也不红了。每次他这样，只是无奈又带着些许宠溺的笑笑，最后再说他一句：调皮。怎么想起来看易经啊？先来我试看看。你不是要参加科考吗？没错，等腿好了，校期一过就去。那你看书不应该看科考相关的吗？陆晚潇表示不解，虽然他历史学的不是很好，但是古代的科举比21世纪的大学难考的不止一个档次，他还是知道的。考举人还好一点，以宋长廷的学识和才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去争前3甲，那可是正儿八经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呀，是不是该多少重视一下？你放心，为夫之前答应你让你做状元夫人，那必然会说到做到的。这么自信啊？听他这口气，好像考状元跟买菜一样的。不是，等会儿，什么叫答应我让我做状元夫人？我什么时候说要做状元夫人了？那天晚上，你看到我给程启做的学习计划之后，睡觉的时候说的。睡觉的时候？你的意思是说我说梦话？我怎么不记得我有说梦话的习惯啊？傻，谁说梦话自己会知道？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那你倒是说说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你说，宋长廷，你要争气一点，我好不容易来古代一趟，又嫁了个秀才，不当次状元夫人，万一哪一天回去了，都不好跟我的小姐妹显摆。你确定这不是你自己胡编乱造的？怎么会是为夫胡乱编造骗夫人的呢？小乔，你想当状元夫人，我届时就全力以赴，认真答题，定让你如愿以偿。你就不要再想着回去了，好不好？后面几届的科举，谁出题，出的什么题，他全都知道。就算因为他重生会有所改变，他也有把握摘得魁首。他本来想低调一些，不去争夺那状元之位的，但是既是他所想，那他到时候尽力一些又何妨？宋长廷的话说到最后，低沉的嗓音中夹杂着小心翼翼和些许哀求。陆晚潇愣了愣，呆呆地看着他。不是，宋长廷，你没事吧？这好端端的，怎么患得患失起来呢？他们刚刚不是在说当状元夫人的事儿吗？宋长廷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长臂一伸，直接把他揽进怀里，亲了亲他的发顶。不止状元夫人的头衔，只要你想要，只要我有，尽我所能，倾我所有。小乔，你不要再想着回去了，好不好？他把他拉出黑暗，他就是他的光，他的救赎。他要什么，他都会拼尽全力捧到他面前。他只要他。
若你真的想回去，到时候带上我。最后一个字尾音略微上扬，甚至带着一丝慵懒，听得陆晚潇耳朵都酥了。这厮什么时候这么会撩人了？宋长廷，你什么时候学的这么会撩人了？什么撩人？宋长廷一脸无辜和不解。潇潇在说什么？潇潇在说什么？哟呵，这是还学会装了。陆晚潇无语地瞪了他一眼。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骚了？闻言，宋长廷微微蹙了蹙眉毛，伸出一个手指放在他的唇上。姑娘家不许说粗话。这哪里是粗话了？一个骚字而已，跟粗话扯得上关系吗？他怕是对粗话有什么误解。陆晚潇不满的张嘴咬了他手指一口，十指连心，怕咬疼他没敢用力。还有，这次表面上看着正正经经的，但私下里会撒娇会耍赖，手这么明显的位置，他要是咬中了，他指定讹他。不过只是这么轻轻咬一口，总觉得太便宜他了。把宋长廷上下扫了一眼，陆晚潇干脆欺身上前，一口咬在他的胸膛处，咬在这个必须要脱了衣服才能看得见的地方，看他还怎么讹他。哼，他就不信他能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把衣服脱了讹他。陆晚潇这样想着，又微微加了些力道。酥麻之感伴随着微痛从胸口上传来，宋长廷身体一个站立，目光沉了沉，声音染上哑意，说着深呼一口气，把他的脑袋轻轻地拨开。别玩火！他到底知不知道男人身上有些地方是不能乱碰乱咬的？什么玩火？你在说什么？陆晚潇抬起头无辜地看着他。我只是单纯的想咬疼你，让你以后好好说话。可是我不是这么想的。夫人，为父只是一只脚残了。你什么意思啊？看着宋长廷深邃隐忍的目光，陆晚潇终于感觉不对劲了。夫人觉得呢？陆晚潇没吃过猪肉，但是见过猪跑啊。看到宋长廷这样，又怎么会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呢？我陆晚潇眼睛转了转，再度起身上前，一脸无辜地看着他。哎呀，你说话又不说清楚，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怎么会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啊？陆晚潇故意凑得很近，说话的时候热气尽数铺洒在宋长廷的脸上和脖肩，然后他成功的听到了宋长廷比方才粗重了不少的呼吸声，身子也明显一僵。宋长廷轻轻地推开他，闭上眼睛重重吐了口气，心里默念清心咒，平复心中的躁动。见此，陆晚潇满意的弯了弯嘴角，小样儿，他撩妹子的时候，他还在读45经呢。什么意思？你倒是说呀，你不说我怎么懂？陆晚潇再次凑了过去，说话时嘴唇还故意碰了他脸一下。他想平心静气呀，他偏不如他愿，谁让他先骚？先聊的。宋长廷重重的抽泣一声，呼吸更为粗重，眼尾泛红，一只手擒住他乱动的手，一只手扣住他的肩膀，染上情欲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用低沉嘶哑的声音问道：夫人真的不知，夫人真的不知。好像玩的有点过火了。陆晚潇点点头，然后又急忙摇头。时间不早了，我们睡觉吧，明天还要给你的脚做手术呢。陆晚潇说着，就想挣开宋长廷的桎梏，滚回自己的位置去睡觉。然而宋长廷不但没有半分要松懈的意思，反而把他箍得更紧了。宋长廷，你放开，我要睡觉了，明天真的要给你做手术。救命呀！宋长廷这个样子，好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一样。宋长廷这是要来真的吗？他错了，
他不该乱聊。请问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宋长廷似乎看穿了他的意图，手臂用力把他往身上带了带。手术的事不着急。那也该睡觉了，时间真的不早了。陆晚潇用力怔了怔，你赶紧放开我，我瞌睡了。撩完就想跑，不好吧，夫人？撩完就想跑，不好吧，夫人？最后夫人2个字的声音简直酥得要命。陆晚潇觉得身体都软了，说话都有些磕巴了。那怎么办啊？夫人说怎么办？宋长廷不答反问，目光灼热。我不知道啊。宋长廷看着他一张一合的朱唇，眸光一暗，直接低头压了下去。陆晚潇刚想说话，唇上突然一软，整个人都愣住了。这是宋长廷第一次亲吻，动作有些笨拙，吻的还是自己放在心尖尖上的姑娘，怕弄疼她，只是小心翼翼的在她的唇瓣上轻啄了几下，就放开了她。你流氓！待宋长廷放开，陆晚潇才反应过来自己被强吻了，红着一张俏脸控诉他。流氓？夫人对流氓是有什么误解吗？流氓？夫人对流氓是有什么误解吗？说着，一只手揽住他的腰，一只手扣住他的后脑勺，固定住他，不让他有后退的可能，然后再次低头擒住了他的唇瓣，细细的吮吸，一点一点，像在品尝人间美味。两人呼吸交缠，唇齿相依。一声嘤咛从陆晚潇的口中溢出，下意识的抬手搂住他的脖颈。宋长廷身躯一震，呼吸越发灼热。要不是还有一丝理智尚存，他今天非把他生吞活剥了不可。良久，他才放开他被吻得红润的唇，和他额头相触，鼻尖相抵，喘着粗气，嗲着声音道：看到没，这才是夫人口中的流氓。我什么？宋长廷重重呼了口气，平复了一下体内的躁动，指腹抚上他的唇瓣。下次再乱撩乱摸，为夫也不介意提前结束校期。陆晚潇听到校期2个字儿，瞬间明白了。百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宋母过世还未1年，宋长廷现在还在校期，是不能做那种事儿的，最多就是亲2下。嗨，亲就亲呗，横竖初吻已经没了，也不在乎再多亲几回了。亲亲又不会少块肉，据说还有利于身体健康。反正亲完之后难受的又不是他。确定宋长廷不会对他有下一步的动作，陆晚潇狗胆又上来了，这次直接趴到他胸口，吐气如兰。夫君说的这是什么话？明明是你先骚先撩的，怎么能赖人家？你夫君2字一出口，宋长廷刚刚念的清心咒全部白费。夫人若是想，为夫真的不介意提前结束校期。哥哥，你的嘴唇怎么了？没事，昨晚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咬到了。吃东西的时候咬到了？可是你昨晚跟我检查完作业回房的时候还好好的呀。哥哥，你大晚上起来吃东西啊？啊，那大概昨晚是被猫咬了吧？猫？我们家没有猫啊，难道家里进了野猫？应该是吧。宋长廷淡笑道，说完又看了一眼那只咬他的小野猫。陆晚潇没好气儿地瞪了他一眼，你才是野猫呢，你全家都是野猫。他之前肯定是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觉得他是个正经人。昨晚因为他有恃无恐地撩他，被他搂着又亲又砍的，占尽便宜之后还让他以后老实点，哼，这也就算了，你说就说吧，关键是
你别一边说一边没闲着呀，这不就是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这如何让人不生气呢？然后他就趁他亲他的时候，重重的咬了他嘴唇一下，没掌握好力度，直接把他嘴唇给咬破了，咬的破的还有点大。昨天晚上黑灯瞎火的没注意，今天一看，着实有点严重哈。本来呢是想给他上点药，再用碧优洗一洗，好让那伤口看起来没那么显眼的。但是他拒绝了呀，拒绝的很果断，连他都没等就先出来了。宋长启还小，不懂，但是青州懂啊。他永远也忘不了早上他从房间出来的时候碰到青州，他看他和宋长廷的那个眼神以及那耐人寻味的表情，就差把你们昨晚战况很激烈几个字写在脸上了。天哪，杀他算了吧，他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呀。想到这里，陆晚潇趁人不注意，在桌下狠狠地跺他一脚。哥哥，嘴巴很疼吗？无碍，刚刚喝粥不小心烫了一下。哦，那哥哥慢点吃。嫂子，我听说被猫和狗咬了会生病，你一会儿吃完饭给哥哥拿点药吧，要不然哥哥生病了就不好了。瞧你多大个人了，喝个粥还能呛着。宋长廷嘴角勾起一抹好看的弧度，眼带笑意地看着陆晚潇，拿出帕子帮他擦嘴，一只手帮他拍背顺气。我自己来。小野猫是生气了，还是不继续惹他了？不然晚上他跑空间睡，他又只能一个人睡了。俗话都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睡觉也是。他现在已经习惯了两人每天同床共枕，再让他一个人，那哪能习惯呢？软玉温香在怀，就算什么都不干，那感觉也很让人贪恋的。青州已经没眼看，在心里唾弃了两人一声，低头继续默默地吃自己的早饭。嫂子，是哥哥惹你生气了吗？陆晚潇狠狠地剜了宋长廷一眼，咬牙切齿道：没有。那快吃饭，吃完饭跟你青州哥哥一起去把马牵出去走走，顺便割一些草回来。这是要把家里无关的人都支出去？青州抬起头看看陆晚潇，又看看宋长廷，最后把目光停留在宋长廷那被咬破的嘴唇上，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陆晚潇一看就知道他误会了，无语望天。老天爷呀，他之前怎么没发现青州的想象力这么丰富呢？他只是要去空间给宋长廷做手术呀，不是要在家里跟宋长廷酱酱酿酿呀。现在是大早上的好不好？想象力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但是又不能解释，还会越描越黑。只有宋长启听到可以出去，一脸的开心，生怕宋长廷反悔了一样，急忙应道：好的好的，青州哥哥快点吃，吃完我们就走。割完草你教我骑马好不好？你确定你有时间骑马吗？你是不是忘了你还要写作业呀？还有100个大字呢。听到青州的话，方才还热情高涨的宋长启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脸快哭了的表情。对哦，他还要写作业，还要背书，写大字。他是真的好想去学骑马呀，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出去玩了。哥哥，那100个大字今天可不可以不写啊？宋长启双手杵着下巴，一脸哀求讨好的看着自家哥哥，可怜又可爱。宋长廷好笑的摇摇头：可以。谢谢哥哥，哥哥最好了。青州哥哥，我们走吧。这对夫妻真的让人没眼看了，大白天的，这样真的好吗？能不能考虑一下他这个单身狗啊？宋长廷，我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这么狗呢？为父怎么了？又装。哼，怎么了？你居然还好意思问怎么了？要不是你非顶着嘴唇上的那个破伤口出来，会让青州误会吗？潇潇说这话可是真的冤枉我了。
你看呐，一来啊，我的嘴唇不是我自己咬破的；二来呢，青州要怎么想，我也管不了啊。那你早上出来的时候抹点药不就没事了吗？潇潇的药材珍贵，只是嘴唇破了而已，不必浪费。听到这话，陆晚潇的白眼已经翻上了天。骚就是骚，扯什么节省啊？他用碧优给他泡脚，用碧优浇菜，用碧优烧水做饭的时候，怎么不见他说要节省啊？一会儿我会用银针封住你的穴道和痛觉神经，然后再给你的脚部用一些麻药。不过毕竟是要把你长合的脚筋切开，把坏死的部分切除，然后再接上，不可能完全没有痛感。要是疼的话，你就忍忍。想了想，到一旁拿过一块帕子，递给了宋长廷。要是实在忍不了，你就咬着这个，反正尽可能的不要乱动。不用，我不会动的。比这痛的他都经历过，他现在又给他封了痛觉神经，用了麻药，再痛能痛到哪里去啊？那好吧，手术可能要好一会儿，你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说完，拿出银针封住他的几处穴道和痛觉神经，又给他的脚用了麻药。等麻药开始起效，诊了诊脉，取了手术刀，将他的脚划开。好了吗？等伤口恢复好，用碧优泡泡，应该就可以尝试下地走路了。这段时间这只脚不要用力，也不要被任何东西碰到砸到，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告诉我。还有饮食方面，陆晚潇习惯性的像交代以前老头子那些病人一样，交代着术后该注意的问题。说到一半才反应过来，他现在是在古代，病人宋长廷呢是她老公，他的饮食起居都是他亲自照顾的，便住了嘴。把东西收拾好后，又给他诊了一下脉。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辛苦你了，小肖。哇，哥哥，你的脚可以站起来了。走走看看。来，再走2步看看。谢谢你，小肖。宋长廷激动的眼角泛湿，声音也带上了微微的颤意。谢什么？我们是夫妻呀。那也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谢谢你来到我的身边，谢谢你拉我出黑暗，谢谢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更谢谢你爱我。以后也会一直在的。小肖，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他终于可以这样揽他入怀，和他相拥。这种感觉好让人贪恋呐，好想就这样一直抱着不撒手。哎，姑娘，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失算了，早知道好好化个妆了。姑娘，是我啊。这位公子，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是我啊。那日景和街有马发狂了，差点踩到你和你的夫君，是我控制住那匹金马，才没让他踩到你们的。这么大的事情，姑娘不会你就忘了吧？他想装作不认识自己，他偏不让他如愿。这么大的事情，姑娘不会你就忘了吧？哦，是你啊。不好意思啊，我这人记性有点不太好，这段时间事情又很多，所以见谅哈。无妨，不过话说回来，这连救命恩人都能忘记的，本公子还是头一回见呢。公子你什么意思啊？别装了，我知道你肯定认出我了。你这小女子啊，面上一派天真无辜，那心眼儿啊却多得跟筛子一样。神他妈心眼多得跟筛子一样，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纠缠他，他还不能想办法脱身吗？他不往他面前凑，他的心眼能用到他身上吗？我也是第一次见，明明是自愿救人，救了之后还要以此为借口3番2次纠缠别人的人。男子摊摊手，不置可否。所以公子这是真的打算挟恩图报？有何不可？他不是说他挟恩图报吗？说都说了，那呀，还是坐实的好。
不然他也太委屈了。不知公子想要什么报酬？虽然那日我们并不需要公子相救，但是公子毕竟控制住了那马，让我们免于受伤，也算是对我们有救命之恩。听你的意思是，本公子还多管闲事了？也不算吧，毕竟那金马要是不控制住，会伤了街上的行人。老话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不过我已经嫁作人妇，跟我的夫君感情很好，扑柳之姿也配不上公子，跟公子也门不当户不对的，所以这以身相许就算了。但是毕竟是救命之恩，况且公子已经开口讨要，不报答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公子想要什么尽管开口，只要小女子能拿得出来，一定给公子。不过家中清贫，我的夫君身体又不好，常年需要吃药，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你的名字？你的名字？什么？陆婉香愣了一下，随即脸上一片恍然大悟。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需要的报酬是知道我的名字是吧？姑娘的理解能力真是让人大开眼界呀！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救命之恩这么大的事儿，就想知道个名字，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你想知道的话，其实不用提救命之恩，我也会告诉你的。不过既然是公子开口，那自然是要一切以公子的意愿为准的。所以姑娘说了这么多，你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呀？我叫……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就当还了之前的救命之恩了？公子反悔了？没有。那就好，钱多多。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是说我的名字叫钱多多。钱多多是你的名字？对啊，有什么问题吗？我爹姓钱，我家里又特别穷，然后我爹就给我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就是希望我长大以后能赚多多的钱。只可惜啊，我到现在还是个穷光蛋，以后可能还会更穷。终归是辜负了我爹的期望啊。男子已经不想说话了。钱多多，这是人叫的名字吗？他等了这么大半天，他就胡诌了一个这么随意的名字来糊弄他，编名字连心都不走一下的吗？那他跟在这里跟他费这么半天口舌做什么呀？闲的吧。好了，我的名字已经告诉你了，按照刚刚说好的，之前的救命之恩就此一笔勾销。他日若是有缘再见，公子可千万别再拿那所谓的救命之恩说事儿了啊！相信以公子的为人，定会说话算话的。我还有事儿，就此别过。对了，还未请教公子尊姓大名？段云峥。真名假名？话说出口，想抽自己2个大耳刮子。本来他就不信他刚刚说的名字是真的，他现在还这么问，那不就是坐实了吗？怎么，你以为我和你一样连个真名都不敢说呀？哼！乔公子说的，我说的当然是真名，我只不过担心公子说个假名忽悠我。谁还没个嘴巴比脑子快的时候？只要圆回来就可以了。巧言如簧，言之后矣。其实段公子大可不必如此拽文。还有事儿，先走了啊。公子，要查一下他吗？不必，我来这里已经被一些人知道了，不要多生事端。是。进城吧，今天好好休息，明日一早启程回京。那人还找吗？就让他们继续找。如果把景和县翻个遍还找不着，就扩大范围，去附近县上找。属下知道了。走吧，进城。段公子留步，见过段公子。你谁啊你？在下罗少，景和县县令，正式家父。姓罗，你和京城的罗家是什么关系啊？姓罗，
你和京城的罗家是什么关系啊？算起来，我应该唤罗家老太爷一声曾祖父。所以说，你就是罗家的旁支。正是，那你应该知道，罗家和我们段家势如水火。哼，这个我自然是知道的。所以你把我拦在这儿，是为了什么呀？你可千万别说是不想一辈子被京城罗家的嫡侄压着，所以想投靠我们段家呀。我们段家可不缺人，就算缺也不要姓罗的。段公子误会了，罗少自知身份低微，不敢攀附段家。我只是见段公子似乎对刚刚那个女子很感兴趣，想着段公子初来景和县，应该不知他是何许人也，刚好那人我认识，所以特地前来告知段公子一声，也算为段公子尽一番地主之谊了。罗少是吧？本公子奉劝你，若想活得久，就谨言慎行，好好做人。不该动的心思你别动。看在罗太傅的份上，本公子今天不杀你，下次再敢把心思动到本公子身上，就提前给自己准备好棺材。罗少谨遵段公子教诲。哼！看着段云峥离开的身影，罗少又恨又不甘心，最后还是没有忍住，把陆晚潇的信息说了出来。段公子，那个女子叫陆晚潇，景和县南溪镇桃溪村人。大人，公子！不知死活，我们走。公子，你没事吧？我废物！段云峥出手，你不敢上前阻拦，还不敢上前替本公子受了那一掌吗？这也就罢了，刚刚段云峥的手下只是拦了一下，你就不敢上前来，你就不怕他一直拦着我就死了吗？你不是出身江湖吗？怎么连一个护卫都能把你唬住？养了你这么多年，你苍梧全程一言不发，半低着头任由他责骂。见他吐血，淡定的抬手点了他的穴道，又给他喂了一粒药。公子身上有伤，不宜激动。哼，要不是你不用，我何至于死？属下知错。哥哥嫂子加油！加油？这好端端的加什么油啊？感情？还是他以为他跟宋长廷要回屋睡觉，然后给他们加油，给他生个侄子？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呀？现在还早好不好？再说了，这种事儿怎么加油啊？熬通宵还是怎么地？那个长启啊，我说我和你哥回房间散步，你信吗？信的信的，哥哥嫂子快进屋吧，我一会儿和青州哥哥出去追蟋蟀，不会打扰你们的。神他妈不会打扰，这是越描越黑了是吗？不要太晚，早些回来。你这又是去罗府了？啊，没事儿，去溜达了一圈。哎，长廷，你说你是不是刨了罗少的祖坟啊？不然他为何这么恨你啊？刨他家祖坟我还嫌手脏呢，或许是脑子有病吧。罗少留着始终是个祸害，你打算怎么处理啊？等他离开景和县之后，让青州把他的首级送回罗府。你知道段云峥吗？段云峥？就是那天在街上控制住了金马的那个男的。我知道，你今天遇到他了。对啊，今天在城门口遇到的。你知道他的身份，那天在街上遇到之后，为什么不跟我说说呢？我以为他来景和县只是路过，或者是待几天，我们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和他见面，便想着等去了京城再与你说。哼！好了，别生气了，以后再遇到什么人，为夫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好不好？说话就说话，别扒了。还有，别离这么近，
这男人真的是不知他刚刚那样很容易让人犯罪吗？快说，那段云峥什么来头？段云峥，镇国公府的小公子，父亲是镇国公，曾经官拜大学士，不过现在已经辞官养老，退居段家幕后。母亲是一品诰命夫人，长姐是皇后，外甥是太子，外甥女是皇上最宠爱的灵犀公主。2个哥哥，大哥是镇国大将军，掌管20万兵马；二哥是京城有名的才子，礼、乐、射、御、书、数样样精通。15岁那年参加科考，一篇策论让皇帝和群臣夸赞不已，皇帝当场钦点为状元郎，并且破格封他做翰林院侍讲学士。不过他无心官场，谢绝了皇帝的好意，去了京城中最负盛名的丹阳书院做了教书先生。我去，这么牛！不必担心，段云峥虽然行事乖张，手段狠辣，但却不会为难平民百姓，遇事也不喜欢牵连无辜，而且他这个人喜欢有仇当场就报。行事乖张，手段狠辣。段云峥虽然看着好说话，没什么架子，有时候甚至还有些不着调，像个标准的纨绔子弟，但其实这只不过是他想让人看到的罢了。京城传言，惹谁都别惹段家小公子，不然你会后悔来这个世上。对于这话，不懂的人以为是因为段家的背景，懂的人才知道是因为段云峥本人。传闻段云峥10岁那年就亲手剐了一个背叛他的人，15岁那年丫鬟爬床，被他当着满府下人的面活活毙账。二皇子外祖家的一个庶子对他不敬，被他当场一脚踹飞，丝毫不顾及宫里的贵妃和二皇子。你们这里的二世祖都这么狂，这么凶残的吗？段云峥可不是一般的二世祖。段云峥可不是一般的二世祖，他虽然行事乖张，却也是个心中有丘壑，真正有本事有手段的，不然段家老太爷又怎会在他20岁的时候就把段家交给他掌管。段云峥不恃强凌弱，做人做事也有原则，所以日后再遇到，正常对待即可。哎，对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来锦河县吗？应该是和你拿去当的那只玉簪有关系。那根玉簪？那根玉簪跟段家有关系？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段云峥的姐姐那一辈的姑娘用的。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那根簪子尾部有一朵木槿花，木槿花是段家早些年首饰上的标志。早些年？意思是现在不是了？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似乎跟段家的二女儿有关。段家的二女儿？段云峥的姐姐？她怎么了？不清楚，只知道段家二女儿是段家人的痛，以至于没有人敢随便提起。至于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知道。那你们没查一下？事情已经过去了10多年，而且有段家压着，查不到什么的。这么神秘啊！就这么跳下来，摔着了怎么办？这里是我的空间，里面的一草一木全都得听我的，怎么会摔着我呢？再说，这不是还有你吗？你呀，你既然一开始就知道那根玉簪是段家的，为何还让我拿去当掉？就不怕段家人找上来？那时候咱们不是缺钱吗？那一根簪子一看就很值钱，为什么不让你去当？我不知道子怡会带你去无忧荡，也不知道那无忧荡是段家的产业，更不知道那根簪子会这么快就到了段云峥手上。那段家的二女儿现在在何处啊？不知，有传闻说是出家了，有传言说是失踪了，也有传说是死了，具体怎样就只有段家人知道。哎，你说那根簪子会不会是段家二女儿的？或许吧。如果是的话，那山洞里那具白骨就很有可能是段家二女儿的。段家这些年肯定一直在找她，所以看到她的簪子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锦河县。这样的话，一切就都说得通了。可是她为什么会死在那里呢？另外那个男的又是谁？
好了，想不通就先别想了。段家既然已经找来了，该知道的我们早晚会知道。也是啊，时辰不早了，我们回去休息吧。哎，其实现在这样的日子啊，也挺好的。好还叹气。就喜欢叹气，不行啊。这种日子好是好，就是不长久。宋长廷要参加科考，要入仕，势必要离开这个村子，去京城那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他所图不小，以后的日子注定不会安生，不然当初也不会提出要他在他身边10年这种要求了。不，现在是20年了，他输给了他媳妇10年。想到自己未来20年都要供这对夫妻使唤，青州又重重地叹了口气。我看你就是最近太闲了，既然如此，那就去帮我办一件事吧。什么事儿？去杀了罗少。啊，有什么要求吗？哎，罗少把你害成这样，你不会打算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就死了吧？当然不是，烈性春药，不要找人。不要找人？你的意思是把这个给罗少用了，然后把他和发情的牛马关在一起是吗？只要不是人，其他物种随意。只要不是人，其他物种随意，这也太刺激了。他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杀手，但是以往杀人都是把头给砍了就好，这种把人和牲口下了春药后关在一起这种事儿，他也只是听说过，并未亲眼见过，更没有亲自干过。没想到宋长廷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这种。青州觉得浑身血液都沸腾了，3两口把手中的桃子吃掉，把桃核一扔，擦擦手站了起来。还有别的要求吗？没有我就走了。坐下，坐下。不做了不做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就直说，我站着也能听见的。现在天色尚早，吃了饭再去也不迟。闻言，青州抬头看了看，太阳还高高的挂在天上，确实还不太适合干杀人这种事儿，便重新坐下来。不好意思啊，挺长时间没杀人了，有点激动。罗少应该还在景和罗府，不过不会待太久。你等他离开景和县，在半路把他掳走，完事之后毁尸灭迹，强效化尸水，几滴即可，不要浪费。记得把罗少身上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拿下来，然后隔一段时间去给罗明辉夫妇送一个过去，一个10万两。欧的。还有别的吗？这么刺激的事情不能马上去做，青州多少觉得有点不得劲。罗少身边有一个护卫叫苍梧，你把他带来见我。第一次做这种面，技术不太过关，不过味道还是不错的，你尝尝。已经做得很好了，谢谢夫人。快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吃过饭，陆晚潇让宋长廷闭上眼睛，然后去了灶房。片刻之后，端来了他忙活半天的东西——生日蛋糕。好啦，可以睁开眼睛了。这是生日蛋糕。我以前过生日啊，他们都会给我准备一个生日蛋糕，所以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因为我以前有，所以也给你准备了一个。他在用他的方式给他过生辰，宋长廷的鼻尖泛起了微微的酸意。宋长廷，生日快乐！哥哥生辰快乐！生辰快乐呀！谢谢。快点许个愿。那就是这样，然后闭上眼睛，等许完愿之后再睁开眼睛，把蜡烛吹灭就可以啦。好了，可以切蛋糕了。陆晚潇说着，把准备好的刀递给他，让他切蛋糕。宋长廷却握着他手，两人一起切，
然后把切下来的第一块蛋糕递给他。今天辛苦你了，我的夫人。今天你是寿星，第一块蛋糕应该给你。哇，嫂子，这蛋糕可真好吃。喜欢就多吃点。嫂子，等我过生辰的时候，你可不可以也给我做一个？当然可以，以后我们家里只要有人过生辰，嫂子都给你们做一个蛋糕，好不好？好啊，好啊。青州哥哥过生辰的时候也有吗？听到宋长启的话，青州微微愣一下，然后继续若无其事吃蛋糕。当然呢，你青州哥哥也是我们家的人呐。青州吃蛋糕的动作一顿，他们竟是把他当成家人了吗？家人真是一个久违又陌生的词儿，该死，居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青州动了动嘴唇，想说点什么，却又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赶紧吃蛋糕吧，吃完出去消消食。洗好了。长启和青州出去了。起风了，我们回屋吧。好。这是他第一次这样抱他，也是陆晚潇第一次被人公主抱，一种别样的感觉在心间流过。抬手环住他的脖颈，将脑袋轻轻靠在他胸前，感受他的心跳。小小，怎么了？这个生辰是这么多年来我过得最开心的一个生辰。以后每个生辰我都会陪着你的，一直到我们满头白发，再也走不动路。未等他说完，宋长廷低头在他唇上落下一吻。不止这辈子，下辈子也要，生生世世都要。好，生生世世都陪着你。陆晚潇回吻了一下，宋长廷感受到从他唇上传来的甜美气息，彻底相信这一切并不是他的臆想，也不是他在做梦。扣住他的后脑勺，深深地吻住他，迫切地想要向他更深层次的求证。这样的日子是真实存在的，他穿越千年来到他身边，刚刚还许了他生生世世。唇舌交缠间，他的一只手也从腰部更往上游移了些，成功的让陆晚潇软了身子。长廷，宋长廷吻得太霸道了，眼神又太过炙热，像是要把他生吞了一般。陆晚潇嘤咛一声，双手有些无措地攀在他的胸前。宋长廷喘息一声，暂时放开了他的唇瓣，温柔的可以滴出水来的眸子含情脉脉地看着他。叫夫君。夫君。叫夫君。夫君。声音娇娇软软的，还带着微微的喘息，温热的呼吸尽数铺洒在他的衣襟内。宋长廷下腹一紧，眸子暗了暗，看着他那双迷离无措的眸子，再看看他刚刚被吻得红艳艳的唇，再度俯身贴了上去。怀中的人儿，唇瓣柔软的像水嫩的豆腐一样，带着淡淡的果香和酒香，温软柔嫩，香甜如蜜，让人如痴如醉，沉迷不已。他温柔似水，一点一点的，像对待世间至宝一样，细细密密的描绘着他的唇瓣，一举一动中都透着小心翼翼，温柔又缠绵。好甜，好想将它吃入腹中。这是此刻宋长廷心里唯一的想法。这种想法一在心中滋生，原本温柔缠绵的亲吻就带了几许粗鲁和急切，像个贪婪的捕食者一样，狠狠地汲取他口中的甜美。长廷，夫君。陆晚潇被他的热情和急切给吓到了，不得已用腿顶了他一下作为提醒。小小。宋长廷满是情欲的呢喃了一声，又在他的唇上重重吸了一口，才放开他。宋长廷的声音阴哑的厉害，还带着微微的喘息，原本漆黑如墨的眸子也微微泛红。陆晚潇很清楚这是为何，红着脸小声提醒：你现在不是还……我知道。宋长廷移开了原本放在他腰部上方的手，转为轻轻抚摸他的脸。我就是想亲亲你。陆晚潇的手滑入宋长廷的衣襟。别乱动。我就是想亲亲你。
陆晚潇的手滑入宋长廷的衣襟。别乱动。宋长廷重重喘了一口粗气，按住他那不安分的手，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听着他又比方才粗重了些的喘息声，陆晚潇怕他真的忍不住，哦了一声，乖乖地靠在他的胸前，不再乱动。两人静静相拥，躺在床上。过了好一会儿，陆晚潇抬头看看，只见宋长廷双目微闭。长廷。陆晚潇轻轻唤了一声，没听到他回应，以为他睡着了，伸手戳了戳他的胸膛，却发现他的锦衣下面的肌肤依旧烫得吓人，知道他这是情欲还未完全褪去。想到这些日子他没少在空间冲冷水澡，好心地问了句：需要帮忙吗？不能来真的，怎么帮两人心知肚明。不用，让我抱抱就好。已经说出口，然而陆晚潇那不安的手却四处乱动，最后还移到了某处。宋长廷重重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低头看了一眼怀中一脸无辜的玩火的人儿，眼神暗了暗，翻身把他压在身下，喘着粗气，哑着嗓子说了句：夫人，你这是在玩火自焚。夫人，你这是在玩火自焚。然后便低下头，住了那之前就被他吻得有些红肿的唇。不是，宋长廷，我不是这个意思，陆晚潇想开口解释，宋长廷却霸道的不给他机会，还趁他正开的瞬间对他提要求：搂着我。终日玩火，今天是玩过头，要把自己给烧了吗？陆晚潇在心里哀嚎一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心思想东想西，因为宋长廷发现他分神，略微用力咬他一口。宋长廷，你属狗的呀！陆晚潇的声音不满中带着一丝委屈，老可怜了。若是平时，宋长廷听到他这声音，肯定心疼的想把他捧在手心里细细呵护，但现在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他只想欺负，狠狠的欺负。为夫有没有说过，做这种事情要专心的？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啊？那就然后给为夫帮夫人重新回忆一下。宋长廷嘶哑着声音说着，把头埋进了他的颈间，薄唇吻上雪颈，引得陆晚潇的身体一阵阵战栗。宋长廷，我错了，我不该手贱，我要睡觉。夫人，只点火不灭火是不对的。起来了，水给你准备好了，快去洗漱，然后来吃早餐。嫂子，你的脖子怎么了？是被蚊子咬了吗？陆晚潇刚坐下，拿起筷子，就听到宋长启带着关心的声音，然后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没有摸到疙瘩。看到宋长廷嘴角的笑意，才反应过来宋长启说的是什么，狠狠地剜了他一眼，然后对宋长启道：是的，是被蚊子咬了。昨天晚上的蚊子好凶的。最近天气热了，蚊子是多了起来了。嫂子，我听说艾草可以驱蚊，要不我等会儿去摘点回来。看着单纯又认真，还对他一脸关心的宋长启，陆晚潇突然有一种骗小孩的负罪感。都怪宋长廷那个狗男人，昨晚让他轻点儿，别留印子，别留印子。结果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还是留了，狠狠跺了他一脚，让你说话不算话。宋长廷无声的笑笑，嘴角弯起一个好看的弧度，一看就心情极好。赶紧吃饭，吃完饭去写字背书，其他的事情兄长会去做的。想到自己今天的课业，宋长启也顾不得其他了，用最快的速度吃晚饭，然后去了房间。都说了让你轻点，你看都留印子了。好，为夫下次注意。你刚刚明明看到了，为什么不提醒我一下？都被长启看到了。没事，长启还小，他不懂。拿出书出来的宋长启，本来他是什么都不懂的，
但现在好像多少懂了点什么。宋长廷看到宋长启愣愣地站在那里，轻飘飘地瞟了他一眼，然后宋长启就怂兮兮地用最快的速度去了凉棚，还很有眼色地把银月也叫走了。宋长廷满意了，拿起筷子夹了个包子为对面气鼓鼓的人儿。陆婉潇哼了一声，满脸嫌弃：我自己会夹。不是说手酸吗？那还不是你害的。还有姑奶奶没那么废。说完，像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用筷子又快又准地夹了一个包子，狠狠地咬了一口。不废就好。宋长廷好心情地继续吃早餐。青州这一去，快1周了都还没回来。几天不见，功夫见长呀。哼，可惜了，还是没能伤到你。青州听到这话有些心塞，他是真心夸他，他怎么一副因为没伤到他而可惜的样子呢？再练个10年吧。难怪老子能那么轻松就掳走罗少那狗东西，原来他贴身护卫都这么废啊。嘴上虽然这么说，但是见苍梧的腿流血有点多，还是抬手给他点了止血，然后又拿出止血药粉倒了一点在上面，那抠搜的样子，好像那止血药粉是什么珍贵东西一样。苍梧被绑着手，又被他直接给扔了，好不好？再说了，你他妈自己什么实力不清楚吗？放眼整个江湖，有几个人能从你手里逃脱的？青州哥哥，你回来啦！他一直以为能请动杀手榜上赫赫有名的严业的人，不是达官显贵，也必然是腰缠万贯之人。谁知道背后之人居然是宋长廷，这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而且看样子严业跟他们关系还不错。喂，小长姐，有没有想我呀？想啦。青州哥哥，你身上好难闻。哎呀呀，你个小没良心的，哥哥我出去几天，你不问问我有没有受伤就算了，居然还嫌弃我身上味道难闻。切，还行啊，哪儿难闻了？哥哥说青州哥哥特别厉害，一般人伤不到你，而且你又不是去做什么危险的事。被宋长启那么一夸，青州刚刚那点心塞也没有了，很不要脸的接了句：那是当然，只要跟着青州哥哥好好学，以后啊你也可以这么厉害。好的好的。那苍梧听到宋长启刚才的话有些无语，杀人都不算危险的事儿的话，什么才算呀？而且那杀的是朝廷命官好吗？怎么去了这么久？这不嘛，没见过人畜大战，觉得有些稀奇，就多看了2天。人畜大战？什么人畜大战啊？是他想的那种人畜大战吗？就是你想的那种。用这种方式对罗少确实可以，很合他的意思。但是那种混乱又美妙的场面，青州是怎么看得下去的？还看了几天啊？确实很稀奇啊，很好看呢。哎，你不信你问他。喂，那几天的人畜大战是不是很好看呢？青州问完，过了许久都没有听到苍梧说话，又踢他一脚。问你话呢？那几天的人畜大战是不是很好看呢？聋了？说完，见苍梧还是没开口。怎么？你觉得不好看呢？还是说你觉得那狗东西是你主子，所以说不出口啊？得了吧啊！搁这儿摆忠心给谁看呢？你要是真对罗少那狗东西忠心呢，之前我去劫持他的时候，你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我就把他带走了呢？连命都不拼一下，哼！苍梧怎么不知道杀手也有这么多话，这么能说啊？好的赖的都让他给说了，还让他说什么呀？哦，对了，他现在什么也说不了，因为他现在被点了哑穴，手也还被绑着呢。而那个点了他穴、绑了他手的人，
却像忘了似的，然后还在那儿一个劲儿的怪他不说话。哎呀，活了20多年，还是头一次这么无语。那个他是不是不会说话？差点忘了这茬了。这是差点忘了吗？这分明已经是忘了，好不好？这种事儿都能忘，大写的服。你说说你啊，武功低就算了，还是个木头，我忘了你不会提醒一下我啊？苍梧表示不想说话。他妈的，他嘴巴不能说话，手被绑着，腿还受了伤，请问怎么提醒啊？不知宋秀才让人费力把我带来，有什么吩咐？先去给他处理一下伤口。我给他处理伤口？不然呢？这个家里还有别人能做这种事吗？青州闻言看了一圈，好像除了自己，真没有人能做这种事儿。宋长启小屁孩不会，陆晚潇倒是会，但是宋长廷怎么可能会让他做这种事儿？就算他自己乐意也不行啊。宋长廷不会也不愿，那就更加指望不上了。哎呀，走吧，给你处理伤口去。走了2步，想起还忘了件事儿，又折返回来，从怀里拿出了一沓银票，递给了宋长廷。用罗少的发冠跟罗明辉换的。辛苦了。宋长廷接过银票，然后顺手就递给了陆晚潇。这一波操作简直惊呆了苍梧。如果他没记错的话，按照规矩应该是宋长廷付钱给严烨，然后他去帮他办事儿的吧？怎么现在严烨还反过来给宋长廷钱呢？还是说严烨这是卖身给宋长廷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宋长廷不是很穷吗？怎么会请得起开口就10万两银子的严烨呀？苍梧心中疑惑重重，不过没人管他。陆晚潇喜滋滋地数着钱，宋长廷嘴角挂着淡淡的笑，温柔地看着他。一旁的宋长启一脸懵逼，一看就什么也不懂。而青州呢，把银票给宋长廷之后，就抬步朝自己房间走去，整个过程看都没看苍梧一眼。趁青州给他处理伤口的时间，苍梧打量起了屋里。屋里的陈设虽然简单，不过该有的东西都有，一看就是要长期居住的人的样子。苍梧环顾了屋子一圈，最后把目光落在不情不愿的给他处理伤口的青州身上。没想到啊，昔日杀一个人要价最低10万两银子的杀手严烨，居然改名换姓，跟了宋长廷一个腿都废了的秀才。我说你这人啊，功夫菜也就算了，眼睛还瞎。宋长廷的脚好了？什么时候好的？不是说他的脚伤得很重，基本没有治愈的可能性了吗？什么大夫这么厉害，还被宋长廷给找到了？不但如此，他还悄咪咪地收了杀手榜上赫赫有名的严烨做手下。还有罗少那么关心宋长廷，居然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半点消息。宋长廷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吗？断腿后还过得很惨来着，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苍梧满脑子疑问，不过也没有开口问，因为他知道就算他问了，青州也不会回答他。行了，在这儿等着吧。你这是打算以后都跟在宋长廷身边了？你有意见？不敢不敢，只不过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罢了。不可思议？你认条狗做主子，我还没觉得什么不可思议的。我不过是跟了个人，你还嫌不可思议起来了？怎么了？跟狗在一起时间长了，连人话也不会说了，人的脑子也没了？你骂罗少就骂罗少，侮辱狗干什么？这里还需要我吗？不用。那我去找长启了。不用继续看着苍梧真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看苍梧不顺眼。要不是宋长廷交代要把他带回来，他在杀罗少的时候就一起把他给解决了。洗个澡再去吧，长启嫌你身上难闻。你真的是宋长廷？不然呢？是不是很多疑惑？有疑惑就对了。不过啊，憋着吧，不会有人为你解惑的。哼，那你刚刚问什么？拿他寻开心吗？他算是知道了，为什么青州一个杀手能有这么多话，说话还这么气人，感情是这个家里的人都这样被影响了。直接说吧，你让严烨不，现在应该叫青州了。你让他把我带来这里，是想让我做什么？给你一条生路。什么？
给我一条生路。不要怀疑，你没有听错，你是罗少的贴身护卫。罗少死了，你却活得好好的，你觉得罗明辉会放过你吗？他完全可以在罗明辉知道罗少的死讯之前，找个地方藏起来，等风头过了再换个身份出来，或者干脆趁机远走高飞啊。怎么这需要他宋长廷来给他一条生路了？宋长廷似乎洞穿了他的想法。你觉得你会有那个机会吗？宋公子有话不妨直说。20年，20年？什么20年？你的意思是让我在你身边给你卖20年的命？不错。宋长廷，不，宋公子，虽然现在看来我确实应该感谢你让青州留了我一命，但是你这一开口就要我为你卖20年的命，不觉得太狮子大开口了吗？仅仅是这点当然不足以让你为我卖20年的命，仅仅是这点当然不足以让你为我卖20年的命。但是如果我说我可以帮你报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呢？哼，看来宋公子是在村子里待了太久了，消息都落后了。在下确实有杀父之仇和夺妻之恨，不错，但是那都是几年前的事情了。是吗？你确定你之前报仇真的找对人了吗？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不但蠢，眼睛还瞎，还请宋公子有话直说。难道不是吗？如果你不蠢眼也不瞎，又怎么会把真正的凶手认作恩人，还跟在其身边报恩这么多年？相传道华山无道真人羽化时留下一块灵玉，坊间传闻得灵玉者可避百灾免百病，延年益寿，还有能提升家族气运。说只要得到灵玉，3年之内家族必然兴旺发达。更有传言，若有机缘持灵玉者能得到飞升。所以在无道真人刚刚羽化那段时间，上到官府门派，下到贩夫走卒，都在为寻找灵玉蜂拥而至，险些踏平了道华山。不过这毕竟只是传言，那所谓的灵玉也没有人真正见过，有没有人得到也就不得而知。随着无道真人羽化时间的增加，灵玉也一直没有消息，寻找灵玉的人便慢慢散了去。本来灵玉一事该到此结束，却在5年前突然传出那灵玉在白山镇官家。彼时刚好是无道真人羽化的第3年，巧的是原本只是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官家，刚好在这3年因为做点买卖发了小财，官家人这3年也没有人得过什么大病。于是关于官家得到了无道真人的灵玉的流言就越演越烈，能避灾免病，能延年益寿，又能提升气运，得到飞升的灵玉谁都想要。但是灵玉只有1块，所以拥有所谓的灵玉却又没有足够实力的官家，就成了灵玉问世以来第一个牺牲品。哼，世间若真有如此神奇的灵玉，这天下哪里还会有如此太平，又哪里轮到这些人去抢？是这个道理没错，可是在极致的诱惑下，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想这些呢？哪怕是想到了，也会自动忽略。不但不愿意去想，还会自动忽略一些事实，比如官家发家是借了天灾的机会，官家夫妇赌上命才小赚了一笔，而后才拿着那笔钱开始做生意发家。那年因为天灾发迹的也不止官家一家，但是都被他们给自动忽略了。所有人都只盯着官家，以至于官家夫妇钱还没捂热，甚至连之前因为夫妻2人怕去灾区回不来而送去苍华山拜师学艺的儿子都没来得及接回来，就因为所谓的灵玉被灭了门，只有那还没来得及接回家的儿子逃过一劫。但是那些人也没有放过那个孩子，甚至他的师门为了不被连累，连夜将他逐出师门。官家那个儿子被逐出师门之后，独自踏上了给爹娘报仇的路，但是灭了官家，又抢走了所谓灵玉的人是江陵府知府。他一介草民，单枪匹马，又不是什么高手，
怎么可能报得了仇？如果不是恰好遇到了去给江陵府知府庆生的罗明辉，怕是早就连命都丢了。你说当年罗明辉救了我，是他故意安排的？也谈不上故意安排吧。罗明辉还没有那个能耐，只不过是有意而为之，觉得你有用，便救了你。不过话说回来，你怎么不动你那猪脑想一想，他一个县令，大老远的去讨好知府大人，碰到刺杀知府大人的刺客，不捉了去邀功，反而救了那刺客，他就不怕被那知府大人知道了，迁怒于他吗？不但遇到重伤的你是有意而为之的，就连你们官家被灭门也是他的手笔。怎么可能？灭了我们官家的明明是什么？明明是当时的知府大人是吗？我查到的消息确实是这样，还有我们官家那块玉也在知府手里，所以那你怎么不继续查一查，那块玉是怎么到知府大人手里的？你的意思是罗明辉给他的？说是罗明辉给他的也不尽然，准确来说，是因为罗明辉不停在知府大人面前说那灵玉多么神奇多神奇，然后当时知府大人才派人去抢那所谓的灵玉的。也是因为他的怂恿，知府大人才灭了官家以绝后患的。可你是不是想说，后来罗明辉知道了你的遭遇之后，还想尽办法，甚至动用京城罗家的关系，把知府大人拉下了马，并且还让你手刃了知府大人，然后做成了知府大人畏罪自尽的假象，用来应付钦差大人？你怎么知道这些？我不仅知道知府大人死在你手里，还知道他落到你手里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知府大人之所以被拉下马，那是因为他贪污赈灾款，搜刮民脂民膏，又和当地富商勾结，就算罗明辉什么都不做，下台也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而罗明辉之所以积极奔走，不过是想取而代之。他不会是疯了吧？不必担心，经历了那么多，他没那么脆弱。也是，不过就算他真的疯了，我也能把他治好。他真想疯，也得给我们卖完20年的命再疯。你怎么证明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我刚才所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想必你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不过你非要求证的话，就去罗府的小佛堂看看，想必你看到那东西之后会死心的。罗家小佛堂那里有什么？你去看了就知道了。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至于你信不信，那就是你的事了。走吧，夫人，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去休息了。你可以去罗府求证，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下，我让青州带你回来，不是为了让你去送死的。还看了一眼他受伤的腿，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若是苍梧没受伤，以他现在的身手，去一趟罗府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让他倒霉悲催的动了陆晚霄的暗器呢？我知道。见陆晚霄把那么好的青菜直接扔去喂鸡喂马，真是浪费。怎么浪费了？你早上吃的时候怎么不说浪费啊？他一个外人都吃了，那马和鸡好歹是他们家里的，喂点青菜怎么了？况且他们家这段时间都这么喂，这真是没见过世面。苍梧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随口嘟囔一句，却被青州听见，暗叹一口气，闭上了眼睛。打也打不过，吵也吵不过，除了躲着避着，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会是这么多年你跟在罗少那个狗身边当狗，连青菜都没得吃吧？跟在狗身边当狗，这形容还真的是气死人不偿命啊！张口闭口都是人身攻击，苍梧觉得气儿都不顺了。但是只能忍。连青菜都没得吃，过得还不如我们家的鸡呢，真是惨呐！你不会是喜欢罗少吧？不然连青菜都吃不上的日子，是怎么跟着他身边待这么多年的？你这口味，你以前杀的那些人其实是被你气死的吧？那也是老子的本事。不过你这种菜狗啊，也只能羡慕一下了。不对，应该是羡慕也羡慕不来的。省省吧，没事的话赶紧把伤养好啊，然后把这些属于你的活揽过去。
青州哥哥，那个看着有点不太聪明的人，是不是快不行了呀？听到青州说暂时还不会死，暂时不会死就好。嫂子说她卖身给了咱们家，要是还没开始干活就死了的话，也太亏了。这位叔叔，你可千万要争气一点，别死喽，不然我们家会很吃亏的。给你包扎的药，还有今天早上你吃的饭和菜都不便宜的。他当时差一点就掏出银子来付药钱饭钱了，想想还是忍住了，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提醒自己，哎呀，童言无忌，别跟小孩子计较。当初青州哥哥伤得连动都不能动，现在都活蹦乱跳的，你不过是腿上中了一刀，应该不好死吧？噗，天知道，他当时真的想着，要不死了算了，不然天天面对这么一家嘴巴带毒的人，那你不被怼死，你也得被气死呀。哟，还在思考人生呢？想不到宋夫人这般豪爽。想说我粗鲁就直说呗，在你给我们卖够20年的命之前，我又不会把你怎么样。横竖我们家宋长亭又不会嫌弃，没办法，谁让他就是喜欢我这么粗鲁的人呢？苍梧心塞到差点心梗，他就不应该多话，他算是发现了，这个家里啊，就没有一个人说话不气人的。宋夫人误会了，在下不是那个意思，在下只是觉得宋夫人跟那些在村子里长大的妇人姑娘很不一样，看着倒是有些像江湖儿女。谢谢你这么看得起我哈，不过很可惜让你失望了，我就是一个村姑。不知道宋夫人特意过来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看你在这里思考了大半天的人生，想过来问问你思考的怎么样了。宋夫人有话不妨直说，在下是一个惜命之人。哎呀，跟你说真话，你怎么就不信呢？你是不是跟在罗少那种坏了良心、有一肚子坏水的人身边太久了，所以看谁都像不怀好意的样子啊？哎，好吧，不逗你了。过来找你呢，确实有事想问问你。什么事？你想不想你的脚尽快好起来？什么？我说，你想不想你的脚尽快好起来？不是，你在这里给我兜了半天圈子，就是为了问我想不想脚尽快好起来，这让人怎么信嘛？不然还能问你什么？难道问你罗少或者罗明辉有没有什么秘密，或者有没有什么阴谋诡计准备对付我们吗？苍梧不语，对陆晚潇的话表示默认。哎呀，昨天我们家长亭说你是个猪脑袋，果然没有说错。大哥，或许你的脑子真的有点不太好使，但是你至少应该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多少有点数吧。我若是想从你口中知道点所谓的罗少的秘密，我用得着在这儿跟你唠嗑啊？那你跟我在这里兜半天圈子，到底想干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兜圈子了？我都说了没什么大事儿，只是想过来问问你人生思考的怎么样了。是你自己不信，非要让我说点什么事儿出来，那我也只好找点别的话说喽。苍梧差点绝倒，这明明是他有事好吗？这说来说去还成了他的不是。算了算了，他算是明白了，因为他之前跟着罗少，现在干啥说啥都是错的，连呼吸都是错的。哎呀，命苦啊！哎呀，别装死，刚刚问你的话还没回答呢。想，当然想了，受了伤做什么都不方便，谁不想赶紧好起来？不过这种事想有用吗？那也不一定哦。哼，万一老天爷见你实在蠢得可怜，眷顾你一回呢？宋夫人说笑了，你见老天爷什么时候眷顾可怜人了？哎，你这人呐，果然脑子和眼睛都不好使。罗明辉那种卑劣的人说啥你都信，我这么善良的人跟你说的句句是真话，你怎么就不信呢？哈，这要苍梧怎么信？他信老天爷，老天爷会管他吗？老天爷来到雷吧，这个家就没有一个正常人。哎，好了，不逗你了，你说的对，老天爷啊确实不会眷顾可怜人。不过呢，我这人向来心善又心软，最是见不得别人受苦，所以我决定当次你的老天爷，眷顾你一次。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啊，我可以帮你，让你脚上的伤立马好起来啊。这是什么？能是什么？
当然是能让你脚上的伤立马能好起来的灵药啊！哼，难不成你以为会是害你的毒药吗？灵药？你确定没逗我？别人普通的药都是用个小瓶子装，他这么一大瓶灵药是认真的吗？灵药已经这么不值钱了吗？宋夫人，你要损我、说我、骂我，甚至揍我都可以，我绝对不说半个字儿，也不反抗，就是别再拿我寻开心了，行吗？既然你不信，那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赌什么？如果这个瓶子里装的东西确实是能让你的脚立马好起来的灵药，你后半辈子归我和宋长廷。如果不是呢？如果不是，你伤好后自行离开，从此以后和我们再无干系。还有你还活着的事情，我们也会当作不知情。赌！苍梧几乎是迫不及待，毫不犹豫的接话。这一看就是个必赢的赌局，多犹豫一会儿都是傻子。打死他也不信这世上有这么神奇的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就现在吧。怎么做？把这个瓶子里的东西直接倒在伤口上，还是……你先把你脚上的纱布给拆了吧，我去打盆水来给你冲洗一下伤口，不然上面的药要是影响了灵药的效果就不好了。嫂子，你这是要做什么去？端去给苍梧洗伤口。端给他洗伤口啊？那回又伤了？不是，我跟他打赌，要是我能让他脚上的伤口立马好起来，他后半辈子就归我和宋长廷了。真是好家伙，这陆晚潇真是越玩越大了。上次跟他赌才是10年，这才跟苍梧赌，开口就是后半辈子。哎呦，还有苍梧，他是有多想不开，才会想着跟陆晚潇打赌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是用这个水冲洗伤口吗？对，这水是干净的，你直接用手焯了冲洗伤口就好了。当然，你要是觉得你的手不干净的话，也可以先洗洗手。需要帮忙吗？不用，我自己来就好。那开始吧。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一个未来几十年的免费劳动力，嘿嘿，真好呀！切，真是没脑子，什么赌都敢打。你说他就说他，干嘛连自己也骂？闻言，青州想起了之前自己跟陆晚潇打赌的事儿，面上闪过一丝尴尬。不过他这人向来脸皮厚，加上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觉得跟在他们身边也还挺不错的，每天好吃好喝的，没事儿就去放放马，遛遛狼，要不带着长启出去瞎造，打个喷嚏都有人关心是不是病了。想到这些，青州的脸色立马就恢复了正常。我那好歹只是赌10年啊，谁像这傻子似的直接赌一辈子了。你的意思是还想再来一次赌一辈子的？苍梧本来信心满满的，不过在听到陆晚潇和青州的对话后，心里突然变得有些没底了。现在用瓶子里的灵药直接到伤口上，细细涂抹就好了。苍梧照做，多涂抹几遍啊。涂完第1遍，见伤口好像没什么变化，心里偷偷松了口气。但是涂了3、4遍之后，整个人直接傻眼了。他脚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苍梧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抬手揉了揉，睁眼再看，伤口真的比刚才小了很多，而且好像也没那么疼了。幻觉，幻觉，肯定是幻觉。苍梧看着已经只有一个小口子的伤口，不敢相信的喃喃自语：疼不疼？你这个人有病吧？好端端你踹我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不会跟你动手啊？哎，这么暴躁做什么呀？这不是你说的吗？出现了幻觉，老子帮你清醒一下呀！啊？哎，真是好心没好报啊！好柴烧烂灶，跟老子动手，吓死老子了！不是老子自吹，就你这样的，来20个，从炒菜开始打，打完一点也不耽误我吃中午饭。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了，我们家呀，一顿就4个菜。你，宋长启一直等着苍梧脚上的伤口愈合，谁知道他跟青州吵架，吵着就不继续，无奈之下不得不出声提醒：哎呦，叔叔，别你啊我的了，你脚上的伤口都快愈合了，
瓶子里的水还没有用完，你赶紧抹呀！听到宋长启的话，苍梧才反应过来，自己此刻正在跟陆晚潇打赌。看了看小腿上那只剩一个小口子的伤口，又看看气定神闲的抱着手的陆晚潇，以及迫不及待想要看热闹的宋长启和一脸不屑的青州。苍梧叹了口气，重新坐下，拿起装着灵水的瓶子，犹豫了一会儿，递给了陆晚潇。干嘛？后悔啦？不是，我认输。这才抹了几遍，那么大的伤口就好的差不多了，再多涂抹几遍，那肯定能痊愈啊。输赢已定，这么神奇的灵药就不用浪费了。不必，既然给你了，你用就是了。赶紧的，你脚上的伤口还有一点，赶紧给它弄没了，免得口服心不服。我心服口服，真的。苍梧语气认真，就差拍着胸口保证了。这么神奇的药得来肯定不易，这么一点无关紧要的伤口，他舍不得继续用啊。青州实在受不了他那磨磨唧唧的样子，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瓶子，然后按住他的脚，就往伤口上倒。让你用你就用，磨磨唧唧的，跟个娘们似的，烦不烦？哎，你这个疯子，你干什么？苍梧反应过来要阻止青州，却已经来不及了。青州连反抗的机会都不给他，直接抬手点了他的穴。等青州放开他的时候，他脚上的伤口已经完全没有了，甚至连疤痕都没留下。啊，还有半瓶，别浪费了啊，喝了吧。喝了？这不是外用的吗？还有，这么珍贵的药，直接喝了真的好吗？不留着以后用。瞧你那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吧你！谁规定的外用就不能内服啊？青州说的没错，这是好东西，赶紧喝吧，喝完了把瓶子还我。要不是用瓢装显得太过随意，不好忽悠人，他都想直接用瓢给舀出来。苍梧懵了，他怎么感觉在陆晚潇看来瓶子比较值钱呢？值钱的难道不应该是里头的东西吗？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赶紧喝了，然后去挑水去，然后再去林子里捡点柴回来，一会儿该做饭了。这些活儿以前都是他干，现在苍梧这个大冤种来了，嘿嘿，自然该他接手了。以后的日子美滋滋儿呀！想到以后有人可以奴役，青州看苍梧都顺眼多了，心情也大好。哎，走，长启，青州哥哥带你去河里捉鱼去。今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吃鱼。嫂子，可以吗？哎，去吧去吧，注意安全。好嘞。苍梧在陆晚潇的催促下，喝下了瓶子里剩下的半瓶水，把瓶子递给他。苍梧见过主子，苍梧见过主子。陆晚潇了一声，刚准备叫他起来说话，无意间瞥了他的手背一眼，眉头微不可察的皱了皱，到嘴边的话就成了：把手给我。你会把脉？另外一只手。那个是不是我的身体有什么毛病啊？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中毒了。中毒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呢？这毒在你身体里应该有些时间了，具体你是什么时候中毒的，我现在也不好确定。你之所以没感觉，应该是定期服了解药。定期服了解药？我这2-3年除了得风寒那2次吃过药之外，并没有吃过其他的药啊。你连什么时候被下的毒都不知道，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解药不是很正常吗？你自己好好想一想，这2年你有没有定期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做过什么事儿？定期吃过什么东西？这个倒是没有。不过每个月罗少都会同我们和他几个近身护卫一起吃一顿饭。那就是了。罗少悄无声息地给你们下了毒，又在每个月同你们吃饭的时候把解药给你们服下，所以你又怎么会有所察觉？这毒罕见，如果不发作，一般大夫通过诊脉是看不出来的。罕见的毒药，难怪之前风寒去抓药，大夫都没看出来是什么来。你觉得除了罗少，还能有谁能悄无声息地给你们下毒？然后又每个月不知不觉地给你们服下解药？你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值得别人这样费尽心思地对付你们吗？
我知道，我只是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这有什么好不舒服的？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他是什么人。再说，他现在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你应该高兴才是啊。说的也是。想通了就别搁这伤春悲秋了，赶紧去挑水捡柴吧，该做饭了。好。哎，对了，上次罗少跟你们吃饭是什么时候啊？半个月前。半个月前？我知道了，你赶紧去挑水吧。那个，这毒你能解吗？别苦吧这一张脸，刚刚不是说了吗？不是什么大事儿，放心，不会让你死的。那是什么？罗明辉这些年干的勾当。这么多啊！好家伙，强抢民女，逼良为娼，逼死百姓，强占良田，官商勾结，贪污受贿，赈灾款也贪，数额还这么大，上面没人查吗？当时没有钦差跟着来吗？钦差自然是有的，不过那钦差是京城罗家的人，那15万两银子，有10万两进了京城罗家，3万两进了罗明辉的腰包，2万两进了钦差大人的口袋。这么点钱，京城罗家也看得上，也不怕捡芝麻丢西瓜？谁会嫌钱多？况且现在京城罗家也只是表面上看着好看罢了，其实内里早就空了。那也应该还不到连10万两赈灾款都看得上的地步吧？以前的罗家自然不缺，但是现在的罗家，别说是10万两了，哪怕5万两都能看得上。罗家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宋长廷笑笑，不置可否。罗家是大家族不错，但是是一个不齐心的大家族。这几年罗家那些人个个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不想着努力，只盯着罗家碗里那几块肉，金山银山也不够分的，更何况罗家还没有。难怪贪污赈灾款这件事情并不是罗太傅的意思，他知道的时候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只能尽力帮着隐瞒，扫扫尾巴。这要是有证据的话，随便一样罪名就足以让罗明辉掉脑袋了吧？何止掉脑袋，死100次都够了。不过仅仅是死，那也太便宜他了。他要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些东西你准备交给谁？等把证据找齐，明年春闱之后拿去给知府大人做人情。你知道证据都在哪儿？大部分是知道的，过几天我们去趟县城，然后顺便取回来，剩下的让青州顺着线索去查一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哎，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参加科考？明年。明年？科举不是3年一次吗？还是你们这里的科举跟我了解的不一样？是3年一次的，不过这次的科考会试的时候有人舞弊，陛下震怒，下令从秋闱重新开始。啊，这样啊，我还以为你要再等3年呢。怎么了？啊？怎么了？哦，没什么，就是突然觉得我们这个样子像极了农村穷人去城里走亲戚，还是有事求人那种。确实很像。时辰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哥哥嫂子，你们早点回来哦，我和青州哥哥在家等你们。这次哥哥嫂子有事情要去办，等下次再带你一起去啊。我知道的，嫂子。在家乖乖的，不要乱跑。嫂子回来的时候啊，给你带好吃的。我不要好吃的，我只要哥哥嫂子平安回来。那乖巧懂事的样子，看得人心都化了。作业别忘了，每天做什么我都已经写好了放在你桌上了，一天的也不能少，我回来要检查的。知道了，哥哥。保护好长崎，还有别一天到晚只知道带他出去瞎逛悠，要是我回来他的作业没完成，你俩一起受罚。不是，宋长启作业没做完，我为什么要跟他受罚呀？宋长廷才不管他抗议不抗议，吩咐仓务启程。长廷哥嫂子，你们怎么来了？啊，有点事。需要帮忙吗？不用，你忙好自己的事情即可。啊，那好吧，有需要随时喊我啊。
这些东西给你放厨房吗？要吃什么等人来了之后安排买就是了，何必非那个事自己去买啊？什么买的？这是专门从家里给你带来的。带来给我的。上次你去见你喜欢吃，就给你带来些。哎，放厨房，刚好今天厨娘还没出去买菜呢，这下不用买了，今天中午就吃这些。这是常住避人稀了？倒也不是，只是我那个爹最近天天都在家，这些菜要是带回家，那肯定少不了进他肚子呀，那不是浪费了吗？对了，你那个后娘生的弟弟怎么样了？有出来跟你争家产吗？切，他倒是想，可惜啊，他没那个机会了。怎么说？我爹不是已经知道我那个好后娘给他戴了绿帽子，还给他下了毒吗？就怀疑父子敬也不是他的种，当场就想弄死，还是做了滴血认亲才没痛下杀手的。滴血认亲？对啊，不过梁氏绿他这件事儿始终是他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儿，看到父子敬就想起梁氏给他戴绿帽子的事儿，干脆把他和傅思柔一起送去庄子上，并放话一辈子都不能回来了，眼不见为净呗。你爹居然没弄死傅思柔？你觉得他有那么好的心？哎，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傅思柔早就被他掐死了。大晚上的不去跟他的那些美妾睡觉，在书房练字，有病吧？那也得有那个心情啊。罗府被你三番两次洗劫，罗少如今还下落不明，他得有多大的心才会去跟女人翻云覆雨？说的也是，而且他那个样子一看就心不静，那字也丑得伤眼。主人，我感觉这里还有很多的宝贝。还有很多宝贝？在哪儿呢？陆晚潇扫了一眼已经被他搬的几乎只剩下桌椅凳子的房间。难道罗少的房间也有密室？应该是的。花花点点头，兴奋地开始在罗少的房间找那所谓的密室。居然在罗少房间正中央的地下，多少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我操，罗明辉这是去偷国库了吧？满满一地窖的金银珠宝，饶是淡定如宋长廷也被惊到了，同时也疑惑罗明辉哪来这么多的钱呢？肩上头没有标记，而且看着像才铸好不久的，金砖上也一样。宋长廷眉头微皱，夫君，这些都可以收走吗？一声夫君叫得宋长廷巴不得把天下最好的东西都给他，别说这些金银本就可以拿走了，就算不可以他也会说可以。拿回去能直接用就用，不能直接用那就想办法弄了可以用，实在不行就放空间看着呗。这金灿灿白花花的俗物光是看着都能令人心情愉悦。可以，夫人若喜欢就都拿走。两人回到罗明辉的书房，那些账本关乎罗明辉的脑袋甚至全族，罗明辉肯定会好好的藏起来，所以两人直接找暗格和密室。这些都是吗？或许还不止。快速翻看了一下手中的账本，确定是自己要找的，递给陆晚潇。陆晚潇接过账本，顺手放进空间。还有别的东西要找吗？这些就足够了。等哪天罗明辉要看账本，发现连毛都没有了，会不会直接气死或者吓死呀？这些东西一旦被送到皇帝面前，诛九族没跑了。那就祈祷他坚强一点，心脏好一点。我们走吧。他不会因为你之前的话来看看罗府的小佛堂里放了什么吧？8成是，帮他一把吧。在这边，大家快追，千万别让他跑了。陆晚潇引着那些守卫转了几圈，估摸着苍梧应该已经逃出去了。回到避人溪，苍梧还没回来，也不知是不是受了伤。为了不让这个未来几十年的免费劳动力挂了或者残了，陆晚潇只好拉着宋长廷在院子里等他。这么晚了，两位主子怎么还不休息？等你啊。等我？不然你以为我们喜欢大晚上来这里喂蚊子啊？怎么样，去罗府的小佛堂看到让你死心的东西了吗？你怎么知道我去了罗府？之前引开了罗府守卫的人是你们。不然呢？你以为你是美人，遇到了困难会有英雄来救你啊？那倒不是，只是以为刚好有贼人去罗府偷东西。这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再说了，
罗明辉是景和县的地头蛇，现在罗府的守卫又那么森严，谁会那么想不开去罗府偷东西啊？见到你想见的东西了。这是你们官家的东西，自己好好收着吧，回去休息吧。明天有事吩咐你去做。你之前说的罗府的小佛堂里能让苍梧死心的东西，就是那块玉佩？罗明辉信那块玉就是所谓的灵玉，所以当初上任知府倒台之后，他想办法把它弄到自己手里。这些年他也确实顺风顺水，虽然没升官，但也敛了不少财，在景和县里说一不二，儿子也成其高中。虽然这些他是因为占据了天时地利和人和，加上百般算计才有的，但是他坚信跟那块玉佩有关，是那块玉佩给他带来了好运气，所以便把它供在了佛堂。那这下灵玉丢了，罗明辉岂不是要发疯？只要不死，管他疯不疯呢。陆晚潇打了个哈欠，在宋长廷怀里拱了拱，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合上了眸子。晚安，我的夫人。罗明辉看作命的灵玉丢了，这个夜晚注定不会太平。陆晚潇刚睡着没有多一会儿，就被官兵吵醒了。发生什么事儿了？罗明辉丢了灵玉，正派人挨家挨户的搜查呢。罗明辉是不是老鼠药吃多了？一块普通的玉佩而已，又不是儿子丢了，至于深更半夜的闹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吗？聊天嗑瓜子儿，今天这么悠闲吗？见过夫人。这个点不去工作，在这儿聊什么呢？店里的珠宝首饰都卖完了？回夫人的话，县衙里丢了重要的东西，现在全城戒严呢，那官兵还在挨家挨户的搜查呢，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这几日店里生意好，我们基本都是从早忙到晚的，东家便借此机会让我们休息一下。哎，嫂子来了。看来最近生意不错啊。那还要多谢嫂子了。多谢我？对呀，上次嫂子不是画了几张首饰的图样吗？我让人先做了2只出来，原本还担心会不会有人喜欢，谁知道刚一摆上就被人买走了，2个姑娘还差点因此吵了起来。这么抢手吗？那可不嘛，然后我急忙让人把剩下的全部做了出来，也都是刚一拿出来就被抢光了，无一例外呢。不止如此，我根据你画的那些图做了一些修改，画了几张，做出的首饰也广受那些姑娘的喜欢。陆晚潇给的样式做成了高端的首饰，专供上2楼的客户。他后来自己画的就放在1楼卖，让家境一般的姑娘也能买得起。不错不错，果然像我们家长亭说的那样，有做生意的头脑。都是嫂子画的样式招人喜欢。对了，嫂子，你等一下，我去拿来画的那些图给你看看。嫂子，你看看。不错呀，傅子义，没想到你不只有经商头脑，还有设计天赋啊。都是沾嫂子的光了，如果没有嫂子画的那些，我也想不到这么多呀。哎，嫂子，要不你再给我多画几张呗？行，这几天画好的给你。毕仁熙赚钱了，那他也是有分红的。虽然他现在不缺钱，但是谁又会嫌钱多呢？更别说还是自己脑力劳动所得，不偷不抢的，比去罗府顺现成的那可要成就感多了。接下来几天，陆晚潇都待在了毕仁熙画图，把脑子里能想到的都画了，样式太复杂的就口述，让宋长廷画。等把图画好，一算时间，没几天就要到苍梧毒发的时间了。陆晚潇赶紧去街上买药材。站住！干什么呢？啊？手里拿的什么东西啊？那官差也不知道多久没刷牙了，那口气熏得陆晚潇差点把早饭都给吐出来。买药，手里拿的药。买的什么药啊？家里谁生病了？治风寒的药，相公病了。是吗？官差一脸怀疑地打量着陆晚潇，看到陆晚潇不施粉黛却白皙娇艳的脸蛋儿和他衣袖下的皓腕，眼神顿时变得有些色眯眯的，当即就伸手朝他拎着药的手抓去。拿来让老子看看。他的手一伸过来，一个灵活的侧身让他抓了个空。
衣袖从他手上拂过，一些白色粉末落到了他手背上，粉末触及皮肤，很快消失不见。还愣着做什么呀？还不赶紧把这臭娘们抓起来！就算你们是官差，抓人也要有个理由吧？还是说你们这些官差已经狂妄到看谁不顺眼就把谁抓走的地步了？这也太狂妄了，动不动就乱抓人，这以后谁还敢上街啊？可不是嘛，这段时间动不动就要戒严搜查，搞得想出门挣点钱都难。日子本来就快要过不下去了，现在还当街随便抓人，这分明是不给我们老百姓活路啊！哎，这样的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哎呀，可怜这位小娘子也是可怜，相公还在家里病着，这要是被抓走了，哎。嘘，小声一点，万一惹恼了他们。哼，你少在这胡说，误导别人。我们抓人当然有理由了。前几日县衙里进了贼人，偷走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县衙进了贼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难不成你觉得会是我一个弱女子偷的？哼，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那贼人受了伤，所以这几天每个买药之人都会检查。那你们应该在药堂安排人看着呀，或者叮嘱药堂的大夫，有人买伤药，立马禀告你们。你们这样在路上看到一个检查一个，会检查漏了不说，万一把药材弄洒了或者弄坏了，算谁的呀？我们老百姓挣钱本来就不容易，家里有人生病已经很难了，要是这药再洒了，那不是要我们的命吗？我们只是检查一下你抓的药有没有问题，何时要逼死你了？你少在这胡说八道啊！胡说八道？你们懂这些药是干什么的吗？你要真的只是想检查一下我的药，没有问题。回春堂就在不远处，你们大可以去请里面的大夫，或者我跟你们一起去回春堂，让回春堂的大夫当面检查一行，而不是你们在这大街上随意扒拉检查。你们认识药材吗？当然，要是弄坏了或者弄洒了，你们赔的话，随便检查。怎么样？要去回春堂吗？怎么样？要去回春堂吗？真是逼了狗了！要不是情况不允许，这不长眼的拦路狗，他都想直接一刀送他去见阎王，哪里会在这里跟他浪费时间浪费口舌呀？哼，他总算是明白为何他们那么多人拼了老命，不择手段也要往上爬了。因为你身份高了，除了个别脑子不好的人，没人敢给你找不痛快，还会想办法让你开心呢。不成，回去得让宋长廷好好努力，将来混个大官当当，以后再遇到这么不长眼的东西，直接刀了他。几位差爷，这小娘子相公病了，正等着要回去治病呢。你们要是真的怀疑她的药有问题，就去让回春堂的大夫看看吧。就是，风寒眼中也是会要人命的。几位官爷，你们就当行行好，让这位小娘子赶紧拿着药回去给她相公治病吧。哎呀，这要是耽搁了病情，这位小娘子的相公万一有了好歹，这让她一个弱女子以后可怎么办呀？哎呀，可怜的哦。行了，看你也不像和贼人有关系的，赶紧拿着药回去吧，省得你那短命的相公死了，到时候怪到老子身上。多谢官爷。确定是他吗？是的，公子。确定没搞错？确定没错。虽然衣着打扮跟那日大不相同，脸也似乎长开了一些，但是那双灵动的眼睛，老奴断是不会记错的。还有那不肯吃亏的性子，也跟那日的姑娘一模一样。确实不肯吃亏。去查一下他现在住在哪里，现在是什么情况？是，公子。查到清楚之后立马来禀报，不要轻举妄动。要是被发现了，你就不用回来了。属下明白。敢问公子，那位姑娘就是我们要找之人吗？8九不离10。出什么事儿了吗？见你半天没回来，以为你出什么事了。所以你这是准备去找我？长廷，你真的不用那么紧张，我就是出去买个药而已，我的本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况且这还是大白天的，
我不会有危险的。我知道。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再厉害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外面这么混乱，他是他的妻，他怎能不担心，怎能不紧张？他现在已经不是几个月前那个连走路都成问题的宋长廷了。他的脚已经好了，还有了防身的功夫。他久久未归，他是他的夫君，自然是要亲自去寻他的，不然他怎么放心，怎么安心呢？安啦，真的不会有事的。你忘了，我还有花花呢。要是真的遇到应对不了的危险，宋长廷又如何不知？他只是关心则乱，还有怕万一。怎么去了这么久？药材不好买吗？不是，是回来的时候遇到条拦路狗，耽搁了一些时间。把回来时遇到的事情简单的跟宋长廷说了一下。宋长廷听完，眼里寒光乍现。该死！好了，别生气了，我已经废了他一双手了，他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的。时间还早，我先去把药材处理了。苍梧，主子，去查一下，今天在路上拦住夫人的官差是谁？明天破晓之前送他去见罗少。是。下去吧。是。去查一下，今天在路上拦住夫人的官差是谁？明天破晓之前送他去见罗少。是。下去吧。是。既然来了，就过来一起对弈一局吧。警觉性还挺高的，难道不是你故意让我发现你的吗？你真的是宋长廷？是与不是，公子心里不是已经定论了吗？不然您又怎会坐在这里与我对弈呢？哈哈，有意思。不知段公子前来有何贵干？你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是谁，又怎么会不知我为何而来呢？段公子说笑了，宋某又不是算命的，怎么会知道您为何而来？至于知道您是谁，不过是之前内子告诉过在下您的名字罢了。他呢？谁？陆晚霄。啊，在屋里休息。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刚刚去外面买东西，被狗咬了。宋长廷说的一本正经，甚至眉宇间还有些不悦和担心，好像陆晚霄真的是被狗咬了，受了伤一样。要不是段云峥亲眼目睹了街上那一幕，真的就信了他的鬼话了。看过大夫了吗？严重吗？看过了，不严重。宋长廷睁眼说瞎话，半点不脸红。哼，段云峥无语。段公子有什么话可以与在下说，等潇潇醒来，我会帮你转告。长廷，你来帮我导一下。你不是说他在睡觉吗？睡醒了。把这个捣碎吗？他怎么来了？翻墙来了的。如果说刚刚段云峥是有点手痒，那么现在就是真的想揍人了。虽然他确实没走正门，但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怎么搞得他好像是什么品行不端的人一样呢？翻墙？现在的世道已经这么松弛了吗？大白天的都可以随便翻别人家的墙啦。这俩人不愧是夫妻呀，说话都一样的气人，也不知道谁教的谁。不知道是该叫你谢依依呢，还是钱多多呀？亦或者陆晚霄？谢依依？时间有点久，这段时间又一直都很忙，陆晚霄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这是他当玉簪的时候随口胡诌的名字。随便吧，名字不过一个代号而已，段公子喜欢哪个就叫哪个，只要他不尴尬，嘿嘿，尴尬的就是别人。哼，果然心里800个眼子啊，大字不识，葱笔不堪的农家妇。看来我最近对手下的人太好了，查到的消息除了名字、性别和长相，没一样对得上的。彼此。说他心眼多，切，好像他心眼不多似的。哎，对了，不知段公子大白天翻墙来我们家有何贵干？我知道段公子是大忙人，亲自前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所以这根玉簪不知道
不知宋夫人是从何处所得呀？从山上捡的。山上捡的？啊，知道他们在找玉簪的主人，便把那日上山采药，然后掉进山洞，捡到玉簪的事儿，简单跟他说了一下。一个山洞，除了这根玉簪，还有别的东西吗？还有一把匕首在房间里，你需要的话，我现在去拿给你看。有劳。除了玉簪和匕首，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就这2样。可以劳烦宋夫人带我去你捡到这根簪子的山洞看看吗？可以啊。那你们现在收拾一下，等吃过午饭我们就走。不着急这一天去吧。不知道宋。段云峥现在有些激动，差点脱口而出宋公子，但是想到陆晚潇很可能的身份，又改了口。你还有事情要做吗？以他对陆晚潇言听计从的样子，如果没事儿的话，不可能陆晚潇都同意今天走了，他还有别的话。晚上要去杀一条狗。杀狗？一条不长眼的狗而已，多大点事儿啊！我让人去一趟就是了。那就有劳了。在下和夫人这就去收拾东西，段公子自便。一条不长眼的狗而已，有人代劳，何乐而不为呀？看着2人离开的身影，段云峥突然有一种宋长廷就是在等着他那句话的感觉。哼，不愧是夫妻呀，一样的说话气人，一样的不肯吃亏。因为有段云峥在，一行人很顺利的出了城，别说盘查了，连问都没多问一句。权势真好啊！有权有势，谁都可以横着走；无权无势，那就只有被欺负的份儿。夫人放心，为夫一定好好努力，让夫人以后也这般横着走。那就先谢谢夫君了，我等着夫君权掌天下，然后当螃蟹。好。哎呦，我开玩笑的，你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尽力就好。比起权掌天下，我更希望我们一家人平安幸福，和你白头偕老。宋长廷想要报仇，权势肯定是要的，但是他不希望他为了权势不择手段，更不希望他有一天被权势迷了眼。不会有那么一天的。那你要说到做到。都听夫人的。宋长廷温言浅笑，低头在他的朱唇上轻轻啄了一下，觉得不满足，又再次低头，干脆含住他的唇，轻轻的吮吸。也不知是不是这段时间习惯了，陆晚潇本来想推开他的，却下意识抬手环上了他的脖颈。得到回应，宋长廷不再满足于浅尝而止，抬手用手扣住他的后脑勺。陆晚潇见他大有继续深吻的架势，伸手推开了他。哎呀，别闹，在马车上呢，外面还有那么多的人。为夫有分寸。宋长廷宠溺的笑笑，把他重新揽进怀里。要我的头发和血？别误会啊，我没有恶意。要你的头发和血液，只是去验证一些事情，并不是拿去做其他的事情。什么事儿啊？这个结果出来之前，暂时还不方便说。不过你不要担心，我真的没有恶意。我以段家家主的名义起誓，绝对不会用你的头发和血液去做一些对你不利的事情。当然了，我知道你不喜欢吃亏，所以无论事情的结果如何，这头发和血不会让你白出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10万两算是一些补偿。我去，陆晚潇本来还有些犹豫的，但是他砸钱呢，出手就10万两银票，这一小撮头发和几滴血就给10万两，多犹豫1秒都是对这10万两的不尊重。这多不好意思啊！陆晚潇笑眯眯的接过了银票，然后很爽快的剪了一撮头发给他。剪完头发，陆晚潇正想问血装哪儿呢？这个瓶子是千年寒玉所制，能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血液的新鲜。划破手指，滴了几滴血在千年寒玉瓶里。为了那10万两拿得安心，陆晚潇还特意多滴了2滴。这个是玉制的金疮药。多谢。喂，你们要是真的缺钱，可以和我说呀。我这些年存了不少呢，可以先借你们用一用。我不缺钱啊，干嘛这么问？
不缺钱，不缺钱，你10万两就卖了自己的头发和血啊！兄弟，那是10万两，10万两不是10文。从你那里买人头不也是10万两吗？那怎么能一样呢？我杀的那些都不是什么好人，死了也不亏啊。况且你不知道头发和血可以，你就不怕？安啦，不会有事的。先不说段云峥的人品如何，就说段家作为东燕的顶级权贵，他们若真的想对我做点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反抗的能力。想做什么大可以光明正大的来，根本犯不着用一些歪门邪道的办法。再说了，我身上也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图的，所以不要想太多，不会有事的。看来你对段云峥和段家都挺了解的呀，还以为你只是见钱眼开呢。这话陆晚潇就不爱听了。什么叫见钱眼开呀？他是喜欢钱，但是什么钱能拿，什么钱不能拿，他心里还是有数的，懒得理他。长亭在家吗？你找长亭啊？他不在吗？李正叔来了，快进来坐。这是陶溪村的李正，姓孙。你们先聊，我去厨房给你们倒杯水。之前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时候，觉得家里太荒凉了，说是不利于我养病，便给带了一些花草来。闲来无事多浇了几次水，没想到长得这么好。对了，李正叔，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吗？我听乡亲们说，今天你们回来的时候跟了许多外人，然后去了一趟山上之后就又离开了。李正叔不用担心，他们不是坏人，不会有危险的，他们只是来。宋长亭挑着能说的，把今天的事情简单的跟他说了一下。这样啊，我还以为是来干嘛的呢，吓得我丢下地里的活，赶紧过来看看。李正叔不必担心，不会有事的，他们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来了。那就好，那就好。长亭啊，听说你最近在看大夫，你这个脚，大夫怎么说呀？大夫说坚持治疗的话，好起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那你可得要听大夫的啊，该吃药就吃药，该去看就去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呀，尽管来找叔啊。多谢李正叔，我会的。那叔走了啊。过几天就是七夕了，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啊？到时候就知道了。干嘛？你那是什么眼神？当然给你们3个人明天出去花呀，还能干嘛？不用，小爷我有的是钱。我也有钱。那个苍梧啊，要是你被青州胁迫了，你就眨眨眼。没有，真不需要。他是老被青州揍没错，不过最近他的武功进步也很快呀。那你就拿着给长启买东西。那也不用，长启个小屁孩能花多少钱啊？这俩帮手收的真划算呐，办事能力强，又听话，不要钱，还时不时的倒贴，哼，划算，真是太划算了。夫君。怎么了？无事，就是觉得欢喜。为夫也很欢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都很欢喜。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宋长亭，你变坏了。分明是夫人主动勾引我的。夫君，我们现在去哪里啊？去鹊桥镇，那里的七夕很热闹。那我们快走吧。好。盈盈碧水相环，楼阁隔河相望。想不到夫人还会作诗。夫人这诗若是传出去，也不知道要让多少所谓的才子羞愧脸红了。不过当初上学的时候背了几本古诗词罢了，哪里就能跟那些大才子比啦？你这话也不怕传出去被人笑话？怎么会呢？夫人就是有才啊！放眼整个东燕，能跟夫人比的人屈指可数，所以
夫人不要妄自菲薄。你那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也就你觉得我是块宝。夫人就是为夫的宝，也只能是为夫的宝。油嘴滑舌，宋长亭，你说你，明明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朵清冷禁欲的高岭之花，怎么才几个月就……哎，因为有夫人了呀，世间繁华万千，有夫人一人足矣。他都有他了，还做什么高岭之花？把人吓跑了怎么办呢？油嘴滑舌，这怎么会是油嘴滑舌呢？这分明是甜言蜜语，只对夫人一人说的甜言蜜语。长亭，你说我们今天能看到鹊桥吗？不看那鹊桥，我们也会白头偕老的。夫人想看鹊桥吗？他难得有喜欢的东西，他若真想看，他就想想办法让他明年如愿。也不是多想，只是好奇那真实的鹊桥是什么样子。夫人许了什么愿？不告诉你，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不会，不管夫人许了什么愿，为夫一定会让夫人愿望成真的。真的吗？别开眼，不敢跟他对视，生怕一不小心就溺在他眼中那无尽的温柔里。陆晚潇不想说自己方才许了什么愿，但是宋长亭一副他不说就不罢休的模样，又只好告诉他：愿与君相识，梦魂与君同；愿与君相知，一生不相负；愿与君相守，白首不相离；愿与卿相识，恩爱不相疑；愿与卿相知，一世共繁华；愿与卿相守，生生世世永不分离。潇潇，生生世世我们都要在一起。好，那夫君可要生生世世都要记得来找我。一定，这里我做了印记，不会弄丢夫人的。那你要说到做到。必须的。也不知是不是宋长亭长得太好看了，两人所过之处，那些小姑娘小媳妇儿总是有意无意地往他们身上看，招蜂引蝶。冤枉啊，夫人，为夫可是什么都没做。我说的是你那张脸。那有什么办法呢？况且为夫这张脸，夫人看着不欢喜吗？虽然他没说过，但是他知道他很喜欢，甚至是满意他这张脸。有时他都在想，要是自己没长这么一张脸，他当初是不是就真的走了？欢喜，当然欢喜。陆晚潇笑容明媚，差点就晃了宋长亭的眼。往后余生，他定要倾尽全力去守护着笑颜，哪怕负尽天下人。看那里，快戴上。可以了吗？面具遮住上半张脸，刚好露出他微薄性感的唇，狭长的狐狸眼带着几分魅惑和神秘，再配上他完美的下颌线，真是比不戴还惹眼呢。要不你还是别戴了吧。别呀，夫人，这面具您相公戴着多好看呢。我看这整条街啊，就他一个最好看了。夫人，这面具是一对儿，您和您相公一人一个刚刚好。哎呀，这面具简直就是为夫人和公子特地准备的呀！就这条街上再也找不出比您二位戴着更好看的人了。好看，不用找了。多谢公子，多谢夫人。夫人公子真是人美心善呢。公子和夫人的感情真好，祝公子夫人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走吧，我的小狐狸。夫人放心，为夫这张脸不只是这张脸，为夫全身上下里里外外都只属于夫人。我说段公子啊，这太阳都偏西了，那俩人今天估计是不会回来了。您二位还是先回吧，我们一会儿还得割草喂马、挑水捡柴呢。言下之意就是您二位在这耽误事儿了，赶紧走吧。没事，我们再等半个时辰，他们若是还不回来，我们自然会走。这段云峥堂堂的段家家主，怎么脸皮这么厚呢？他都开口赶人了，还不走？再等下去，一会儿该做晚饭了。我很好奇啊，你是怎么认识宋长亭和陆晚潇的？又是因为什么甘愿留在他们身边的？老子乐意。怎么，段公子最近去过海边？青州一开口就老阴阳怪气了，还火药味十足。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段云峥和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呢。其实他只是单纯的不喜欢段云峥，就像当初不喜欢苍梧一样，不凑到他面前来，井水不犯河水，凑到他面前来，那就别指望他能有什么好态度，不动手已经是极限。去海边？什么意思啊？喝海边的水管得宽呢？我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啊？还是说我们段家有人得罪过你？没有，他只是不喜欢他，又刚好想对人。长启不舍得对，陆晚潇、宋长廷不能对，苍梧已经对他的毒舌免疫，段云峥自己送上门，不对白不对，反正他又不会，也不能把他怎么样。那你为何一开口就没一句好话，还火药味十足的？而且我刚刚只是好奇一下罢了，并没有想要管这管那的意思。哼，好奇心害死猫，段公子还是少好奇的好。陆晚潇见没有好戏看了，拉着宋长廷出了空间。第一次翻墙回家，没什么经验，速度没掌握好。哥哥嫂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这2天有没有乖乖的？有，我每天都有看书写字的，也有好好吃饭练武。就是苍梧哥哥做的饭比青州哥哥做的还不好吃，他还喜欢做，这几天都没有吃好。其实以前他什么都可以吃的，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很满足。但是这段时间家里的瓜果蔬菜都特别的香，特别的好吃，嫂子又每天都变着花样给他们做好吃的，嘴巴都养刁了。没事儿，等会儿嫂子给你做好吃的，先去玩吧，哥哥嫂子招待一下客人。谢谢嫂子。这儿需要我吗？不需要，带着长启去造吧。走啊，站在这干什么呀？老子都不需要，还能需要你啊？段公子又见面了，段粗，段公子。按照辈分，你应该唤我一声小舅舅。按照辈分，你应该唤我一声小舅舅。小舅舅？这根发簪是你娘，也就是我二姐接机的时候，母亲给她挽发用的。这把匕首是大哥送给她的吉机礼。我娘的遗物？你的意思是山洞里那具白骨是我娘？那具白骨我带回家验过，确实是我们段家之血脉。根据簪子、匕首以及身高，可以断定她就是我二姐，而你是和二姐有血亲关系的。那另外那具男尸呢？是我爹吗？不是，你爹还活着。我爹还活着？那怎么？陆晚潇想问，既然他爹还活着，为什么没有跟他娘亲在一起，也不来找找他这个女儿？段家人不知道自己的娘亲怀孕了，他自己干的事情还不知道吗？此事说来话长。沉吟了片刻，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当年的恩恩怨怨娓娓道来。后面的事情你们也知道了。那山洞里那具男尸骨是谁啊？他为何会和娘亲一起死在那个山洞？暂时不知那位是何人，也不知他为何会和二姐一起死在山洞里。时间太久了，一时半会儿查不到什么消息，等查到消息了再告诉你。对了，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是怎么验亲的吗？滴血认亲？滴骨认亲？还是烧发认亲？自然不会这么简单。你刚刚说的那些滴血认亲、滴骨认亲、什么烧发认亲什么的，都并不准确，很容易混淆血脉。段家有自己密不外传的验亲方法的。密不外传的验亲方法？哎，那个可以详细展开说说吗？这个具体是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啊。这个锦堂确实不知道，也不能轻易的对外说。不过你若真有兴趣，等过些日子去了京城，我可以帮你问一问族中长老看看。那就先谢谢小舅舅了。哎，对了，这位叫锦堂的是？能被段云峥亲自带着，肯定是段家的嫡系子孙，就是不知道是他的表哥还是表弟。段锦堂，你二舅舅家的嫡长子，小你1岁，听闻自己还有一个表姐，非要跟我来的。景堂见过表姐、表姐夫。表弟好。原来是他那个传说中礼乐射御书数样样精通，15岁就高中状元，连皇帝都欣赏不已的二舅舅的嫡子。对了，那个小舅舅，你们这次来除了告诉我是你们段家的血脉之外，
还有别的事吗？接你回京。必须现在就去吗？不是，可以等你收拾准备2天。陆晚潇无语，他说的现在是那个现在的意思吗？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还不如不说呢。表姐，祖母这些年身体一直不太好，先前得知姑姑已经不在人世，更是急火攻心，要不是小叔说你还在，可能就直接倒下了。表姐，祖母很想你和姑姑，我们来之前，她老人家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把你接回去。是接，不是带，足以见段家老夫人对她这个素未谋面的外孙女的重视和尊重了。好吧，我随你们回去，不过得等我们收拾准备一下。太好了，祖母看到你回去，一定会很开心的。你们只需要收拾一些随身的东西，以及2套路上换洗的衣服即可，其余的什么也不用带。等到了京城，都会给你们安排好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现在还不方便让外面的人知道你的腿已经痊愈的事情。还有，你弟弟宋长己也一起带着走吧。京城里有不少好的私塾，或者到时候让二哥看看他学业的情况。可以的话，把他安排到二哥所在的丹阳书院也行。那就多谢小舅舅了。不用客气，也不是特意为你的。宋长廷无所谓的笑笑，他知道这一切是沾了自家夫人的光，但那又如何？沾媳妇儿的光，他光荣，他高兴，别人想沾还不一定有的。你们收拾一下，2日后我再来接你们。不用这么麻烦，2日后派人去碧人溪接我们即可。现在进京不在他的计划内，有很多事情需要跟子毅交代一下。也行，既如此，2日后我让人去碧云溪接你们。要不吃了饭再走吧？好啊好啊，表姐，我刚刚听长启弟弟说你做饭特别好吃是吧？那今日我与小叔有口福了。长启弟弟，他和宋长启什么时候这么熟了？说过一句话没？这自来熟的劲儿，跟宋长廷比，简直有过之无不及。明明刚刚才确认了亲戚关系，叫起人来却是一个比一个顺口的。你这个样子，好像段家请不起好的厨子一样。你们坐，我去做饭。那就辛苦表姐了。不要抱太大希望，我做饭的手艺一般。至于长启，就算我端盘生的菜给他，他也会觉得好吃。我去给悄悄帮忙，二位自便。说罢，不等段云峥和段锦堂有何表示，就提步出了凉棚，追上陆晚潇，接过他手中的篮子，然后2人并肩去了后院，动作娴熟，自然而然，一看就夫妻感情极好。那为什么会有夫妻不睦的流言，还传得那样的不堪呢？看来是该让他们回去重新训练了。什么训练？小叔，你在说什么呀？没什么，宋长廷都去帮忙了，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我不会做饭的。打些下手也不会吗？就摘个菜洗个菜，学一下会有多难吗？这里又不是段家，要当大少爷，等回去了之后你再当。再说了，那可是你表姐表姐夫，你好意思在这等着吃吗？这就是潇潇吧？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盼来了。见过表小姐。这是大伯母。潇潇见过大舅母。好孩子，快起来。这是我娘亲。见过二舅母。这是我妹妹段锦云。这是堂妹段锦书。见过表小姐。老夫人，表小姐来了。媳妇儿见过母亲。儿子见过母亲。孙儿见过祖母。孙儿见过祖母。好孩子，外祖母终于把你盼来了。潇潇见过外祖母。好孩子，快起来快起来，在外祖母面前不用这么拘谨，也不用讲这些繁文缛节。多谢外祖母。表小姐请用茶。陆晚潇接过茶，习惯性的说了句谢谢。看着礼数周到、不卑不亢的外孙女，段老夫人欣慰又心疼。陆晚潇是他们段家的表小姐，本应该从小锦衣玉食、金尊玉贵、奴仆成群的生活，却因为女儿的倔强和任性，让她在乡野生活了这么多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不然又怎么会到
当簪子过日子的地步呢。若不是那当铺刚好是他们段家的，他们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如果他们一直没找到他，他就要一辈子在锦河县那个小地方过苦日子了。好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苦的，外祖母。陆晚潇环顾了堂内一圈，没有看到长启和青州。不用担心，长启他们在外面，我已经安排人招呼他们了。长启是跟潇潇一起来的人吗？回祖母，长启是表姐的小叔子。小叔子，潇潇都已经成亲了。是的，外祖母，我已经成婚3年了。至于这发饰，在路上不方便，就随便挽了个。这样啊，不知是不是陆晚潇的错觉，他觉得段老夫人刚才说话的语气里有些惋惜和心疼，好像是他成亲成早了一样。那你夫君呢？坐在小舅舅旁边的就是。晚辈宋长亭，见过段老夫人。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清俊儒雅，气度从容。他看陆晚潇的眼神，一看就是把人放在心尖尖上的。快坐下，坐下。多谢段老夫人。既是潇潇的夫君，应该和潇潇一起换外祖母才是，叫段老夫人多生分。是，外祖母。好好好，既是潇潇的小叔子，还不赶紧去把人请进来？把人晾在外面像话吗？怠慢了人家怎么办？平日里学的礼节都去哪儿了？好了，母亲，您就别再说锦堂了。长启那孩子认生，不太习惯这样的场合，在外面还自在一些。母亲放心，儿子已经安排人在旁边伺候了，不会怠慢的。你还好意思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和为娘说？我这不是想着等潇潇到了再和您说的吗？再说了，当时不是您催着儿子赶紧去接潇潇的吗？说有什么事情等把人先接回来再说。你这意思还是母亲的错了？怎么会呢？都是儿子的错，以后儿子会注意的。还有以后？是，儿子说错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祖母，我听下人说小叔回来了，表姐接回来了吗？冒冒失失的成何体统，也不怕吓到你表姐。哎呀，祖母，我这不是想快点见到表姐吗？这是你大舅家的第2个儿子，小你3岁，今年14，是个泼猴。见过表姐。表弟好。表姐果然和我想象中的长得一样好看。不得贫嘴，快去见过你表姐夫。啊，表姐就嫁人了？你就是我表姐的夫君？正是在下。长得倒是不错，勉强配得上我表姐，就是不知学问。没大没小的啊，快叫人。见过表姐夫。这才像个样子，就你那个狗看了都摇头的文章，还好意思问你表姐夫学问怎么样？你表姐夫可是在江陵府都小有名气的才子啊。表姐，你既然来了，以后就是我们段家的人了，以后我罩着你，谁要敢欺负你，不管他谁，小爷我定把他打得满地找牙。不是，打得连他爹娘都看把你能的，这地上是不是已经容不下你了？爹。母亲。这是你大舅。潇潇见过大舅舅。好，回来就好。没多一会儿，段家受邀去丹阳书院讲学的段老太爷，也就是现在的镇国公，和在丹阳书院教书的段云姐，以及在丹阳书院上学的段几年都回来了。潇潇啊，段家就是你的家，这回家了就怎么舒服怎么来，不要拘谨，知道吗？现在段府的事务是我与你二舅母一同在打理，你要是缺什么短什么就跟我们说啊，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了，多谢大舅母。奴婢见过大夫人，见过表小姐、表姑爷。起来吧，以后表小姐和表姑爷就是你们的主子，你们务必要精心伺候，万事以主子为先，不得有半分怠慢，记住了吗？记住了，大夫人。谁若敢阳奉阴违，
直接打板子发卖了出去。奴婢明白。这瑶光阁里的下人呐，除了这几个年轻机灵的是前几日舅母挑了送过来的以外，其他的都是以前伺候母亲的老人。你先用着，若用得顺手就留着，若是用得不顺手就与舅母说，舅母再给你重新挑几个。有劳大舅母费心了，大舅母挑的一定是极好的。这话陆晚潇没有半分恭维的意思。段家家风好，几个兄弟各司其职，相互扶持，没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两个舅母也是品性极好、知书达理的人。段老夫人既然把给他选下人的任务给了杜氏，她自然是要精心挑选，各方面能力都不错的，才会安排过来的。舅母知道你懂事，但是如果用得不顺手，一定要跟舅母说。我会的，舅母。好了，时辰不早了，今天赶了一天的路，想必你们也累了，收拾一下，早点休息。舅母啊，明天再过来，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缺的短的。有劳舅母，舅母也早些回去休息。有什么需要就叫下人。好。对了，小小，你的小叔子还有和他一起的那个公子，安排在了锦堂旁边的院子。多谢舅母。长启已经8岁，东燕男女7岁不同席，住一个院子就更加不能了。奴婢红英见过表小姐、表姑爷。这是什么？这是瑶光阁所有下人的卖身契。红英说这话特意扬高了声音，让周围的下人能听到。卖身契，这是谁的意思啊？回表小姐，是大夫人让奴婢送来的。大夫人说，这瑶光阁以后是表小姐您的，里面的一切应当您说了算，包括瑶光阁的所有下人。如此，替我谢谢大舅母。大舅母杜氏把瑶光阁所有下人的卖身契给他，什么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一来是对他的看重，二来是为了让那些下人清楚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从他踏入段家大门的那一刻起，段家所有的人就已经把他当做了家人。那这些人呢？这是张娘子和吴娘子，府里的绣娘，来给表小姐和表姑爷量尺寸。奴婢见过表小姐、表姑爷。有劳两位娘子了，两位先一边等一会儿吧。是表小姐。那他们呢？他们是奉老夫人、大夫人、二夫人以及几位少爷小姐的命，来给表小姐和表姑爷送礼的。表小姐，这是老夫人送您的如意手镯，这如意手镯是先太后赐给老夫人，整个东燕仅此一对，老夫人平日里都舍不得戴。还有这东珠，也是御赐之物，老夫人说给您以后搭首饰。表小姐，这是大夫人送你的红宝石头面，是大夫人当年的陪嫁。表小姐，这是二夫人送您的宝剑，这把宝剑跟着二夫人的父亲李大将军上过战场，曾经斩下多个敌军将领的首级。表小姐，这是大少爷送给您和表姑爷的暖玉和文房四宝。表小姐，这是……下人依次介绍段家的主子送来的礼物，东西太多，具体都有些啥，陆晚潇也记不住。到段家的第2天，收礼收到手软。哎呀，这感觉真是酸爽啊！为了陆晚潇日后能大大方方的以段家人的身份在京城行走，段家决定为他办一场赏花宴，邀请京城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家来参加，让他们认识一下他。段家的外孙女，那不是皇后娘娘嫡出的灵犀公主吗？这些年一直金尊玉贵的养在皇宫呢，什么时候流落在外了？那除了灵犀公主，段家哪里还有什么外孙女啊？我想起来了，段家除了皇宫里的皇后娘娘外，好像还有一个女儿，不过失踪快20年了。当年段家二小姐是跟陈家公子私奔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陈家公子自己回来了，他却不知所踪。陈家公子？哪个陈家呀？还有哪个陈家？当然是被陛下削了爵，并且一辈子不能踏出京城半步的那个陈家呀。原来是那个陈家呀，难怪会忽悠段家姑娘私奔，真是下作。确实下作，不过这私奔到一半又自己回来，是能哪般？还能怎么回事？当然吃不了苦，丢下人家姑娘自己跑回来了呗。毕竟在外面事事都要自己动手，在家张张口就行。有道理啊，不过这也太不男人了。
一个靠女人过日子的人家，谈什么男人呐？不过陈家的女儿也真是，这陈家这么失败啊？陈家人靠女人上位，女儿没有用处了，或者会连累他们，就立马抛弃，自然被人不齿。那不是已经过去好多年了吗？那也不耽误他们继续用女儿换取利益。陈家根基浅，当年被没收了明面上的所有财产，要不是宫里的陈妃帮衬，光靠他们暗处那点产业，哪里能让他们继续过锦衣玉食的生活？不过陈妃始终只是一个妃子，要不是有个儿子，皇帝怕是早就忘了她是谁了。不得圣宠，能帮的自然也就有限。陈家想要继续过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自然就只能另想办法。所以就重操旧业，继续利用女儿。陈家这几年出嫁的女儿，基本嫁的都是商户，且大多数都是去给年岁稍大的商人做妾的。所以这是明码标价的卖女儿。陈家也就这点本事了，并且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划算的。冒冒失失的，犯错被你爹罚了。怎么会呢？我只是听说今天表姐亲自下厨给祖父祖母做饭，想过来沾沾光。只是这样？真的，祖父你不知道，表姐做的饭可好吃了，咱们家的厨子跟表姐比起来，那真是差太多了。祖父你尝尝，要是没有我们家厨子做的好吃，我就在书院待满整整3个月再出来。段锦堂虽然从文，但是那不喜欢待在学校的劲儿，比起段锦训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半个月不设法出一次学院，都跟要了他命似的。3个月不出来呀，那真的能要了他的命了。真的有这么好吃吗？确实好吃啊！快来快来，夫人也快尝尝，真的比府里的厨子做的还好吃啊！陆晚潇看着动筷子越来越快的3人，外祖父、外祖母慢些吃，你们若是喜欢，我晚膳的时候再做就是。这种粗活，怎么能老让你做呢？你是段家的主子，这些事情让下人做就好。你外祖母说的是，你就告诉府里的厨子怎么做的就行了，不必亲自动手。哪里有这么金贵了？偶尔给外祖父、外祖母做一顿饭，不碍事的。你是段家的表小姐，当然金贵。对啊，表姐，我们段家的女儿可是顶个的金贵，你以后可不许再说自己不金贵的话了。下人来报，说是门口有人找他。找我的？潇潇在京城也有认识的人吗？并无。回老夫人，听来传话的人说，那人似是陈家人。陈家人？哼，打一顿扔出去。告诉门房，下次再随便放这些阿猫阿狗进来，下半年的月银就不要了。回老夫人，人还在门外呢，门房没敢放进来。那就打一顿，扔远一点。下次陈家人再来，不管是谁，来到门口就直接打，留一条命即可。要不是现在朝堂局势不稳，打死人会连累宫中的皇后和太子，他都想直接让人把那姓陈的给打死。是，等一下。怎么了，小小？外祖母，既然找上门来了，我还是去看看吧。又不是什么好东西，有什么好看的？小小放心，这事外祖母会处理的，你不用理会。你先回瑶光阁休息吧，或者让景堂带你和长亭出去外面转转也行。对啊，表姐，你要是无聊，我带你去和表姐夫出去转转。那姓陈的有什么好看的？让门房打发了便是。去街上逛逛，熟悉熟悉京城，有喜欢的东西就买，要是不够就先记着，让店家到府上来取，千万别省着啊！放心，外祖母有钱，够你随便花。什么是用最平淡的语气说最豪横的话？这就是了。不用，外祖母，我有钱。而且我今天也不打算出去。之前小舅舅去陶溪村带母亲尸骨回来的时候，给了我10万两，还有我自己也挣了一些。你小舅舅给的是他给的，这是外祖母给你的零花，拿着听话。哎呀，你这孩子，给你呀，你就拿着，不然你外祖母可就得生气了啊！段老太爷帮腔，段老夫人一副他不拿就不依的模样。陆晚潇只好道了谢，把钱收了起来。这才对嘛。去吧，叫几个吃了饭的人去，以后这种事不必来报。吃了饭打人才有力气呢。丫鬟懂。是老夫人。外祖母，还是我去看看吧。他今天来没见到我，日后定会再来，说不定还会在大街上堵我，那才是没完没了，惹人心烦呢。他要胆敢在大街上堵你，我叫人打断他的狗腿。别怕，
我回头叫你小舅舅给你挑2个得力的护卫，以后出门带上他们。多谢外祖母，不过护卫还是先不用了。青州身手很好，有他一个就够了，多了就太招摇了，我也不习惯。那行吧。外祖母，我想去看看那个人，我觉得有些话还是说清楚的比较好。说完，见他似乎不太高兴，又道：你放心，我有分寸，不会有事的，我不会把他当父亲的，我也不需要父亲，只是想单纯的去看看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段老夫人见他是真的想去，叹了口气：那你去吧，多带几个人，别走远，就在段府门口说。陈家人不要脸，潇潇又不要他安排的护卫，让他去看看陈策长什么样，认识一下，这样他自己就可以防着一些。好，那外祖父外祖母，我就先出去了，等晚膳的时候再来陪你们用膳。陆晚霄出了福寿阁，毫不意外地看见了宋长廷。潇潇，你知道陈策来了？我猜你肯定要去见他，就来这里等你了。陈策是个小人，没有担当，没有良心，还不要脸，谁知道他会不会做些什么过分举动，说些什么过分的话。虽然知道他一定不会让自己吃亏，段家门口也有护卫，但是还是自己排着要放心些。长启呢？怕长启突然换了环境，又不能像从前一样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不习惯。宋长廷今天早上特意去陪他，顺便检查他的课业。青州带着他出去了，说是要带长启好好看看京城的繁华，长长见识。苍梧被宋长廷留在锦和县保护父子义，自从来了京城，青州就成了长启的私人保镖，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着长启。青州知道长启之前有不好的经历，怕他换了地方会害怕，这2天连睡觉都睡在他房间的外间。对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让他去学校上学啊？等赏花宴过后吧，这几天让青州带着他到处转转玩玩，适应一下京城的环境，放松一下。等赏花宴过后，送他去参加丹阳书院的考核。表小姐，表姑爷，好了，都停下吧。真死在段家门口，麻烦不说还晦气呢。是小姐，小姐。你是陆晚霄知道他想问什么，嗤笑一声，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还能起来吗？被先是自己的女儿看到自己挨打，现在又被他这样居高临下的看着，陈策感觉欺辱又难堪，试图闭眼转面来逃避。陆晚霄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自然把他一切动作和表情尽收眼里，心中止不住冷笑。哼，感情他来之前没想过自己会被打呀，这脑袋是被猪圈门夹了多少回才会这样的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是说他觉得他会把他当成父亲，跟没见过爹似的，他一招手他就奔向他的怀抱呢？我说这位叫爹肯定不可能，直呼其名吧，似乎不太好，称呼他先生吧，切，又不配。思来想去，陆晚霄还是觉得什么都不叫的好。你不是来找我吗？有事的话就起来说，没事的话就回去吧。人你也见到了，以后就别再来了。段家不欢迎你，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牵扯。别走，我福伯，你过来一下。表小姐有何吩咐？这附近有适合坐下来谈话的地方吗？就那种人少一点的茶馆或者酒馆之类的。既然已经出来见他了，就一次性把话说清楚呗，省得他以后还来。他可不想在陈策这种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浪费时间，他要做的事情多着呢。回表小姐，距离咱们段府走路约么1刻钟的云山街有一条巷子，里面有条巷子，那里有几间小酒馆和小茶馆，就是环境差一些。长安街咱们段家也有酒楼和茶馆，要不老奴安排马车送您去那儿吧？不必，
就云山街那里找个人给我带路。带陈策这种人去段家的酒楼茶馆，切，他配吗？再说了，就他们陈家人的名声和德行，去了万一影响了以后的生意怎么办呀？是，表小姐稍等，老奴给您安排轿子。不必，我走路过去即可。啊，那好吧，小五，你带表小姐和表姑爷去云山街那儿的醉巷。是，表小姐、表姑爷，请随小的来。叫2个人把他送去医馆处理一下伤口，顺便清理清理他那张脸，然后把他给我送过去。表小姐，人给您带过来了。辛苦你们了，坐吧。怎么，喜欢站着？我不喜欢仰着头跟别人说话。你要是想谈就坐下来，不想谈就出门左拐。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要说吗？这是你的夫君吗？你来就是为了问这个？陈策语塞，看着陆晚潇眼中毫不掩饰的不耐和厌恶，心中一阵阵酸涩和难过。我只是想来看看你。是吗？哼，那刚刚在段府门口不是已经看到了吗？还来这里做什么呢？别绕弯子了，我这个人耐心不好，有话就直说，没话就麻溜的消失，以后也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陆晚潇说完，端起茶喝了几口，心中的暴躁总算是压下了2分。说实话，他真的是烦透了陈策这样的人，也不知他娘亲当初到底是看上他哪儿。我真的只是来看看你。见到他之前，他确实还有别的想法，但现在真的没有了。他的眼神和行动告诉他，他能出来见他，坐在这儿跟他说话，已是他最大的忍耐。那人看到了，你可以走了。原以为陈策会找其他理由继续待着不走的，没想到他听到他的话，微不可察的了一声之后，真的站起来要走。这倒是让陆晚潇有些意外。既然你已经没有话要说，那该我说了。陈策闻言重新坐了下去。虽然从血缘关系上来讲，我确实是你的女儿，但是也仅仅如此。我不会把你当父亲，我也不需要父亲。在来京城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你这样一个人的存在。今天来见你，只不过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顺便把话说清楚。你和我娘的那些恩恩怨怨，我不感兴趣。且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我娘也早已不在人世，再提起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不管你现在是后悔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都和我无关。我也不需要你的关心和弥补。我不喜欢你，不喜欢陈家，不想和你们扯上任何关系。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更不要再来找我。哼，还有，你们陈家是什么德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所以也请你回去告诉你们陈家那些心里打着小算盘的人，最好把那些见不得人的小心思收起来。如若不然，我不保证会不会做出些什么事情来。也不要试图用什么陈家的血脉就该认祖归宗啊，什么孝字大于天呐，你是我血缘关系上的爹，我就该听你的这一套来绑架我。告诉你，我不吃这套。告诉你，我不吃这套。反倒是你们陈家，若真想这么做，那么在这么做之前，先想想自己能不能承受得起后果。如果陈家真敢这样做，他敢保证段家一定会灭了陈家的。陆晚潇字字诛心，陈策的心疼像是钝刀一样在慢慢的割着，但他说的都是事实。我知道了。还有你的妻儿，也请你管好他们，不要打着任何理由和借口凑到我面前来。我脾气不好，要是惹恼了我，我不敢保证他们能完整的回去。陆晚潇说完，从衣袖里拿出了一把匕首。陈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见状，陆晚潇嗤笑一声：“哼，你放心，我虽然不喜欢你，但是还不至于要杀你。”说完，在陈策不解的目光中，用手指挑起了一缕秀发，匕首轻轻一划，掌心就多了一撮青丝。小萧，陆晚潇的动作太快，宋长廷发现他的意图，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看着躺在他手心的青丝，知晓他的意图，心疼不已。
陈家全部人加起来都不及他夫人一根头发丝儿珍贵。陈策算什么东西啊？哪知道他的夫人跟他割发断亲呢？他但凡懂事一点就不该找过来，但凡还有点良心就应该主动的把断亲书送过来。这么大把年纪了，真一点事儿都不懂。宋长廷有一下没一下的摩擦着茶杯，纤长的睫语下墨眸微寒。陆晚潇知道他的意思，拍拍他的手，给了他一个安乐的笑容，然后转头看看陈策道：俗话说生而未养，断指可还。俗话说生而未养，断指可还。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百世难还。你没有生我，更没有养我，甚至我娘亲怀孕的时候你都没有照顾她，所以我今日自断青丝，就算还了你当初提供精、提供骨血的恩情，从此我们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断亲书明日我会让人送去陈府。小舅舅，舅舅出去玩了？不是，出去跟陈策说了些话。陈策，他来找你了？午膳后来的，说是来看看我。我不是说过姓陈的再来直接打出去吗？你们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二爷恕罪。舅舅误会了，他们没有放陈策进来，而是把他远远的拦在路边，还打了他一顿。是我听说他来找我，想看看他是什么样，顺便把话说清楚才出来的。起吧，这次你们做得很好，一会儿去找福伯领赏。赏罚分明，这是段云峥一向的处事风格。多谢三爷。下次要是姓陈的再来，不管是谁，只要一靠近段府，就给我往死里打，听到没？听到了，三爷。以后姓陈的再来，你们不必理会，这事儿舅舅会处理。本来还想等忙完这一阵再找陈家算账，既然他们如此迫不及待，那就先招呼一下他们吧。多谢舅舅，今天去见他真的只是想去看看他是什么样，然后顺便告诫他不要做不该做的梦，就算他死了我都不会出面的。对了，舅舅，劳烦你差人把这个拿去官府盖个章，然后给陈策送去。何必这么麻烦？他要是敢来对你摆父亲的谱，直接杀了就是。先礼后兵嘛，咱们段家可是百年世家，怎么能像他们那样不懂礼数呢？那行吧，就按你说的办。回头我让古林跑一趟。那就有劳舅舅了。在府里待得无聊的话，就得出去转一转。不认识路的话，叫锦堂或者锦叔陪同你们一起去。好的，舅舅。去查一下和陈家有姻亲的商户和现在陈家手里的生意。1个月之内，我要看到陈家所有人在街上要饭。你做的什么？陈策的腿，不是你安排人去打断的吗？陈策这些年一直好好的，昨天来见了陆晚潇一面，回去腿就摔断了。他可不信这是什么巧合。至于为什么断一条腿，那大概是陆晚潇昨天跟陈策割发断亲，他心疼陆晚潇那一小撮头发，所以让陈策断一条腿来还。舅舅想多了，长亭乃一介书生，大半夜去别人家打断别人腿这种事，就算有内心也没那能力。真能装。段云峥暗骂，他不能，青州还不能吗？以青州的身手，除了不能进宫杀皇帝，哪座府邸去不得呀？舅舅若是不信，等会儿潇潇来了可以问他，我昨晚可是一整晚都跟他在一起呢。你就继续装吧。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呢？科考入仕。你要重新参加科考？有何不可吗？我一介书生，除了读书什么都不会，不科考入仕，以后一直靠着潇潇养吗？而且潇潇想当状元夫人，她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作为她的夫君，当然要帮她实现了。好像状元是想考就能考得上一样。知道你在锦河县曾经是很有名的才子，但是科考聚集的是全国各地的有才之士，想要金榜题名不是那么容易的呀。而且据我所知，你这几年学业荒废的都差不多了吧？我知道。要不让二哥安排你去丹阳书院上学，或者介绍几个大儒你去拜访一下。宋长廷考不考得上状元倒无所谓，有段家在，只要他能上榜入仕，以后也能仕途顺利。他主要是怕陆晚潇当不了状元夫人不开心，被他爹娘知道后会埋怨他不给宋长廷安排去学院上学。还会埋怨二哥不知道指导一下宋长廷，
到时候落不了好的还是他们。不用了，书院让长启去就好了，我就不去了，舅舅不必担心。科考一事，我心里有数。后面几届科考考什么题，谁出题他都知道，就算会有变化，他也有把握。那你是打算实期在京城考，还是回江陵府？你要是在京城考的话，回头我让人安排一下。不必那么麻烦，我回江陵府考。既然你有安排，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有需要帮忙的地方，随时来找我。多谢舅舅，不过现在就有一事需要舅舅帮忙。什么？劳烦舅舅跟江陵府的知府打声招呼，好让我明年能顺利参加秋闱。在东燕，身体有重大残疾的人是不能参加科考的。他当年断腿后被确诊治愈无望，科考资格也就被取消了。就这？当然不是。怎么了？可是有什么大事？确实有件大事，我想劳烦舅舅派几个信得过的人去景和县周围找找，看看有没有哪座山里藏着金矿。金矿？你的意思是景和县附近有金矿，而且现在被人私自开采了？什么人这么大胆？私自开采矿产可是死罪呀，严重的话直接诛九族。罗明辉，之前你在陶溪村见过的苍梧，以前是跟在罗少身边做事的，很得罗少器重。所以这事儿是他告诉你的？他可不可信？你就不怕是罗少故意让他告诉你的？能信，他是罗少死后来我身边的。再说了，我也让青州去查过了，罗府确实藏有黄金，且数额不小。所以你怀疑罗明辉私自开采金矿？如果罗明辉真的开采金矿的话，那他的背后一定有人授意指使，敢打金矿的主意，那个人的身份肯定不低。罗府藏着大量黄金，罗明辉是贪官不错，但是商人行贿用的基本都是银票或者珍珠古董之类的，不可能用黄金。我让人去查过，罗明辉这几年也没有跟什么特殊人来往，除了之前因为府里丢了东西和罗少失踪而大张旗鼓的下令全城戒严搜查之外，也没做过什么特别的举动。唯一奇怪的是，每隔2个月都会有一辆马车在深夜驶入罗府，停留半个时辰左右，然后又趁夜离开。除此之外，你还查到什么了？暂时就这些。罗明辉这人我了解，他贪财，但是更惜命。如果背后无人，他断然不敢做私自开采矿产这种事来的。所以我猜测，罗明辉的背后肯定有一个身份不一般的人。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气氛好像不对的样子啊？陆晚潇看着宋长廷，又看看段云峥，总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没什么，此事先不要声张，我会派人先查一下，具体的到时候再说。那就有劳舅舅了。你和舅舅刚刚到底在说什么呀？怎么好像很神秘又很沉重的样子啊？也没说是什么，就是跟他提了一下罗明辉密室里的那些黄金。那批黄金有什么问题吗？还是罗明辉又做什么妖了？黄金没有问题，黄金背后的人有问题。黄金背后的人有问题？你知道罗明辉背后的人是谁了？还不确定，只是一个大概的猜测。是谁？不会是二皇子吧？不知怎的，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陆晚潇对这个宋长廷上辈子的老东家没啥好感，总觉得他不是啥好人。突然想起上一世秋闱过后，他以游历的名义去过江陵府，并且在那里待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你怀疑罗明辉背后的人是二皇子？我记得你之前说你在江陵府认识二皇子的吧？不会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吧？对了，还有青州，好像也是那个时间被二皇子救下的吧？夫人记性不错，不过这一世他应该是提前去过了，不然按照上一世的轨迹，他现在应该在江陵府，或者在去江陵府的路上。那上一世二皇子这趟江陵府去的还挺值啊。确实挺值。他和青州都在穷途末路时遇到二皇子，没有预谋，没有设计，真的是机缘巧合之下遇到认识的。可是就算他去过江陵府，也不能证明他就是罗明辉背后的人呐。他有这个动机，也有这个能力。他想要那把椅子，就只能想尽办法为自己筹谋，这所需要的钱光靠贪污受贿绝对不够，开采金矿就不同了。景和县山高皇帝远，那个地方朝廷一向不重视，景和县又全部在罗明辉的掌控之中，想要悄无声息的开采金矿并非难事。
有道理。这么说来，这二皇子是个大反派啊！没想到啊，宋长廷，你上辈子居然还是个反派。为了活命，也是无奈之举。夫人放心，这辈子为夫一定做一个夫人口中的正派。其实正派反派倒是无所谓，只要无愧于心，不残害牵连无辜就好。宋长廷，你上辈子不是二皇子的得力谋士吗？怎么连他这么重要的事情都不知道？二皇子生性多疑，对谁都没有全心全意的信任。他虽然倚重我，却也不是什么事都让我知道的。他那么多手下，没有一个人是知道他所有的事的，包括尽心为他谋划的母妃和外祖父。没有帝王命，先得了帝王病。皇家人的通病罢了，生在皇家，想要活命，自然要心思多一点，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那太子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太子德才兼备，贤明果决，在百姓心中口碑不错。那他是皇帝属意的继承人吗？不知，帝王心思难测，且五皇子也不差。重要的是，五皇子的身后没有段家这样的强大外家。夫人真美。你这是夸你送的书币和簪子漂亮呢，还是夸我漂亮啊？当然是夸夫人。夫人这般颜色，再好看的头发也只能是夫人的陪衬。油嘴滑舌，刚刚去长启院子里吃糖啦？长启那里可没有糖，夫人这里才有糖。大白天的，正经一点。那意思是晚上就可以不正经了吗？宋长廷，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你这张脸清冷禁欲，适合走清冷贵公子的路线，油了会破坏你的美感和气质。说完不再理会他，看了一下衣着没什么问题后，提步朝外走去。宋长廷站在那里品了一下他刚刚说的话，明白什么意思之后，无奈又宠溺的摇摇头，提步追了上去。现在什么时辰啊？约莫40过半。40过半，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当名媛也不容易啊。段家难得这么高调的举办赏花宴，并且破天荒的邀请了京中所有有头有脸的人家，这是一个难得和段家套近乎的机会，他们自然是要早早的来啊。你知道的，段家可是京城里面最香的香饽饽。确实，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几个皇子和公主也会来，这就相当于把京城里面所有的优秀的小姐公子都集中在这里了。就算不为了家族，为了自己，那些贵女也肯定要精心打扮，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来。要是万一入了贵人的眼，就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懂了，自古宴会都是大型社交场合，不，准确来说是相亲场合。我过去了，有什么事情差人来找我，那些贵女喜欢的就跟他们聊几句，不喜欢的不必理会。潇潇来了，快来舅母这里坐。潇潇见过两位舅母，见过众位夫人。这就是我们段家前些日子找回来的外孙女陆婉潇。大夫人、二夫人，皇后娘娘来了。皇后娘娘来了，众人大惊。皇后娘娘可是连前段时间段老夫人过寿都没有出宫啊。一时间，众人看向陆婉潇的眼神儿多了一些羡慕和几许意味不明。皇后娘娘来了，快，随我一起去迎接皇后娘娘。大夫人，皇后已经去了老夫人的福寿阁。皇后娘娘说，她今日来主要是想看看表小姐，就不来花园与大家一起赏花了，让您带表小姐过去，让她见见。听到丫鬟的话，站起来准备跟着杜氏一起去迎接皇后夫人的，不约而同收回了迈出去的脚步。杜氏也停下了脚步，对众人歉意的笑笑。诸位夫人先在这儿赏赏花，喝喝茶，我先失陪一下。走吧，潇潇，我带你去见皇后娘娘。臣妇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安。弟妹不必如此多礼，快请起。多谢皇后娘娘。娘娘近来可好？好。皇后娘娘，花园还有许多夫人小姐在，臣妇先过去看看，一会儿再过来。去吧，本宫今日会在段府用过午膳才回去。这就是潇潇吧？民妇见过皇后娘娘。好孩子，
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都别站着了，坐下说话吧。对了，本宫听说你已经成亲了是吧？回皇后娘娘的话，是的，父亲终身未娶，担心自己走后没人照顾，临终把我托付给了他的学生。原来如此，本宫难得出宫一趟，把他叫过来，让本宫瞧瞧吧，看看他和我们潇潇是否般配。是皇后娘娘。唉，你这孩子怎么还叫皇后娘娘呢？你娘亲是本宫的亲妹妹，按照辈分，你应该叫本宫一声姨母，都是一家人，叫皇后娘娘多生分。姨母，这才对嘛。草民宋长廷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起来吧。谢皇后娘娘。宋长廷抬头起身站好，身体微弓，眼帘微垂，恭敬有礼，身姿挺拔，不卑不亢。你就是潇潇的夫君，你就是潇潇的夫君。回皇后娘娘的话，正是草民。许是宋长廷的表现太过出乎他的意料，段皇后又盯着他看了会儿。你和潇潇都是一个村子的，家中都有些什么人？除了潇潇，还有一个弟弟。你爹娘呢？家父家母都去世了。段皇后问一句，宋长廷答一句，多一个字都不说。回答的话吧，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像极了一个不懂人情世故，脑子还有点问题的木头。陆晚潇知道他是故意的，不然以他的智商，想要揣测皇后的意思，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坐下说话吧。多谢皇后娘娘。本宫听说你是读过书的，怎么没有参加科考呢？回皇后娘娘，草民15岁时是报名参加了科考的，不过在去考试的路上受了伤，便没有考成。至于今年，因为家母去世还在校期，所以不能参加。在去参加科考的路上受伤，导致不能参加考试，这肯定多少有点猫腻。换做别人，可能就趁机表达自己的委屈和不甘了。但宋长廷没有，只说自己在去考试的路上受了伤，丝毫没提为何受伤，轻飘飘的带过。他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跟罗明辉父子之间的恩恩怨怨。来京城之前，还特意拜托段云峥帮他掩盖一下他的这段往事。他的腿好得太快了，要是被有心人知道，少不得拿出来说事儿。而且对罗明辉，他有自己的打算。表姐夫，在这里。听闻宋兄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秀才，想必文采已是极其了得呀，不如来和大家一起吟诗作对一番如何呀？这是冯御史家的公子冯茂才，有几分才气，姿势甚高，表里不一，经验极小。是啊，宋兄，过来一起玩嘛，只是简单的切磋一下，输赢都没有惩罚和奖励的。见宋长廷不说话，又一个公子哥开口帮腔，都想看宋长廷的笑话。哼，这京城牛鬼蛇神还真是多呀。用眼神询问宋长廷这人是谁。宋长廷摇头表示不知。上一世我腿脚不便，鲜少出门，除了进夺嫡博弈大局的人，其他的基本不认识。你的意思是冯茂才这种货色还参与了夺嫡？那倒不是，认识冯茂才纯属巧合，是一次在长启出去吃饭，恰好碰到了他和别人起了争执。我见他态度嚣张，就随口问了随侍的人一句：表姐夫，你们一起来嘛，就当是和大家认识了解一下。见两人迟迟不动，而水榭里的人又一副非要他们过去不可的样子，段锦堂只好过来请二人。宋长廷看了一眼亭子里的人，刚要开口，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尖细的声音：太子殿下到，二皇子到，灵溪公主到，二公主到。参见太子殿下，二皇子，灵溪公主，二公主。诸位不必多礼，谢太子殿下。想必你就是那个姑刚刚寻回的表妹了吧？您父陆晚潇见过太子殿下。不必多礼，快请起。这位是你的夫婿？是。草民宋长廷见过太子殿下。不卑不亢，没有想象中的胆怯不安。你们二人倒是甚是相配啊。
表姐你好，我叫顾芷溪。见过灵犀公主。哎呀，表姐你不用拘谨的，我母后和你娘亲是亲姐妹，我们是表姐妹，你叫我芷溪或者灵犀就好了。灵犀，我们也去看看太子哥哥他们吟诗作对吧。主人，有人觊觎你男人。有人觊觎我男人？谁呀？主人，有人觊觎你男人。有人觊觎我男人？谁呀？就是那个跟你身边那个妹纸一起来的妹纸。别说偷看宋长廷了，连眼神都没乱瞟一下。你确定没搞错？一般来说，一个女孩如果喜欢一个男子的话，还是会忍不住要去看他的。这顾芷宁这么半天都没有看宋长廷一眼，有点不太符合常规呀。当然确定啦，你刚刚在前门走没注意到，他刚刚经过你男人旁边的时候，别有深意的看了你男人一眼。以我帮前几任主人捉奸的经验来看，绝对有问题。哎呀，主人，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偷看自己喜欢的人的，那只是一般人。你的意思是，顾芷宁不是一般人？皇家都没有一般人好不好？顾芷宁被灵犀公主当众无视，都能跟没事人一样，你觉得她能是一般人吗？听完花花的话，陆晚潇又看了顾芷宁一眼，能让一群贵女心甘情愿地围着她谈笑，确实不简单。要知道，顾芷宁并不受宠，要不然也不会连个封号都没有。主人，这顾芷宁一看就是个善于伪装、心思深沉的人。主人，这顾芷宁一看就是个善于伪装、心思深沉的人，你要小心哟。小心什么？小心他真跟我抢男人，还是什么？当然是小心他跟你抢男人啊！花花一脸恨铁不成钢。你家宋长廷那张脸多招人稀罕，你不知道啊？被抢走了你可别哭啊！感谢你对我们家宋长廷的脸的认可，不过大可不必。什么叫大可不必啊？有人惦记你男人哎！淡定，男人这种东西呢，能被抢走的注定不是你的，是你的呢，那是仙女来了也抢不走的。亏你还是活了这么几百年的老怪物，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你才是老怪物，人家明明是漂亮迷人的花。是，我们花花是最漂亮迷人的花，你就别操这心了。他再觊觎宋长廷，也只能暗搓搓的自己意淫一下，再多就没有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烂桃花多了，你不糟心吗？掐桃花这种事情呢，要正主自己来效果才好，不然别人还以为我是个妒妇。宋长廷见陆晚潇垂眸，沉默了好半天，往他身边挪了一步。夫人在想什么？夫人在想什么？没什么，只是在想这桃花除了可以酿酒以外，还可以怎么吃？桃花？宋长廷听着他那漫不经心又微微有点酸的语气，瞬间明白了他是什么意思。现在是秋天，哪里还有桃花？夫人若是想吃桃花，得再等个半年左右。真桃花没有，烂桃花还是有的。夫君这副皮囊还真是招人喜欢。夫人喜欢就好。宋长廷语气宠溺。夫人放心，不会有烂桃花的。夫人若是喜欢桃花，等明年春天，为夫带你去云出寺看真的桃花。至于他说的烂桃花，掐掉踩碎就是了，不值得费神。好啊。方才诸位是在作画，还是回太子殿下的话？我们几个方才在吟诗作对，打算对完诗后再作画。那继续吧，正好也让姑欣赏一下诸位的文采。既如此，那我等就继续献丑了。不过在下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还望殿下能够应允呢。哦，什么要求啊？说来听听。不过在下想提一个小小的要求，还望殿下能够应允呢。哦，什么要求啊？说来听听。他认识冯茂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然知道他是什么人。在下听说宋公子年纪轻轻就考上了秀才，想必文采也是十分了得，所以邀请他来一起切磋切磋。这种事情还需要姑来出面吗？你跟宋公子直接说就行了。这还不是在下没这个面子吗？方才在下和陈兄还有段家的两位公子极力邀请，都没能把宋公子请进来，所以……好家伙，这人怕是个鸡婆吧？一开口就乱给宋长廷身上扣屎盆子，在顾成义面前给宋长廷上眼药。
如果可以，陆晚潇想过去把他踹水里洗洗嘴巴跟脑子。宋公子这么难请吗？草民惶恐，草民方才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既如此，那就和大家过来一起玩吧。草民遵旨。太子殿下，不如由您来出题，我们作答，您意下如何呀？顾承义又怎会不知冯茂才的小心思？不过还是顺着他的话。好啊，我看这花园里菊花甚多，不如诸位就以菊花为题材做首诗吧。他也想看看他这位被小舅舅段云峥认可的表妹夫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才能。我知道在场的座位都是文采了得之人，以菊花为题作诗对你们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那太子殿下的意思是，我想了一下，不如以一炷香的时间为准，看谁做的诗最多，诸位以为如何呀？太子殿下此提议甚好，诸位觉得如何？没有异议。没有异议。既如此，那各位就拿好纸笔，寻位置坐好，待下人把香点上，便可以开始了。是。听到顾承义的话，一干公子哥纷纷上前取了纸笔，寻位置坐好。宋长廷也上前抽了2张纸，然后寻了个距离冯茂才较远的位置坐好。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些埋头写诗的公子哥身上，悄悄地挪到了段锦堂身边。表姐，你怎么不参与？才疏学浅，不好意思献丑。说人话。说的就是人话呀。祖父叮嘱我们要时刻记得低调，不要出风头。突然的，陆晚潇觉得段家这几个孩子也挺可怜的。明明是这京城数1数2尊贵的公子哥，却不能像其他公子哥一样随心所欲，只能低调行事。明明满腹才华，却不得不故意藏拙。那你们为何把宋长廷提出来？他要是出了风头，你以为段家能避免得了？见段锦堂不说话，陆晚潇又问：还是说你们也觉得宋长廷是个草包，必输无疑？还是说你们也觉得宋长廷是个草包，必输无疑？怎么会？是冯茂才先嘴贱，暗讽段家世代簪缨，人才辈出，表小姐却嫁了个草包云云，仅需气不过就对了他2句，说表姐夫也是读过书的，而且比他有才华，然后他就想跟表姐夫比试一下，刚好你们又过来这里，就……宋长廷没招惹他吧？他没事讽刺宋长廷干嘛？真是脑子有病，还是得了狂犬？大概是嫉妒吧。嫉妒？嫉妒啥？嫉妒宋长廷娶了段家外孙女，攀上了段家？我们也没有想到冯茂才脸皮这么厚，发生那样的事还好意思来，而且来了还不安分。别气，回头啊，姐姐收拾他，给你出气。一个小人而已，理他作善，没得沾了晦气。出气，心情舒畅啊。有些人啊，天生嘴贱皮厚，不收拾不行。表姐，好了，此事我意已决，你就等着看戏吧。太子殿下，一炷香时间已到，各位公子已经比试完了。已经完了吗？姑来看看。柳公子写了5首，不错。顾承义一一拿起那些参加比试的公子哥做的诗看，大部分都是5首6首，正常水平。也不知道顾承义是不是故意的，特意把冯茂才和宋长廷放到了最后面。冯公子10首，不错不错，一共22首，不错不错，非常之不错。诗的质量如何先不说，光数量，宋长廷就把冯茂才一干人给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简直就是吊打呀！学霸就是不一样。陆晚潇啧啧2声，见宋长廷看他，给他竖了一个大拇指。表姐，表姐夫这么厉害的吗？一般般吧。这还叫还好？那要什么样才叫厉害啊？表姐这也太过谦虚了。好诗，好诗，清肌弱骨散幽趴，更将金蕊泛流霞，玉湿却老延龄药，百草催时拾起花。顾承义一开口，陆晚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感情，宋长廷是把他刚刚和他一起漫步的时候一时兴起念的那几首诗都给写上去了呀。他就说嘛，
宋长廷之前是写了一些关于菊花的诗，但是绝对没有20首这么多。不过他才念了1遍，他就全部记下了，也是够厉害的。别人过目不忘，他过耳不忘。不愧是学霸。暗暗淡淡紫，融融野野黄。桃令篱边色，罗寒宅里香。几时尽重露，时是妾残阳。愿犯金衣舞，生君白玉堂。哎呀，确实是好诗啊。顾承义才一念了2首，一直没有出声的二皇子就带头鼓起了掌，看向宋长廷的目光满是赞许。如果此时有人盯着他眼睛看的话，就会发现眸子深处有几许意味不明。二弟一向鲜少夸人，看来这宋公子的诗确实做得很不错，难得有能让二弟入眼的东西啊。不如姑做主，把宋公子的这几首诗送给你如何呀？二弟一向鲜少夸人，看来这宋公子的诗确实做得很不错，难得有能让二弟入眼的东西啊。不如姑做主，把宋公子的这几首诗送给你如何呀？多谢皇兄，不过不必了，皇兄知道的，臣弟一向对这些没有兴趣，只是觉得宋公子这诗写的确实好，称赞一句罢了。宋公子这么有才华，可要为东燕好好效力啊。二皇子妙赞，草民惶恐，不过是闲来做了几首诗罢了，算不上什么才能。言下之意就是还不足以为东燕效力。宋公子何须妄自菲薄，你的才华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本殿期待宋公子在朝堂上大展拳脚那天，皇兄也期待那天的，对吗？宋公子如此的才华出众，本宫身为东燕的太子，自是希望他能用自己的才华造福东燕百姓的。短短几句话，刀光剑影，陆晚潇看得直呼心累。这些个皇子在娘胎里就是吃藕的吧，心眼这么多。宋长启顺利地进入了丹阳书院上学。宋长启去上学的前一天，青州亲自帮他收拾了一大堆东西，吃的用的，笔墨纸砚，衣服鞋子，大包小包应有尽有。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装了一把换成小面额的银票和红版碎银子的荷包，沉甸甸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宋长启要出远门呢。就这，青州还觉得不够，还在看是不是还缺啥。那个青州啊，长启只是去城郊的丹阳书院上学，每个月都可以回来的。那怎么了？这几个月他在学院不得吃好喝好睡好啊，不然怎么能好好学习呢？再说了，这是长启第一次去学院，自然要准备齐全一些。好有道理，还显得他这个嫂子很粗糙。那个你曾经的小伙伴知道你不干杀手之后变成了一个老父亲吗？老父亲怎么了？老子愿意，他们想的还没这个机会呢。去找你的宋长廷去吧，长启这里不用你操心。宋长启去上学，分别时青州搞得要很长时间见不到长启一样，啰里吧嗦交代了一大堆，走的时候还依依不舍，简直没眼看。不过等长启的身影一消失，就又恢复了那副冷酷杀手的面孔。你应该是学川剧的吧，变脸这么快。怎么了？写的什么啊？只见上面写着小小的一行字：3日后城郊区隐逸别院一序，簪花小楷，字迹娟秀，一看就是出自女子之手。哟吼，这么快就有小桃花上门了？夫君这张脸果然招人稀罕，不过赏花宴一面就引得高门贵女不顾矜持，主动约见面。宋长廷握住他的手，身子朝他轻了轻，语气宠溺又无奈。这马车里怎么有一股酸味啊？什么酸味？这分明是羡慕的泪水。哎呀，你说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明明我长得也不差，攀上我就等于攀上了段家。昨天来了那么多公子哥，怎么就没有一个看上我呢？可能大概是自惭形秽吧。陆晚潇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宋长廷这厮的脸皮真的是越来越厚了。
好了，别惋惜了。宋长廷捏捏他的脸，叹了口气。这并不是什么美人相邀，恐怕是一场鸿门宴。这并不是什么美人相邀，恐怕是一场鸿门宴。鸿门宴？你知道这是谁送来的？这字虽然看着像是出自女子之手，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二皇子写的。指了指最后一个序字。二皇子写字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字的最后一笔喜欢拖长。你看这个序字的最后一捺，虽然有刻意收敛，但是细看还是不能看出有拖长的痕迹。也是难为二皇子了，想约宋长廷见个面，还得模仿女子的字迹来传信。哼，刚认识就要搞事情，真是让人安生一会儿都不行。那你要去吗？故人相邀，不去好像不太合适。重要的是，这个故人他们早晚也要会会。等青州回来再说。也行。这隐逸别院是哪里啊？城郊一处赏菊的地方。如何？陆晚潇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儿。你受伤了啊？怎么可能啊！就那个小喽啰，再练10年也伤不着老子。那你衣服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这个应该是刚刚杀人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杀人？你把刚刚那个人给杀了？你把刚刚那个人给杀了？敢偷袭老子，没把他大卸8块就不错了。哼，上一个偷袭老子的人坟头都长草了。不过你们放心啊，我已经知道那个人是谁派来的了。这么短的时间，不但杀了人，还查出了幕后指使，厉害呀，大哥！这还需要查？那俗话，又菜又怕死，见打不过老子，就搬出了二皇子。那也好厉害，但是我还是想说一句，他不是来偷袭你的，他只是来传信的。传信？传什么信啊？约宋长廷去赏花呗。约宋长廷去赏花？切，赏什么花啊？另有图谋还差不多。你不会是打算过去吧？本来是打算去的，但是你既然把他派来传信的人都杀了，就先不去了。你这意思是以后有机会真要过去啊？我可告诉你啊，二皇子那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离他远一点的好，不然……我知道，放心吧，此事我心里有数。二公主是一个怎样的人啊？可怜人。可怜人？此话怎讲？此事还得从他母亲江贵妃说起。宋长廷握住他不安分的手，顺势把他揽进怀里。好了，不要想这些无关的事，你也不用担心他会对为夫有什么想法，就算有，都不用为夫出手，顾成渊就会亲自掐断。谁担心了？能被别人抢走的东西都注定不是自己的。男人也一样，君若多情我便休，我洁身自好，从身到心对你忠诚，你也要一样。夫人放心，为夫定当恪守妇道。手拿开！难得夫人投怀送抱，为夫岂有拒绝之理？宋长廷轻轻含住他的耳垂，声音低沉微哑。既然夫人睡不着，那我们就来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谁投怀送抱了？你赶紧放开，我要睡觉了。一会儿再睡也不耽搁。宋长廷说着，把两人调换了一下位置，低头封住他的唇。明天还有事儿呢。为夫知道，不闹你，就亲一下。这天天气不错，刚好宋长廷的武功也突破了瓶颈，想着时间也差不多了，两人决定出去转转。哎，那个不是你那个不要脸的渣爹吗？大白天的，说点阳间话好吗？我爹在桃溪村的山上长眠呢，你要是在这里见到他了，还得了？再说了，他只是有点迂腐，哪里渣了？姓陈的那个。姓陈的？你说陈策？哎，要不然还有谁呀？纠正一下啊，陈策可不是我爹，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女关系。盖了关章的断亲书和改了凤印的断亲懿旨，断得干净的不能再干净了。是啊，差点忘了这茬。
还好断了，不然你现在啊就要被一窝乞丐给赖上了。被乞丐给赖上了？你说那里乞讨的乞丐是陈策？不信就过去看看呢。不用去，那就是陈策，这也是小舅舅的手笔。不用去，那就是陈策，这也是小舅舅的手笔。小舅舅？本来之前因为你母亲的事，段家就跟陈家结下了仇。只不过当初你母亲跟陈策私奔是他自愿，后面又一直没找到你母亲，不知他们之间具体发生了什么，段家就没有直接报复，只是暗中出手打压，也没把他们往死路上逼。本来呢，他们要是安分一点，可能还能再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奈何他们狗改不了吃屎，还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见你回来，段家把你如珠如宝的捧着，就慌忙的过来攀扯你，想通过你攀上段家。小舅舅一生气，直接出手断了他们所有的营生，还让他们仅剩那2家铺面血亏，陈家连房子都卖了，才将给填补上。现在一家人挤在外城西北角一间破屋子里，陈家没了营生，又没人敢对他们施以援手，连他们那些商户的姻亲都第一时间休了陈家女，跟他们断绝了关系。陈家那么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又没有别的出路，自然就只能出来乞讨了。陈家以前好歹也是官宦人家，虽然现在没落了，但是骨子里的清高还是在的，而且京城里也还有很多人认识他们。他们居然能拉得下脸来街上乞讨，这不是他们拉不拉得下来脸的问题，而是小舅舅想不想的问题。哎，不过去看看呢？有什么好看的？你要是想去看就去呗，又没拦着你。等我一下，马上回来。这么喜欢凑事的杀手，恐怕天下仅死一个了吧？他以前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杀手。你的意思是跟了我们之后才不正经的？他以前可是个正儿八经的杀手。你的意思是跟了我们之后才不正经的？非也非也。为夫的意思是，青州以前的生活除了练武就是杀人，没别的事可做，也不允许做。他身边的也都是跟他一样的人，没有亲人，没有牵挂，加上杀多了人了，自然就变得冷酷无情。但是自从跟了我们之后，他体验到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了关心，特别是长启每天青州哥哥长，青州哥哥短的喊他，缠着他，让他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人慢慢的就活得随性了，以前压抑在骨子深处的一些东西，自然就被释放了出来。青州和长启看着像是青州哄着长启，努力带他走出之前被拐卖的阴影，其实他们是相互救赎。没有青州，长启没那么快走出来；没有长启，青州他也不会这么快从往事中脱身，活成一个正常人。至少上一世到他死，青州都是一个没有情绪的安慰。你刚刚给陈策扔了什么？金子。金子？你特意过去就是为了给陈策扔金子？你脑子还好吧？我还以为你要过去羞辱他呢。你钱多烧得慌，给我呀，给陈策做什么？是羞辱他呀，用钱羞辱，没听说过呀？那用得着用金子羞辱吗？2铜板不行？看不起谁呢？小爷打赏一向10两黄金起步，2个铜板他不嫌磕碜，我还嫌磕碜呢。陆晚潇已经不想说话了，直接拉着宋长廷往前走。这人大抵是有点什么大病，得找机会给看看，不然呢，怕是以后家都要被他给败完了。以前呢，都是自己被陆晚潇说的不知该说什么，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他的面前无话可说呢。青州心情极好，有一种终于扳回一局的感觉。撩撩头发，提步追了上去。走了一会儿，那对夫妻都没打算理他，又只好解释：哎呀，别生气嘛，我扔给陈策的是官银，他就算拿了也不能用啊。而且你刚刚说的图谋不轨又不敢露出真面目的人，该不会是二皇子吧？聪明。也就是说刚才送信那个小孩是二傻子派来的，那他应该很清楚信是要送给你才对啊。二傻子？慢点儿。啊，有什么问题吗？这种场合不叫二傻子，难道要叫二皇子？没问题，你们继续。
按理说你也不是不好认的，可是刚才那小孩分明是冲着我来的。可能是在试探你。试探我？他那天派来给我传信的人没有回去。可是我已经处理干净了，用的你媳妇儿给的化尸水，渣都没剩，也没有被人看到啊。但也不耽误他怀疑你。我和潇潇的过去很简单，只要稍微一查，就知道我们俩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只有你，他们一时半会儿查不到。那天他派来传信的人，武功应该不低，但是却没有回去。所以他就怀疑我？那不然呢？我和潇潇又没有动手的能力。他腿好后才跟着青州习武的，练武又基本都在媳妇儿的空间，所以他会武一事除了他们一家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在外人眼中，他还是那个手不能提剑不能扛的文弱书生，自然就只能怀疑来路不明的青州了。刚刚在街上撞到你那个人也不是真正的小孩。不是真正的小孩？什么意思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应该是个会缩骨功又会易容的高手。缩骨功？易容术？想不到二傻子那样的人的身边居然还有这种人才，我都有点想去会会他了。那就去吧。真的？那人得罪过你？没有。那你为什么想要他的命啊？他的会一会可不是简单的过两招，他的剑一出鞘，那就是要见血的。这一点宋长廷不会不知道。宋长廷没有多做解释，只是淡淡道：拖到没人的地方，玩够了就杀了，做干净一点，不要被任何人查到。欧了，不是，什么叫拖到没人的地方去玩啊？我说的去会一会是去跟他单挑去砍了他，不是要去干别的事儿啊！老子可没那种爱好啊！哪种爱好？我的意思是让你把他杀了呀，难不成你还有别的想法？你，话说，你什么时候招惹傻傻子的？招惹？你觉得可能吗？这可是我第一次来京城，赏花宴之前连他面都没见过。那他是怎么阴魂不散的？谁知道呢？或许是脑子有病吧。脑子有病？我看他聪明得很，心眼又多。虽然我没和他接触过，但是二傻子那个人一看就不是好惹的。我劝你啊，还是离他远一点比较好，不然哪天你就被他算计了。哎，你可别嫌弃我啰嗦啊！我知道你聪明，心里呢也有800个孔。但是他从小就生活在那个天底下最复杂的地方，而你是生活在淳朴的山村，这不一样的。他见过很多你没见过的，而且他身边还有无数的帮手。而你身边呢，只有我和你媳妇儿。我是很强了，但是双拳难敌四手啊。虽然不清楚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但是我想说，在实力不够之前，先忍忍，君子报仇，10年不晚。说完，见宋长廷半天没说话，又问了一句：哎，你明白我意思吧？我明白，放心，我有你们，不会乱来。哎，秦州，你怎么这么讨厌二傻子呀？啊，厌恶一个人还需要理由吗？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同样的，讨厌一个人也不需要。有些人看一眼就觉得讨厌的很，比如那个二皇子。懂了，首因效应，不，应该说是刻在 DNA 里的厌恶。只是没想到青州一个杀手也会有这样的感悟。杀手不都是冷酷无情的吗？你真的是个杀手吗？老子先是个人好吗？再说了，当杀手也不是老子愿意的呀。哎，问个问题啊，你刚刚说那个谁你看着第一眼讨厌，那你有看一眼就喜欢的人吗？看第一眼就喜欢的人，常启啊。常启？对啊，我第一次看到常启，我就觉得吧，这孩子太可怜了，又招人喜欢，我就想保护他。除了常启还有别的吗？比如妹纸？妹纸？就是姑娘。老子为什么要有看一眼就喜欢的姑娘啊？哎，别操心这些了，我暂时没成亲打算，
没兴趣去认识姑娘。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上辈子是为二傻子卖命的，你会怎么样？什么？威尔，傻子卖命？你侮辱谁呢？客官，有话好好说，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先坐下。没事啊，我这个大哥喝醉了，所以有些激动。喝醉了？店小二看看他们桌上那壶茶，一脸懵逼。难道他刚刚错把酒当成茶了？可是他们三润居好像没有酒呀。我这个大哥自小身体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醉酒他醉茶，多喝2杯就醉。啊，原来是这样啊！那要不小的给您上壶白水来。麻烦你了。陆晚潇应下，见店小二眼睛盯着桌上的裂痕，又道：小哥放心，这个桌子我们会赔钱的。另外麻烦你再给我们上几样你店里的招牌点心。好嘞，客官您稍等。喝吧。老子又没喝醉，喝清酒汤做什么呀？没喝醉，你刚刚那么激动做什么？我说你给那二狗卖命，你愿意啊？给二皇子那种看一眼都嫌恶心的人卖命，他宁愿去死。前一刻还叫二傻子呢，现在都叫二狗了。哎呦，陆晚潇已经可以确定青州对二皇子的厌恶是刻在 DNA 里的了。我说的是如果呀，如果什么意思你懂吗？就是假设不存在的事情。如果也不行，这种事情没有如果。要是老子上辈子是为那东西卖命的，天打雷劈！好笑吗？青州黑着一张脸，该死的老天爷，什么时候跟他作对不好，非要这个时候？乖，顺过气来再笑。不是，你难道不是应该叫他别笑了吗？什么叫顺过气来再笑啊？这是人能说出的话吗？你自己乱发誓还不许别人笑吗？哎，你还别说啊，还真有可能是有人在发誓啊，不然好端端的干嘛变天呢？说实话，我之前是不信这些的，但是前段时间我家旁边那个骗姑娘钱财的王二对天发誓的时候都真的被雷劈死了。从那以后，我对老天爷就有了一份敬畏之心，总觉得他什么都知道。真的呀？当然是真的呀，我还能骗你不成？不信你可以去城外桂云庄打听打听。这么神奇？嗨，可不是嘛，老天爷心里明白着呢。那些人说的头头是道，语气之肯定，就好像自己亲眼所见一样。本来老天也不给面子的打雷，陆晚潇还笑，青州的脸色就已经很难看很难看了，现在周围那些人还一直说个不停。青州的脸已经彻底黑成了锅底，转了转手腕，这老天爷能砍吗？陆晚潇怕他动手劈人家桌子，急忙收敛神色安慰他：别听他们瞎说，这种事纯属巧合，天上没有神仙，被雷劈了可能是他打雷的时候没站对地方。哎，真的，你相信我。我知道老天爷才没空管这些事情呢。说完，也不知道是脑子抽了，还是对打死不给二皇子卖命这事儿太执着，又加了句：不过我还是那句话，要是我上辈子给二狗子卖命，我就天打雷劈。这老天爷能砍吗？他今天非要跟他作对是不是？现在的老天爷已经这么灵性了吗？灵性什么呀？这是意外，懂不懂？如果可以，青州现在想去砍了那所谓的老天爷。是意外，别激动啊！青州觉得陆晚潇这话是在敷衍他，为了验证刚刚的雷声只是意外，看了一眼外面乌云密布的天空，冷哼一声：老子发誓，上辈子要是真为二狗子卖命的，就天打雷劈，不得！我他妈！青州直接爆了粗口，刚刚才好看一点的脸色又重新黑成了锅底。好了，外面乌云密布，一看就是大雨将至，打雷不是很正常吗？
草民见过二皇子。啊，宋公子不必多礼，多谢二皇子。宋夫人没跟宋公子一起来吗？啊，孽子认生，对京城的礼仪还不太熟悉，恐冲撞了殿下，就没带他来。其实宋公子不必如此的严肃拘谨，不过是一顿简单的便饭罢了，而且本殿面前也没有那么多规矩。多谢殿下厚爱，不过礼不可废，还是注意些比较好。看着语气姿态都恭敬至极，没有因为自己的礼遇而高兴的宋长廷，二皇子更加确定自己的决定没有错，因为给他传信折了自己一个得力护卫的怨气也淡了不少。宋长廷何其了解二皇子，只是看了一眼他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不过他面上不显，就那样淡淡的站在那里任他打量。宋公子请坐。宋公子似乎并不意外，今日是本殿邀请的你，意外的，只不过在下面部有疾，情绪鲜少能表达出来，大夫说这病治不了，还望二皇子殿下见谅。哈哈，原来是这样，本殿认识一个医术不错的大夫，要不然改天让他帮你看看。多谢殿下好意，不过在下已经习惯了，而且在下夫人也不介意，就不折腾了。就是不知宋公子今日可知本殿下为何邀请你前来？草民愚钝，还请殿下明示。本殿想要一把椅子，不知宋公子可有兴趣帮本殿？殿下说笑了，在下不过一介草民，资质平庸，如何能够帮得了殿下？殿下怕是……宋公子何须妄自菲薄？你的才华大家有目共睹，若非一个凭借一己之力在说话上打败京城一干有才华的公子哥的人都资质平庸的话，那什么样的人才叫有才华呢？不过是闲来无事多读了几本书，侥幸胜出罢了。侥幸也好，实力也罢，本殿很欣赏宋公子的才华，是诚心邀请你来为本殿办事的。宋公子不必否认自己的才华，也不必着急拒绝，本殿亲自来邀请你，自然是对你做过的一些事情有所了解的。本殿知道宋公子有大才，之所以现在还只是一个秀才的名头，是因为当年罗明辉父子为了一己之私，害得你没能参加科考，不然也宋公子的才华金榜题名根本不是问题。不过现在也还不晚，宋公子如今身体已无大碍，可以重新参加科考，本殿可以帮宋公子打点好一切。不过宋公子不想参加科考也没关系，做本殿的谋士，本殿也不会亏待你的。二皇子说完好一会儿都不见宋长廷开口，又道：宋公子，我知道你和罗明辉父子有仇，本殿帮你，只要你帮本殿，罗明辉父子任由你处置。如果你觉得处置罗明辉父子不够解气的话，京城罗家也给你出气。多谢殿下抬爱，不过殿下说的这些段家都可以给我。言下之意就是既然诚心相邀，那就拿出点诚意来。本殿知道，不过本殿能给宋公子段家所不能给的。段家是太子的母亲，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站在太子这一边，这一点毋庸置疑。太子若登上大位，段家就是最大的功臣。段家人才辈出，又对太子忠心耿耿，亲疏有别，届时就算宋公子再有才华，出力再多，怕也是只能屈居段家之后。宋公子的才华在段家人之上，难道真的甘心屈居段家人之下吗？特意看了一眼宋长廷，如愿看到他眼里的深思，就知道刚刚的话说到了点儿上。但如果宋公子为本殿效力就不一样了，本殿没有段家那样得力的外家，他日事成，宋公子就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宋公子以为如何？他日事成，宋公子就是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宋公子以为如何？殿下说话算话，自然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宋公子若是不信的话，本殿可以……宋长廷知道他要说什么，不想听那漂亮的废话，未等他说完，直接抬手打断他。在下信得过殿下，只是什么？在下如今是段家的外孙女婿，已然跟段家绑在一起。殿下应该知道，在下
是不可能休妻的。嘿，这个不是问题，只要宋公子愿意为本殿效力，本殿不在乎宋公子是何身份。而且宋公子不觉得段家外孙女婿这个身份更方便吗？殿下所言甚是，不过姿势体大，宋公子可以回去好好考虑考虑，不必着急现在给本殿答复。那多谢殿下了，本殿期待和宋公子一起共谋天下的那一天。殿下，您觉得宋公子会答应吗？十有八九。可是他始终是段家的外甥女婿啊，据说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很好，他真的会为了殿下的承诺背叛他夫人，背叛段家吗？发生什么事了？傅子义失踪了。什么？子义失踪了？青州匆匆而来，见两人脸色都不好，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急急地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傅子义失踪了。傅子义失踪了？苍梧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保护不好。苍梧来信说对方人太多，他也受了重伤。我去找傅子义，你们自己在京城小心一些。一起去吧。你要亲自去？你们在京城不是还有事儿吗？你们留在京城就行，我一个人可以搞定的。我知道你的本事，但是对方人多，双拳难敌四手，而且现在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多一个人也是多一份力。身世可以晚一些再查，但是傅子义不能等，他不亲自去不放心。这一事他绝对不能让傅子义出事儿。你们是得罪了什么人吗？没有，你们走后傅公子一心扑在生意上，为了防止有人眼红报复，连之前打算开的分店都没开。这些日子我们的行事都尽可能的低调，也没有跟人结仇。此番去江南是打算去看看那边的情况，谁知道把这个喝了。谢谢。这里匪寇横行，而且这些土匪的实力都不差，我们不敢贸然行动，就在这里等你们。是我没有保护好傅公子，请公子责罚。起来吧，此事不怪你，你也尽力了。明显有人故意针对傅子义，或者是他，不是这样也会有下一次的。谢公子，可有查到子义现在在哪个寨子？查到了，在距离这里30里的龙头寨。不过龙头寨守卫森严，里面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龙头寨，看来这窝土匪的头不是一般的铁呀，这种名字都敢叫，也不怕被皇上知道了派大军来剿了。龙头寨藏在大山之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他们人多势众，且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官府都拿他们没办法，个个穷凶极恶。宋长廷的手指有一下没一下的敲着桌子，墨黑的眸子沉了几分，知道他在想事情。几个人也没有打扰他。陆晚霄见茶壶空了，店小二也不见人影，便提着茶壶下楼。灶台上的烧水壶里有热水，茶叶在旁边的柜子里。陆晚霄说了声谢谢，走到灶台前，假意翻了翻放茶叶的柜子，倒水洗了一下水壶，然后装了一壶碧幽，提着准备回楼上。大叔，麻烦你给我们做几个菜呗。素菜10两银子一道，荤菜20两银子一道。这么黑的破店，居然能在这种地方开到现在，哼，还真是有意思啊。菜还要不要做呀？要的，各做2道吧，我们吃不惯辣，清淡一点。大叔何意啊？先付钱后做菜，我们做点小买卖不容易，要是做好了你们不给钱，那我不白忙活了吗？如何？店很黑，一个小菜要10两银子就算了，还有老鼠。厨房嘛，我去就来。青州说完，一个纵身，人已经不见了踪影。大约一盏茶的时间，人又回来了。这店看起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黑店，也不知道是哪个土匪窝的。吃饭还得一会儿，你先去休息一会儿。也好。对了，子怡那个弟弟怎么样了？死了？怎么死的？傅公子的爹不知从哪里听说滴血认亲不靠谱，然后找院子里的小厮，按照听说的方法试了试，果然看到2个毫无关系的人血相融了，而府里的一个嬷嬷和他的儿子，2人的血却怎么也相融不了，
然后就气冲冲的去了庄子上。没过几天，就传来父子竟病亡的消息了。听到苍梧的话，三人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默默的在心里给父子义点了个赞，感慨他终于长大了。那他没有怀疑父子义？傅公子眉眼间和他爹很像，只要眼睛不瞎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他们是父子。不过傅公子的爹自从父子竟死了之后，对傅公子态度就变了。哦，怎么说啊？具体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说喜欢傅公子吧，他又纳了几个貌美的姨娘，还让其中一个姨娘怀孕了。那姨娘仗着有身孕在身，在傅公子面前故意找茬他也不管，还让傅公子不要跟长辈计较。这说不喜欢吧，他又逐步把傅家生意全部交给傅公子打理。傅红不是被下药了吗？居然还能让人怀孕？花了重金看了大夫，被下毒这么多年，应该看不好了吧？而且这才多久呀，他就没有怀疑那姨娘怀的不是他的种？谁知道呢？不过看傅红那欢喜的样子，应该是没有怀疑过。那个姨娘呢，作过头，孩子掉了，被傅红打骂了一顿，然后好像精神有点不正常，被傅红关在院子里不许出来。谁动的手？苍梧指指自己，看他不顺眼，踹了一脚。有没有被发现？没有。那天我是去帮傅公子取东西的，为了节省时间没走正门，无人知道我那天去过傅家。那姨娘小产后，傅红是什么反应？好像挺难过的，不过也没做什么，只是花钱请了几个大夫在府里调养身体。你不会是怀疑傅公子这次出事是他爹动的手吧？可是不应该啊，傅公子现在可是傅家唯一的孩子，他要是死了，傅家就绝后了。再说了，虎毒不食子，傅公子可是他亲儿子，而且傅公子又没对他做什么过分的事。不是所有爹娘都配叫做爹娘的，而且傅子义那个爹一看就是脑子有病的，病的还很严重。脑子有病的人做什么都不觉得奇怪，脑子有病的人做什么都不觉得奇怪。青州说的没错，不是所有父母都配叫父母的，而且小父子那个渣爹从小就不喜欢他。你不也说了，他现在还在积极的找大夫调理身体，估计是之前那个姨娘怀孕给了他希望，他觉得自己是还能再有孩子的，一旦有女人生下他的孩子，傅子义就不再是傅家唯一的孩子，傅家的香火就不会断。可是他都已经把傅家产业交给傅公子了呀。这有什么好想不通的？只要傅子义没把产业转给别人，就始终是傅家的。只要他一死，那些产业不就又回到傅红手里了吗？他现在相当于是找了个免费劳动力，而且傅子义是个经商小天才，交给傅子义打理还能增加营收，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这难道真的有可能是傅红动的手？宋长廷没回答他的问题，转而问起了罗明辉。罗明辉呢？你们最近有和他接触吗？没有，自你们走之后，我们就一次也没见过罗明辉。景和县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像之前那样动不动就全城戒严的情况也再没有过。若非要说和他有什么交集，那大概只能算是1个月前他夫人去碧人溪买过一只簪子，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交集了。买簪子？宋长廷敲桌子的动作一顿，罗家自己就有首饰铺，还有那些奉承他们的商户也有，他何须去碧人溪买簪子？这事儿怎么看都不正常。作为罗明辉的夫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跟傅子义的关系。对啊，本来不想做他的生意的，怕他借机找事，但是客人上门也没有拒之门外的道理啊。不过意外的是，他买走之后也没整出什么幺蛾子。龙头寨就藏在这个山上？不是，这龙头山只是进入龙头寨的门，真正的龙头寨还在龙头山后面的山上，再往前走就有龙头寨放哨巡逻的人了，而且路也更难走，保险起见，我们还是下马走着上去吧。我们兵分3路，你和青州分别从2边绕上去，我们和潇潇走正面。还是我从正面走吧，你们从侧面。无碍，这龙头山哪里都危险，走哪里都一样。行吧，那你们自己小心一些。这个不用省，伤了、饿了、渴了只管喝。还有这个，有事让他给我们传消息，直接跟他说就行。不过切记，说话要简短，抓重点。知道了，两人走后，
陆晚潇把马收进了空间，让花花带着两人上了山。傅子义这小日子过得还不错哈。要不是苍梧他们伤得那么重，他都要怀疑他是被龙头寨的人请来当大爷的了。亏得他们还担心他会不会被咔嚓，会不会被虐待，一路上连休息都没敢怎么休息。苍梧更是拖着重伤的身体，连觉都不敢睡一个。早知道他在这儿过得这么好，他们就不那么赶了。确实还不错。见父子义好好的，宋长廷的一颗心也放了下来。哟，新郎官这是怎么啦？大喜的日子苦着一张脸，是对新娘子不满意吗？难道我刚才吃的早餐有问题吗？不然怎么出现幻觉了？再睁眼，人还在。幻觉，一定是幻觉。长亭哥和嫂子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那个，你要不掐一下自己看看？然后父子义就真的掐了自己一下，还很用力，疼得嘶叫了一声，那傻乎乎的样子简直让人没眼看。怎么，日子过得太好，人都变傻了？还是要当新郎官，高兴的傻掉了？至此，父子义才相信眼前的这一切不是幻觉，宋长廷和陆晚潇是真真实实的在他面前。长廷哥，你们终于来救我了，我还以为以后我只能在这山上当土匪了呢，再也见不到你们了。你们不知道，我这几天父子义委屈巴巴的，宋长廷怕他下一秒就痛哭流涕，届时鼻涕眼泪抹一身，略带嫌弃的扒拉开他的手。站好，好好说话。这么大个男人扒拉着他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嫂子，你们怎么来了？来喝你的喜酒啊。怎么，不欢迎？喝什么喜酒啊？嫂子，你就别打趣我了，我这是被逼的好吗？被逼的？我看你在这里过得挺好啊，光是那早餐林林总总十几样，你平时一个月加起来都不吃这么多样吧？还有这身喜服，虽然不是绫罗绸缎，但是这料子也不便宜了，而且还缝得这么精美，衣服还这么合身，属实很用心了。还有这房间宽敞明亮，那些摆设一看也是精挑细选的。这土匪对你这么好，还有什么不满意的？确实很好，比我爹对我都好。好啦，不逗你了，说说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啊。我本来是要带着人去江南的，为了避免遇到土匪，还特意绕路走了银江镇。谁知道还是遇到土匪了。因为实力太过悬殊，我都主动把钱财给他们了。谁知道他们不止劫财，还要劫人啊！他们人多势众，我们不敌，苍梧他们被打伤了，我被打晕了。我再醒来，人就到这儿了。那你被掳来这里之后呢？又是怎么入了这土匪窝的二当家的眼？什么怎么入二当家的眼呢？我连二当家都没见过呀。我只知道她是个女的，其余的一概不知啊。啊？那你和谁成亲啊？这龙头寨的大小姐啊。那天我被掳过来，关到地牢里，她听那些土匪说我长得不错，去地牢里看我，说了一句我长得像奶油小生，是她喜欢的款。然后过了几天，我就被接出地牢了。出了地牢以后的第二天，他就让人来通知我，让我准备跟他成亲，还说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就把我大卸八块扔去喂狼。有点霸总跟他的小娇妻啊不，小娇夫那味儿了。看来这龙头寨的大小姐也是一个很有意思、很有个性的人。然后你就答应了，没反抗一下？嫂子，我是没长亭哥聪明，但是我不傻呀。气节和性命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不错不错，觉悟很好嘛，不然这世上蠢死的又要多一个了。对了，那个看上你的大小姐叫什么名字啊？她是几当家的女儿？叫曲兰雪，是大当家鬼煞的女儿。哦对了，大当家真名好像叫曲勇。曲兰雪？曲勇？你们认识？不认识，只是和一个故人的名字一样罢了。你认识那曲勇？并不，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罢了。
谈不上认识，或许是同名同姓也说不定。你在这里这些天有没有打听到点什么有用的消息？比如这龙头寨的几个当家都是什么来历？他们为什么抓你？还有那个要和你成亲的大小姐，她在寨子里是什么地位？这寨子总共多少人？有多少高手？陆晚潇噼里啪啦抛出一大堆问题，傅子义差点被砸得晕头转向。傅宝，人未到，声先至。屈兰雪来了。屈兰雪，傅宝，又是奶油小生，又是傅宝的，这姑娘莫不是也跟她一样是个穿越的？傅子义快速的在屋子里看了一圈，发现只有衣柜和床下可以藏人，正要跟陆晚潇和宋长廷说让他们委屈一下，去衣柜里躲躲，一转头，屋子里除了他哪里还有什么人呢？哇，傅宝，你已经换好衣服了，我还以为你不愿意呢。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还没到拜堂时间呢吗？我这不是怕你不愿意换喜服，提前过来看看吗？愿不愿意最后不都得穿吗？你说对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今天这喜服你都得穿，这堂你都得拜，识趣一点还省得受皮肉之苦。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也不愿意和我这个土匪成亲，这些日子的听话顺从，只是不想受皮肉之苦，想把身体养好，等以后有机会再逃走。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又何苦呢？你这么好，本小姐高兴，你管我？哼，只要本小姐愿意，苦瓜亦可蘸汤吃。这不就是现实版的霸总和他的小娇夫吗？而且傅子义好像也不是很抗拒的样子啊。有戏。苦瓜蘸糖那不还是有苦味吗？直接吃糖多好啊，何必呢？傅子义小声逼逼，屈兰雪凤眸一扫，又吓得立马改了口。大小姐今天真漂亮。很好，眼睛还没瞎。我知道你不想留在山上当土匪，但是没办法，谁让我这个土匪看上你了呢？所以你只能乖乖的等着拜堂，然后夫唱夫随，跟着我当土匪了。其实要不是被逼无奈，谁又愿意当土匪呢？只是外面的世界容不下我们。自从认识屈兰雪，她一直都大大咧咧，活泼开朗，好像没烦心事儿一样。像现在这兀自般伤感还是第一次。傅子义想说点安慰她一下，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他说的他都懂，只是他也无能为力，他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他没办法帮他们摆脱土匪的身份，去过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当土匪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起码这里没有那么多的阴谋算计、尔虞我诈，大家都只想好好的活着。是，当了土匪以后就不能光明正大的在外行走，更不能去参加科举当官什么的。但是在这里没有人要你的命啊，只要你一日是我丈夫，我就能一日保你平安。山下也不太平，你乖乖的留在山上，跟着姐姐吃香的喝辣的。姐姐有车有房，有爹没娘，我爹听我的，那些小弟也听我的，日子比起你在山下只会好不会差。我刚刚说的懂？懂了。傅子怡点点头，那样子又怂又乖，简直让人没眼看。陆晚潇摇摇头，当初那个张口闭口就是小爷的傅子义，怕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世上从此又多了一位妻管严，还是被拿捏得死死的那种。夫人当初也这样调戏过为夫。你喜欢这样？夫人喜欢，为夫就喜欢。那等我想办法再长高点吧。没事，为夫可以弯腰配合夫人。陆晚潇觉得他还是继续看屈兰雪调戏傅子义吧。不过这屈兰雪这挑下巴的动作和神态怎么这么熟悉呢？难道……那个，你们知道是谁让你们绑架我的吗？想知道？想。等拜了堂，洞了房我就告诉你。听到洞房，傅子怡悄悄红了耳根，然后就连要说什么都忘了。你问问屈兰雪，还记不记得天涯海角的陆潇潇？天涯海角是她在穿越之前跟她的冤种闺蜜约好去度假的地方。陆潇潇是她的冤种闺蜜觉得陆晚潇不好听，所以一直都叫自己陆潇潇的。本来他们是要一起去的，但她家中临时出了事儿，就让她先去那边等她。
结果他这飞机一坐，直接坐到古代来了。你没有出现幻听，是我在跟你说话，你别乱动乱看，按照我刚刚说的问曲兰雪。怎么了？不会是想假装抽风躲过今天的拜堂和洞房吧？不是，我只是想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还记得天涯海角的陆潇潇吗？你说什么？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天涯海角的陆潇潇？你认识陆潇潇？他在哪里？曲兰雪的语气前所未有的急切和认真，看到他如此反应，陆晚潇确定她就是他那个没事叫陆潇潇，有事叫姐姐的冤种闺蜜了。我在这儿呢。你的法拉利488修好了吗？曲兰雪下意识地摇摇头。修不好就别修了，等姐姐把9位数的遗产拿到手，送你几辆更好的。听到这话，曲兰雪再也绷不住了，一把扑到了陆晚潇身上。姐姐，真的是你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姐姐，真的是你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曲兰雪的声音委委屈屈，娇娇软软，完全没有了之前对傅子义的桀骜恣意。哼，怎么这世上除了我，还有谁说过等拿到遗产后送你几辆法拉利吗？没有，只有姐姐说过，姐姐最大方了，也只有姐姐有9位数的遗产。知道就好。姐姐，长亭哥，他俩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啊？姐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不知道啊，一睁眼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你呢？你怎么也来了？曲兰雪刚要说话，花花就告诉陆晚潇，有气势很强的人正往他们的屋子走来。气势很强的人？龙头寨的大当家？去门口看看谁来了。你爹来了。我爹来了？他来做什么？他现在不应该是在大堂等着我们过去拜堂吗？我怎么知道啊？你还是赶紧想一想他俩该怎么办吧。这有什么好想的？这是我请来的客人，我爹是能把他们扔出去还是怎么的？那你怎么解释他们两个为何突然出现在这里啊？宋长廷和陆晚潇是来救他的，肯定没走正门。任谁知道别人到自己家来没走正门都不会高兴的，特别是龙头寨这种地方。这个，你的父亲什么来历？这是我老公，可靠的人，你赶紧告诉他你爹的来历，他好想办法应对。我爹他叫瞿勇，人称鬼煞，以前好像当过将军，后来被陷害。你知道？泰安6年，东燕王丞相和康国通敌叛国，东燕国危，周边的小国趁机起兵，想要瓜分东燕。为了不做亡国奴，东燕民间有志之士自发组织了许多民兵队伍，抵抗外敌。其中最强的一支，就是前朝将门后裔瞿勇组织的野狼军。泰安14年，经历8载，敌寇全退，民兵组织也散的散，想保家卫国的被规划到各大将军麾下。瞿勇因为用兵如神，屡立奇功，被封为正3品安南将军，继续统领野狼军。瞿勇一腔热血，一心保家卫国，却处处被排挤算计，幸得自己小心谨慎，才屡次脱险。泰安20年，南地出现叛乱，泰安帝派最宠爱的3儿子成王去平叛，他为主帅，瞿勇为副将。成王对打仗一窍不通，连最基本的兵法都不懂。泰安帝此举只不过让他混个功劳，回来能够顺利晋封太子。其实如果成王老老实实当个吉祥物，不乱指手画脚，这个平叛的功劳他是能顺利混到手的。以泰安帝对他的偏宠，晋封太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偏偏他不甘寂寞，屡次干预作战，刚愎自用，导致野狼军损失惨重。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错误，又做了许多错误的指示和决策，以至于原本半年就可以完成的平叛，拖了1年也没有结束。眼看因为战乱遭受苦难的百姓越来越多，成王屡劝不听，瞿勇没办法，直接把他绑了。
架空了他在军中的所有权利，然后用3个月的时间迅速平定了叛乱。屈勇来到门外，本想直接进屋的，听到里面有人在讲故事，又停下了脚步，直到里面久久无声，才眯了眯眸子，抬脚跨进了屋子。故事没讲完呢，怎么不继续了？晚辈见过曲将军。既然讲故事，就要有头有尾。曲将军说的是，平定叛乱之后，曲勇回京第一件事情就是主动向皇上请罪，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事情的始末交代得清清楚楚。姐姐，你老公对我爹的事儿怎么这么了解啊？若不是今天宋长廷说出来，他可能一辈子都真不知道自己这个爹的经历这么曲折牛逼。可能大概书读得多吧。难得还有人记得这世上还有屈勇这么个人呢，真是老夫的荣幸啊。难得还有人记得这世上还有屈勇这么个人呢，真是老夫的荣幸啊。能见到曲将军是晚辈的荣幸。宋长廷的声音平和礼貌，不倨傲也不谄媚。屈勇看宋长廷的眼里多了几分赞赏。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心性，难得呀，不错，还是个胆儿大的。可不就是个大胆的，两人赤手空拳就敢闯土匪寨子。宋长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微微敛眸。屈将军谬赞。神态自若，脸上完全没有半分偷溜进别人家里，被别人抓了个正着的尴尬和慌乱。来救这小子。爹，他们是我的朋友，是来参加女儿的成亲典礼的。你的朋友？对啊，朋友，很好的朋友。哼，什么时候认识的？为父怎么不知啊？上次下山的时候，我不小心受了伤，这个姐姐救了我。晚辈陆晚潇，见过伯父。然后呢？然后我们一见如故，就结拜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为父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那不是怕你知道了生气吗？是你说不要跟山下的人有牵扯，更不要跟他们有来往。看着自己的女儿着急为他们开脱，生怕他把他们怎么样的样子，屈勇摇摇头，感叹了一句：哎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哎呀，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哎呀，爹，女儿说的都是真的，女儿真的跟陆晚潇结拜过，她是女儿唯一的朋友。说罢，不等屈勇说话，又接着道：爹，您知道的，女儿虽然有的时候任性，但是是非轻重，女儿还是分得清楚的。你放心，女儿不会做任何伤害您、伤害龙头寨的事情的，永远不会。为父自是相信自己的女儿的。我就知道爹爹最好了。话说爹爹，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大堂等着我们吗？你来这里干嘛？怕你和你的小郎君打起来呀，过来看看。爹，你真的是想多了。你觉得他敢打我吗？是你打他，我的女儿那是最厉害了。屈勇的语气无奈又满是慈爱，看得出他对屈兰雪这个女儿很喜欢和宠爱。哎呀，爹，你这样说显得我很暴力，明明人家也算是很温柔的。是，爹爹的兰雪最温柔了。好了，吉时马上就要到了，准备一下去拜堂吧，耽误了吉时就不好了。屈兰雪还想说什么，被他抬手打断了。你放心，既是你的朋友，为父自然不会对他们做什么的。明日午后我在书房等你。屈勇说完就率先去大堂等他们了，屈兰雪却犹豫起来了。你真的愿意跟我成亲吗？不是都要去拜堂了吗？可是那是我逼你的。之前不知道你是萧小姐的朋友，而且关系还那么好，想着你被绑了那么多天，也没有人来救你，肯定是没有得力可靠的朋友和下属。山下又有人想要你的命，你看着这么弱，肯定是应付不了那些想要你的命的人的。既然如此，那还不如留在山上给我当夫君。我没有喜欢的人，而你又刚好长得符合我的胃口，白白死了多可惜。傅子义也不傻，听到这话自然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刚想说话，屈兰雪又继续开口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萧小姐他们，萧小姐和她的
夫君看着都是很厉害的，有他们在，一定能帮你好好收拾那些想要你命的人，或者保你无恙。既然你下山不会再有生命危险，也就不用留在山上给我当夫君了。说完，还未待傅子仪说话，曲兰雪又加了一句：如果你注定要离开，那就没有拜堂的必要了。拜了堂就算成亲，我可不想老公都没有，就变个二婚。可是你之前不是说抓上山来的人不会轻易放走吗？傅子仪这话一听就傻得没边儿。陆晚潇摇摇头，表示这孩子没救了。宋长廷的眼神也是一言难尽，倒是曲兰雪还理了他一下，虽然那眼神也有点像是在看智障。不会轻易放走不代表不会放走，只要筹码足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更何况潇潇姐就亲自来找你了，她的面子我能不给吗？再说了，你刚刚没听我爹叫她老公明天去找她吗？他们肯定是要谈谈怎么把你带走啊。怎么这几天体会到当土匪的快乐，想留下来当土匪了？那倒不是，我只是什么？你不会要说你是喜欢上了我吧？我傅子仪直接脸红到了耳根。曲兰雪见状眼里一亮，陆晚潇觉得这两人要继续聊下去，今天这亲呐就不用成了。那个二位，你们是不是该去拜堂了？再聊下去就要耽误吉时了。等拜完堂入了洞房，到时候你们想怎么聊就怎么聊，还可以深入交流一下。听到最后几个字儿，再看看满脸戏谑的陆晚潇，曲兰雪的脸一下就红了，害羞的跺了跺脚。姐姐，你怎么？好啦，陆晚潇抬手帮他整理发型和喜服。过去吧，别耽误了吉时。你放心，傅子义啊是个靠谱的，人品没有问题，家里也没有乱七八糟的人和亲戚，他家现在是他说了算，可以嫁。至于傅子义喜不喜欢曲兰雪，看他那红到耳根的脸色就知道了。可是别担心身份那些，姐姐和你姐夫既然来了，就断然不可能让你继续待在山上做土匪的。那爹爹他们呢？傻不傻呀？当然是跟你一样下山去过正常人的生活啊。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姐姐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没那么快。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你怎么来了？来睡觉。睡觉？你自己没有房间吗？有，但是你知道你今天是什么身份吗？新郎官。问什么都知道，吐字也很清楚，所以没醉是傻，真傻，傻得有点蠢呢。虽然这是你第一次成亲，也没有人教你这些东西，但是大婚之夜，新郎官该去哪儿总该知道吧？我知道，蓝雪说她和嫂子好久没见了，今晚要和嫂子一起睡，彻夜畅聊，让我来找你。然后你就来了。父子一点点头，看到宋长廷那想刀他的眼神后瑟缩了一下。曲兰雪和陆晚潇一个比一个强势，一个比一个还不好惹。曲兰雪说他们已经躺下了，他能怎么办嘛？他连门都不敢进的好吗？里面光有曲兰雪也就罢了，问题是还有陆晚潇呀，那是他嫂子，万一看到什么不该看的，那他的眼睛还要不要了？要你何用？宋长廷出了房间后，径直去了傅子义的新房，走到门口刚要敲门，门就从里头打开了。夫君，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让子义告诉你我晚一点回去吗？看到陆晚潇，周身气息都柔和了不少。怕夫人替新郎官入洞房，过来看看。怕夫人替新郎官入洞房，过来看看。什么乱七八糟的？蓝雪喝醉了，我照顾了她一下而已。宋长廷没说话，只是温温的笑笑，然后伸手牵起她的手，回到屋子，门一关上，陆晚潇就被宋长廷压在了门上，还没反应过来呢，就被他低头攫住了唇。熟悉的冷香和淡淡的酒香霸道的侵入鼻腔，陆晚潇下意识的抬手环住了他的脖颈。宋。陆晚潇好不容易寻了个间隙开口，却刚刚说了一个字儿，就被他再次封住了嘴。未说完的话
就那样被吞了进去。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还是怎么了，宋长廷吻得有些急切，温柔却也很霸道，放肆又有些克制。陆晚潇今晚陪着曲兰雪喝了些酒，本来就有些微醺，现在被宋长廷按着这么一顿猛亲，没多一会儿脑子就变得有些晕乎乎的了。宋长廷本来打算放开他了，听到这声无意识的呻吟，刚离开些许的薄唇又重新压了下去。又过了好一会儿，宋长廷才微喘着放开他，看着他水光潋滟的朱唇，眸子又暗了暗，闭上眼睛，重重地吐出一口气，抱着他努力平复着气息。夫人，你是我的，你只能是我的，谁也不许把你抢走，不许。没有人要抢我呀，发生什么事儿了？还是受什么刺激了？宋长廷没说话，只是抱着他的手又紧了几分，像是要把他揉进身体里一样。宋长廷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有些时候甚至理智的过分。不但如此，他能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管何时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像今天这般急切的有些失控的样子还是第一次。陆晚潇心中疑惑更甚，伸手环住了他的腰。发生什么事了？潇潇，你说过永远都不会离开我的，你要说话算话，不许半路食言。怎么会半路食言呢？我说过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作数的。听到这话，宋长廷的心似乎稍稍安了一些，不过还是紧紧地抱着他，那种脆弱的感觉更甚。看着如此反常的宋长廷，陆晚潇峨眉微蹙，快速地在脑海中过着今天发生的所有事儿，大概知道了他的担心和不安。陆晚潇踮起脚，亲了亲他的唇，然后意念一动，拉着他进了空间。进了空间，周围都是熟悉的气息，连空气都是熟悉的味道。宋长廷的心也慢慢地静了下来，想到自己方才的失控，转身歉意地看着身边的人。潇潇，我刚才……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潇潇，我刚才……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知道？你是不是因为看到蓝雪也是和我一个地方来的，以为穿越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所以随意穿越，然后担心哪天我和他就悄悄地回去了，或者去了别的地方？宋长廷不说话，默认了陆晚潇的话。他确实担心，不过他担心的不是陆晚潇和曲兰雪悄悄地离开，他相信他若是真想离开，肯定不会不告而别。他担心的是这事儿他控制不住，正如他的魂魄穿越过来一样，也不是他想的，是很突然的就过来了。既然能很突然的来，那是不是就说明会很突然的走？真的不用担心，穿越这种事情啊，又不是买菜，哪有那么容易和随意啊？根据我阅读多本书的经验，穿越这种事啊，一般穿来后就不能再回去了。再说了，我在21世纪的身体早都成肉泥去了，我就算穿回去也没地方去啊，难道去当个游魂吗？听到他这话，想到上一世见过的那件事儿，刚刚放下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不过面色不显，只是眸色比方才深了一些，搂着陆晚潇的手也更紧了些。子怡的夫人是怎么过来的？你说蓝雪啊，她是出车祸，就是开车出了事故，然后过来的。那个傻姑娘，听说我坐的飞机出事了，丢下手中的事情就要去找我，高铁和飞机都没有票，就自己开着车去了。本来一路都很顺利的，都快要到事发地了，高速上突然窜出来一个人，为了让那个人，他选择了撞围栏，因为走得快车道，速度太快，车头直接报废，人还没等到救护车来就挂了。这么说来，他也是像你一样，出现突发事故殒命，然后过来的。突发事故殒命，宋长廷不停地在心里重复着这两个词，片刻之后眉心微微舒展。对呀，虽然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不过这种事情概率很小。这有什么好愁的呀？你们结个气就好了。结气？结什么气啊？你们的话，我觉得可以结个同生共死气和情气。同生共死气顾名思义，就是两个人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一人死了，另外一个人也没有办法独活。陆晚潇轻轻皱了皱眉，想也没想，直接排除了这个同生共死气。倒不是他不愿意跟宋长廷同生共死，而是觉得没有必要。他若死了，他是希望宋长廷继续好好活着的，没必要跟着他一起死。他有自己的人生，还有长启呢。在宋长廷心里，陆晚潇比他还重要，他自然也不希望他若出意外了，陆晚潇陪着他一起死。所以两人都不约而同地排除了这个同生共死气。那情气呢？情气又是什么？情气至死不渝，忠贞不二。意思就是结了情气之后，你们必须对彼此做到绝对的忠诚，身心都要忠诚的那种。谁若背叛，就真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就是那种身体被雷劈成几瓣，事后缝也缝不整齐的那种，可能还会脑袋开花，内脏也会被劈得稀碎，烧得焦糊，能馋哭周围的动物。而且第一道雷一般不会直接把人劈死，也就是说，背叛者可以看着自己一点一点死去，无能为力。还有脑袋开花，内脏稀碎焦糊啊！好了，知道背叛的下场很惨就好了，不必说那么详细。那这情气你们还结吗？弱水3千，只取1瓢饮。此生有夫人1人，足矣。我也是，有你一个就够了。结。现在你们在自己的掌心划一刀，不用太重，出血就行。男左女右，以血为媒，以血为引，共结情气，从此至死不渝，忠贞不二。你是来带走傅子义那个小子的？那你打算花多少钱赎他？宋长廷摇头。摇头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想一个铜板不花就把人带走吧？宋长廷淡笑颔首，算是认同了秦升的话。你是不是不知道我龙头寨是什么地方？这个自然，齐安镇最大的土匪寨子，杀人越货，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既然知道，那你就应该知道，什么代价也不付，是不可能把人从我们龙头寨带走的。还是说，你觉得蓝雪那丫头跟傅子义成了亲，龙头寨就可以任你们为所欲为了？自然不是。曲小姐明辨是非，知轻重，不是会为爱冲昏头脑的人，自然不可能帮外人坑龙头寨。既然知道，就别起不该起的心思，不会得逞的。三当家别着急，在下的话还未说完。你说，在下刚刚说的那些不过是外界传言，真正的龙头寨并没有那么不堪，还是有底线的，只谋财不害命，只是挑着部分富商抢，不抢穷人，那又如何？这跟你要怎么带走傅子义有什么关系？而且傅子义也不是普通百姓吧，不然怎么会有人愿意花10万两跟我们买他的命？可是你们也没真杀傅子义不是吗？不杀他，那是因为蓝雪看上了他，不然你现在连他尸骨都见不到了。宋某知道上山为匪并不是3位当家的本意，我可以帮3位当家以及龙头寨所有兄弟摆脱土匪的身份，去山下过正常人的日子。当土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告诉你不是我们的本意了？再说了，我们凭什么相信你的话？是不是自愿？3当家心里清楚，或许3当家是真的觉得做土匪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但是龙头寨其他兄弟呢？如果有选择，他们真的愿意在这龙头山当一辈子的土匪吗？而且这些年来，齐安镇匪患日渐严重，朝廷不可能一直坐视不管。3当家觉得，有了之前的经历，朝廷是会派人来招安，还是直接派兵围剿？诚然，以3位当家的身手，在朝廷大军来的时候可以轻松离开，但是龙头寨的其他兄弟呢？3位当家都是重情重义之人，我想
抛下那些兄弟，独自离开的事情断然是做不出来的。但是，若是朝廷的人真的来了，你们留下来也是无济于事，不过是徒增伤亡罢了。你说的很有道理，那些问题也确实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的。但是，我们凭什么信你啊？况且龙头寨数百人，想要恢复良民的身份去山下过日子，并不是一件小事啊。此事非官府出面不可。我明白屈将军的担忧，宋某现在也确实只是一个读了几年书的秀才，不过宋某不会一直只是个秀才，你不会是想说你要继续参加那个什么科举考试，然后入朝为官吧？宋某既然敢开这口，自然是有万全的把握，这一点三当家不用担心。就算你真的能科举高中，顺利入朝为官，再顺利的来宁阳县当县太爷，但是一个县令而已，能有多大的权力？三当家说的是，一个县令确实权力不够大，若是有人诚心要跟宋某作对，这事儿确实到不了皇帝面前。但是若我的身后是段家呢？段家？哪个段家？就是屈将军所想的那个段家。大当家曾经在朝廷为官，也接触过段家，这个东西应该见过吧？哼，谁知道这个令牌是真是假？这个三当家大可不必操心，大当家知道辨别方法。你想要什么？龙头寨的一半高手和父子衣。一半？为何只要一半啊？那剩下那半呢？剩下的那一半当然是留给屈将军的女儿女婿。哎，想不到宋公子和父子衣的感情竟是这般的好，这种事情都要为他考虑。亲兄弟怕也是不过如此了。你方才说的那些问题确实是我们以后早晚都要面对的，你的提议很好，你说的条件我们也都可以做到，但是此事我们还需要再商议一下。当然，事关整个龙头寨，兹事体大，三位当家多考虑一下也是应该的。那宋某就不打扰三位当家商议了。啊，对了，方便问一下，是谁出钱跟你们买父子衣的命的吗？2个人就敢来，这是艺高人胆大，还是相信龙头寨的人不会抢他们，或者把他们绑了？暗处还有几个，已经让苍梧和边勇边修去解决了，直接全杀了，不需要留活口，活口要那2个就好了。已经交代过了，二位还真是准时啊。只有你一个，你们三当家呢？三当家有事。再说了，这种事情哪需要他亲自跑一趟啊？怎么，不是三当家来，二位不打算给钱吗？只要是我要的东西，钱自然是一个子都不会少的。怎么，二位年纪轻轻就眼瞎鼻子也不好使了？你什么你？东西在这儿，钱呢？这个自然。这是何意？觉得他碍眼，一时手痒就杀了。现在钱你也收了，碍眼的人也杀了，我要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我了？当然。你耍诈！齐叔叔，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利益所趋罢了。利益所趋？我对你不够好吗？好。傅红许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冒这样的险？傅家的一半财产。半个傅家，他倒是舍得，可真是我的好爹呀！成王败寇，我输了，要杀要剐随便。想死？齐叔叔，你不会觉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只是说着玩玩的吧？曾经说过的话，在我父子义身边做事，我不要求你们能力有多强，但是一定要忠心，若有背叛，我定让他生不如死。齐叔叔，我早就和你说过了，在我身边做事，第一条就是要忠心。说着，手起刀落，把齐震其余的手指头全切了。齐叔叔，你既然想要谋夺傅家家产，你就应该狠心一点。
直接找杀手杀了我，而不是听傅红的，搞什么土匪、造成劫财误杀的样子。想着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到你们身上。你们考虑这么多，就没考虑过会失败吗？你怎么知道的？这次谋杀傅子义，只是你和傅红的主意吗？我再问你一遍，这次谋杀傅子义，除了你和傅红，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倒是小瞧了你了，一个小小的掌柜，居然能勾搭上县太爷。你怎么知道的？子义，你继续。你不好奇为什么吗？子义，好。别看了，伤眼。我没事儿，我只是觉得这声音比狼嚎还难听啊。很快就好。怎么停下了？不还有一只眼睛和耳朵没弄下来吗？继续啊！现在的女孩子都这么大胆了吗？这种被煮的东西，千刀万剐都不为过。别忘了，他可是想要你的命。要不是遇到我，你现在说不定已经去投胎了。不是，我只是担心会吓到你。我没事的，你继续。我说，我求你们给我一个痛快啊！我知道罗明辉的一个大秘密，你答应给我个痛快，我就告诉你。说吧，若是真像你说的，是能够扳倒罗明辉的大秘密，我考虑一下，给你个痛快。上次我去找罗明辉，无意间听到他在跟他师爷说什么黄金、矿山之类的，还说这个月没有上个月采的多，我怀疑他私采金矿。子怡，动作快点，我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呢。宋长廷，你个小人，你说话不算数！你不是答应我说了就给我个痛快的吗？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我说的考虑一下，考虑就是没答应，懂？而且你说的这个秘密，我早就知道了，用不着你告诉我。齐震还想骂宋长廷的，不过刚说出一个你字来，舌头就被傅子义割了，砍掉他的四肢，丢去深山里喂狼。背叛了他还想要痛快，做梦。父亲这是怎么了？刚才刘大夫还说你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呢，不但饭吃得多了，还能出门去铺子里转悠。怎么现在看着这父亲的身体不但没好转，反而比之前还差呢？难道刘大夫在骗我？你怎么回来了？哼，父亲这话问的可真是好笑。儿子当然是骑马回来的，要不然还能飞回来吗？父亲别激动嘛，要是气出个好歹来，你这些日子喝的那些药，吃的那些药膳就浪费了。我可是听说有好多珍贵药材呢。父亲，该喝药了。不，子怡，为父错了，你别杀为父真的知道错了，为父再也不敢了。瞧父亲这话说的，好端端的，儿子为什么要杀你呢？儿子只是想让父亲的身体早些好起来。我不喝。怎么？父亲是怕我在药里下毒吗？你以为我是你呀？心狠到连自己的亲儿子也可以下手，甚至不惜买凶杀人。你都知道了，那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站在这儿呢？父亲放心，我还没丧心病狂到弑父，我没那么蠢。你也不配让我背上这种名声。刚刚那碗药只不过是刚才碰见刘大夫了，顺手帮他端进来的罢了。傅红，你真的是我父亲吗？是。那你为何这么恨我？恨不得要我去死？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娘亲当初耗尽心力为你打下的江山。没有我的娘亲，就没有你的今天。娘亲从未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当初跟娘亲也是相付过真心的。按理来说，娘亲去世，你应该更心疼我这个你们之间的唯一的儿子才是。但是你却放任府里的奴才欺负我。杨氏进门后，更是任由他把我养歪养废。哪怕后来知道梁氏背叛了你，你由此厌恶父子敬，把他送进庄子，身边只有我一个儿子，你也依然对我不喜，想着再生一个儿子来继承家业。本来呢，我都这个年纪了，傅家的生意也几乎全被我接手，你喜不喜欢我，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我也不在乎了。只要你安安分分的，看在父子一场的份上，我给你养老送终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居然想伙同外人来杀我，父亲，我真的很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对我这个亲儿子有这么大的恨意，恨到不惜把整个傅家分给外人，也要杀了我。我说我没有把整个傅家让给外人。没有把整个傅家送给外人？哼，哦对，只是答应给齐振事成之后，给他傅家一半的家产，剩下一半你自己握在手里，等身体调理好之后，再找人生个儿子，等他长大以后再传给他。傅红不语，默认了傅子义的话。父亲啊，父亲，你自诩聪明会算计，但是你没有想过，人心是不会满足的。齐振这么轻易就得到他干几辈子也得不到的财富，他真的会满足于半个傅家吗？你觉得他都敢和你合谋杀我了，会不敢杀你吗？只要杀了你，整个傅家就都是他的了。富贵险中求，半个傅家和整个傅家，你觉得他会怎么选？如果是你，你又会怎么选？还有，父亲，你怎么就不肯认命呢？大夫都说了，你体内之毒已经深入骨髓，好好养着，活个3年5载是没问题的。但是你为什么还要折腾呢？还想生孩子？莫非你那毒把你脑子毒坏了？这些年虽然梁氏在的时候你没有纳妾，但是你院子里伺候你那些丫鬟，你没少睡吧？在别的地方也没少金屋藏娇吧？有哪个女人怀上你的孩子了？若说府里的丫鬟有可能是被梁氏灌了绝子药，无法怀孕，那外面的那些女人呢？她们总不可能自己也喝避子药吧？父亲，你脖子上的猪脑袋，不要一整天就只会想着怎么对付我这个亲儿子。别的事情也请你想一想，梁氏在你身体好好的时候都敢给你戴绿帽子，你现在时日无多，你凭什么觉得你新纳的姨娘不会呢？毕竟只要有孩子就可以多少分一笔家产，不是吗？更别说哄好了你还能得到更多。好了，父亲就在院子里好好养身子吧。对了，大夫说父亲需要静养，为了避免人多吵到您，儿子做主把您院子里的人全都撤了。不过您别担心没人照顾您，我会让前些日子您新纳的姨娘来照顾您的。让给傅红戴了绿帽子，又才小产不久的姨娘来照顾傅红，两人以后的日子啊，简直不要太热闹。据说那个失去孩子的姨娘，因为小产后被傅红责罚过，双重打击下，精神有时候会有点不正常，发起疯来还会打人呢。傅红如今又是这般虚弱，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残吧。两人相爱相杀，这未来的小日子不用想，也肯定是要多精彩就有多精彩。宋长廷，你个绑架本官！左大人不觉得你这个问题很蠢很多余吗？我若是不敢，你现在又怎么会在这里？青州最听不得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皱皱眉，手中剑一挥，啪的一声，直接把罗明辉的脸给拍肿了，牙齿都打掉了2颗。老子叫你别吵，注意一点，别把他的脸弄破了，一会儿还有用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再鬼哭狼嚎，老子割了你的舌头！宋长廷，你要怎样才能放了本官？宋长廷，绑架朝廷命官可是杀头的死罪，你现在放了我，看在我们都为二殿下办事的份上，我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以后我也不会再找你的麻烦。我知道你恨我，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错了，我不该去为了帮少儿扫平障碍而去害你。我知道道歉没有用，
不过幸好你的腿已经治好了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我给你10万两银子，就当做是对你的补偿，然后你放了我。罗明辉说完，死死地盯着宋长廷，生怕错过他脸上的任何一个表情。10万两，看来罗大人这几年没少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呀。看来罗大人这几年没少搜刮民脂民膏，贪污受贿呀。宋长廷在讽刺罗明辉为官不正，他却以为宋长廷嫌少，想了想，又加了5万两。15万两，只要你放了我，我不但会追究你绑架我一事，还会给你15万两银子。20万两，20万两，买你一条命。罗大人觉得自己的命只值20万两，啊？20万两已经是我能拿出来的极限了，再多真的没有了。既然罗大人要钱不要命，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你想干什么？挑断他的手筋脚筋，膝盖骨打碎，再把宋长廷，你不能杀我！杀你？看来罗大人不但脑子不好使，还连耳朵也不中用了。既如此，那就割了吧。你敢！罗明辉又怕又怒。宋长廷看了青州一眼，青州手中长剑一挥，不过眨眼的功夫，罗明辉的2只耳朵就落到了地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手筋脚筋也被挑断了。膝盖骨打碎之后，再把他的指甲一个个拔了，指头一个个切了，然后再把他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捏碎。不是喜欢断人的腿吗？那今天就自己亲自尝尝这滋味吧。好嘞，这人还要不要了？不要了，除了脸，其他地方随便你折腾。欧了，老子以前学了几个折磨人的法子，一直没机会用，今天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找来一块石头，用力朝着罗明辉的膝盖砸下去，又快又准又狠，罗明辉直接疼得晕了过去。真是没用。要弄醒吗？弄醒吧。这些折磨可是罗明辉最喜欢的，当然是要清醒的享受了。顺便把他们也一起弄醒吧。接下来的事情可是少不了这2位，还是弄醒看着点儿比较好。钱师爷和罗明辉的替身迷迷糊糊的睁开眼，想要动弹，却发现自己被绑着，心里一阵惶恐，想要喊，就对上了青州冰冷的目光，到嘴边的喊叫声就那样生生的吓得咽了下去。这才像样嘛，乖一点，别乱叫，不然地上那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想当景和县真正的县令吗？许是太过震惊，罗明辉的替身愣了半天，没有任何反应。我什么也没看见呢，不要杀我！闭嘴！再吵吵，现在就杀了你！想要代替罗明辉成为景和县真正的县令吗？换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罗耀，姓罗，罗明辉的本家。其实这些宋长廷都知道，只不过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免得真的把人吓出个好歹来。他还要费心思重新去找能用的人。是。罗耀点头，脸下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恨意，虽然很快消失不见，却还是没能逃得过宋长廷的眼睛。据我了解，你虽然被罗明辉选中，在他需要的时候做他的替身，但是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罗明辉给你的钱只够你和你母亲勉强温饱度日，连给你母亲看病的钱都没有。罗耀没说话。你若代替罗明辉成了这景和县的县令，这些问题将不会再存在。你不用再被罗明辉奴役威胁，你的母亲也能得到更好的照顾，甚至你还能享受他的一切，比如他后院的那些女人，他的妻子、姨娘、新寻的美人，都是你的。怎么样？要不要代替罗明辉当这景和县的县令？怎么样？要不要代替罗明辉当这景和县的县令？他今天只有2个选择，要么答应，要么死。我答应，可是你只要扮演好罗明辉，不被别人看出破绽即可。其余的，每天要做什么，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跟什么人
又该怎么联络等等，这些钱师爷都会教你的，你说是吗？钱师爷。是的，小人一定会好好辅佐罗耀。是好好辅佐罗大人。这就连罗大人都喊上了。陆晚霄不由得啧啧两声，这钱师爷大概是他目前认识的这些人中最怕死又最上道的人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罗明辉了。是，我一定会按照公子要求，好好扮演好罗明辉的。很好。那我的脸和他只有5成相似，被认出来可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就好了。是。宋公子，我发誓，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唯一的主子，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啊！我一定按照你的要求。好，闭嘴！钱师爷跟在罗明辉身边这么多年，鱼肉百姓、鸡鸣狗盗的事情没少做吧？想必一定捞了不少钱吧？小的该死，小的回去之后就把这些年攒的钱都拿来孝敬公子。钱师爷家中还有什么人？回宋公子的话，小人家中人口单薄，女儿已经出嫁，现在家中除了小人，就只剩下了卓兴和一个从大舅哥家过继过来的儿子了。只有你和你妻子，以及一个过继来的儿子。是的。确定吗？确定。这样的话，冷水镇对那对母子，想必跟钱师爷没有什么关系了吧？你别动他们，我求求你了，从今往后我什么都听你的，绝对不敢有一丝二心的。不要试图对我阳奉阴违，或者想着在我面前耍滑头，不然我会让你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要不是罗明辉做的那些事情只有钱师爷知道的最多最清楚，他才懒得在他身上浪费这么多功夫呢。是，小人明白。只要有软肋，就没有拿捏不了的人。不过考虑到钱师爷的人品，宋长廷还是拿出了一粒毒药。你给我吃的什么呀？实心散。实心散？那是什么东西啊？一种毒药，毒发时如万蚁噬心，甚至你的每一寸肌肤、每一块骨骼都会像是被千万只蚂蚁撕咬，不管是拼命的挠还是剥皮割肉都不能缓解。只要一发作，这种疼痛会不停不休地啃食你的身体，撕咬你的意志，让你如坠炼狱，生不如死，连自尽都做不到，只能等着被折磨致死。或许是3天，或许是7天，也可能会更久。至于几天死，全看你个人的造化。钱师爷闻言，脸色煞白，浑身颤抖，一股冷意从脚底升起，迅速蔓延至4肢百骸，害怕和恐惧占据了他的全身。一旁的罗耀也被吓得脸色煞白，连呼吸都不敢用力。只要你乖乖的做好我交代的事，不说不该说的话，不惹不该惹的人，不添乱子，好好做人，我就每个月让人给你送解药。钱师爷闻言赶紧猛点头，生怕晚了宋长廷就改变主意了。你放心，只要你忠心听话，我不会这么对你的，并且如果你表现得好，我还会考虑一下，给你找个好大夫看看你母亲。多谢主子。起来吧，你现在可以走了，自己想办法进城，太阳升起之前到碧人溪找我。是。钱师爷看着罗耀都已经离开了，宋长廷还没有要给自己松绑的意思，一颗心高高的悬着。他誓也发了，毒药也吃了，儿子跟自己的小命都在他的手上，他实在想不出要怎么做才能让宋长廷相信自己是会好好听他的话，为他办事的。宋长廷如何不知他在想什么，就是想让他多煎熬一会儿。处理好罗明辉后再放他回去。言下之意就是要让钱师爷看着青州处理罗明辉，让他亲眼看看罗明辉到底死得有多惨。好嘞。陆晚霄看着地上奄奄一息的罗明辉，给他吃2粒。干什么用的？吊命用。吊什么命啊？活不到天亮的东西，给他用这种好东西不是浪费吗？是活不到天亮没错，但是他得受完所有罪再死啊。而且弄这个的时候人要活着，这样才好处理。好吧，这药可是千金难求啊，
你一下子吃2颗，还不收你钱？你不起来跪下谢恩就算了，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你这是在提醒小爷揍你吗？粗暴地掰开他的嘴，把药丸喂了进去。这是化湿水，这刀剥皮比较好用。这个里面的水呢，一半给你洗手，一半用来泡一下待会儿取下来的东西。哎呀，罗明辉啊，罗明辉，本来我是还想让你多活1年的，但是你自己非要上赶着作死，那我就只好成全你了，也好让你早点去和你的儿子相聚。他非要作死的去动父子意，那就只好找个人代替他，让他早点去见阎王了。自己小心一点，弄完早点回家。别瞪了，再瞪眼你儿子也活不过来了。看在你马上要死还能给小爷练手的份上，小爷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你的儿子在你第一次见到他的随身物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挫骨扬灰，连头发丝儿都没剩下一根，所以呢，你一会儿去了地下也是见不到他的。啊，不对，你连去下面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啊，你一会儿会变成一滩脓血，也是连头发也不剩下一根啊。差点忘了告诉你啊，你精心培养的好儿子死前和一群畜生玩了好几天呢，是老百姓家里养的那种真畜生，不是纸儿。见过主子，见过主子。起来吧，把手中的人皮面具递给了罗耀。以后在人前都带上它。谢主子。罗耀谢恩起身，双手接过人皮面具，看了看，戴上。那去换上吧。是。还愣在这做什么？赶紧过去帮忙收拾一下，万一哪儿没弄好，被人看出破绽，你这小命还想不想要了？去呀！是，小人这就去。除了不能再欺压百姓，其他的一切照旧，按照那些事情也照旧，包括跟京城那边的联系，那边有什么消息及时传给我。是。主子，罗明辉那些护卫该怎么处理啊？这个不必担心，你说的那些人不能留的已经全部解决了，剩下的只需要你注意一些，就不会有问题了。若你以后发觉不对，自行解决。是。这是改变嗓音的药，不需要我教你怎么做吧？罗明辉每天都要喝1碗补药，今天大夫粗心加了1味不该加的药，那味药刚好是能让人嗓子毁了的药。他和罗明辉的声音相差太大，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借口说嗓子毁了。而给罗明辉调理身体那个大夫跟了他好多年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不会让人怀疑的借口把他打发掉。弄错药这个法子就刚好，还顺便解决了嗓子问题，一箭双雕。主子觉得这个法子不行吗？甚好。本以为罗耀只是一个孝顺又识时务的人，没想到脑子还这么好使，考虑事情也周全，一个法子就解决了2个问题，着实让他有些意外。罗明辉的那个贴身小厮是罗夫人的人，你回去之后找个借口把他处理了，顺便借这件事把罗夫人禁足，然后把他安排到你身边，以后有什么消息也让他传给我，危险的时候他也会保护你。多谢主子。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属下只是在想，这么贸然把罗夫人禁足，会不会……无碍，按我说的做即可。是。至于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知道。公子放心，小人定会千般小心，万般谨慎，绝对不会出现任何纰漏。爹，娘，儿子和潇潇来看你们了。儿子的腿现在已经和以前无异，儿子可以继续参加科考，儿子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长崎现在也很好，你们放心，有儿子在，定会护他周全。陆晚潇烧着纸钱，听着宋长亭在跟宋母报喜报平安，不知怎的，心里突然有些顿顿的，闷闷的。说实话，他有些不知该怎么面对宋母。虽然那些事儿是原主做的，但他现在用着的是原主的身体，所以愧疚是避免不了的。还有觉得有些无颜面对。对不起啊，娘，我……跪了好半天，陆晚潇才开口，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枉然。宋长廷一看陆晚潇满面愧色，就知道了他想说什么，停下烧纸的动作，见他眼角有泪水，抬手用指腹轻轻擦去。潇潇，我知道。娘，上次来都没跟您正式介绍自己，我叫陆晚潇，来自几千年后的世界，是您的新儿媳。您放心，我和长亭互相欢喜，我会照顾好她的。还有长启，我也会做好一个嫂子该做的，好好照顾她，培养她。娘，长亭的脚好了，她可以继续参加科考，进入仕途，施展自己的抱负，光耀宋家的门楣。还有长启也好好的，比以前活泼开朗，人也长高了不少。对了，他现在在京城最好的丹阳书院上学，那里有东燕最好的先生和教学体系，您不必担心他的前程，而且有长亭和我在，必定会让他前程似锦，余生平安顺遂。陆晚潇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许是心不静，有些语无伦次，不过到底是把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表达清楚了。怎么了？许是天气冷了，容易伤春悲秋。傻瓜。宋长廷亲了亲他的发顶。乖，不想那么多，累了就睡一会儿，等到了我叫你。好。陆晚潇点点头，在他怀里找了舒服的位置。醒了？什么时辰了？快亥时了。他这一觉睡了4-5个小时，那他晚上还睡得着吗？你不是说到了叫我吗？陆晚潇嘟囔着起身，宋长廷扶他，低头在他额头上轻轻落下一吻。见你睡得香，便想着让你多睡一会儿。自从离开京城，不是在赶路，就是在处理事情，算起来都没有一天是清闲放松的。他难得睡个好觉，他哪忍心叫醒他？可是我睡这么多，还睡到这个时候，一会儿还睡不睡了？睡不着就不睡，为夫陪你做些别的事。也不知是宋长廷的目光太让人沉溺，还是自己想歪了。色胚。色胚？为夫的意思是，夫人晚上若是睡不着，为夫可以陪夫人一起看看书，下下棋，或者一起练练武。夫人想哪里去了？谁才是色胚？最后一个字尾音上扬，带着几分轻笑，几分魅惑，听起来有种让人无限遐想的暧昧。他说的热气还尽数扑洒到他的脸上，陆晚潇的脸更红了，看得宋长廷忍不住又低头亲了他一下，朱唇柔软润泽，娇嫩可口，让人忍不住贪恋。亲一下又亲一下，还是不满足，宋长廷干脆低头擒住他的唇。抬起玉白的双臂环住他的脖颈，然后凭着感觉回应他。陆晚潇刚刚睡醒，脑子还尚未清醒，这些动作完全是下意识之下做的，整个人懵懵的，平时清澈的眸子透着娇憨和迷茫。宋长廷哪受得了他这般模样，抬手扣住他的后脑勺，慢慢的加深了这个吻。长廷，晚辈宋长廷见过玄清大师。宋施主有礼，这边来坐吧。玄清大师，弟子今日前来为求。宋施主别着急，先喝杯茶暖暖身子。大师既已知道晚辈的来意，不知大师还有何要求？那东西宋施主非要不可。非要不可？如果老衲不给呢？宋施主还打算硬抢不成？宋长廷不语，同样定定地看着他，态度再明显不过。宋施主应该很清楚，你不是老衲的对手。论武功，晚辈确实不是大师的对手，但是不知大师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何话？当你决心做一件事的时候，连神明都会为你让路。施主当真决定走这步吗？宋施主想要置之死地而后生，但不知宋施主有没有想过，或许人不想给你这个机会呢。那就遇神杀神，遇佛杀佛。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大师，
该您落子了。子期已经没有继续下的必要了。不到最后，大师又怎知没有继续的必要？还是说输赢尚且未定，大师就已经先退缩了？大师好像不是这种人吧？激将法对老衲无用。非也，这不是激将法，而是入了局，走不走就不是您说了算了。而且大师特意摆出这棋局，若不让您输得心服口服，晚辈能顺利拿走晚辈想要的东西吗？老衲是出家人，一直都是局外人，也不会入局。人生如棋，落子无悔，稍有行差踏错，下场便是粉身碎骨啊！承让了，玄清大师。哈哈哈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施主好棋艺呀！希望宋施主日后无论与谁对弈，也能如此的气魄十足，心思缜密。多谢大师教诲，晚辈记下了。听闻大师占卜很准，晚辈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大师能否？老衲已经很多年不占卜算卦了。大师不是才算过？错了，老衲并非算到你今日会来，而是一直在等你啊。大师一直在等我？我和大师之前好像并未见过面。曾经有一个人告诉我，哪怕身处绝境，亦须坚守，万物轻言放弃，因为云开见日出。玄清大师以为如何？听到宋长廷的话，玄清大师眼皮动了动，不过依旧没有睁开，也没有说话，只是微微叹了口气。可是乌云密布时间太长，有人等不到太阳，便已经走向灭亡。乌云最终抵不过烈日。施主还是不要太过执着往昔的好，不然恐入心魔呀。宋长廷淡淡的抿了口茶，没有接这话。血海深仇怎么能不执着？况且他不执着，那些人就会放过他吗？若他不执着，就是往事重现，那他重生回来做什么呀？至于心魔，他不会有的，因为他有了这世上最亮最温暖的光。宋长廷，我回来了。那天的他笑颜如花，如一道光一般，驱散了他周围所有的黑暗，并朝深渊中的他伸了手，把他从黑暗中拉了出来。只要那束光在，他就永远都不会迷失方向，迷失自我，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心魔。玄清大师，您提的要求晚辈都做到了，那晚辈所求之物，大师是不是可以割爱了？或者大师还有什么要求？您说，晚辈一定做到。东西你可以拿走，不过你需要答应老衲一个要求。大师请说。施主既然还记得那些前尘往事，就应当知道，这颗珠子不止你想要。此前尘往事非彼前尘往事，宋长廷懂，眸色一敛。然后呢？施主不必紧张，既然老衲把这东西给你，就断然不会再让你转赠他人。比起其他人，你们也确实是更需要这颗珠子。那大师的意思是？那姑娘，老衲欠她父亲一个人情，她命中有一大劫，老衲希望届时你或者你的夫人能够帮她一把，让她能平安度过此劫，或者让她少遭一些罪呀。玄清大师虽然没有明说是谁，宋长廷却知道他说的是何许人也。想到那姑娘前世身上发生的事儿，宋长廷剑眉微蹙。大师既然也知道那些前尘往事，那也应该知道，你说的那人，他其实并不需要这珠子，他带着不过是求一个心安罢了，他也不需要别人帮，凭自己的能力
就能度过那个大劫，而且他还有父母兄弟帮他，又哪里需要我和夫人这两个毫无干系的外人相帮？况且他是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天经地义，合情合理，老天爷还有意见不成？老天爷也会有打盹走眼之时，而且万事万物也会有变化，就当老衲用这珠子谢恩相报吧。你放心，不会让你做违背道义、违背良心、违背意愿之事的。晚辈知道了，若是有需要，晚辈会出手相助的。罢了，就当还赠珠之恩吧。不知大师可否给一些提示，晚辈该如何做？不然若是帮了倒忙，那岂不是违背了大师的初衷？世事变化无常，施主届时见机行事即可。老衲相信施主，施主也不必太过担心，尽力而为就行。晚辈知道了，大师可还有别的叮嘱？那晚辈就先告辞了，多谢大师割爱，来日晚辈定会报答。不必了。宋施主，大师还有何吩咐？方才老衲说的，让宋施主不要太执着于往事，还望宋施主能真正明白老衲的意思，不然你要是入了心魔，重蹈覆辙，便再无人能救你呀。大师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再无人能救他？施主不要多想，老衲只是想说，重来一次的机遇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既然得到了，就要好好珍惜，护好该护之人，切勿重蹈覆辙，因为再来一次就没有这么好运了。宋长廷觉得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不然玄清大师没必要特意多次提起。还望大师把话说清楚。时辰不早了，施主该离开了，你夫人想必也等得着急了。大师既然主动提起，又何故不把话说完？时机未到。大师，施主真的该离开了。你想知道之事，等时机到了，老衲自然会告诉你。有些事情你现在知道了，对你身边之人，甚至对老衲，都不是什么好事。你只需记住，好好珍惜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和乐日子，日后行事万不可太过激进，一定要护好身边之人。多谢大师教诲，晚辈记下了，晚辈告辞。既然担心那个孩子，师兄方才为何不把话说明一些？既然担心那个孩子，师兄方才为何不把话说明一些？宋长廷是他的兄长，不用说，他也会护好的。有些时候太过小心，反而会坏事。可是师兄不是想……世间万物皆有定数，万物皆有因，万般皆有果，不可过多干预，不可固执强求。而且那孩子以后要走的路，至纯至善对他来说并非是好事。在那种地方生活，至纯至善只能被吞的渣儿都不剩。纵使宋长廷能护他一世无忧，他也需要自己长大，自己走自己的路。我要闭关一段时间，如果到时间我没有出关，劳烦师弟去帮一下那孩子，让他顺利度过他的大劫，顺便告诉宋长廷那些因果。另外对外说我远游了，归期未知。师弟知道了，恭送师兄。小乔，你的额头怎么了？跟玄清大师动手了？别担心，磕了几个头，不碍事的。东西拿到了吗？拿到了，我们走吧。好。进空间后，陆晚霄第一件事就是用碧幽给宋长廷细细地擦拭了几遍额头，一直到额头上再看不到半点痕迹才作罢。别的地方还有书生吗？
真的被风吹多了，反应都迟钝了。额头都磕成这样了，膝盖肯定只会比人头更严重啊！把裤子脱了。做什么？给你看看你的膝盖呀，让你脱你就脱，磨磨唧唧的呢。夫人确定要为夫把裤子脱了？宋长廷故意把话说的有些暧昧。可恶可恶，把裤腿撸起来，我给你看看膝盖。还以为夫人今天要心疼为夫呢。这幽怨的语气，怎么好像陆晚潇不给他吃似的？陆晚潇是有些害怕，听说初次很疼，但这种事儿早晚都要来的，没什么好逃避的，大不了到时候眼睛一闭牙一咬，忍忍就过去了。明明是他自己不那个啥的好吗？要不是他是大夫，非常确定他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他都要怀疑他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了。莫非他真的是有什么连他都看不出来的隐疾？怎么了？没事，我刚刚只是在想要怎么心疼夫君。然后把手里的毛巾重重按在他膝盖上，脸上笑意盈盈。不知道这样够不够疼夫君？夫人这是要谋杀亲夫啊！怎么会呢？妾身分明是在疼夫君呀。陆晚潇说着，又把手中的力度加重了一些。怎么样，妾身这下够疼夫君了吧？明明是他自己憋着，还说他不疼疼，那他今天就好好疼疼他。你呀，他岂会不知道他的小心思啊？无奈的摇摇头。夫人再等等。陆晚潇听到这话，直接翻了个白眼。什么叫他再等等啊？这话说的好像他每天都在想着要把他生吞活剥一样。有这种想法的明明是他自己好吗？好好说话，不会说的话就别说了。陆晚潇狠狠地掐了一下他腰上的软肉。夫人别恼，是为夫说错了，是为夫再等等。这锅怎么着都要扣他头上了是吧？你还是闭嘴吧，还好没有伤到骨头。你这是磕了多少头啊？为表诚意，掰了几下而已，没事的。宋长廷轻飘飘接过。如果他知道自己是在风雪里3跪9叩上了那199的台阶，还不知要心疼成什么样子。没有必要。你到底是跟玄清大师讨要什么东西啊？一颗珠子。一颗珠子？做什么用的？此珠名为定魂珠，是用千年菩提果、百年檀香、蟠桃木和麒麟角合制而成，又在佛前受了数百年香火，有镇魂、定魂、辟邪、避毒、延年益寿之功效。戴上此珠，任何邪祟都不能再近身。据说女子佩戴还可以驻颜。镇魂、定魂，所以这珠子你是为我而求的？小萧，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放心，我不会离开你的。不是说了吗？我在21世纪的身体已经没了，我回不去的。我知道，我只是担心你那天不受控制去了别处。难了，这种事真的要有机缘。蓝雪那也是意外，我会好好保护自己，不让自己出意外的。其实他最担心的是，原来的陆晚潇没死透，哪一天突然就回来了。这定魂珠这么神奇，你跪一跪拜一拜，玄清大师就给了。陪他下了盘棋，还答应他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他要我出手帮一个姑娘，在她遭遇人生大难的时候。一个姑娘？谁呀？红炉四情柳玄林的女儿柳梦雨。她……宋长廷把前世柳梦雨身上的发生的事儿简单的说了一下。所以你之前说的亲眼见过的借尸还魂就是她，还因为她身上发生的事担心我哪天被原来的陆晚潇或者别人抢了身体。不会有事的，你现在不是已经拿到定魂珠了吗？我以后天天带着。哥哥嫂子刚从书院回来。要过年了，书院也放假了，秦州哥哥去接我的。不是要去江南吗？没去？去了。那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事情办完了就回来了呀，不然还要在那里过年吗？我们长启又长高了，这段时间在学院还适应吗？适应的，学院里的先生和同窗都很好，他们很照顾我，还有景年哥哥和景堂哥哥也会照顾我。长启真棒，
嫂子和哥哥给你买了礼物，一会儿让你哥哥给你拿到你院子里去。谢谢嫂子。瘦了，瘦了。没有瘦，外祖母。潇潇一直记着外祖母的叮嘱，在外面也有每天都好好吃饭的。外祖母放心，潇潇有好好照顾自己，还有长亭，他也有好好照顾我。那就好，那就好。喜欢吗？喜欢就拿着，嫂子给你买。谢谢嫂子，我看看就可以了。别怕花钱，嫂子现在有钱，咱们喜欢就买，买多少都可以。真的不用了，嫂子，而且我现在已经长大了，不该玩这些东西了。怎么可以这么懂事这么乖呀？大手一挥，让老板把他刚刚看过的全部装起来。长启一下子就着急了。嫂子，嘘，大人做事，小孩子不要说话。宋长亭看着跑远的两人，笑着摇摇头，拿出银子来付钱。青州很自觉地接过老板打包好递过来的东西。这真的是以前把长启卖掉之人？你觉得呢？感觉不像啊。仔细想来，不合常理的地方太多太多，甚至可说是每一处都是。所以真相只有一个，现在的这个陆晚潇是假的，只是一个顶着陆晚潇的脸和身份而活着的人。所以他真的不是陆晚潇？宋长亭摇头。啊？你的意思是他是陆晚潇？宋长亭还是摇头。不是，你老摇头什么意思啊？能不能说两个字啊？是，也不是。是也不是，这到底什么意思啊？那人到底是不是陆晚潇啊？只是身体是而内里不是，解释还魂这种事儿，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也并非没有可能。小声地把自己刚才的猜测斟酌着问了宋长亭。此事你自己心里清楚即可。哎，放心，我的为人你还不放心呢。再说现在我和你们可是一体的，让别人知道了，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他管是不是原来的陆晚潇呢？只要对长启好就行了。长启他知道吗？长启没特意跟他说过，不过以他的聪慧，肯定早就看出不同了。哥哥，青州哥哥，你们快来啊！来了。青州哥哥，这个糖葫芦味道不错，你尝一下。想到之前几次被骗的经历，青州下意识的拒绝。给你哥吃吧，我不爱吃这东西。哎呀，嫂子手里也有，哥哥要吃的话，嫂子会给他的。我知道你是怕我像前几次一样骗你，可是这次我真没有。这个糖葫芦真的比我们之前买的都好吃，你就尝一口嘛。看着面前乌溜溜的眼睛里满是期待的长启，青州觉得自己要再说一个不字，自己都想抽自己。算了，只要能让他开心，刀子也吃了。谁让他一口一个青州哥哥还这么可爱呢？青州哥哥，我没骗你吧？是不是真的很好吃？确实还不错。走，还想要啥呀？青州哥给你买。你青州哥我也很有钱的。累不累？我在你眼中是有多娇气啊？要是夫人真的娇气也好了，这样为夫就可以有多一些表现机会。那我以后表现娇气一点，多给你一点表现的机会。如果夫人肯的话，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宋长亭，你没事吧？也没发烧呀？难道是受什么刺激了？那不然夫人等晚上好好检查检查。哼，好啊，刚好晚上也没事儿，我就帮你好好检查检查，再顺便帮你扎几针。放心，看在夫妻情分上，我可以给你打个5折，实在不行给你免费也可以。那夫人可要说话算数，晚上好好检查。陆晚潇3度无语，这天是没法聊了。你知道长启刚刚对我说了什么吗？什么？他说希望我永远做他嫂子，还说最好生生世世都做。他喜欢我。那你怎么说的？我对他说，只要你哥哥能找得到我，我就生生世世给他做嫂子。那夫人做好生生世世跟为夫在一起的准备吧，为夫一定会找到夫人的。那夫人做好生生世世跟为夫在一起的准备吧，为夫一定会找到夫人的。为了避免出现万一，为夫决定以后多在夫人身上留下标记，这样为夫就不用担心找不到你了，亦或者找错人了。为什么不管说什么，这个男人都能绕到这种事情上啊？这要是在家里，这个男人是不是当场就上手啊？不
上嘴了。好好说话，正经一点，再不好好说话，晚上我就去找花花。这个威胁屡试不爽，宋长廷立马就乖了。宋长廷见自己的夫人心思完全在糖葫芦上，好半天了都没有半点要理会自己的意思，抿了抿唇。娘子，我也想吃糖葫芦。这委委屈屈的语气，害得陆晚潇差点被山楂卡住了喉咙。想吃你不早说，还剩最后一颗，尝个味儿吧。说着，把手里的糖葫芦递给他。宋长廷没接，直接就着他的手，把上面的山楂咬入口中，咀嚼几下咽下。谢谢娘子，娘子的糖葫芦就是好吃。眼带笑意，语气也没有了之前的委屈，像终于得到了糖的小孩。陆晚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这哪是想吃糖葫芦，分明就是因为他刚刚只顾着吃糖葫芦没理他，觉得自己被冷落了，才借口要吃糖葫芦让他关注他，还真是幼稚。常启知道他那冷静沉稳、做事运筹帷幄的哥哥，其实私底下是个幼稚鬼吗？达到目的的某人心情甚好。那又如何？我是他哥哥，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事实。他还不是一样的叫我哥哥。对了，常启刚刚还问我喜不喜欢这里，你说他是不是早就发觉我不是他原来的嫂子了？常启聪慧，肯定早就有所察觉了，只是可能觉得今天气氛刚好合适，就隐隐提了一下，不然他也不可能那么快就打心里接受你，你说什么都听。看出来也好，这样我就不用继续背这口大锅了。对不起，这件事情是我没有处理好。借尸还魂太过骇人听闻，这种事情要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知道了，少不得要引起麻烦，还可能会被人当作妖魔鬼怪，要嚷嚷着把他烧掉。他不够强大，若真出了事儿，他护不住他，所以他不敢让除他之外的任何人知道，包括他最亲最信任的常启和傅子义。这是你送我的生辰礼物？宋长廷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什么意思啊？难道不是送我的？宅子是送你的，但是不算生辰礼物。那你给我准备的生辰礼物呢？在里面，我们进去看看。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弄这个啊？不是突然，是早就有这个想法和打算了。你来到这里就成了我的妻子，什么都没给你，总觉得委屈你了。没有，不委屈。你对我那么好，怎么会委屈呢？那不一样，平时是平时，婚礼是婚礼，一辈子只有一次，这个不能省。本来想等高中的时候，以状元的身份，凤冠霞帔，十里红妆，八抬大轿的娶你，但是那还要再等1年，不想你继续委屈，我也等不了。想着你也不喜欢太过折腾，便以这种低调的方式举行一个属于你我的婚礼。陆晚潇没有说话，宋长廷以为他嫌婚礼太简单不满意，心里一下子就慌了。夫人不喜欢吗？还是……不是，谢谢夫君。陆晚潇的眼眶里蓄着泪水，一哽咽就顺着脸颊流下来，未说完的话就那样堵在了喉咙里。看到他流泪，宋长廷的心更慌了。怎么哭了？你若不喜欢，我们就不弄了，或者等明年，我重新给你一个隆重盛大的。你别哭啊，潇潇。宋长廷一边说，一边抬手帮他擦眼泪。平日里淡定从容的人，在这一刻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喜欢，很喜欢。我不需要多隆重盛大的，像这样就很好。我只是太开心了。闻言，宋长廷松一口气，捧着他的脸，低头吻去上面的泪珠。傻瓜，你是我的妻，这些是夫君该给你的。那也很开心，谢谢夫君。真是个容易满足的小傻瓜呀。那你还喜欢？当然喜欢，下辈子、下下辈子、下下下辈子都要喜欢，生生世世都要喜欢，生生世世都要和夫人在一起，宠夫人，爱夫人。谁要跟你生生世世在一起啊？我们结过情契的，当然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潇潇今天真美。你的意思是我以前不漂亮？怎么会啊？夫人一直都很漂亮。油嘴滑舌。
夫人不嫌弃就好。吉时快到了，我们出去吧。嗯。天地为媒，山河为证，星月为礼。卿可愿嫁我为妻，一生一世，不离不弃。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夫人，我们该拜天地了。嗯。一拜天地。爹娘葬在陶溪村，在西南方。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小萧，从此以后，你我就是拜了天地，名正言顺的夫妻了。往后余生，我们携手与共，不离不弃。今生今世，生生世世，萧长亭定不负陆晚萧。夫君，你做什么？夫人，我们该回房喝合卺酒了。夫人，我们喝合卺酒。陆晚萧接过酒杯，点点头，两人交着手，饮下了杯中酒。喝了合卺酒，夫妻二人从此同甘共苦，患难与共。陆晚萧轻轻抿了一下嘴唇，心中泛起丝丝甜蜜。想到一会儿要发生的事儿，陆晚萧甜蜜的心里又多了几分紧张。想到自己一会儿可能会被吃的渣儿都不剩，陆晚萧心中的紧张更甚，贝齿不自觉地咬上了红唇。怎么了？没事。这种事儿怎么能怂呢？对了，可以喝点酒壮壮胆，而且喝了酒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感觉。在想什么？夫君，我觉得刚刚那个酒不错，我可以再喝一杯吗？傻夫人，合卺酒是只能喝一杯的，不然就没有它的意义了。哦。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长夜漫漫，体力不足的话怎么行啊？不饿。可是为夫饿了。那儿不是有很多点心吗？去吃吧，我在这里等你。可是为夫今晚不想吃点心。那你想吃什么？你。翌日天色微亮，宋长亭就醒过来，看着躺在臂弯里睡得正香的人儿，嘴角上扬，眼中也不觉染上了笑意。他终于真正成了他的人，宋长亭心中满足又踏实。夫人醒了。夫人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啊？没什么，我只是在想，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起床？傻夫人，今天是我们洞房花烛的第二天，为夫若不在还像话吗？夫君真好。陆晚萧抬起头，在他的唇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迅速闪开。大清早的男人不能聊，特别是刚开荤的男人。昨晚他只是主动迎合了一下，就被他折腾的差点腰都断了。尽管他昨晚已经足够的温柔克制，他还是感觉身体像是被车轱辘碾了一样。夫人不必如此，为夫又不是禽兽。上次他说的不是禽兽，结果第二天早上，他的脖子上、胸前全是深深浅浅、暧昧至极的痕迹。那时候他还未开荤就尚且如此，现在他尝过鱼水之欢的滋味了，还得了？宋长亭，你属狗的吧？还是有什么特别的癖好？每次都非得把他身上弄一些痕迹。夫人缘何这般说？你就装吧，下次再弄这么多这么重的痕迹，你就去睡书房。不对，我就去找花花了，你自己睡。是，为夫下次一定注意，为夫保证，下次真的会注意。很贴心的伸手扶他，准备伺候他起床更衣。不用，我自己可以。直觉告诉陆晚萧，这个时候让他帮忙更衣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为夫只是想伺候夫人起床更衣，夫人这般，为夫会伤心的。这个男人不知何时已经变得又骚又茶了。都说了为夫帮你，你又不要，你看看，差点摔倒了吧？不小心而已。
我还没虚到那个地步。再说，我这样都是谁害的？这2天，宋长廷像吃了兴奋剂一样，缠着他不知疲倦的索取，把他翻来覆去的折腾，花样百出。这也就算了，他还以让他好好休息为由，骗他去空间，然后在空间把他这样那样。要知道，空间几天，外面才1天，要不是有碧幽，他怕是真的交代在床上了。鱼水之欢固然让人欢愉，但是这样暴饮暴食没有节制，他就受不了，自己先回去了。就像身后有狗追一样，连宋长廷都没等，也没骑马，直接用空间回的城。实在是再待下去啊，他觉得自己的老腰真的要保不住了。走路不看路，要命了！下次走路看着点，换成别人早没命了。青州见他半天没反应，喂，听见没啊？下次走路注意一点，不然被撞了，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老伯还是不说话。刚才也没撞到吧？不会是吓坏了吧？把他送去附近的医馆看看。好。我的，给我！放心，小爷不要你东西。给我的玉佩，还给我！青州，可是那玉佩有什么问题啊？这是亲王才能佩戴的。亲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现在的几个皇子除了太子，其他的好像都还没有封王吧？夫人记性不错，现在的几个皇子除了太子，其他都没有封王。目前有亲王封号的2个王爷，都是荣顺帝的兄弟。荣顺帝那一辈的哪2个？端王顾洪城，睿王顾洪炎。端王和睿王这2位亲王是被荣顺帝厌弃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好像都没听人提起过啊？睿王在荣顺帝登基当年就被派去了封地，无诏不得回京。那端王呢？没去封地吗？没有，荣顺帝不许他去。说说吧，那块玉佩是怎么回事？玉佩是我的，你还给我。你确定这块玉佩是你的？是。你确定？老伯很想说是，但是对上宋长廷洞悉一切的目光，到嘴边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你是如何得到这块玉佩的？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这玉佩本来就是我的。是吗？那你可知这块玉佩出自哪里？又是什么人才能佩戴的？这块玉佩出自皇宫，只有亲王级别的人才能佩戴，其他人除非是亲王相赠，不然一概视为偷。盗窃皇家物品可是杀头的大罪，搞不好还会诛九族。怎么会是皇家的东西呢？我明明是明明什么？明明是你从别的地方拿的是吗？这块玉佩并不是你的，也不是别人赠予你的，只是你见这块玉佩值钱，所以起了贪念，据为己有。我说的可对？哼，你不必如此看着我，都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不是个傻子都能猜得出来的好吧？老伯伯，事到如今，我觉得你还是把这块玉佩的来历，以及你知道的关于这块玉佩的事情都说出来的好。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们有的是法子能让你开口，不过是想着你这么大年纪了，身体又不好，还是温柔些的好。不过你若是一直这样，可能就要不好意思了。我们耐心有限。听到陆婉潇的话，老伯看看他，又看看宋长廷，嘴唇动了几次，似乎在酝酿该怎么开口。不过好半天了，却还是一个音也没发出。宋长廷却已经没有了耐心。青州，是砍还是剁？我说，别杀我，别杀我！说，这玉佩是我从一个孩子身上拿的，大概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镇远伯府做事。镇远伯府的夫人贤惠大方，从不苛待下人，赏罚分明，是个难得的好主子呀。只可惜他的命不好，
夫君不是个好的，还年纪轻轻的就去了。这些跟这块玉佩有什么关系啊？夫人她当年难产，生下孩子之后就不行了，临终前把孩子托给她身边的嬷嬷，也就是我的那个老乡，然后你的老乡又把孩子托付给你，让你带着孩子远走高飞，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吃人的伯府，没有娘，爹又不爱的孩子是很难活下去的。而这块玉佩也是你老乡交给你的，这是能证明孩子身份的东西，只可惜半路被你贪了。玉佩是伯府夫人给的，是证明侯府公子身份的东西，所以你刚刚听到他是出自皇宫时才会那么震惊，对不对？是。那个孩子呢？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江陵府的一个小县城的乡下。江陵府小县城？当年我带着他离开京城之后，搭了一个商队的车，一路往东，到了江陵府，本是打算找个地方把他养大的，但是我一个粗汉的不会照顾孩子，一路奔波，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加上我自己也没什么谋生的手艺，想着他跟着我也是吃苦，我就你觉得你一个人养不好孩子，就把他扔掉了，还拿走了能证明他身份的玉佩？你当年把那个孩子扔了，有没有想过，要是没人捡到他，或者遇到了野兽怎么办？不会的，我当时藏在暗处，看着有人把他捡走才离开的。你还记得你当时把那个孩子具体扔到哪里了吗？或者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捡走这个孩子的人长什么样子？这个时间太久了，这2年脑子也愈发不中用了，具体扔到哪个村子我也不是记得特别清楚了，只记得当时是把它放到了一个小山坡上，把它捡走的人是个男的，那个男的当时还抱了一个没了的孩子去安葬。听到老伯的话，陆晚潇和宋长廷相互对视了一眼，两人眼中皆闪过了震惊。当初宋父就是在去埋自己夭折孩子的时候捡到宋长廷的。我记得那个孩子肩膀上好像有一个月牙形状的胎记，不过具体是在左肩还是在右肩，哎呀，我也记不清了。听到老伯的话，陆晚潇觉得什么也不用再问了，因为宋长廷的左肩就刚好有一个月牙形状的胎记，这个老伯当年从镇远伯府抱出来的孩子就是宋长廷。你来人，来者何人？夜闯端王府所为何事？晚辈宋长廷见过端王殿下。宋长廷，王爷小心。端王抬抬手，示意他不必担心。将军不必紧张，晚辈并无恶意，今夜前来只是想拜访一下端王殿下。谁派你来的？自己来的。自己来的？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想请王爷看一样东西。哦，什么东西？端王接过玉佩，只看了一眼，眸色微变，抬手让屋里其他暗卫退下。这玉佩你是从何处得来的？母亲的遗物。母亲的遗物？你母亲她不在了？难产而亡。难产而亡？这是端王这么多年以来情绪最大的一次，连黑山都感觉非常意外。王爷。端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反应太大了。你这些年是怎么过的？看着端王眼里和声音里毫不隐藏的慈爱和那关爱的语气，宋长廷嘴角微微抽了抽。王爷，您这事都不验证一下就把我当儿子了？不用验了。宋长廷的眉眼和他的如此相似，又有他的玉佩在手，关键是他身上还给他一股熟悉亲近之感，哪里还需要验什么身份啊？还是验一下吧，王爷。万一我跟王爷并无血缘关系，王爷这一腔热情岂不是错付了？王爷难道就不担心这玉佩是我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至于和王爷相似的眉眼，王爷见识广，经历多，又博览群书，想必也听过或者见过。两个人哪怕没有血缘关系，
也会有相貌相似的，所以王爷还是验证一下的好，免得搞错了。端王对宋长廷的欣赏和满意又多了几分。攀附皇亲贵胄可是杀头的大罪，在下还想多活几年呢。去准备一下。是，王爷。黑山应了一声，快步出了书房。很快，黑山端着一碗清水回来了。两滴血在水中慢慢化开，片刻的功夫，两滴血完全相融在了一起。这是他的孩子，在他不知道的时候，已经长了这么大。孩子，王爷。相比端王的激动，宋长廷心中倒没什么太大感觉，更多的是终于了了一桩心事。他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亲爹是谁。来，这边来坐。多谢王爷。你现在住在哪儿啊？段家。段家？镇国公府？正是。你和段家是什么关系啊？外孙女婿。外孙女婿？你已经成亲了？和段家那个流落民间10多年，去年才找回来的外孙女？我和夫人青梅竹马，感情甚笃，成亲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很好。宋长廷说完好一会儿，都没见端王开口。王爷不必为难，我今天前来，并不是想要认祖归宗。你说什么？你说你没打算认祖归宗？你说什么？你说你没打算认祖归宗？是的，我今天来，主要是想确认一下，这玉佩是不是您的，以及您到底是不是我的亲生父亲。他上辈子的死8成是跟他身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只有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才能继续往下查，揪出幕后之人，他才能安心。不然一日不揪出那人，就算杀了二皇子，这个危险仍然存在。只是这样。当然，如果王爷方便的话，在下还想知道一些您和杨母亲的事情。镇远伯府赵元明。是的，王爷。宋公子是这么说的。去查一下，然后你知道该怎么做。属下明白。黑山看到那个瓶子，狠狠惊了一下，想到那瓶子里装的东西，有些不顾尊卑礼数的直接喊出了声：王爷。黑山呐，本王这一生辉煌过，荣耀过，只是这些年过得稀里糊涂又窝窝囊囊的，在这端王府一困就是10多年呢。王爷。因母妃的关系，本王自出生便得到了父皇的偏宠，但是帝王的偏宠是福也是祸。因为父皇的偏宠，本王得到了许多别的皇子和公主没有得到的东西，甚至可以轻轻松松就能得到别人穷尽一生也得不到的东西，财富、权力、美人，只要本王开口，父皇都会无条件的给本王。本王也曾经因为这些短暂的迷失过自己，是母妃的及时提点，本王才没有走上不归路。也是因为父皇的偏宠，然后我遭受了许多阴谋和算计，好几次还险些丧命。有些事情该解决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属下知道。要变天了，外面的天变不变不知道，但是端王府的天是肯定要变了。吩咐管家和门房一声，最近不准世子和郡主出府，王妃要出府也需经过本王的同意。是。另外，你从黑鹰军中挑选几个身手好、办事稳妥的人，去保护那个孩子。还有，今晚之事不得走漏半点风声。怎么了？王爷，现在派人去保护宋公子，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啊？而且以他的身手，应该也不需要。他始终是本王的儿子，黑山，不管如何，本王都不希望他出事，你明白吗？属下明白。去吧，挑几个身手好的，尽量不要让他发现。是。因为端王的重视，黑山连夜把人挑了，给宋长廷送过去，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小心谨慎些。但是人是半夜过去的，送回来是在天亮时候被送回来的，还是被大清早出门的宋长廷花花发现并且赶了回去。看来端王这是非要把你认回去不可的节奏啊！随便他，反正我的态度
永远不会变。他只做嫡子，永不做庶子和私生子。把黑鹰军里最厉害的10个人挑出来，其他的从今天开始训练加倍。黑鹰军多年没作战，功夫都退化了，连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都防不住一刻钟，是应该好好重新训练一下了。王爷这是要继续派人去宋公子身边？挑一些机灵的。可是宋公子他明显不需要人保护呀，他武功这么高，别说在京城了，哪怕在整个东叶，能伤到他的应该屈指可数了。说完，见自家王爷不说话，黑山斟酌了一下。王爷，宋公子昨天的态度，以及今天毫不犹豫的把咱们派过去的人赶回来的举动，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很不希望现在的生活被打扰。属下觉得，您若是真想派人去保护他，挑2个身手最好的去就可以了。这样宋公子应该就没有那么快发现他们了。就算发现了，他们没打扰他，人又少，他应该也不会多排斥。若真的遇到危险解决不了，他自会来求救，届时属下再派人去支援便是。那就依你所言。是。王爷可还有别的吩咐？没有的话，属下这就去挑人去了。昨天吩咐你的事情怎么样了？王爷放心，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下去了。世子那边有没有什么反常的情况？世子今天早上想要出门，得知王爷不让出门之后，便回了院子，现在应该在书房看书呢。他就没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吗？没有。王妃那里呢？也跟往常一样。本王知道了，你下去吧，多派一些人去。本王要尽快知道那个孩子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还有镇远伯府那边也要尽快。属下明白。有了前车之鉴，黑山这次把黑鹰军里面身手仅次于自己的2人派了出去。老大，你说这宋公子到底有没有发现我们呢？应该没有吧。头不是说宋公子不喜欢有人跟着的吗？要是他已经发现了我们，那我们还能在这儿吗？哎，别多想了，宋公子肯定还没发现咱们呢，咱们小心一些便是。我怎么感觉宋公子早就发现我们了呢？不能吧？我觉得肯定是。宋公子又不是第一天来京城，稀罕的到处逛啊。而且你觉得他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吗？一个京城让他连逛2天还不腻。也是啊，可是他为什么不像对之前的兄弟那样把我们赶走呢？难道是考验一下我们，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把我们留下？这个，出来吧，跟了这么久，不累吗？公子。端王让你们来的。是，让你们保护我。是。你们觉得你们能保护我吗？你们叫什么名字？属下黑木。属下黑土。黑木，黑土，你们家王爷好歹也是饱读诗书之人，怎么给你们取名字这么不讲究？属下的名字是首领取的，您若不喜欢，可以咱们再重新取一个。没兴趣，而且这名字跟你们挺配的。你们家王爷让你们来，除了保护我之外，还有别的吩咐吗？你们家王爷让你们来，除了保护我之外，还有别的吩咐吗？没有了，王爷只说让属下保护好公子和夫人，剩下的全听公子吩咐。全听我的吩咐。是。我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是。杀人放火抢劫也去。是。那造反呢？黑鹰军不能造反。公子，黑鹰军是先帝为保护王爷而建的，先帝驾崩前下旨不能造反，除了造反和刺杀王爷，其他任何事情只要公子开口，属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开个玩笑而已，不用那么紧张。别跪着了，起来吧，我有事吩咐你们去做。请公子吩咐。去把你们家世子这几年做的事、见的人，还要去的地方，这些都给我整理一份来。啊？您让我们去调查世子？怎么做不到？方才不还说
除了造反和刺杀端王，其他的事都可以做到吗？公子恕罪，属下只是有些惊讶。既然能做到就快去吧，也好让我看看你们的办事效率。这是第一件事，如果办不好的话，你们知道后果。是公子。他们真的会把顾城林消息全部报给你吗？自然不会，并且他们还会把这件事告诉端王，到时候送过来的消息都是经过端王同意的。那你还让他们去？就当给他们找点事情去了，不然他们就一直跟着我们。夫人不是嫌他们碍事吗？并且我也不需要顾城林的所有消息，只需要几个有用的就可以了。实在不行，到时候我们就再去端王府走一趟。你说端王到底想做什么呀？管他呢，只要不妨碍或者牵扯到我们，他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放心，就算他真的别有用心，为父也不会让他算计到我们身上来的。你说上一世害你身亡的幕后主使，会不会就是顾城林呢？知道自己不是端王的儿子，然后又机缘巧合之下知道了你才是端王的儿子，而你刚好又在调查自己的身世，担心哪天你和端王相认，所以借二皇子之手除掉你啊。夫人真是越来越聪明，为父也是这么想的。至于具体是不是，还需要查证一下。别着急，这件事情很快就会知道的。现在距离上一世你身亡不是还有几年吗？这样的话，顾城林现在应该还不知道你的存在和身份。就算因为你的重生改变了一些事情的轨迹，但这件事应该不会提前这么多吧？这相差好几年呢。不必担心，他若不知，就让他知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真是小瞧这位端王世子了。确实。宋长廷，快看，有流星！为父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快许愿吧，你之前不是说看到流星要许愿的吗？对哦，差点忘了。他让你们把世子这些年的行踪以及来往的人整理成册给他。是。他有说做什么用吗？没说。宋公子看起来好像不太喜欢我们，属下也没敢问。王爷，除了这个，他还有说别的吗？没了。王爷，属下要按照宋公子的要求，把世子的相关消息给他吗？宋公子说，这是他让我们办的第一件事。如果办不好的话，以后就别去他身边了。既然他想要，那就给他。是。王爷，要给真消息还是假的？还是真假参半？你觉得宋长廷好骗吗？那你是想被赶回来？属下明白王爷意思了，知道该怎么做了。下去吧，机灵点。宋长廷那边有什么事再来禀报。还有，务必要保护好他的安全，明白吗？属下明白。你说宋长廷和世子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呀？不会吧，宋公子刚来京城不久，而世子这些年也一直在京城，两人连认识的机会都没有。而且世子每次出门都有黑鹰军跟着，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您都是知道的。把最近2年世子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详细整理一份给我。王爷您这是……不必多言，按本王说的去做。另外吩咐下去，从现在开始，世子可以随意出门，面上也不必再派人跟着，给他最大限度的自由和空间。是。对了，镇远伯府那边有消息了吗？属下查到杨玉秀当年确实是嫁给了镇远伯赵元明，还有杨玉秀也确实是产子之后就去世的。只查到这些？还有别的有用的消息吗？杨家是商户，杨玉秀父母双亡，当年嫁给赵元明，带取一大笔嫁妆。现在赵家还有金章的几个铺子，全都是当年杨玉秀带过去的。杨家是商户，难怪赵家那落魄的伯府这些年还能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
去查一下，赵元明知不知道杨玉秀的孩子不是他的？是啊，对了，王爷，属下查到的消息，当年杨玉秀好像一尸两命。一尸两命？不可能，这应该只是一个迷惑人的消息。去确认一下杨玉秀的死和赵元明有没有关系。如果是真的赵元明的手笔，最多3天，本王要听到赵元明暴毙的消息，然后这件事就不用再往下查了。是，王爷。对了，派去调查长亭的人有什么消息吗？回王爷，目前只查到宋公子当年是被送到了江宁府景和县，这次来京城是他的夫人要回段家认亲，所以跟着一起来的。至于其他的消息，得等我们的人去到景和县才能知道。本王知道了，你下去吧。王妃和世子那边有什么情况随时来禀报。对了，王爷，宋公子好像很得段家三爷的欣赏。段家三爷，段云峥。而且宋公子也很有才华，之前段家的赏花宴、作诗作画，他都拔得头筹。他身上有秀才的功名，至于为什么没继续参加科考，暂时还没查到。本王知道了，你下去吧。这位公子，我上次说的句句都是实话呀。我跟杨玉秀成亲是各取所需，他不想杨家的财产被旁支抢走，还想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爹。我想用钱来维持伯府的体面和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至于他肚子里的孩子的爹是谁，他没告诉过我呀，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不该见财起意，我不该心怀不轨，我不该背信弃义。我已经请了高僧来给他超度，每天3炷香供着他。我下辈子给他当牛做马，我知道错了呀，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一日一早，镇远伯府就传出了镇远伯赵元明突发恶疾去世的消息。昨天晚上，宋长亭带他去看了流星雨，好看也浪漫，就是有点费腰。昨天晚上回来之后，宋长亭把他折腾到后半夜才放过他。果然啊，所有的浪漫都是需要身体力行来偿还的。妈蛋，还说自己不是禽兽，这何止是禽兽啊，这简直是禽兽见了都害怕。夫人，背后说人是不对的，这样有失君子风度。谁背后说人了？我这分明是光明正大的说，你不是已经听见了吗？再说了，我是女子，又不是君子。是，夫人说的是为夫失言了。这个给夫人赔罪，夫人莫恼可好？这是什么？京城的铺子？哪来的？这是我生身母亲的嫁妆。你的生身之母杨玉秀，她的嫁妆不是在赵元明手里吗？赵元明死了，赵家的爵位也被收回了。赵元明死了，端王动的手？这地契是刚刚当王的人送来的。端王倒是效率高啊，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感觉端王是真的想要认回你，并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确实，不过现在下定论还有些为时过早。马上就是春闱了，我们也该准备从段家搬出来了。皇上恕罪。恕罪？那你倒是说说，你犯了什么罪，需要朕恕罪的？微臣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怎么现在吞吞吐吐的？哑巴了？还是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皇上恕罪，微臣就不知啊。不知？好一个不知！朕竟不知，你们的胆子已经大到了如此地步，连科举都敢动手脚。陛下，微臣，这些东西认识吗？说吧，谁指使你这么做的？微臣。来人，把他给朕拖出去砍了！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微臣说是把他的嘴堵上，赶紧拖出去，莫叫他在这里扰了陛下。来人，
传朕旨意，这次参加科举舞弊的所有官员，主考官梁德明斩首，其他的一律抄家流放，且子孙后代3代之内不得参加科考。此次科举成绩作废，没有参加此次舞弊的考生，可于今年8月重新参加秋闱，可回乡参考，也可直接在京城参考。参与此次科考舞弊的考生取消其功名，终身不得再参与科考。另外，这次科举舞弊，梁德明背后还有人吗？光梁德明一个人确实不敢。所以这背后之人是？夫人觉得呢？二皇狗子？宋长廷先是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点头又摇头是什么意思啊？把这个吃了，为夫就告诉你。夫人真乖。你这是把我当猪养？怎么会呢？主要是像夫人这般吃的少，养猪的农户应该哭了。夫人应该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有多点力气。咱能不一天到晚想这种事情吗？少年，大好的青春年华应该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好好读书，来年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然后当个好官，多为百姓谋福祉。一天天想那种事儿是不对的，而且那种事就像喝酒，小酌怡情，大饮伤身，懂？夫人别担心，夫人刚刚说的前者囊中之物，后者夫人1年之后再提点为夫也不迟。至于夫人说的什么小酌怡情，大饮伤身，为夫不懂什么意思。为夫刚刚只想夫人多吃点东西，夫人想哪里去了？不过若夫人想，为夫也是。闭嘴，汤拿来。好了，菜也吃了，汤也喝了，咱们继续说刚刚的事吧。此次科考舞弊，五皇子是主谋，二狗子是推手，太子装聋作哑。五皇子顾承玉，不是说他去军中历练了吗？虽然荣顺帝表现得比较喜欢他，他的名声和口碑也不错，但是真正支持他的人并不多。他本是想借此机会安插几个人的，不过被二狗子发现了，他也插了一脚，然后就成了如今的局面了。所以二狗子其实只是想搅黄了五皇子的好事，并不是真的打算趁机安排几个人。前世我也建议他这么做过，这样培养出来的人相对半路收买的人要忠心得多。不过他嫌这种方式太慢，而且不确定因素太多，给拒绝了。这种做法倒是挺符合他的性子。对了，荣顺帝知道这次科举舞弊的幕后主谋是五皇子了吗？现在应该还不知道，不过很快就会知道的。那他这次会处置顾承玉吗？不会。荣顺帝虽然儿子不少，但是成年的对皇位又有一争之力的就只有太子、二皇子和五皇子3人。现在他们3人形成3足鼎立之势，相互牵制，这个局面不管是对东烨还是对荣顺帝来说都是好事，所以荣顺帝不会轻易去打破它。所以荣顺帝不但不会处置五皇子，还会在适当的时候提拔他。去给宋长廷传个信儿，就说今夜本殿在明玉楼设宴。这明玉楼是什么地方啊？清妓馆，里面的姑娘卖艺不卖身。我只知道什么是清妓，不过里面的姑娘卖艺不卖身，二狗子请你去做什么？里面的姑娘卖艺不卖身，怎么感觉夫人好失望呢？也不是失望，只是觉得二狗子好小气啊，居然不舍得请你去个可以来真的地方。这还不是失望？夫人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为夫若真的去了那种地方，那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怎么会？我这么温柔可爱，怎么会做那种暴力的事情呢？夫人莫非忘记了自己当初说过的话了？夫人当初可是说，如果为夫不洁身自好，就要把为夫剁成碎渣渣的。这趟人间来的不易，为夫还想多活几年。你去青楼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呀，那样的话也算洁身自好的。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懂？或者带上我一起去。带你一起去，这才是夫人的目的吧？
那种地方鱼龙混杂，乱象丛生，不是夫人该去的地方。再说了，夫人一介女子，去那种地方做什么？没见过嘛，想去看看。听说里面的妹纸都很漂亮，想去看看而已，又不是要去南风馆看。不复往日那样温柔，带着一丝丝霸道和惩罚，直到他快呼吸不过来，才放开他。宋长廷，你属狗啊，又咬我！下次再让为夫听到南风馆3个字，就让你3天下不了床。我又没去，只是说了一下而已。你看，都肿了，你赔吧。好，那我让夫人咬回来。宋公子来了，我们家主子已经等候多时了。带路吧。宋公子，这位是……这是我的兄弟，初来京城，没有来过明月楼，今天跟着来见见世面。原来是宋公子的朋友啊，小人这厢有礼了。刚刚主子只交代让奴才带宋公子进去，本公子今天是来看美人的，至于别的事情没兴趣。那小人祝公子玩得开心。宋公子不必担心，主子带了护卫过来，一会儿奴才去跟他们打一声招呼，让他们留心一些。您那位朋友不会有事的。那就有劳了。见过二皇子，宋公子不必多礼。不知宋公子对此次科举舞弊怎么看？陛下圣明，科举对大部分学子来说本都是唯一的出路，却有人因为一己私欲把他们这条路都给毁了，这样不止让那些学子的10年寒窗白白浪费，朝廷也选拔不到真正的人才，着实可恨可憎。陛下现在把那些参与舞弊的都处置了，让广大考生能重新参加科考，难道不圣明吗？宋公子可知太子对此事是何看法？宋公子的意思是，殿下莫要着急，你应当知道，如今这种情况，太子殿下过的是什么日子？是本殿心急了。太子如今被他们父皇忌惮，怎么敢轻易的跟段家那边联系？是他被父皇的一波操作搞得差点乱了方寸，着实不该。殿下不必如此，事关自己，难免心急，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殿下，越是事关自己，越是不能心急。殿下也知道，您所谋之事不小，一朝行差踏错，就满盘皆输，到时候会是什么后果，您比我更清楚。宋长廷这话绝对是掏心窝子的忠告，就是不知道二皇子能不能听得进去，然后再付之行动。要不是怕他病急乱投医，心急出昏招，做些不该做的事儿，扰了他的计划，他才懒得提醒他呢。本殿知道了。他心里挂记着自己那个不省心的夫人，也不知道他今晚到底点了几个美人儿，现在是不是醉倒在了温柔乡，所以破天荒的主动开口了。殿下今晚邀请在下来，不会只是为了问一问太子对科举舞弊一事陛下的处理的看法吧？本殿想问问宋公子对接下来怎么看？接下来殿下是想问在下您接下来要怎么做好，还是想问接下来的局势？本殿不可两者都问吗？两者都问。殿下太看得起在下了。如果殿下是想问你接下来怎么做好，在下倒有几个建议，但如果殿下是想问接下来的局势，那么在下无话可说。殿下，陛下如今身体健康，没什么大意外的话，在龙椅上坐几年，甚至10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这天下现在还是陛下的，他才是执其人，天下局势如何走，最终还是他说了算的。那依宋公子看，接下来本殿该如何做？如今这般情况，殿下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做，最好修身养息。此次科举舞弊，陛下震怒，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他会出手整顿朝堂，这个时候谁出头都会被打。陛下本来就因为科举一事对殿下有些微词，如果这个时候殿下再有什么动作惹了陛下不快，那殿下的日子恐怕就比如今的太子要难过了。
殿下若有其他事的话，在下就先回去了。哎呦，宋公子，小的可找到您了。何事？您快去看看和您一起来的那位公子吧，他怎么了？您还是亲自去看吧。来，公子，吃块水果。来，公子，喝杯酒。公子，这力度还可以吗？陆晚潇呢，来者不拒，还真是好不享受嘞。所以这才是他要跟着自己来的真正目的是吗？去，把你们明月楼今天没有客人的姑娘都给本公子叫来，全部叫来。本公子今天要玩个尽兴。小爷有钱，把小爷伺候好了，小爷重重有赏，每个人都有份儿。不是说明玉楼只有姑娘吗？怎么还有这么俊俏的小郎君？这模样我喜欢。谁找来的？啥？公子，这位公子不是明玉楼的人。小郎君生得如此俊俏，不知可有婚配？在下家中已有妻室。哎呀，这么好看的小郎君，干嘛想不开英年早婚呢？这成了亲，可就和这些美人都无缘了。哎呀，可惜呀，可惜，太可惜了！为了一棵树，放弃了一整片森林。是吗？可是在下不这么觉得。遇到心仪之人，当然要早点娶回家，不然被别人捷足先登了，可就连哭的地方都没有了。兄台觉得呢？能让公子这样风光奇月的人英年早婚，公子的夫人一定是位貌美贤良。貌美贤良？宋长廷玩味地重复一遍这4个字儿，然后戏谑地看着他。他是怎么一边在这风月场所左拥右抱，一边这样夸自己的？对啊，如果不貌美贤良，兄台这般人物怎会愿意为他英年早婚啊？相遇即是缘分，兄台留下来一起喝杯酒吧，我请客。这位公子是个风雅之人，去找个会吟诗作对的姑娘来陪他，陪好了，小爷重重有赏。你确定要找个会吟诗作对的人来陪我？兄台若是觉得不够，多叫2个也可以，我带的钱多，不必客气。反正宋长廷也不会真的跟这些姑娘吟诗作对，他就逗逗她好了。他生气了他也不怕，横竖他又不会把他怎么样，顶多就是让他老妖离家出走几天。再说了，就算他什么也不做，他也没有哪天让他好好睡觉准时起床啊。况且那是回去以后的事儿，现在嘛，当然是要及时行乐啦。这种机会谁知道要过多久才会有，且玩且珍惜才对。夫人当真要别的姑娘来陪为夫，如果夫人当真这般想，那到时候可别哭鼻子，也不要捅为夫。哼，都到这种地方了，兄台就别想家中的夫人了。放心，这里的姐姐们很有职业操守，不会乱说的。而且这明玉楼的姐姐们卖艺不卖身，只是一起喝喝酒，作作诗罢了。相信见他越说越不像样，宋长廷直接低头堵住了他的嘴。咦，这2人怎么一言不合就亲上了？还是2个男人？这是他们不出银子能看的吗？2人之间的气氛很是暧昧啊，是他们看错了吗？那位个子高的公子眼里满是宠溺和无奈呀，就好像是在看自己心爱之人，而那位个子矮小一点的公子眼里则有几分委屈，就好像被欺负了一样。玩够了吗？玩够了就回家吧。看着宋长廷要吃人的眼神儿，陆晚潇下意识的想点头，但是想到回去之后就要被他拆骨入腹，生吞活剥，又赶紧摇摇头。还没玩够。宋长廷语带轻笑，危险意味十足。
不是我。月琴姑娘在这里吗？世子来了，正找她呢。月琴姑娘，您怎么还在弹琴呀？世子来了找你呢，赶紧跟奴婢走吧。没看到月琴姑娘今晚已经被本公子包了吗？先来后到，懂？公子恕罪，方才奴婢太着急失了礼数，打扰了公子，还请公子恕罪。哼，起来吧，别整得本公子欺负了你了一样。多谢公子。出去的时候记得带上门，下次别再贸然进来了，本公子脾气不好。是，奴婢知道了，多谢公子。怎么还不走？月琴姑娘，本公子刚刚说的话你没听懂？月琴姑娘今晚被本公子包了。你身为明玉楼的丫鬟，不会不知道包了是什么意思吧？奴婢知道，求公子行个方便，您这里已经那么多姑娘了，世子那边只要月琴姑娘，您能不能？不能，本公子说了，万事讲究先来后到。本公子来得早，先点了月琴姑娘，那月琴姑娘今晚就得陪本公子。可是世子那边没有可是，先来后到。再说了，他既然非月琴姑娘不可，为什么不包月？或者提前预定，半路从别人手中抢，算怎么回事？公子，那是端王世子。您刚刚来京城，可能不知道，端王世子不像其他公子那样经常来咱们明玉楼，不过他每次来都只邀月琴姐姐。听说端王世子脾气不是很好，但是他身份尊贵，王府也不是我等小老百姓惹得起的。要月琴姑娘跟你走也可以，只要你把今晚包月琴姑娘的钱给我，另外再赔我500两精神损失费，我就同意月琴姑娘跟你走。公子，这奴婢没那么多银子，奴婢没有银子就出去，本公子又不是大冤种，滚！见过公子。何事？公子，我们家少爷想听一下月琴姑娘的琴音，还望您行个方便。这是什么意思啊？小人知道半路跟公子要人不对，但是我家少人已经习惯了月琴姑娘的伺候，也听惯了她的琴声，还望公子能够忍痛割爱啊，这是小小心意。如果我不呢？我也喜欢月琴姑娘的琴声，这爱怕是割不了呢。你，这位公子，您刚刚不是和丫鬟说，只要给您1000两，就把月琴姑娘让给我们家少爷吗？现在钱小人已经带来了。不错，本公子是说过这话，不过那是刚刚，现在嘛。公子莫非要坐地起价？哎，不，刚刚是本公子还没体会到月琴姑娘琴音的美妙，所以才那样说。现在体会到了，自然是舍不得让她走了。公子当真不肯割爱？这位公子，出门在外，与人方便，就是与自己方便。而且您这里都有这么多姑娘了，让一个月琴姑娘又何妨呢？有这么多姑娘怎么了？这明玉楼又没有规定只能点几个姑娘，本公子就喜欢一次性点这么多，怎么了？又不花你钱。万事讲究先来后到，我先来，先点了月琴姑娘，那月琴姑娘今晚就是我的。我让是情分，不让是本分，懂？请回吧。要人的话，让你们家少爷自己来要。不想死就滚！王爷还不滚？回家。本来想等着顾成林亲自过来，看看他看到自己会是什么反应，但是方才西岭的反应那么大，就已经不需要了。那个，你要杀要剐痛快点，别这样，怪吓人的。回去再收拾你。明天去问问你家王爷，5日之后我登门拜访是否方便？你要去端王府？去给顾成林下一剂猛药。为何不是3日后去？要等5天，3天的时间已经足够顾城有所动作了。你不是喜欢速战速决吗？神神秘秘，不说就不说，反正到时候我也会知道。陆晚香后来确实知道了，而且都没等到5天后，第3天他就知道了。他以前骂宋长廷禽兽，真的骂得太早了。这2天
他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禽兽。他现在的腰已经彻底不是自己的了，只是去看了一下美人儿，跟美人儿调笑了几句都这样惨。要是哪天去了南风馆见世面，那他岂不是……废物！5天了，只查到他叫宋长廷，是段家去年巡会的外孙女婿，其他的一点有用的消息都没有。本世子想知道他是来自哪里，家中父母是谁，以及他和父王到底有没有关系。世子，您不必太过焦灼，这段家的外孙女已经回京大半年了。宋长廷如果真的跟王爷有什么关系，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点动作都没有。你怎么会知道他一点动作都没有？你有没有时刻跟着他？世子，依属下看，宋长廷来京城这么久都没来找王爷，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呢，是他和王爷没什么关系，只是长相有些相似。这第二嘛，就是他不知道他和王爷有关系。尽快去查一下，如果他和父王没有什么关系，那就不用管他。如果他是父王不小心留在外面的儿子，你知道该怎么做。不管父王喜不喜欢他，对他是什么态度，这端王府的世子只能是他，以后端王府也只能是他的，谁也不能抢走，谁也不能。谁要是跟他抢，那就只有死。母妃，快起来，娘听说你这几日脾气有些不好，可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没什么，就是一点小事而已，母妃不必担心。灵儿长大了，有心事也不愿意跟娘亲说了，你只需要知道，娘亲永远是你娘亲，永远不会害你，也永远站在你的身后。看来你这个便宜王爷爹对你是真的很重视啊。可能大概是真的缺儿子了。见过公子，见过夫人，公子夫人里面请。见过王爷。快免礼。多谢王爷。坐吧。怎么不见世子和王妃啊？你想见王妃和世子？也不是，只是王府待客，却不见王妃和世子，觉得有些奇怪。端王自然没这么傻，如果没有什么目的，就宋长廷这冷淡的性子，别说顾成林和季如烟不在，就算是他不在，怕也是不会多问一句的。北山，去请世子和王妃过来。他们到底是何时结下的仇？宋长廷先是要知道顾成林的事儿，现在又要以这种方式见他，这仇怕是还不小啊。看到二人的反应，宋长廷满意又薄凉地弯了弯嘴角。很好，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妾身见过王爷，王爷万安。孩儿见过父王，父王万安。坐吧。王爷，不知这二位是？宋长廷，旁边是他的夫人，她就是去年段家寻回来的那个外孙女，你应该听说过。他此刻特意提段家，是在告诉他，陆晚霄和宋长廷是有靠山的，让他不要轻举妄动，或者动手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多谢王爷今晚的款待，时辰不早了，在下和夫人也该回去了。季如烟和顾成林到来后，端王就看出了宋长廷的目的，他今晚的上门拜访，其实就只是为了让顾成林和季如烟知道他的存在。你先送他们出去，然后去书房等本王，本王有事和你商议。是。王爷有话跟您说，花厅里面不方便，所以请您在这里等他一会儿。可以，不过不喜欢等人太久，而且现在时辰也确实不早了。明白，去吧，最好去催催。长廷，你说端王既然知道顾成林不是他的儿子，对他也极其不喜，为什么还养着他，给他世子的位置？大概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亲自问端王殿下比较好。什么事要问为本王啊？也没什么，只是突然有些好奇，您被戴了绿帽子为什么不生气，还心甘情愿地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冤种？抱歉，忘了你在喝茶。您被戴了绿帽子为什么不生气，还心甘情愿地当了这么多年的大冤种？抱歉，忘了你在喝茶。
宋长廷边帮陆晚潇拍背，边拿出帕子帮他擦身上的茶水。陆晚潇无语，这是他有没有在喝茶的事儿吗？当着别人的面揭人家老底，说的话还一点都不委婉，还又准又狠地戳了人家的心窝子，还叫人家大冤种。虽然从某方面来讲确实是个大冤种，但是说的这么直接不太好吧？无妨，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不管是真心还是做戏，现在的情况都是端王稀罕他，想要他认祖归宗，不是他上赶着想要回端王府。有恃无恐说的就是你吧？有何不可？你怎么知道的？根据看到的推测的。如果王爷不方便的话，就当在下没有问过。也不是不方便，只是罢了。日后啊，你会知道的。你和顾成林，王爷，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我觉得您最好不要插手，以免难做。王爷，我知道您的心思，认祖归宗这件事情并非完全不能考虑，只不过我的态度和条件永远不会变。不做庶子，不做私生子，只做嫡子。所以若要他回来认祖归宗，那他跟顾成林之间，端王只能选择一个。本王知道了，你放心，这件事情本王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的。王爷，若是担心难做，我倒有一个建议。什么？给顾成林足够的自由，还有适当的权利。总是被拘着，顾成林放不开手脚，有了足够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加速作死。当然，如何选择是王爷您的自由。喂，锦河县那边传来消息了，怎么这么久啊？黑金说是有人刻意抹去了宋公子在景河县的痕迹，所以多花了些时间。有人刻意的抹去了他在景河县的痕迹？黑金是这么说的，似乎是段家三爷的手笔。段家三爷？段云峥？端王稍稍一想，便明白了他这么做的意图。哼，好一个罗明辉，好一个罗少！立刻传信给黑金，让他把这两人剁碎了喂狗。王爷息怒，黑金说罗少已经死了，不过谁动的手脚，暂时还没查到。那就把罗明辉和他的夫人剁碎了喂狗，子债母偿。罗少死了，就让他娘替他。是。再派人去查一查，罗明辉背后是什么人？回王爷，罗明辉是罗太傅家的旁支，不过他现在好像在为二皇子办事，为顾成渊办事。哼，倒是小瞧他了，一个小小的县令，居然搭上了皇子。如果本王没记错的话，罗太傅去年就已经过了60大寿了吧？是的，王爷，去年罗太傅的寿宴办得很是隆重，宫里那位也赏了不少东西。60岁，该死了！60岁，该死了！好久没看到自家王爷这个样子了，黑山知道他是真的怒了。是，属下一会儿就去安排。3日之内，本王要看见罗家办丧事。是。还有二皇子那里，你知道该怎么做？属下明白。因为端王发怒，罗太傅的事情黑山连夜亲自去办，所以第二天一早，罗太傅就被发现死在了床边。罗太傅的事儿是你做的？罗太傅？他怎么了？昨晚死了，你不知道？瞧瞧舅舅这话说的，我该知道吗？不是你动的手？不是，我是要收拾罗太傅，但是还没腾出手来。不是你，那能会是谁呢？应该是我爹，就是前段时间刚找到的亲爹，端王。不得不说，端王的办事效率还是挺高的。想到端王很可能已经下令让人做掉罗明辉，宋长廷连忙跟段云峥告别出了段家。还好黑金在准备动手时发现罗明辉有些奇怪，知道了现在的罗明辉是宋长廷的人，黑金很贴心的帮他把几处漏洞给补了。征得端王同意后，又留了一个机灵的人在暗处看着，必要时帮他们一把。杀害朝廷命官又偷梁换柱，若被皇帝知道了，那可是杀头的大罪。自家王爷好不容易有个儿子，可得护好喽。没想到你这便宜王爷爹这么有钱呐！先皇既然把8000黑鹰军交给他，自然会把这8000黑鹰军的开销问题替他考虑好。端王出宫建府之时，就替他置办好了产业。
连打理产业的人都安排好了。再者，端王也不是那种只会吃喝玩乐的人，通过这些年的经营，他手中的产业早就翻了倍了，所以自然是不缺钱的。还有一点，据说荣顺帝登基以后，发现先皇那原本珍宝无数的司库空无一物，发了好大的脾气，为此还多次借故对端王发难。这先皇对端王还真是不是一般的偏宠啊！都说皇家无父子，可先皇对端王的爱已经超出了这世上的绝大部分父亲，所以荣顺帝看端王不顺眼，不单单是因为那个8000的黑鹰军。那天看到宋长廷后，回去就跟季如烟商量要如何除掉宋长廷。少爷，咱们赶紧回去吧，这太危险了。无碍，你要是害怕，就先回去。不是，属下是怕您和少夫人还有长启受伤啊，到时候没办法和王爷交代。不会有危险的，也无需同他交代。可是，没有可是，你要是想早点回家，就过去帮忙。不行，属下要是去了这里，就只有黑土一人了。要是万一有人偷袭，他一个人应付不过来的。那就闭嘴。怕不怕？不怕，有兄长和嫂子在，我不怕。我们长启最棒了。长廷啊，你说这些杀手会不会是上辈子杀你的那一批啊？或者来自同一个地方？或许吧，管他们从哪里来，今天都让他们有来无回。去告诉叶枫他们，一个不留。是，少爷，不用留个活口拷问一下吗？不必。再说，你不知道这是谁派来的人吗？青州哥哥，你来啦！事情办完了就回来了，有没有想青州哥哥呀？想啦。青州哥哥，一路还顺利吗？有没有遇到危险？长启说着，还把青州从头到尾看了好几遍，没有看到有受伤的痕迹，才放下心来。青州很受用，心情大好。当然没有了，你青州哥哥我谁呀？放心吧，这世上能伤你青州哥哥的人一只手都没有。青州哥哥真厉害，我们长启以后也会很厉害的。那青州哥哥也是最厉害的，长启会比青州哥哥还厉害。二位，咱们可以回去互相吹捧吗？不是我要催你们，而是这地方实在不是聊天的好地方。那些尸体他怎么处理啊？直接毁尸灭迹吧，一根头发丝都不剩，再把现场处理一下。长启，快看这什么呀？剑，这是送我的吗？生辰礼物，喜欢吗？喜欢，谢谢青州哥哥。所以半个月之前你就来信说事情办好了，今天才回来是去取这把剑了？那不然呢？这不是长启的生辰要到了吗？想着他还没有趁手的武器，就去了一趟苍兰山，取了这个含笑剑来给他做生辰礼。苍兰山？从剑痴手中抢的？不是，什么叫抢的呀？说的好像小爷是什么品行不端的人一样。我这是凭本事赢的好吗？对了，让你找的人呢？如何了？叶影和叶明分批带着，应该也快到凤岐县了吧？等他们到了，休养几天就开始安排训练。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在凤岐县买的庄子。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你们都干什么了？怎么抓了这么多杀手啊？瞧你这话说的，我们能干什么？不过就是我们宋大公子认了个爹而已。虽然宋长廷嘴上还没有答应端王要认祖归宗，也没有叫过端王一声爹，但是他收下了端王的地契，就已经足以说明他的态度了。认了个爹，端王真是你亲爹啊！认了个爹，端王真是你亲爹啊！正在专心吃饭的长启怔了一下，连夹到嘴边的菜都掉到了碗里。哥哥，你不是我亲兄长吗？这是真的吗？还是……这件事，兄长一会儿给你解释。哦，长启，兄长永远是你的兄长，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不管发生什么事，这件事情一辈子都不会变。不要多想，现在好好吃饭，一会儿兄长再跟你详细解释。好。安了，长启，
你哥不可能不要你的，就算他不要你，你还有青州哥哥我呀。青州哥哥永远不会不要你。他发誓要保护他一辈子，就是一辈子。你放心，青州哥哥我很有钱的啊，跟着青州哥哥一样能吃香喝辣，养你一辈子没问题。实在不行，青州哥哥再从超就业呗，多去杀一些，多接几单活。我一个人头不是，我一单生意10万两呢，呀，咱们俩没问题啊。好家伙，别人一般都是我搬砖养你，我捡垃圾养你等等，到青州这里就成了我杀人养你，还要多杀几个。慢一点，不会说话可以不说。杀人养你，也不怕吓着长崎。嘴快了一下嘛。长崎，你别怕啊，青州哥哥那是说着玩的啊，别放在心上啊。青州哥哥现在是好人，不随便杀人的。那些杀手是你那个王爷爹不想认你，还是那个什么劳什子、端王世子怕你抢的东西啊？对你就痛下杀手了？端王就他一个亲儿子，现在天天求着他回去认祖归宗，这爹还没叫一声呢，就送人又送地的。送人又送地呀？哎，送的人不会就是今天赶马车那2个吧？地就是我们门口那块，外面方圆几10里都是咱们家的。我还以为又是你们从哪儿骗来的高手呢。会不会说话？什么叫做骗？我们什么时候骗过人了？青州直指自己。10年。呵呵，那叫骗吗？那叫愿赌服输，好不好？别忘了你当初是多么的信誓旦旦。好像确实算不上骗，是他自己轻敌。那苍梧呢？那顶多叫忽悠，而且他也跟你一样，是他自己信誓旦旦答应的，输了也是因为不动脑子和轻敌。行吧，你有理，你有理。哦，对了，那个叫顾什么的端王世子，要不要解决他？暂时不用，等他再作死几次，多踩几回端王的底线。小长喜，来，偷偷告诉青州哥哥，你刚刚许了什么愿呢？嫂子说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灵？怎么会不灵呢？心诚则灵，没听说过呀？实在不行，青州哥哥我帮你实现啊。这个愿望，青州哥哥你应该没有办法帮我实现。哎，你这是看不起你青州哥哥啊？你知道吗，小长喜，你青州哥哥我要钱有钱，要人有人，武功高强，你想什么我不能帮你弄了呀？看不起人，白疼你了。不是，青州哥哥你误会了，我没有看不起你，而是这个愿望你真的没办法帮我实现。你都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啊？你就是看不起我，哼！长崎一脸的纠结，说吧，又怕说出来愿望不灵，而且这愿望也不适合当着哥哥嫂子的面说。不说吧，青州哥哥好像又不高兴。尽管他知道青州哥哥是装的，可青州哥哥对他那么好，他问什么都跟他说，从不隐瞒。可是长崎好纠结呀，小脸都快皱起来了。青州用余光瞟他一眼，见他已经有动摇的迹象，又哼了一声，把下巴抬得更高了些。听到青州的哼声，长崎又更纠结了些，看得青州直得意，脸上的傲娇更甚。陆晚潇一阵无语，他怎么不知道青州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呢？长崎你就告诉他吧，省得他在那里心勾勾的。长崎你就告诉他吧，省得他在那里心勾勾的。可是嫂子，长崎看看陆晚潇，又看看宋长廷，咬了咬嘴唇，一脸的纠结。没事儿，说吧，不必顾忌我和你哥，实在不行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宋长喜，你这愿望该不会是将来考个状元吧？这个我可帮不了你啊，你还是找你哥吧。不是，我不想当状元。状元都不想当？那你想当什么呀？我想当叔叔。想当什么？我说我想当叔叔。你想当叔叔？这就是你生日愿望？所以陆晚潇这是没有婆婆催生，小叔子顶上了是吗？是觉得明说不太礼貌，所以用上了许愿的方式？好吧，这个愿望我确实没办法帮你实现，你还是找你哥哥嫂子帮忙啊。不过我觉得呀，这种事情你压根儿就不用许愿，
以你哥哥嫂子这种恩爱程度，相信最迟明年你就能当上叔叔了。真的吗？常启闻言，期待又欣喜地看着陆晚潇，一双无辜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可爱极了。当然，如果换个话题的话，就更可爱了。这个，那当然是假的。别的事情他都能说个善意的谎言哄他开心一下，但是这件事不能。啊？为什么？啊？为什么？因为嫂子和你哥哥打算过2年再生孩子。哦，好了，切蛋糕吧。当叔叔这件事啊，以后再说。当然，如果你实在着急的话，可以叫你青州哥哥赶紧找个媳妇儿。现在是4月，这个月成亲，没什么意外的话，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能……不是，这不是在说你们生孩子的事情吗？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你也是常启的哥哥呀，他想当叔叔，你满足一下他的心愿喽。而且你刚刚不是说你什么愿望都能帮他实现吗？这还没过夜呢，就不作数啦？不是，我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帮不了。让他找媳妇生孩子，还不如让他去死呢。小常启啊，要不你等过2年啊，过2年再当叔叔。这愿望啊，青州哥哥确实没办法帮你实现。再说你现在还小，应该好好读书，当叔叔这事他不着急啊。好的吧。好了好了，别不开心了。吃完蛋糕，青州哥哥带你出去玩，你想要什么，青州哥哥都给你买。明天再带你去骑马。常启，你怎么突然想着要当叔叔呀？是这样的，嫂子，我在学院有一个好朋友，他叫林峰，他的嫂子上个月生了一对龙凤胎。他前些日子回家参加了满月宴后，天天跟我说他的侄子侄女多可爱，多有意思。嫂子，你不知道，林峰什么都喜欢跟我比，不管是写文章还是背书，或者是射箭跑步，都要跟我比。不过他一次也没有赢过我，只是什么？他比我先当叔叔，为此天天在我面前嘚瑟。想到林峰那嘚瑟的样子，常启恨不得立马也有一对侄子侄女。常启啊，这种事情其实没有必要比的。我觉得你们还是继续比做文章、比背书、比跑步射箭这些比较好。比谁先当叔叔这种属实没必要。而且他现在侄子侄女都已经满月了，就算我现在生，你也比不过他了。再说他嫂子生的是龙凤胎，这没法比的。也是哦，那我还是继续跟他比读书射箭吧。快吃吧，吃完我们一起去城里。哟，我们的月琴美人今天好像不太高兴啊。谁欺负你啦？不知道月琴姑娘的心急好利索了没有？会不会影响一会儿弹琴？你是萧公子？才几日不见，月琴姑娘就连救命恩人都不敢认。哎呀，还真是叫人伤心呐。若没有公子，月琴现在怕已经是一抔黄土，此等恩情，月琴怎么敢忘？只是公子面容今日与那时很是不同，月琴才不敢贸然相认呢。这么说，还是本公子的不是喽？怎么会？是月琴眼拙，还望公子莫怪。不怪不怪。心情后面可还有发作过？没有了，就是偶尔还会有些心悸。1日3次，一次1粒，吃完这瓶药，你的心悸就差不多能好了。其他的等我下次再来帮你看。多谢姑娘。听玉夫人说，月琴姑娘今晚还有客人？实在不巧，月琴今晚不能给姑娘弹琴了。叫公子啊。好的，公子。是月琴失言了，不过公子放心，月琴不会让别人知道您的真实身份的。不知道是谁这么幸运，今晚竟然能请到月琴姑娘作陪。上次那位公子。上次那位公子？端王世子顾成林？是，公子也认识他吗？谈不上认识，只是上次他来和我抢你，回去让人打听了一下。原来如此。原以为端王世子是一个很疯狂的人，一查才知道，堂堂世子却还不如我们这些小老百姓活得自在。确实，不过这世上能有几个人是活得自由自在的呢？绝大部分人都活得身不由己。
但是像端王世子这样，只有那样尊贵的身份，还活得这般不自在的，倒是少见。对了，上次他来，还隐约听他说，好像是有一个他同父异母的兄弟突然出现，要跟他争世子之位，让他很是烦恼。哦，还有这种事儿？奴家也不知真假，但是那天晚上他心情确实很烦闷，一会儿要奴家给他弹曲，一会儿要陪他说话解闷，一会儿又要陪他喝酒，很是折腾。要不是我们明玉楼夜间歇夜早，他怕是要折腾一个通宵。辛苦我们月琴美人啦。不过我倒是有点好奇，他这种情况你是怎么安慰他的？公子说笑了，她是尊贵的端王世子，月琴只是一介身份低贱的青楼女子，哪有什么资格安慰她呢？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他连这种事都跟你说，说明信任你。你身为他的红颜知己，这种时候应该安慰他，鼓励他。鼓励他？对啊，鼓励他勇敢去争取想要的东西，告诉他不拼尽全力一试，怎知道不可以呢？对不对？喜欢。就是想起我们上次在鹊桥镇买的那2个狐狸面具。老板，重新给我找2个狐狸面具。好嘞，公子夫人稍等啊。公子，这是您要的狐狸面具，您试试看合不合适？自己戴还是为夫帮你戴？我自己来吧。哟，这不是我们宋大才子吗？陆晚萧觉得此人不论是衣着面容，还是说话那贱兮兮的样子都有点熟悉，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冯茂才。冯茂才？什么来的？哎呀，主人，这贱兮兮的东西，就是你刚来京城段家给你举办赏花会的时候，当众挑衅你家宋长廷，跟你家宋长廷比赛作诗，结果被吊打，最后输的裤衩都不剩的那个呀。宋长廷，我和你说话呢，你没听见啊？夫君，那个狂吠，不是，说话的公子是谁啊？你的朋友吗？陆姑娘，在下冯茂才，家父是当朝御史。宋夫人。什么？我说啊，请你称呼我为宋夫人。对了，你刚刚说你是谁来着？在下冯茂才，家父是当朝御史。夫君，你认识吗？不认识。宋长廷，你说什么？你不认识我？你把我害成这样，你居然不认识我？我该认识吗？还有，要说话就好好说，不要乱泼脏水，我的脾气很不好。脾气很不好？哼，那又怎么样呢？你还敢打我不成吗？打你？哼，你不嫌肉疼，我还嫌手脏呢。对付冯茂才这种心高气傲的人，侮辱他远比直接动手打他效果要好。不过你要是真的想尝试一下被揍的滋味，跪下来求我，我可以考虑一下满足你。宋长廷说完，瞥了一眼周围的人群，提步走到了一个光线较暗的巷子口。冯茂才以为他要跑，急忙跟了过去。宋长廷，你以为你是谁呀？不过踩了狗屎运，娶了段家流落在外的外孙女，不然你一个乡巴佬凭什么在这权贵云集的京城立足啊？哼，段家的外孙女又如何？身上流着段家的血又如何？还不是粗鄙村妇一个吗？哎，你去问问，这满京城的男子谁愿意要他呀？也就你把他当成个宝。少爷，别说了！放肆！你们2个狗奴才居然敢！少爷，您忘了出门之前夫人说的话了吗？坏了，这下怕是又要被他爹给送到乡下去了。继续说啊，怎么不说了？宋长廷，你敢打我，就算你是段家的外甥女婿，我爹也不可能放过你的。我说了，打你怕脏手。冯茂才却以为宋长廷怕了，不屑地哼一声，喉咙动了动，正准备继续说2句。去外城找一间南方馆把他送进去，明天一早剥光了，扔到菜市场门口。切，宋长廷，你以为你谁呀？不过是段家的一个外孙女婿，我爹可是当朝御史。少爷，你们也想一起去？老实一点。冯茂才，你爹没告诫过你，
出门在外要管好自己的嘴吗？就算他没有告诫过你，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祸从口出，言多必失这句话应该学习过吧？你说你长得丑也就罢了，还蠢得无可救药。我要是你爹，指定连夜将你逐出族谱，不然哪天被你连累，丢官又丢命，就后悔都来不及。再等，老子把你眼珠子挖了！少爷，此人不老实，要是写了哑穴乱叫怎么办呢？喂，不会有人听见的。别乱叫啊，不然老子割了你舌头！宋长廷，你不能杀我，不然我爹不会放过你的。杀人犯法，你以为我是你这个蠢货呀？不过什么？我听说城外有一户农家的猪和牛发情了，只是没钱配种。宋长廷，你敢？不想要舌头了是不是？我有什么不敢的？你也别拿你那个御史爹来威胁我。我要是怕他，你怎么还会在这里？冯茂才，我提醒过你的，不要来招惹我。我没兴趣和你比什么，你也不配我和你比。可是你似乎没有听进去，那就不要怪我了。我说这位姓冯的人，我知道你妒忌我家宋长廷比你有才华，但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世上比你有才华，比你有身份背景，比你优秀的人多了去了。就算身份不如你，比你优秀的人也大有人在，你妒忌得过来吗？你如此看不起身份比你低的人，你就不怕你祖宗知道了，来带你下去聊聊？除了那些世家，谁家往上翻3代还不是平民老百姓了？人呢，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认知，不服气就努力提升自己，别一天怨这个恨那个的。人不行，别怪路不平，平民出身怎么了？我们家宋长廷就是长得比你好看，比你优秀，琴棋书画样样能吊打你，你不服又能怎么样呢？难道这也要告诉你爹妈吗？不怕你爹觉得你丢脸，赏你一顿竹笋炒肉？你们好了，把他带走吧。宋长廷，您不……少爷，是送出去还是送南风管？南风管吧，到底是御史的儿子，没犯什么大错，弄死了不好。不过明天破晓之前，记得按照要求把他扔到菜市场门口。是，少爷。你们两个，宋公子，我们什么也没做呀，也没说过你一句坏话，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刚刚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对，我们有聋有瞎，我刚刚还晕过去了，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还请宋公子饶命。是吗？希望你们说到做到，不然……一定做到，一定做到！请宋公子放心，小人一定说话算话，一个字也不会漏出去的，小人发誓。很好，不过我觉得为了你们说的话更逼真，也为了你们的小命，我觉得你们最好互揍一顿，然后再到这里躺到第二天早上再离开。是，都听宋公子的。我们走吧。傅姐，你说他们两个真的会什么也不说吗？就算开始不说，冯家严刑伺候下呢？就他们那样扛不住吧？谁知道呢？那你刚才还……只是想多恶心一下冯茂才罢了。一个御史的儿子，也敢骂本王的儿子？不准的，王爷。去年段家赏花宴，他挑衅少爷，跟少爷比赛作诗，被少爷吊打呀，让他失了脸面，他就恨上了少爷，还把后面他爹把他送去乡下的原因也归在他身上，所以今天才来找不痛快。呸！技不如人，不知道羞愧，不懂得反思自己，只会怪别人太优秀。这种人简直就是活着浪费粮食。王爷，外人现在还不知道您和宋公子的关系。本王记得冯德修好像只有一个儿子吧？是的，王爷，冯德修有一妻一妾，一儿一女，妾室是赵氏的陪房丫鬟，是赵氏有身孕的时候安排伺候冯德修的。那妾室的全家性命被赵氏拿捏在手里，什么心思都不敢生，
伺候了冯德修之后，就喝了绝子药以表忠心，所以冯德修那一双儿女皆是郑氏夫人赵氏所出。赵家是商户，冯德修出身贫寒，之所以能够读书参加科考，全靠赵氏，条件是娶赵氏为妻。然而冯德修高中之后，冯母却觉得自己儿子当了官，赵氏一个商户之女就配不上了，闹着不让冯德修娶赵氏。不过冯德修还是如约娶了赵氏，一是因为呢他对赵氏也有情，二来是良心不允许他做一个背信弃义、利用完人就抛弃的人，三来是日后的仕途上少不了钱打点，而赵氏手里有钱，又一心爱慕他，婚后两个人日子也算过得和美。不过赵氏很强势，不但把冯德修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还在冯母多次作妖之后，直接把他送回了老家。这些年从未陪冯德修回去过。冯茂才之所以那么看不起乡下人，讨厌乡下，应该是受了赵氏的影响。本王管他是受谁影响，骂本王的儿子就是不行。再说了，冯德修读了那么多年的圣贤书，又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却连一个儿子都管教不好，还谈什么为国效力、为民办事呢？本王看他这个御史也没什么当下去的必要了。王爷说的是，冯德修这些年受了不少贿赂，还利用职权帮赵氏的娘家打通了不少关系，让赵家赚了个盆满钵满，其中有不少是黑心钱。不但如此，赵氏的嫂子还在民间放印子钱，害了不少人，这些随便一样都能让他丢了头上的乌纱帽。王爷，要动手吗？最好3天内让他卷铺盖滚蛋，还是先去问问长亭吧，问问他这姓冯的，他有没有用。是，王爷。你慢点，小长崎。去哪里玩了？青州哥哥带我去买东西了。嫂子，你看，那些都是青州哥哥给我买的。长崎9岁了。哎，9岁怎么了？只要他喜欢，19小爷爷给他买。你9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学习杀人呀。我那是为了活命。长崎他不一样啊，有你们和我在，他什么也不用管，不用吵，只要开心做自己就行了。玩物难免丧志，而且9岁真的不小了，他多怕没把长崎教好，辜负了宋父宋母的期望，以后无颜去见他们。回去把《论语》抄一遍。什么？把《论语》抄一遍？你是说我啊？如果觉得一遍太少，多抄写几遍也无妨，正好把你那跟鸡爪一样的字练好看一点。不是，我又不参加科考，我抄那东西干嘛呀？说我的字像鸡爪子，那你不也看懂了吗？我又没上过学，我能写清楚就不错了，怎么还那么多要求啊？要他抄书，还不如让他去刺杀皇帝呢。哥哥，那些玩具是我要青州哥哥给我买的，跟青州哥哥没关系，你别怪他，你罚我吧。长崎，你一边去啊！大人的事小孩少管，东西是我买的，跟长崎没关系，要罚就罚我，谁皱一下眉，谁不是男人。是吗？这样的话，哥哥，我抄《论语》抄2遍，不抄4遍，以后再也不玩玩具了。你别罚青州哥哥了，好不好？长崎，你一边去。哎，青州哥哥，你别说了。别撒娇，我不是你嫂子，你也不是你嫂子。对你嫂子撒娇，惩罚双倍，包括你的青州哥哥。没事的，青州哥哥，我帮你抄。咱俩字迹相差太多了，而且你还有那么多的课业。没关系的，作业我能写完的，而且《论语》我都会背了，默写一遍就当复习了。至于字迹，我会尽量写得像你的。啊，这样行吗？行的。你确定？确定。宋长亭装作没听到他们说话，后来小二开始点菜。青州因为心中有怨气，在宋长亭点完后对小二道：除了他刚才点的那几个，把你们店的招牌菜还有最贵的全都给我上一遍，再来2壶好酒，要最贵的。嘿，好嘞，几位客官稍等啊。对了，嫂子，你猜我们今天早上在菜市场门口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菜市场门口？你们去那里做什么？听到那边有人说有热闹，所以去看了下。所以看到了什么？看到一个人被扒光，扔在菜市场门口，头发乱糟糟的，
身上像是被打了一样，有很多可疑的痕迹。被扒光了你还看？不拉眼睛吗？其实不算扒光，他还穿着亵裤呢。嫂子放心，我没有看不该看的东西。啊，那就好。公子，你可知今天本世子邀请你来所为何事啊？不知怎么，顾世子是觉得我来之前应该揣测一下你的心思，还是先打听一下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顾世子，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没有兴趣，也没有功夫去揣测你的心思。揣测别人的心思是需要动脑子的，我不觉得我和你之间需要这样。宋公子，你现在再说一遍，直接说你今天见我的目的。我没有时间陪你在这里绕弯子。顾世子，我的耐心很不好，所以我们做个交易吧。宋长亭，哦，不知顾世子想要和我做什么交易？只要你不跟我抢世子之位，我就同意母妃把你记在他名下，让你以嫡子的身份回到王府。顾世子，虽然做白日梦自由，但是你是不是该分一下场合呀？起码等我走了再开始做，是不是？我什么？顾晨林，这馊主意是你母妃给你出的，还是你自己用脖子上那玩意儿想出来的？还是说端王府现在已经是你母妃做主了，我能不能认祖归宗，能不能回端王府，都得他同意才行。这事儿端王知道吗？哼，宋长亭，你少在这里给我和我母妃乱扣帽子，也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让我母妃同意把你记在她的名下，让你以嫡子的身份回府。我母妃是端王妃，只有她的儿子才能是嫡子，你若不记在她的名下，你就不能是嫡子，你明白吗？明白又如何？不明白又如何？宋长亭，你别不知好歹，我母妃是端王正妃，而你母亲连名分都没有，你就是一个私生子，比庶子还不如。你没接触过京城的权贵圈子，可能不知道在这个圈子里私生子有多不受待见。然后呢？然后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只要你答应不跟我抢世子之位，我就让母妃同意把你记在她的名下，让你以嫡子的身份回府。这样以后你在京城行走，就不会有人拿你的身份说三道四，你也不会让京中那些嫡子嫡女看不起，我也会尽量给你帮助，让你在京城出人头地。你觉得怎么样？顾世子，如果你今天约我出来只是为说这些废话的话，那恕不奉陪了。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跟我争了，这么说你是一定要跟我争了。顾世子，我发现你这人吧，不但喜欢做白日梦，还戏多。你说什么？难道不是从头到尾我都没想过要和你争什么，我也什么都没做过，是你自己觉得我的出现威胁到了你，想把我除之而后快，然后就有了雇杀手和请吃饭这一些动作。你说你不是戏多是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我刚刚说的没想和你争什么，不是要把端王府拱手让给你，而是你连跟我争的资格都没有。你什么意思？很难明白。那换个说法，你会把家业给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继承吗？你的意思是我不是我父王的儿子？不可能，我母妃是端王妃，我是陛下亲封的端王世子，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王的儿子？看来你母妃为了你没少煞费苦心呢，可惜了，你若不信，大可回去问问你母妃。你少挑拨离间，如果我不是父王的儿子，他为什么会把我养大，还给了我世子之位？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端王。你想让我去父王面前惹他生气，然后让他厌弃我？宋长亭，我不会让你得逞的，你说的话我也一个字都不会信。我没让你信我的话呀，我不是让你回去问你母妃吗？你现在已经断奶了，相信她会告诉你答案的。我的母妃才不会做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情呢，你少污蔑她。我和你母妃无怨无仇，污蔑她做什么？你不妨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来，
端王对你母妃是什么态度，对你又是什么态度？你不会真的以为是因为他不喜欢你母妃，所以才不喜欢你的吧？想不到顾世子这么大的人了，居然还如此天真。在我出现之前，端王可是只有你一个儿子，这偌大的端王府是需要人继承的。如果你真的是端王的儿子，他会不好好培养你，对你不管不问吗？他不喜欢你母妃，还会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吗？如果你真的是他的儿子，你觉得他会这么多年什么也不做，自暴自弃的把自己和你们困在端王府吗？千万不要说是皇帝不让他去封地，这些年陈迹是为了打消皇帝的猜疑，手握8000以1敌10的黑鹰军，你觉得他若真想去封地会去不了吗？他1万不讲，就算不去封地，也没有必要在京城如此沉寂，沉寂到让你们连像别的公子小姐那样生活都不能。那是因为顾世子，自欺欺人要有个限度。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如果你是一个父亲，你会这么做吗？还有，你照镜子的时候，难道你没有发现你和端王不管是容貌还是性格或者气度都没有半点相似之处吗？不可能，我是端王世子，我怎么可能不是父王的儿子？是与不是，你回去问问你母妃不就知道了。还有，如果你真的是端王的儿子，你的母妃又怎么会同意你要弄死我的做法，甚至还帮忙？你可是皇帝亲封的端王世子，端王世子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端王府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你只要不犯什么大错，端王是不能废掉你的。就算他想废你，也要先过皇上那一关。当然，如果你不是端王的种，那一切就另当别论了。毕竟就算是皇帝，也不能逼着别人当冤大头，帮别人养儿子，还要把家产给他继承吧。顾成林，我知道你想弄死我，就算我答应你方才的提议，等以后有机会了，你和你娘还是会弄死我的。所以别整这些虚的了，有什么本事就直接亮出来。顾世子，我很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希望你不要让我太失望了。母妃，我刚刚出去见了宋长廷。你去见他了？去跟他说那天你跟我说的提议。他没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吧。我们在想别的方法就是。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难事？还是宋长廷对你做了什么？没有。那是怎么了？母妃，我是父王的儿子吗？瞧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你是端王世子，当然是你父皇的儿子啊！母妃刚刚脸上那明显一致的表情和那有些不自然的笑容，真相到底是什么？还用说吗？看着面前端庄温柔的母妃，顾成林忽然觉得有些难过和失望，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母妃，您说这话到底是在骗儿子，还是在骗自己？灵儿，你在说什么？母妃，我的亲生父亲是谁？听到顾成林这样直白的问，季如烟的笑容直接僵在了脸上。你这孩子莫不是糊涂了？你是端王世子，你父亲当然是。母妃，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继续骗我吗？以前我问你，为什么父皇不喜欢我？你说因为父皇不喜欢你，所以连带着不喜欢我，我信了。可是现在想想，天下哪有真的不喜欢自己儿子的父亲呢？如果我是父王的儿子，他或许会因为您的原因对我有些冷淡，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不管不问，可有可无。特别是在端王府只有我一个儿子的情况下。灵儿，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你听母妃解释。还有，我问您，我为什么和父王长得不像？您说不是所有的父子都会长得像的，没血缘关系的人也有长得相似的，我也信了。可是宋长廷为什么就和父王长得那么像？不管是容貌还是气质，都像是和父王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这你又怎么解释？母妃，你倒是回答我呀！灵儿，母妃，父王人不好吗？灵儿，回答我，
母妃，父王他人不好吗？端王他身份高贵，英俊潇洒，风度翩翩，心胸宽广，自然是极好的。那您为什么要背叛他？既然父王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他？既然父王那么好，你为什么要背叛他？还是说，我是在你与他成亲之前就有的？当然不是，灵儿，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母妃？还有，你以为皇家是什么地方？皇家最重颜面，如果母妃不干净，怎么可能嫁进来这端王府？她确实是清清白白的女儿身嫁给端王的，只是后来她犯了错，她猪油蒙了心啊。所以，您是在嫁给父王之后背叛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在这之前，他还嘲笑宋长廷是私生子，可他自己比私生子还不如。难怪宋长廷说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他争，他都不是端王的儿子，拿什么跟他争？难怪端王不喜欢他。端王每次看到他，就想起自己的母妃对他的背叛，那能喜欢就怪了。他要是端王，早都提剑砍死他们母子俩了。想到自己曾经因为年轻做的错事儿，季如烟心痛又后悔，可这世上没有后悔药。母妃，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害了我呀？季如烟说不出话，顾成林压抑在心头的怒火彻底爆发，也顾不上笑不笑敬不敬，直接指着季如烟的鼻子大骂：你这么做对得起父王吗？你在娘家的时候有没有学过女德女戒吗？你不知道礼义廉耻怎么写吗？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不知廉耻的事情？你红杏出墙之后为什么不和弟子要？为什么还要生下我？你觉得很光荣吗？你打我！对不起，灵儿，母妃不是故意的。走开，别碰我！对不起，母妃不是故意的，母妃没有想要打你，母妃真是被气昏了头。你居然为了一个野男人打我！不是的，不是，母妃不是为了他打你，他也不是野男人。他就是野男人，你红杏出墙的野男人，下贱不要脸的野男人。顾成林，你怎么能这么说他？我该怎么说他？我说错了吗？他和你乱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已经嫁人了吗？知道你已经是端王妃了，还和你乱搞，不是下贱不要脸是什么？还有你，我的好母妃，我还没说你呢。你和那个野男人乱来之前，你还记得你已经嫁人了吗？亏你还好意思教妹妹学习三从四德，我都替你脸红。灵儿，你可以恨母妃，是母妃错了，但是他是父亲，你不可以这样说他。如果他在，他肯定会好好爱你，好好保护你的。我没有这样的父亲，我也不需要，我永远都不会承认他的。还有你，不守妇道，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母亲。你说顾成林和季如烟吵架了，还吵得很厉害。是，据说好像是世子知道了自己并非您的血脉，为此大骂了王妃一顿，话说的还不是很好听。不过他自己好像也被王妃打了。好像。雷山，府里的事情都不能确定，你手下的人是不是该好好训练一下了？王爷恕罪。王爷，属下手下里的人从来没有懈怠过训练，这次主要是他们在外面都没有进去。王妃的院子不小，只是依稀听到他们在吵架，世子一路砸着东西出来的，出来的时候脸是肿的，所以起来吧，是本王忘了。谢王爷。王爷，世子知道了自己并非您的血脉，您说他还会跟长亭少爷争吗？争？你都说了他不是本王的儿子，那他还有争的资格吗？不过他不会甘心就是了。他要是没了儿子也就算了，给谁不是给？顾成林叫了他那么多年的父王，把能给他的给他又有何妨？可现在他有亲儿子了，那这家业自然是要给亲儿子的。那世子他不会认命的，接下来应该会有更多的动作，你多派几个人去保护长亭，务必要让他毫发无伤。是，属下这就去安排。该变天了。顾成林这是把所有身家都拿来请杀手了吧？顾成林这就请来的杀手，不但人数比上回多，武功也比上回的高出了不止一个档次。他没有本钱，当然要找厉害一点的。
最好能这次就能直接解决了我。你说他是不是傻呀？他都知道端王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并且对你很好，他还敢对你动手，他就不怕端王知道了直接咔嚓了他吗？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向来富贵险中求，而这富贵不但能迷人眼，还能让人迷失心智。顾晨林一向自诩身份高贵，自然是接受不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接受不了从云端跌落尘埃，失去现在的地位身份和荣华富贵。还有一点，顾晨林很清楚，就算他不再派人来杀我，我也不会放过他的。抛开上一世的恩怨不说，单凭上回他派人来刺杀他，他就该死了。哎，你说顾成林还会不会像上一世一样去找二皇子啊？不好说，如果夫人想知道，那就让顾成林再多活2天，顺便让青州赚一笔。让青州赚一笔？好啊，正好青州花钱大手大脚的，还经常不用我们给的钱，就让他充一下钱包吧。都听夫人的。能让他的夫人看看热闹，顺便让青州赚一笔，也算是顾成林最后的价值了。这次这些人怎么处理啊？挑几句有特色的留下，其他的照常处理。留下干嘛呀？不送去顾成林或者你王爷爹吗？下次再送。这是什么呀？可以保存尸体5日不坏的东西。你这不是浪费吗？要尸体下次再留不就好了吗？干嘛浪费这么好东西啊？因为下次不会有尸体了，也不要可惜，这种东西啊我多的是，你想要我送你几瓶。哎，不过什么叫做下一次不会有尸体啊？你们这是已经知道顾成林下次要出什么招了？不知道，不过顾成林现在黔驴技穷，除了刺杀没有别的办法。那你还那么肯定的说啊，下次不会有尸体？什么人是小爷杀不了的呀？因为想让你挣外快啊，你总不可能自己杀自己吧？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去接顾成林的生意？没问题。哎，不过我可不能保证顾长林那厮肯定找我啊。不过也没关系啊，我去给顾成林那个蠢货一点提示，实在不行就直接抢好了，反正他们也抢不过小爷我。哎，虽然吧这样做有点不道德，也不符合道上的规矩，不过现在小爷我已经不在道上混了，这规矩也就不用守了。世子，属下听说那盐业出一次手至少要10万两银子，我们现在恐怕没这么多钱呀。只要宋长廷一死，这端王府就是我的了，到时候本世子哪里还需要为区区10万两银子发愁？宋长廷必须死，必须死！见到季如烟，一句话不说，甚至连招呼都没打，直接就开口要钱，而且一开口就是10万两。灵儿，这2天母妃仔细想了想，要不咱们……话没说完，顾成林就一把夺过他手中的银票，头也不回的走了。临走前还讽刺的说了一句：“你连自己都管不好，有什么资格管我？”王妃，我没事，给我梳妆更衣，我要去见王爷。怎么了，王妃？没事，只是突然想起来，玉儿昨天说想吃桃花酥，今天我叫嬷嬷做了，还没给她送过去。你现在去替我跑一趟吧。可是无碍，你快些去吧。桃花酥时间放长了就不好吃了，记得把食盒旁边那瓶桃花露也带上，玉儿最喜欢了。是，奴婢这就去。妾身见过王爷，王爷万安。坐吧。怎么，还要本王请你吗？话没说完，发现他穿了一件旧衣，冷喝一声：“怎么，王府是克扣王妃的吃穿用度了吗？”不是，王爷待妾身好，府里的下人又怎敢怠慢妾身呢？那王妃穿这一身旧衣，是想博本王的同情呢，还是想通过这件衣服让本王回忆起一些什么美好的往事啊？王爷您……王妃有事就直说，不要绕弯子。本王没那个耐心，也不要试图叙旧。本王没兴趣，也不觉得和你有什么旧可叙。求王爷饶灵儿一命。王妃这话，本王有点不懂啊。顾成林是端王府世子，好好的
本王为何要他的命啊？而且本王好像什么都没做吧？王爷，千错万错都是妾身的错，是妾身对不起您，是妾身没有把灵儿教好，所有的罪责妾身愿意一力承担。求您看在灵儿教了您10多年父皇的份上，饶了她这一次。只要王爷饶了灵儿这一次，妾身愿意自请下堂，带着她远离王府，不再碍您和宋公子的眼。事后也会好好教导她，让她不要肖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让她克己复礼，好好做人。克己复礼，王妃不觉得这几个字从你口中说出很讽刺吗？玉如烟，你要是真懂得什么叫克己复礼，现在还会跪在这儿吗？妾身。如烟，你还记得刚成亲那会儿本王和你说了什么吗？记得。那你还记得本王圆房那晚对你说了什么吗？你又是如何回答本王的吗？记得，是妾身对不住王爷。王爷，如果当初事发之后，妾身主动跟你坦白，你会不会给妾身一个机会？本王已经不是给过你机会了吗？不然你以为本王为什么会在你爹去世以后和你一起去居家吊唁？又为什么是在你有了身孕以后才开始疏远你的？你那么早就知道了？你知道为什么本王和你同房那么多次你都没身孕吗？那时候局势对本王不利，本王腹背受敌，想着等稳定一些再要孩子，那样的话对你对孩子都好。王爷，是妾身的错，是妾身对不起你，妾身死不足惜，但是妾身还是想厚颜求您饶了灵儿这一次，她还小，是妾身没有教好她，你要如何惩罚，甚至是要妾身的命，妾身都毫无怨言，只求您饶了她这一次。季如烟，你说顾成林小，说的是个孩子，那你和顾成林对宋长林出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也是个孩子？有没有想过他是本王在这世上唯一的儿子？本来你们要是什么都不做，本王看在这10多年也算相伴的份上，也不会对你们怎么样。哪怕日后夺了你们的王妃和世子之位，也会保你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是你们偏偏不知足，想要整个夺王府，还想要本王儿子的命。你来告诉本王，你让本王如何饶你们？如果是你，你又会如何做？妾身。王爷，这一切都是妾身的主意，和灵儿无关，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没有想要对宋公子动手的，是妾身诱导了她，妾身愿意以死谢罪，只求您再给她一个机会。王妃为了旧情人的孩子，还真是让人感动啊。对了，说起你旧情人，你难道就不好奇本王为什么没当初动手弄死你和他的儿子吗？反而是养了这么多年吗？毕竟这是本王的王府，本王若是真想要他的命，他连来到这个世上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你的旧情人啊。因为杨铮。不然你以为本王为什么会养顾成林这么多年呢？本王看着就那么像大冤种吗？他做了什么？杨铮用他和整个杨家的命跟我做了交换。杨铮和杨家是你动的手？不，王妃不要给本王乱扣罪名。杨家的主子先是瑞王，后是皇帝，况且本身杨家实力也不弱，本王可没那么大本事。杨铮为了让本王保住你和你的孩子，多次把皇帝要对本王动手的消息暗中传递给本王，一次又一次坏了皇帝杀本王的大计，还暗中坑了皇帝几次。皇帝发现之后恼羞成怒，让人把他五马分尸了。杨家是他家族，受牵连那不是很正常吗？铮哥哥，杨铮他居然……怎么样，是不是很感动啊？不过你现在应该多想想顾成林才对，毕竟他已经快把自己给作死了。闻言，
季如烟也顾不得承受不住杨正的恩情了，急忙擦了擦眼泪，把刚刚跟端王求情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说完还重重磕了几个响头。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顾成林知道吗？他会领情吗？他知道你为了他自己跪在本王面前头都磕破了吗？他现在怕是拿着你给他的钱再找更厉害的杀手去对付宋长林吧。你说你一边求本王来饶顾长林，一边又给顾长林钱让他去请杀手来杀本王的儿子，你是想让顾长林死快点呢，还是觉得本王可以任你糊弄？我没有，王爷，妾身没有，妾身那是……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季如烟，本王记得提醒过你，守好自己的本分。在你和顾成林起了想要对付宋长林的心思那一刻开始，你就该知道等待你们的会是什么。本王不是傻子，整个端王府也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别以为你们那些小动作本王不知，只不过是长亭想玩，本王当作没看见而已。王爷，真的不能再给灵儿一个机会了吗？机会本王已经给过了，是你们自己不要的。自己挑一块喜欢的地吧，风光大葬是不可能了。不过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最后的体面本王还是会给你和顾成林的，对外也会宣称你们是突发恶疾去世。王爷，您不能要灵儿的命。王爷，您就没有想过玉儿吗？玉儿，本王需要怎么想的，又为什么要想的？她是你的女儿啊，你要她和哥哥母亲的命，你让她怎么办？那你和顾成林做那些事情的时候，又有没有想到他呢？哼，季如烟，你不会是现在才想起他吧？季如烟，不要试图用女儿来做挡箭牌，你不配，本王也不吃那套。王爷当真就是有了儿子就不管女儿了吗？王爷不在乎女儿的感受，难道连她的命也不在乎了吗？所以王妃这是打算用女儿的命来威胁本王。哼，季如烟，本王虽然喜欢宋长亭，但并不代表本王重男轻女。相反，本王很喜欢女儿，如果本王有女儿，也会对她千娇万宠，让她做这世上最幸福的孩子。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顾芷玉不是你的女儿？如果她是本王的女儿，你觉得本王会对她不闻不问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王爷，玉儿她是你的孩子，是我……你是想说顾芷玉那次是趁黑山不在，你买通了给本王送饭的下人，给本王下了药，爬了本王的床之后怀上的？本王确实和你有过一个孩子，但是不是顾芷玉，她生下就被本王送走了。你把她送到哪里去了？这个你无权知道。我是她的母亲，怎么会没有权利？你居然还知道自己是个母亲啊？那你给顾芷玉下毒，试图用她的命来威胁本王，让本王放过顾成林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自己还是个母亲呢？毕竟在这之前，你可不知道顾芷玉不是你孩子。你知道？季如烟，本王刚刚说了，整个多王府都在本王的掌控之中，只是本王想不想管罢了。季如烟，你为了你和杨征的儿子，不惜对自己的女儿下毒。若本王告诉你，顾芷玉也是杨征的女儿呢？你说什么？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顾芷玉是杨真跟通房丫头生的孩子。顾芷玉是杨真跟通房丫头生的孩子，跟你和本王的女儿差不多时间出生。当时他背叛皇帝的事情已经被皇帝知晓，他知道杨家必死无疑，便找到本王，求本王帮忙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本王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绿了本王，还敢找本王帮忙。其实本王原本是不想管的，但是想着他算帮了本王几次的份上，
便答应了他。所以你就用她换了自己的女儿？对呀，你不是喜欢她吗？那她的女儿你应该也很喜欢才是啊。而且除了你，本王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养她呀。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本王为什么要告诉你？怎么，本王和你的女儿你舍得下毒，旧情人的女儿你就不舍得了？王妃对旧情人还真是情深意重啊，令人感动的紧呢。不是的，本来呢，你若是不起歪心思，就算你和顾成林作死，本王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甚至还会安顿好他。季如烟，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你好自为之吧。选好地了，让人告诉管家一声，不要再做什么动作了，不然别怪本王不给你最后的体面。见过王爷。你来干什么？谁让你来的？赶紧滚！我不想看见你。灵儿，别叫我，我嫌恶心。我没有你这样的母亲，要不是你，我现在怎么可能会这样？你要是知道礼义廉耻，不红杏出墙，会有今天的事情吗？还有，你给父王戴了绿帽子，怎么还好意思到他面前来？我要是你，早就找根绳子吊死了。那个顾世子啊，虽然你这样说好像没毛病，但是你母妃如果没有和别人那个啥，就没有你的存在了。那就没有好了。谁稀罕被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给生下来？谁稀罕有一个不知来路的爷他人做爹？与其名不正言不顺，被人指指点点，我宁愿从来没有来过这个世上。王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教好孩子，是我起了贪念，误导了灵儿，一切罪责我愿一力承担，只求您再给灵儿一个机会。别在这里恶心人了，这一切都是你做的孽，我也不需要你求情。还有你宋长廷，要不是你，我现在还好好的当我的端王世子，你为什么要出现？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一切？宋长廷，我恨你，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灵儿，你在干什么？你快把剑放下！听话，快把剑放下，快点！灵儿，莫非我的痛苦是你带来的？我们一起死吧，反正事到如今，你也活不了了。王爷，人已经没了，找块地方好生安葬了吧。对外就宣称是突发恶疾去世。另外，把这些日子顾成林做的那些事情的尾巴全部扫干净。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宋长廷的身份也还暂时不宜让太多人知道，不然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的。宋长廷和陆晚霄陪端王用完晚饭，准备告辞回家。今晚不在王府住吗？我已经让管家把旁边的碧落斋收拾出来，里面的景色很好啊，也很安静。你不管是要看书还是休息，都很合适啊。现在府里也没有了碍你眼的人，要不住2天再走啊？见宋长廷不说话，端王又试探着说了一句：为夫，我知道你喜欢看书，前些日子让人学了很多古籍过来，都给你放书房了。刚刚已经陪你吃过饭了。可是那才多一会儿啊。您确定我们现在住下来合适？您确定我们现在住下来合适？怎么不合适了？这放心，王府的下人都是死气，有不少还是跟了为父10多年的老人，不敢的，也不会透出半个字。还有黑山也会处理好一切的，你们放心住下就是。你放心，为父绝对不会让你有事的。因为宋长廷没有反对，端王这声为父就越说越顺口，心情也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我不是说这个。那是什么呀？端王府刚没了2个人，不办丧事吗？那等这事儿完了，可以过来住些日子吗？你放心，为父让人把端王府里这里里外外的好好打扫清理一遍，绝对不留半点晦气之物。见宋长廷没说话，又可怜兮兮的加了一句：那就这么说定了啊，不然这么大的端王府就为父一个人住，这空得让人害怕呀。什么？害怕？你？害怕。
所以陆晚潇心想，宋长廷的厚脸皮是遗传了端王吗？您不是潇潇，这招对我没用。若是觉得这端王府太大了，住着不舒服，就换个小的，或者把您那个生下来被您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陪你。不了，她现在是药王谷的大小姐，有疼爱的父母、兄长和师兄弟，现在药王谷就是她的家，我就不去打扰了。而且她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我对她来说就是个陌生人啊。要是回来，她会不自在的。药王谷不入世，她在那里也能远离这些纷纷扰扰，一辈子安乐无忧。这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唯一能为她做的。那您就自己住吧，反正这么多年你也跟自己住没区别。要不然就考虑一下我刚刚的第一个提议，换个小的地方。还是不了，这王府挺好的，而且换个小地方，以后你们来了住着不舒服，等以后有了孩子跑都没地方跑啊。不好。说到孩子，端王突然就来劲儿了，没等宋长廷说话就接着道：哎呀，对了，你们现在生活也稳定了，暂时也没有别的事情，要不考虑生个孩子吧。端王见宋长廷和陆晚潇都不说话，甚至还有些一言难尽地看着他，有些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担心你要准备科考，顾不上潇潇和孩子？哎呀，这个你不用操心，交给为父啊，为父一定给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一会儿就让管家去挑几十个下人回来，开始立规矩，开始教规矩，一定把潇潇和孩子都照顾得好好的，绝不能让你有半点后顾之忧啊。这个至于安全问题你也不用担心，我到时候让黑山调800个黑鹰军回来，保证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你觉得怎么样啊？不怎么样，现在不考虑生孩子的事，而且我自己的夫人和孩子我自己会照顾，不用你操心。他要是连自己的夫人和孩子都照顾不了，他还配做夫君，配做父亲吗？可是没有可是，您要是在那生孩子说事儿，这端王府您就一辈子自己住吧。生孩子的事情我们自有安排，您要是实在想要孩子，就自己找个人生。虽然说您的年纪有点大，但是您身份尊贵，又有钱，长得也不丑，相信想嫁给您的嫡门高女还是很多的。宋长廷见端王不同意，那要不您给黑山找个媳妇儿，让他先生一个给您玩玩，这样正好你也可以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带孩子，等以后有了亲孙子了，也不至于手忙脚乱。黑山听到这话，差点没一个踉跄跪到地上，这好好的怎么扯到他身上来了？王爷，属下从加入黑鹰军那天就立誓，不娶妻生子，一辈子效忠王爷。有了妻儿就等于有了软肋，而他们是不允许有软肋的。今时不同往日，本王觉得长廷说的对呀，你也确实该娶妻生子了，而且娶妻生子跟效忠本王这不冲突啊。王爷，黑山觉得自从长廷少爷出现，自家王爷就越来越没有原则了。你们先商量，我和夫人就先回去了。黑山，你觉得下个月给你办婚事怎么样？你要是觉得太晚了，那半个月之后办也是可以的。王爷，属下发过誓不成亲的。都跟你说了，今时不同往日，本王允许你成亲，那种不人性化的誓言就不要管他了。男子汉大丈夫，娶妻生子这是正常的。可是属下不想。端王直接忽略了他这句话。你跟本王说说，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等祭入燕母子丧事办完，我让管家去挑几个合适的回来，到时候你自己再挑一挑，要是觉得都合适，多收几个那也是可以的，这样你也能早日抱上孩子。王爷，属下不想成亲，也不想抱孩子。哎呀，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要是不成婚生子，那你们对了，你想姓什么呀？回头让管家去给你们办个户籍。端王想说，黑山要是不成婚生子的话，他们家的香火就要断了，但话说出口，才想起黑山是孤儿，
没有父母，不知姓氏，被选入黑鹰军后，才有了黑山这个名字。王爷，属下就想叫黑山，王爷求您了，属下真的不想成婚，不想生孩子，属下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您要是真的想要个孩子玩，属下给您找一个。端王没说话，用一种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的眼神看着黑山。黑山快哭了，他为什么会摊上这样一个主子呀？王爷，属下觉得吧，您要是觉得一个人在这府里待着太无聊呢，就出去走走，去江南或者去大漠都行，安排好替身，咱们秘密出城，不会有事的。不去不去，你想去自己去。他儿子儿媳妇都在这里，他一个人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做什么呀？那要不您去长亭少爷家住几天？哎呀，这个那事去了，这长亭不开心怎么办呢？您放心，以长亭少爷的为人，不会把您关在门外的。况且他只是说暂时不来王府住，没说不让您去他那里住啊，对不对？哎呀，本王是担心，这本王要是这样上门，惹得他不快，然后跟他的关系又回到了原点。哎呦，我的王爷，您这就有点杞人忧天了不是？您是长亭少爷的父亲，父亲去儿子家看望儿子或者小住，那都是人之常情。而且您没发现他今天跟您的话都多了吗？还陪您吃了饭，这表示他已经在慢慢认可您了。怎么可能因为你贸然上一次门就生您的气呢？你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不对？要是他生气，就说这是属下的主意，是属下怂恿您去的，到时候属下让他惩罚出气，肯定不会影响您的。相比被逼婚，黑山宁愿被揍一顿，甚至揍几顿都成。还傻站在这里做什么呀？赶紧去叫人给本王收拾东西啊！是，属下这就去。少爷，王爷来了。什么？你说谁来了？王爷来了。他来做什么？属下不知，不过属下看到王爷带了几个大箱子，不知是不是要过来住几天呢？见宋长亭皱起了眉，黑木越说越小声，边说还边往后退了2步。那个黑木啊，你退什么？长亭又不会打你。不是，少夫人误会了，属下不是故意往后退的，是属下刚才没站稳。就是没站稳。宋长亭是不会动手打他，甚至连骂都懒得骂，但是他生气的时候，身上冒出来的冷气能冻死人呢。你叫长启是吧？我是你兄长的爹爹啊。长启见过王爷。快起来，来，都是一家人，不必如此见外。谢王爷。王爷，哥哥嫂子已经来了，长启就跟青州哥哥出去了。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叫王爷多生疏啊！你看啊，我是长亭的爹爹，你是长亭的弟弟，这样算的话，我也是你爹爹呀。所以呀，你以后不要叫我王爷了，就叫爹爹吧。啊，王爷，您这样忽悠宋长启，要是长体少爷生气了，可不关属下的事啊。属下只是让您来长亭少爷家住，可没让您忽悠他弟弟啊。属下只是让您来长亭少爷家住，可没让您忽悠他弟弟啊。没事的。再说了，我这是实话实说，哪里忽悠了？一夜未见，您的脸皮好像又厚了不少。长亭来了，你怎么不提醒本王一声？王爷，长启少爷都说了，他哥哥嫂子来了，属下还要怎么提醒啊？长启说那是长启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没提醒本王，就是你不对。再狡辩，本王一会儿就让人回去，叫管家给你找几个媳妇儿。他是说什么了吗？就狡辩，还拿娶媳妇儿威胁他呀？这还是他那个虽然坐吃等死，不对，是年纪轻轻颐养天年，但依旧英明睿智的王爷吗？王爷，您以前不是这样的。黑山小声嘟囔，端王自动忽略他这句话，轻飘飘看他一眼。还有，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再不提醒本王，还让管家给你找媳妇去。长亭和潇潇来了。见过王爷。不必多礼。哥哥嫂子。吃早饭了吗？
吃了，我跟青州哥哥一起吃的。见宋长廷没有因为他贸然上门而不高兴，也没有要赶他走的意思，端王偷偷松口气，然后顺势说起了刚刚和常启说的事儿。这个长廷啊，为父刚刚说的你也听到了，你觉得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就是让长启也跟着你一起给为父当儿子，等事后你回端王府了，你当端王世子，他做端王府的二公子。你看，你是长启的兄长，我是爹，那按道理长启也应该叫我爹才是啊，不然你们兄弟二人一人叫我爹，一人叫我王爷，那多别扭啊，是不是？我不觉得，您要是觉得别扭，我也可以一直叫您王爷。怎么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呢？不是，他是这个意思吗？还有，他的意图都这么明显了，宋长廷为什么非要往另外一个方向理解呢？他故意气他是不是？他肯定是故意气自己的。哎呀，亲生的，而且自己还亏欠他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自己上赶着要跟他相认，所以不能生气呀，坚决不能生气。他的父母帮为父养大了你，那于情于理，为父也应该把他们的儿子养大成人呢，是不是？再说了，长启呀还这么小，是需要父亲的。长启你说是不是啊？长启乖巧地站在宋长廷身边，听到端王问自己，抬头看看他，又看看自家哥哥嫂子，没说话。爹娘养我是他们心善，这份恩情我会自己还。至于养育长启，长兄如父，长嫂如母，爹娘不在了，我和潇潇自然会担起这份责任。长启姓宋，永远都只会姓宋，就算爹娘不在，宋家如今没人，他也永远都是宋家的孩子。那做义子啊，做义子，为父也待他一样，把他当亲儿子对待。你觉得怎么样啊？哎呀，你这身份早晚要公开的。届时你回端王府做端王世子，而长启还是原来的样子，就算我们对他再好，别人还以为我们对他不重视呢，背地里肯定少不了闲言碎语，听着多糟心呢。这件事情回头再说吧。也行啊。哥哥，长启见自家哥哥好像因为自己的事情发了愁，轻轻唤了他一声。宋长廷抬眸，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没事，你先跟你青州哥哥出去玩吧，这件事情不着急，你也不必太过放在心上，一切有兄长呢。我知道了，哥哥。去吧，注意安全，记得听你青州哥哥的话，保护好他，不要回来太晚。明天要送他去书院。知道了。你给我站住，小长启，有本事你别跑啊！青州哥哥，你来追我呀？这不派几个人随行保护吗？不用，青州一人足矣。端王还想说什么，黑山附到他耳边轻轻说了句：王爷，那个叫青州的，3个属下也打不过他。这么厉害啊？他就是江湖鼎鼎有名的杀手严业，不知道为什么跟了长亭少爷。王爷，您和长亭少爷还有少夫人闲聊，属下让人给您收拾行李去。您这是打算来常住？可以吗？想住就住吧，反正陆宅还有许多空院子。不过先说好，端王府的事情自己处理好，我可不想哪天睡着睡着就被皇帝的人给围了。你放心，为父一切都安排好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为父是秘密出城，黑山都已经安排好了，不会有人知道的。而且端王现在还好好的在端王府里待着呢，只不过是病了，不宜出席王妃和世子葬礼。您自己安排就好。您用过早膳了吗？没呢。早膳都不用就来，我还能搬着陆宅跑了不成？早膳都不用就来，我还能搬着陆宅跑了不成？黑木说你这早膳好吃。是这样吗？您不必如此，您是我父亲，这里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短什么缺什么跟周叔说就行了。你刚刚这叫我什么？父亲。嗨！端王激动地应了一声，因为宋长廷终于承认自己，还叫了自己父亲，
端王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连早饭都多吃了2碗。等3人用完早膳，端王住的清霜阁也收拾好了。黑山出主意有功，端王大方的赏了他1000两银子，不过黑山没要，只是跟他提了一个要求。王爷，属下不想要什么赏赐，只求你以后别再拿让属下娶媳妇的事情说事了。他真的不想娶媳妇儿，不想生孩子。虽然自家王爷现在是开玩笑的，主要是威胁他好玩，但王爷已经不是以前的王爷了，搞不好哪一天真的给他强行安排个媳妇儿呀。这个嘛，看你以后的表现。黑山闻言差点白眼翻上了天，然后也顾不得尊卑了，伸手一把夺过端王手里的银票。那属下还是要钱吧。主子或许会不靠谱，但银子不会。有了银子，哪天被主子气得心梗了，还可以用它去买开心呢。王爷，怎么了？是有什么烦心事吗？不是，只是突然想到，长亭长到如今这个样子，肯定是吃了不少苦啊，受了不少罪。若是本王早些知道他的存在，他就不必如此辛苦，也不必被一个小小的县令给弄断了腿。王爷，这些事情并非你所愿，那几年你也不容易，当时各方势力虎视眈眈，您腹背受敌，长亭少爷在您身边也并非好事。现在您和长亭少爷都是好好的，他没有怪您怨您，也已经和您相认了。因为过去的事情悔恨自责没有多大的意义，最重要的是现在和以后，您说是不是？本王知道，只是每每想起长亭以前遭的罪，本王心里就难受啊。他越是对本王没半点怨言，本王就是越心疼自责。王爷，属下理解您的心情，不过属下还是那句话，因为过去的事情悔恨跟自责没有多大的意义。您要是觉得亏欠长启少爷，就以后加倍弥补他，该给他铺路，该给他报仇。之前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根据咱们目前查到的消息，长启少爷来到京城后，除了段家那边，就只有跟二皇子有过来往和交集。二皇子？顾承渊？他约长亭少爷吃了几次饭，长亭少爷也去了。其余的像什么冯茂才，都是主动凑上找茬的，包括顾成林，也是他无意间发现了长亭少爷的存在，然后想杀他灭口，最后把自己作死了的。从始至终，长亭少爷都没有主动招惹过谁，就连二皇子那边，也是二皇子主动的。他是想拉拢长亭，还是只是想利用长亭？暂时不清楚，不过王爷大可放心，以长亭少爷的聪明才智，不会被二皇子给利用的。一个顾宏远的蠢货儿子，本王有什么好担心的？本王只想知道，长亭对顾承渊是什么态度？是想支持他，还是什么？这个属下也不清楚，不过属下觉得长亭少爷应该是不会想支持二皇子。哦，怎么说？王爷你看啊，抛开太子不说，单说段家100年大族，历经数次王朝更替，历经无数风雨，如今依旧稳稳地立足在这天地间。这样一棵枝繁叶茂、根深蒂固的大树，谁不想攀上？二皇子虽然贵为皇子，但是他跟段家完全没法比，还不得皇帝喜欢。那正常人肯定是选择段家，而不是他呀。还有呢？还有，少夫人是段家人，段家喜欢少夫人，少夫人也喜欢段家。长亭少爷和少夫人感情那么好，怎么可能会做背叛段家，让少夫人不开心的这种事呢？除非什么？除非二皇子给了很诱人的条件，比如事成之后许长亭少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因为如果长亭少爷选择跟段家一起扶持太子，那功劳肯定是要排在段家之后的，毕竟亲疏有别，而且段家也是个个才华了得。长亭少爷如果没经得住诱惑，皇爷，好好的您踹属下干嘛呀？
你当本王的儿子和你一样目光短浅和眼瞎吗？哼，顾城渊那艘破船到处漏水，谁稀罕上？而且他那人品又不好，他的承诺能作数吗？本王的儿子有那么傻吗？可是属下也说了是如果呀。黑山觉得自己刚刚那一脚挨的多少有点委屈。这种事情没有如果。他算是明白了，以后说长听少爷只能说好的，不好的一个字儿也不能提，连假设都不成。明白了吗？明白了。你继续说。王爷，属下说的已经说完了。关于长亭少爷对二皇子具体什么想法，属下觉得您还是亲自去问问长亭少爷的好。要你何用？他们家王爷真的是越来越不好伺候了。说到一半不让他说的是他，让继续说的也是他，他不说了还不乐意。他要是接着刚才的说，那不还继续被踹吗？长亭啊，太子还有二皇子还有五皇子，你想支持谁呀？长亭啊，太子还有二皇子还有五皇子，你想支持谁呀？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情了？荣顺帝不行了？你想要顾宏远死？让荣顺帝死？您想让他死就去弄他，我无所谓啊。顾宏远那3个儿子，你打算支持谁呀？您觉得呢？还是您有想支持的人？那倒没有，只是今天和黑山说的这件事情，想问问你是什么想法。这样的话，为父也好提前做一些安排。你是打算支持太子的是吧？不然呢？先不说潇潇跟段家的关系，就说您那3个侄子，您觉得谁更适合做那个位置？那顾城渊呢？我那是想搞死他。搞死他？你和他有仇？这事您不用管，我自己有安排。至于我和他是什么时候结的梁子，这个不方便告诉您，您也不用派人去查，您等人查不到的。为父知道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不要一个人扛下。你现在有父亲。好。要不要来一杯？银月没出声，无甚兴趣地看了一眼，重新趴了下去。真不喝？来尝尝主人我的手艺，味道不错的。然而银月只是轻轻地把头挪了个位置，眼睛都没睁一下。陆晚潇这下不乐意了。你要是不喝的话，我就听花花的，给你改名字叫朗朗，还把你给他当宠物。就舔一下。再喝一口嘛，再喝一口，我明天带你去林子里玩。你放心啦，主人我这次一定说话算话。又在哄银月喝酒，小心他喝上瘾了，那天悄悄的把你空间里面的酒都喝了。你洗好了？这是我们一起酿的果酒。说话就说话，凑这么近做什么？喜欢。夫人身上的味道总是令为父欲罢不能。夫人身上的味道总是令为父欲罢不能。那要不我把我身上的香膏给银月用一用，然后你去抱他。话还没说完，肩膀就被宋长廷轻咬一口。再胡说八道，为父不介意在这里。话没说完，但是陆晚潇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也相信他绝对能做出这种事儿来，立马就怂了。虽然不会有人看见，也不会有人来打扰，但是这沐天席地的，院子又大，他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而且在屋外做那种事儿，他还没有那么奔放。夫人这是觉得在这里不好意思。宋长廷何其了解他，一看他的神色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上次在空间的草地上你明明很……闭嘴！空间里能和这里一样吗？那要不我们试试？再不正经，等过些日子就自己回江陵府考试。夫人舍得吗？夫人就算舍得为夫，那你的小姐妹曲雪兰呢？这么久没见，你不想她吗？所以你这是有恃无恐了？书房的床自从搬进去之后还没人睡过，要不你今晚去睡一睡，感受一下，看看合不合适。
怎么会呢？为夫哪儿敢呢？为夫一向都是夫人让往东绝不往西，夫人让坐着绝不站着。没等陆晚潇说话，立马岔开了话题，朝一旁暗机抬了抬下巴。我们酿的果酒好喝吗？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我们酿的果酒好喝吗？自己尝尝不就知道了。夫人给我拿。见睡书房的事儿已经过去，宋长廷又开始得寸进尺。你没手啊？还是断了？抱着夫人呢，实在腾不开手。那就别喝，还剩半杯，刚好够你尝个味儿。宋长廷没接，就着他的手轻抿一口，趁他不注意，在他唇上轻轻啄了一下，然后抿了抿嘴唇，意味不明地说了句：“味道确实不错。”你应该庆幸你长得好看，气质也属于清冷那一挂，不然你这种言行就一油腻大叔，你知道吗？夫人喜欢就好。我不喜欢。好了，时辰不早了，我们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呢。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回景和县呢？秋闱时间定在8月初10，而现在快7月了，考试肯定不能踩着时间去。等把京城的事情安排一下，我们就动身。等秋闱的成绩出来，你还要参加鹿鸣宴，再处理一下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路上万一有事再耽搁点时间，我们最早应该要9月才能回来了。青州就让他留在京城保护长启吧。保护长启，没人比青州更合适。万一真的遇上危险，情况又特别危急，其他人或许会因为这那的原因而放弃长启，但青州不会。青州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让长启受一点伤害。是打算把他留在京城的。我们现在自保没有问题，手里的人也够用。姐妹，你终于回来了。还慢点，蓝雪，你别跑那么快啊。怀孕了？可是我好像没跟你说过，你怎么知道的？晚潇朝他身后的傅子义抬抬下巴。都写在脸上了，还用得着说吗？哎呀，他可能是第一次当爹，太过于兴奋和紧张了。说的好像你以前当过娘一样。那当然也是第一次啦，只是人家没有像他那么激动嘛。怎么样，孩子还好吗？好，你和孩子都好。怎么，傅子义那么紧张，没让大夫每天去给你请平安麦？当然有啦，刚发现有孕的时候就请了大夫住在府里，每天早晚各一次平安麦，还要喝安胎药。想到那苦哈哈的安胎药，曲兰雪的脸都皱成了一团。安胎药是药3分毒，你和孩子都好，那玩意儿没必要每天喝。你要不放心，回头我给你做2瓶对你和孩子都有好处，没有任何副作用的安胎丸。那我就先谢谢姐姐啦。对了，姐姐，你能不能跟傅子义说一下，让他不要这么紧张？怎么啦？姐姐，你不知道，我都被他管得快要自闭了，一天天的，这不许吃，那不许去，连什么时候睡觉都要管。你呀，就在我面前秀吧。到你面前秀，我有那个必要？你没看到，你刚刚说要来跟我一起做的时候，你们家宋长廷的眼神都快要能吃人了吗？我是真的被傅子义管得快要自闭了。你是大夫，你去帮我跟傅子义说说，让他不要这么紧张。行吧，我回头给他说说，再列个注意事项给他。姐姐真好。想到马上就可以结束现在这种被当成瓷娃娃的日子，曲兰雪好心情地搂过陆晚潇，想要亲一口。坐好，想亲啊，等会儿回家亲傅子义去。几人许久未见，自是有许多话要说。等吃完饭，天色已经完全黑透。傅子义送2人出门，陆晚潇见他一路上好几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怎么了？怎么了？嫂子，那个……怎么了？你是不是想问蓝雪和孩子的事儿？放心吧，蓝雪和孩子都很好，你不用那么紧张。蓝雪身体很好的，等3个月后孩子稳定下来可以同房，注意一些就是。嫂子，我不是想问这个，我是想和你说声对不起。跟我说对不起？好好的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你欺负蓝雪了？不是，是为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过分的话道歉。对不起，
嫂子，以前对我说的很过分的话。陆晚潇一头雾水。就是咱们刚认识那会儿啊，那时候我已经不知道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陆晚潇了，我把他之前做的那些破事全怪你身上了，我好几次对你都说出了很过分的话。哦，你说这个呀，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知者不罪，而且你也是因为心疼长亭和长启，你不用这样，你要不说我都忘了这个事情了。多谢嫂子。其实那时候你突然变化很大，不但人变好了，还会很多之前不会的东西。长亭哥对你的态度也对之前大不一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只是我想不到会是什么原因呢，也没想到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所以要不是蓝雪跟我说了她的事情，还有跟我讲了许多关于你们那边的事情，画了什么飞机呀、汽车的呀给我看，我都还不敢相信。想不到很正常啊，毕竟穿越这种事情是需要机缘的，而机缘这种东西呢，又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可能几百年都没有一个。你都不知道这么个东西，又怎么可能会想得到呢？傅子义被安慰到了，看了一眼在一旁听苍梧汇报事情的宋长亭，小声的问陆晚潇：哦，对了，嫂子，长亭哥知道你穿越来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有没有被震惊到，或者被吓到？你觉得呢？以长亭哥的性子，被吓到应该是不可能的吧，不过也不至于什么反应也没有，所以他应该也被震惊到了吧。也？怎么，你是觉得长亭哥也会跟你一样大惊小怪？大惊小怪？你管这件事情叫大惊小怪？你管这件事情叫大惊小怪？你刚还不是还说了吗？这种事情需要机缘的，可能几百年。说着反应过来了陆晚潇刚刚话里的意思，不敢相信的看着他。你刚才的意思是说，长亭哥知道你是穿越而来的事情的时候，没有被震惊到？对啊，有什么问题吗？那他是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也没有。怎么可能啊？我都……你是你长亭哥是你长亭哥，你俩除了性别像，其他都不像，见识、见地、知识也不一样。那同一件事反应不一样，那不是很正常吗？你是在说我读书少，长亭哥读书多吗？懂得多吗？所以遇到事情才不会像我一样大惊小怪的，是吗？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多读书确实没坏处。哦，你别排斥读书这个事情，虽然吧，读书不一定能让我们功成名就，也不一定能让我们赚很多钱，但是多读书起码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豁达和通透，看事情也能更加全面。读书不一定要读四书五经那些，像什么杂记啊、历史人物传记啊，甚至坊间趣事都可以，毕竟小故事也有大道理嘛。你以后的生意越做越大，千奇百怪的人都会遇到，多读点书就能多和别人有一些共同话题，到时候谈生意也会更容易一些，你说是不是？我知道了，嫂子。夫人，您和公子这次回来打算住多久啊？应该住到8月下旬或者9月初吧。这么快就要走啊？老奴还说，公子和夫人这次住得久的话，明儿再去物色2个丫鬟和家丁。这事儿不着急，等过完年再说吧。明年3月或者4月我们再回来，到时候应该会住的时间长一些。等老奴过完年，再着手物色丫鬟，看看有合适的，先买回家教教规矩。也不用添太多，够用就行。我和公子都不喜欢摆排场，也不需要太多人伺候，护卫那些我们到时候会带来。是夫人，老奴就先退下了。夫人和公子早些休息，有事换连春和西夏他们在外面伺候。这些日子啊，就多辛苦嬷嬷了。夫人折煞老奴了，都是老奴的分内之事。下去吧。老奴告退。这是什么？醒酒汤，严嬷嬷怕我们明日头疼，特意熬的，味道还可以，要不要喝一口？好啊。宋长亭微笑着轻轻颔首，然后趁陆晚潇不注意，弯身体攫住了他柔嫩的红唇。
一番轻捻研磨之后，不舍得放开他，回味似的舔了舔嘴唇，一语双关的说了句：“味道确实不错。”对于宋长廷这种逮着机会就占便宜的无耻行径，陆晚潇早就已经麻了。天天亲还亲不够吗？永远都不会够。以后打脸了可千万别叫疼。陆晚潇嫌热，往里头挪了挪，跟他拉开了距离。宋长廷长臂一伸，直接把他拉到怀里。不要，热。那我们去空间睡。宋长廷亲了亲他的额头。回头让人把我们的屋子重新改造一下，再在院子里面修池子，这样就能凉快许多了。不去，你别挨我这么近就好了。去了空间，他明天还能下床去看蓝雪吗？看他像防贼一样。夫人想什么呢？为夫只是想让睡得舒服一点罢了。你确定去空间我能睡得舒服？空间里面温度适宜，自然是能睡好的。你要不要被人像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折腾是什么滋味？好啊。你要不要被人像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的折腾是什么滋味？好啊。正好为夫还不知道像被摊煎饼一样翻来覆去折腾是什么滋味，要不今晚夫人让为夫体验一下。没兴趣，没能力。如果真想体验，建议另……陆晚潇的话还没说完，唇上附上柔软霸道又带了些许惩罚性的吻席卷而来，人也被压在了身下，双手被紧紧地禁锢住。好一会儿，宋长廷才微喘着放开他。下次再乱说，就让你3天下不了床。说着，又在他唇上略带力度地咬一口，疼痛感传来，陆晚潇委屈地摸了摸嘴唇，把头转向一边不理他。乔乔，我谁也不要，只要你。宋长廷把头埋在陆晚潇颈间，声音霸道不容拒绝，还带着些许可怜的味道。陆晚潇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抬手环上他的脖颈。我也没把你给别人，更没让你去找别人呀。我也没把你给别人，更没让你去找别人呀。可是你刚刚就是想说让我去找别人的呀。宋长廷委屈的像只被主人抛弃的大狗狗。我没说，那是你自己脑补的，别赖我身上。可是你就是那个意思，要不是被打断，你就说出来了。也不知是不是喝了酒的缘故，宋长廷像个孩子一样不依不饶的。那不是还没说吗？下次想给我扣锅，至少等我把话说完好吗？再说了，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我怎么想的你都知道，你就那么确定我一定会按照你想的那样说？胡乱揣测老婆的心思，今晚罚你不许碰我。不就是耍无赖吗？搞得谁不会似的。若是往常，宋长廷一定会厚着脸皮接下陆晚潇的话，并自动忽略他的最后一句，重新把他拉回怀里，然后开始将将娘娘。可今天宋长廷什么动作也没有，只是委委屈屈地说了个欧字，然后可怜巴巴地看着他，眼里带着些许迷茫和醉意，还有几分慵懒，配上他那低沉磁性的声音以及清俊的侧颜，简直让人想犯罪。陆晚潇知道他是故意的，为避免自己心软和抵挡不住美色的诱惑，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进了空间。宋长廷没想到陆晚潇居然来这一招，揉了揉眉心，低声失笑。等了一会儿没见人出来，无奈的把被子拉开，躺在他刚刚躺的位置上。习惯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一旦习惯了就很难改变。就比如经过这1年多的同床共枕，陆晚潇早习惯了每天躺在宋长廷的臂弯里，闻着他身上的冷香入睡。现在一个人进来空间，没有温暖的怀抱，没有熟悉的冷香，没人闹他，竟有些不习惯了。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还是没能睡着，干脆出空间把他也拉进来。就知道夫人终究还是舍不得为夫的。陆晚潇在他怀里寻了个舒服的位置。要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面热坏了，要辛苦我照顾，我才懒得管你。是，多谢夫人体恤，夫人最好了。我先警告你啊，今晚乖乖睡觉，不许做其他的，不然我就把你扔出去，不管你。明明是威胁的话，却说的带了几分傲娇的味道，细听之下
好像在撒娇。为夫听话，夫人别动手。被扔出去不可怕，可怕的是出去后就进不来了。他也相信他真的会那样做，而且今天舟车劳顿，他也想让他好好休息。陆晚潇见宋长廷今晚是真的准备乖乖睡觉，放心的闭上了眼睛。睡吧，睡吧。宋长廷给他拉了拉被子，陆晚潇了一声，然后又摇摇头。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还是有什么事啊？都不是，只是还不觉得困。那要不我们去外面走走，看看花花他们。不想动。不想动？宋长廷玩味地重复了一遍这3个字儿。那不然我们做点不需要你动的事情。陆晚潇一听这话，就知道他肯定又是满脑子黄色肥料，没好气儿的掐了他腰间的软肉一下。如果管不住自己，就出去一个人睡。夫人这是要谋杀亲夫吗？而且为夫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做，你就给为夫判刑，不好吧？还是说夫人是为夫肚子里的蛔虫，知道为夫心里在想什么？好熟悉的话呀。哼，现学现卖这一招学得挺好啊。夫人过奖了。他这人的脸皮已经厚的找不到合适的形容词了。陆晚潇哼了一声，拨开他的手，退出了他的怀抱。宋长廷又把他捞回来，低头亲了亲他的额头。别乱动，今天真的不闹你了。你要是睡不着，为夫给你讲故事。我又不是小孩子，还需要讲故事哄睡？未等宋长廷说话，又道：夫君，我不想动，也不想听故事，就想这样静静的躺着。那我陪你。陆晚潇点点头，在他怀里拱了拱，伸手环住他的腰。两人没再说话，就这样静静的相拥而卧。宋长廷的手有一下没一下的拍着陆晚潇的背。过了好一会儿，怀中的人呼吸渐渐平稳。宋长廷以为他已经睡着了，准备给他换个舒服的姿势，却不想还没动呢，就又听到了他的声音：夫君，你想当父亲吗？怎么突然问这个？不是突然，之前父亲让我们生孩子的时候就想问你了。父子一比你小，过几个月都可以当爹了，你真的没想法吗？如果你想早点做父亲，我可以的。虽然这具身体还不到20岁，但是我喝了那么多碧优，又吃了鬼医前辈留下的对身体发育有好处的丹药，身体已经足够成熟，没有问题的。至于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小小，生孩子这个事情呢，生或者不生，什么时候生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决断，自然也不应该被别人影响。不可否认，我确实想做父亲，想要一个身上流着我们的血的孩子，但是这个事情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我们既然已经商量好了什么时候生，就不要受别人影响，好不好？可是你……没有可是。小乔，孩子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着急。再者，我也想和你多过2年，只有你我2人的日子。暖流流过心坎，越酿越沉，激起千层甜蜜巨浪。陆晚潇紧紧地回抱着他。怎么，你还怕有了孩子你的地位受到威胁不成？有了孩子，夫人的精力就不可能全部在为夫的身上了，说不定满心满眼都是孩子，到时候为夫岂不是……岂不是什么？岂不是就是成了没人爱的人了？夫人，为夫缺爱，所以想要你多爱我一点。宋长廷说着，直接翻身附上他。既然夫人精神这么好的话，那我们就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吧，也正好给夫人助眠。话音落，薄唇附上柔软，陆晚潇的一切声音都被吞噬殆尽，只留一世旖旎。鱼水之欢确实能助眠，还能让人睡得更香更沉。等陆晚潇再醒来时，已经是5个时辰以后的事了。彼时的宋长廷已经练了2套剑法，把陆晚潇要带去给曲兰雪的菜斩好，还给陆晚潇准备好了沐浴的水。看在他这么殷勤周到的份上，陆晚潇也懒得跟他计较他昨晚不顾他反对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了。那这2瓶呢？那2瓶是灵泉水，
灵泉水哪儿来的？哦，我明白了，姐姐，你不会是像那些小说里写的那样，穿越了还得了个灵泉空间吧？差不多吧，只不过不是很美好，还差点就见了阎王。姐姐，你以后可别再去有危险的地方了，有一丁点危险的地方都不要去。万一你要是有个3长2短，你让我怎么办？还有我肚子里的……哎，打住打住，这话要是让别人听见，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孩子的爹呢。人家也是担心你，想你好好的嘛。你不知道，当初听说你飞机失事，我……没事啊，都过去了，不想了啊。你知道的，我从来不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飞机失事是意外，得到空间也是意外，我保证以后会更加小心，绝对不会让自己有一丁点危险的，好不好？好啦，不要想这些事情了啊。你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有事的。我现在有能在任何时候都能保命的东西，有厉害的靠山和老公。除了那些，我还有钱有手下，要做什么事情吩咐一声就好了，都不需要我亲自去，又怎么会有危险啊？对啊，不好意思啊，姐姐，之前听子怡说了，你和姐夫以前过得有多艰难，老记着那些，都忘了你的本事，以及你现在还有厉害的身份和靠山，还有你刚刚说的空间，我怎么一口气的功夫就给忘了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孕傻3年？可是我才刚刚怀孕啊！你这叫关心则乱。你这具身体虽然体质挺好，各方面都没问题，但是终究还是年轻了些。这个可以强身健体，祛百病，反正一大堆作用，你多喝点，对你和腹中的孩子都有好处。好，比那些死贵的茶水好喝多了。这不废话吗？不过你之前不是说不想过早生孩子吗？怎么一转眼就怀上了？这纯属意外和疏忽。之前我们和子怡不是去江南谈生意吗？忘了带你给我的婢子玩，然后那天又着急和子怡出去谈生意，等想起来要找个大夫开婢子汤的时候，已经过了时间了。本来想着怕是不会有这么好运，谁知道还真的就有了呢。这孩子来了都是缘分，我也不可能不要他。而且我听说第一胎不能打，不然以后不好怀。说什么傻话，有了孩子当然要啊，打胎对身体不好，不管第几胎对身体都有伤害，以后不许再有这种想法了。不想要孩子就做好避孕措施，有了孩子除非是万不得已，不然最好不要堕胎，对身体伤害很大。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自己爱，自己的身体一定要自己爱。我知道，我也就是说说，我又不可能真的那么做。我有爱我负责的老公，有钱有人，我也喜欢孩子，有了孩子当然要生。父子一成亲之后真是成熟了不少，他是个好丈夫，以后应该会是一个好父亲的。对了，小小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可以在我身边吗？这边的医疗太落后了，我害怕，而且我只相信你。看你说的，你生孩子我当然要在身边呢。你放心把自己交给那些稳婆和连剖腹产都不知道的大夫，我还不放心呢。谢谢小姐姐。对了，姐姐，到时候是我去京城呢，还是你来锦河县？又傻了是不是？当然是我过来啊，我能让你一个孕妇舟车劳顿去京城吗？那我还是人，还配你叫我姐姐吗？可能还没有从有孩子的复杂情绪中完全出来，脑子有点不好使。安安心心待在锦河县养胎，到时候我过来。姐姐，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感觉我最近的脑子好像跟不上嘴，总是让我说一些很傻的话，问一些很蠢的问题，每次说完问完又反应过来。嘴在前面跑，脑子在后面追，差不多吧。这种情况多久了？把手给我。大概是从怀孕开始。从怀孕开始？你确定吗？当然确定啊，我再健忘，我还没有到连这个都记不住的地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这种情况是从知道自己怀孕开始，还是在知道怀孕之前就有了？好像是从知道怀孕后开始的，之前一切都是正常的。我这应该不是身体上有问题吧？恭喜你，猜对了，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你这是心理上的问题。
怎么说？你这应该是怀孕焦虑症。怀孕焦虑症？那是什么东西？你这个孩子是意外来的，也就是说，你还没有做好要孩子的准备，他就来了。这对做事喜欢有计划的你来说是无错的。这是你第一次做母亲，你意外、欣喜、紧张又害怕。你怕自己做不好母亲，怕自己保护不好他，更怕自己怀孕生产的过程中出现什么意外，因为这边的医疗落后。这些种种在你的心里形成了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只是你平时都用无视来掩盖，或者说是故意忽略，因为你的潜意识里就在回避这个问题。但是这种情绪既然已经存在，并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那自然会影响到你的。那怎么办？姐姐，我这还有救吗？别担心，又不是什么绝症，说什么有救没救的，别自己吓自己啊。可是你刚刚说的那么严重。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事的。我等会儿给你开个泡脚的方子，你每天睡觉前泡泡放松一下，顺便让丫鬟或者傅子义给你按摩一下，效果更好。等明天再给你送点药过来，这样就能好啦。你别着急呀，我话还没说完呢。蓝雪，不管是吃药还是泡脚按摩，都是外在的辅助，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你不要去担心那些东西，什么医疗落后啊，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啊，怕照顾不好自己和孩子呀，这些啊，通通都不要担心，不要再去想。没有谁一来就会当妈妈，会照顾孩子，可以学嘛，对不对？至于医疗落后的问题，有我在，我保证你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在，保证不会让你和孩子有事，好不好？过几天我带你出去转转吧。好啊。我们去哪里？去哪里？这个等我回去问一下宋长亭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出去玩2天，好好放松一下。你过几天不是要陪你夫君去江陵府考试吗？我不陪他去啊。你不陪他一起去？我去干嘛呀？他们考试要考9天7夜，考完才能出来，而且还要提前1天进场，考完后的第2天早上才能出来。我就算去了，也只能在外面等他，多无聊啊！再说，宋长亭也不要我去。8月初8，宋长亭带着黑木和黑土，还有陆晚霄给他准备的衣物、吃食等物，动身前往江陵府。陆晚霄本来想把宋长亭送到江陵府，把他送进考场再回来的，但是宋长亭说什么也不让，就只好送他到城门口。等我回来。一路小心，考试顺利。赶紧走吧，到了好好休息一下，好好考试。好。嫂子，这一路就麻烦你帮我照顾蓝雪了。这是干嘛？给你们的路费啊。总不能你帮我带蓝雪出去散心，还要你出钱吧？哎呀，不用不用，虽然我没像你那样做那么大的生意，但是也不至于连出去玩的钱都没有。我知道嫂子不缺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而且你是带蓝雪出去，我人不去连路费都不出的话，心里过意不去啊。好了，别婆婆妈妈的了，我和蓝雪走了啊，生意上的事自己多留心一些，别被骗了。我知道，多谢嫂子，蓝雪就麻烦你了。少夫人，少爷，他不会有事吧？黑木看着那些先出来的考生，基本上都是蔫巴巴的，一脸的疲惫不堪，有些担心地问陆晚霄：你这是看不起你家少爷？当然不是了，属下知道少爷很厉害，但是这一下子在里面待那么多天，还吃不好睡不好的，连口热水都喝不上，还要做题，这铁打的身子他也受不了啊。我听说你们当初训练的时候，经常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训练，完了之后还会把你们放到森林里，不给任何食物和水，让你们在里面待个10天半个月的，然后再按要求到达目的地。这10天半个月，你们要自己解决吃饭喝水的问题，还要应对森林里那些毒虫毒蛇、狼群猛兽什么的，是不是？是的，少夫人。那你觉得辛苦吗？
辛苦。但是我们那都不费脑子啊。我们当初训练确实很辛苦，从森林里活着出来确实也不容易。但是我们主要考验的是体力和武力，不需要像少爷这样考试费脑子啊。而且我们是可以自己生火烤食物的，虽然味道不太好吧，但是每天那都是现抓现烤的，热乎新鲜呀。虽然属下没读过书，也没有参加过科考，但是我也知道，这科考啊，不但要考验所学的知识，还要考验身体素质和心态。然后呢？这又费脑子又费体力，还要搞心态，这当然要比我们那种训练辛苦得多呀。哎，少夫人，您说是不是？是的，不过你说的那是一般人，而你们家少爷他不是一般人。那他是几班的呀？2班的。哎，少夫人，少爷出来了。我看到了。属下下去接少爷。不用，你家少爷又不是小孩，这么几步路还要人接吗？下面都挤死了，你就别去增加交通压力了。可是这里这么多人，少爷又不知道咱们在这儿，他要是不走这边可怎么办呢？你喊他一声不就好了吗？实在不行，等他到楼下你再去找他。怎么，你还怕他一转眼的功夫就飞走了不成？他又没有翅膀。这位小郎君，人群拥挤，要上来一起喝杯茶吗？看着楼上娇俏明媚的人儿，宋长廷觉得身上的疲惫都散了许多，眉间泛起温柔，用口型无声地说了2个字：等我。少爷。这2天辛苦你们了。少爷言重了，都是属下的分内之事。陆晚霄把一早准备好的碧优递了过去。多谢夫人。你们回客栈吧，休息一晚，明天再动身回景和县。哎，少爷，您不回去休息吗？我和少夫人还有事，你们先回去。属下告退。空间里，陆晚霄早已准备好了美味的饭菜和沐浴的水，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尽管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给自己做饭，宋长廷心里还是泛起了阵阵暖意。辛苦夫人了。不辛苦，做几道菜而已，有什么辛苦的？夫君考这么多天的试才辛苦呢。也不知道他到底起了多早，要知道他最是喜欢睡懒觉了，平日里若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儿，就算是捡钱他都不愿意起早的。心里感动又心疼，想要抱抱他，想到自己已经快10天没洗澡了，又忍住了。你是想先吃饭还是想先沐浴？我不是很饿，沐浴完再吃吧。那你去洗吧，衣服和热水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夫人不帮忙吗？想到之前几次帮他洗澡，洗着洗着他人就去了浴桶里，等再醒来时人已经在床上了。你自己洗吧，我去厨房看看，再给你做个菜。这些菜已经够吃了，为夫这些天都没有休息好，好累。夫人帮我搓背好不好？不好，自己洗。夫人不洗就糊着，反正难受的又不是我。还有啊，不洗的话今天自己睡书房。看着他快速离去的身影，宋长廷无奈地笑了笑，提步去了净房。真是个傻乎乎的，他只是这么多天没见，想得紧，想让他多陪自己一下而已。唉，都怪自己之前不知道收敛呐，本想泡个澡的，现在只能快速地洗出去了。那些菜已经够吃了，怎么还做啊？这不是怕你这些天在考场里没吃好，饿坏了，营养不够，想多给你做点吃的嘛。傻瓜，为夫没有那么金贵，这些天我没有饿着，你不用这么辛苦。我想把你养金贵一点，不行吗？行，夫人想做什么都行。怎么样，考试还顺利吗？考题是不是跟上一试的一样？对为夫这么没信心啊？不是啊，我只是想知道重来一试，那些你没出手干预的事情，会有多少也因为你的重生而发生了变化？只是这样？那不然呢？我要不是相信你的实力，在你决定参加科考的时候就开始督促着你看书了，再不济也是让你临时抱佛脚，哪里会等考完才来跟你说这个啊？虽然吧，你高中与否我都不是很在意，咱们也不指望你以后当官挣的那点俸禄过日子，但是既然想做一件事情，就要拿出该有的态度，全力以赴，你说是不是？夫人言之有理，是为夫想差了，我给夫人赔罪。考题和上一试的差不多一样，所以每场我都是早早写完，在那里打坐休息，然后顺便修炼一下新学的内功心法。你这是要气死别的考生吗？那就是他们的事了。再说了，这样都能被气到的话，还不如趁早回家，不然等进了京城，
会更加的妒恨不平的。你们这个成绩大概几天出来啊？以往是3天，不过这次因为之前的舞弊事件，审卷会比之前更严格仔细一些，会比以往慢，应该5日左右吧。那我们明日回锦河县吗？等放榜了，知府大人就会派人去家中报喜的，不用在这里等。这个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在江陵府没有别的事了吗？没有了。夫人还有别的事吗？我也没有。那我们吃完饭去休息一下，晚上我带你去逛一逛江陵府的夜市，看看夜景，等明早我们就出发回锦河县。好。其实宋长廷并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逛街逛夜市这些都是因为他喜欢，他才陪他一块儿去的。得夫如此，其欲何求？8月25，秋闱放榜，毫无悬念，宋长廷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成为了此次江陵府乡试的解元。恭喜宋老爷，贺喜宋老爷，取得了咱们江陵府此次乡试的头名啊！有了2位跑一趟了。黑木知道他不喜欢应付这些人，很有眼色的上前。2位一路辛苦了，进府喝杯茶吧。不了，小的们还要去别的地方报喜呢。那这些钱2位拿着去喝个茶吧。又悄悄离开宋府，去了罗府。他们不在的日子，罗府里又送了几批黄金过来，这么好的东西，他们当然不能客气了。可以呀，苍梧。主要是那个婆娘被关起来，还一点都不安分。开始还好，后面就各种作妖。知道罗少死了之后，这更是像个疯子一样，一天不是骂骂咧咧，就是嚷嚷着要找公子报仇。属下见他实在想罗少，就送他下去找他去了。找公子报仇？宋长廷？他怎么知道罗少是宋长廷弄死的？风声走漏了？不是，是他实在想不到罗少还有什么仇人，就算在了公子身上。说是只有公子跟罗少有仇，只有公子有动机对罗少下手。他让罗耀派人去抓公子，罗耀不去，他就对罗耀又打又骂的，挨了罗耀2个大耳刮子之后，又开始骂公子，什么话难听骂什么。宋长廷上辈子怕是挖了罗少和他娘一家的祖坟吧。从罗府出来，想着那些在罗府门口凑热闹的人可能还没散，陆晚潇和宋长廷便找了家人少的酒楼吃饭。怎么了？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得回趟桃溪村呢？回桃溪村？回去做什么？还是夫人有什么事啊？没有，你以桃溪村宋长廷的身份参加科考，现在中了举，还是第1名，不回去给村里报个喜吗？不用，万差会去村里报喜的，我也会差人去跟李正说一下的。至于庆贺，等金榜题名之后一起吧，反正到时候也要回来祭祖，回去难免兴师动众，这个时间正是农忙的时候，就不去给他们添乱了。这样也好。少夫人，您快去看看吧，少爷被一个女子缠住了。长廷被一个女子给缠住了？来寻仇的？他们现在在哪儿？不是那个缠，是那个姑娘给拦住少爷了，好像在求少爷帮忙还是什么的。不是打架？是烂桃花。陆晚潇闻言收回脚步，重新坐下。黑木急了：不是少夫人，你怎么又坐下了？有人来给你抢少爷了呀。少夫人呐，都有人来给你抢少爷了，你怎么还有心情喝茶呢？要不是尊卑有别，黑木都想上前夺了陆晚潇手中的茶杯，然后带着他赶紧前去瞧瞧。然后呢？然后？不是，你这种事情还用问什么然后吗？少夫人，您是不是被气坏了呀？你看我像被气到的样子吗？像。回去之后让你们家王爷给你去宫里请个擅长治疗眼疾的太医好好看看吧。他连呼吸都没乱一下好不好？还被气坏了，什么眼神呢？少夫人，如果你没被气坏，属下觉得你现在应该过去抓奸呢，然后抽那个女的一顿，让她别打少爷的主意。黑木啊，你这么着急气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被抢的是你的相公呢。少夫人，这黑木觉得陆晚潇没救了，陆晚潇觉得这样的黑木好可爱，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安啦，你们家少爷不是那样的人。可是少爷被他拦住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果少爷不想，黑山首领都拦不住他呀。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怎么可能拦得住呢？那照你这么说的话，我应该等你们家少爷回来抽他呀，毕竟他只要有这个心，我今天就算赶走了一个，
以后还会有第2个、第3个、第4个的。而且这能被抢走的东西，就说明注定不属于自己，又何必强求呢？你说是不是？是个道理啊。不过属下还是觉得应该过去抽那个勾引少爷的女人一顿，让他知道厉害。别的不说啊，解气儿啊，西马，您说是不是？有道理。那你们家少爷呢？少爷，您带回去，关起门来随便收拾。少夫人放心，属下和黑土绝对不帮忙，也不会告诉王爷的。不告诉什么？少爷，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抱歉，让夫人久等了。还好，我没比你早多会儿出来。那就好。啊，对了，你们刚刚在聊什么？听到宋长廷的话，黑木连呼吸都变得紧张起来，站在宋长廷背后，疯狂的朝着陆晚潇使眼神，让他不要说。然而陆晚潇看都没看他一眼。我们在聊。少夫人，怎么啦？有什么事儿吗？宋长廷也转头看着黑木，眼里带上了几分不悦和凉意。自己和亲夫人聊天被打断，宋长廷这下是真的不高兴了。被宋长廷这么一看，黑木要说的话就被卡在了喉咙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宋长廷不悦地皱了皱眉，陆晚潇脸上笑意吟吟，有事就说，支支吾吾的做什么？如此，黑木哪里还不知道陆晚潇是故意的，欲哭无泪。亏得他那么担心少夫人，为他那么愤愤不平，着急上火，谁知道他却终究是一腔真心错付了。他就不该多事。没事就去找黑土，把事情处理一下，然后带那个姑娘先回京城。好的，少爷。听得宋长廷有事吩咐，黑木本能的躬声应下，反应过来他说的什么之后，脸上的表情瞬间一言难尽。不是，少爷，你说什么？你要把那个姑娘带回京城？黑木怀疑自己听错了，哪有人一边跟自己的夫人温声细语浓情蜜意，一边却要说带别的姑娘回去的？更别说这人还是他们家少爷，平日里宠妻宠的半点底线都没有，他们看的都牙酸。有问题吗？没有。见他神色如常，别说生气了，连脸上的笑意都没淡下去。黑木觉得这个世界肯定疯了，不是他们家少夫人疯了。少爷都当着他的面说要带别的姑娘回去了，还让他们2个护送，他都没有半点表示和反应。还有事？宋长廷见黑木没动，问道：没有，属下这就去。他怎么了？宋长廷觉得今天的黑木有点奇怪，之前的他有事吩咐绝无二话，有问必答，干脆利落又靠谱。还是说你们刚刚聊了什么我不能听的？还是说了我什么？你觉得呢？所以黑木是觉得我辜负了你，给你出了什么主意吗？你就不能不猜这么准吗？好，为夫下次注意。注意什么？注意一点，不要猜对。确定这不是来气人的吗？你这样仗着自己智商高变着法儿的气人，确定不会挨揍吗？看着他白眼都快要翻上天的可爱模样，宋长廷没忍住，伸手捏了捏他的脸蛋。这怎么会是变着法的气人呢？为夫又不是神，当然不可能事事都能猜得到猜得准。为夫说的是真的，比如刚刚黑木给你出了什么主意，我就猜不到。待走到宽敞的地方，像往常那般将他的手握进掌心。陆晚潇故意挣扎一下，却换来他直接将他拥入怀中，而且还抱得很紧，好似生怕他跑了一样。陆晚潇被宋长廷这突如其来的动作给吓了一跳，下意识地伸手推了推他，结果他反而将自己抱得更紧了。你干嘛啊？这在大街上呢。别动，让我抱一下。宋长廷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细听之下还有一种心有余悸之感。所以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个拦住他的姑娘是谁？又跟他说了什么？怎么了？是不是刚刚发生了什么事了？陆晚潇的声音柔柔的，给人一种安定的力量，加上此刻身上鼻尖都是熟悉的味道，宋长廷方才有些烦躁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了下来，重重的吸了2口他身上独有的馨香后，才缓缓松开了抱着他的手。到底怎么了？柳梦雨出事了。柳梦雨？你之前说过的那个红楼四卿柳学林的女儿？
是他。他现在就已经借尸还魂了？目前看来确实是的，不过具体是不是，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可是你之前不是说柳梦雨的事情是发生在几年后吗？上一世确实是在几年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就意味着上一世的很多东西不能再做参考，也意味着很多东西将会变得不可控。别的事情他倒不怕，他只怕他怀里的人会受影响。他什么都可以没有，唯独不能没有他。他是他的光，若光没了，他就只能重新回到黑暗中。届时他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可能是因为你的重生而受了影响吧，别多想，不会有事的。只要你好好在我身边，我就什么也不担心。那我从现在开始寸步不离地跟着你。好。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先回京城吧，回去看看柳家那边是什么情况。等黑木他们带着柳梦雨到京城之后，看情况合适的话，直接送柳梦雨跟他爹娘见面。然后呢？然后就是他们柳家自己的事了。我只是为了还玄清大师赠珠之恩，答应他，柳梦雨的劫难到了，能帮的时候帮他一把，或者让他少遭些罪，并不是要全权插手这件事。我还以为什么？以为我要亲自管这件事吗？我刚刚只是担心你，并不是因为柳梦雨。我知道，长亭，我会一直都在的，你不用如此，你这样我也会担心。抱歉，为父以后会注意的。我在这里遇到柳梦雨，让人把她带回京城，到时候又帮她跟柳家人见面，免了她的颠沛流离，免了她吃苦受罪，帮她早日和自己的父母见面，让柳学林夫妇早日知道事情的真相，然后尽早做出应对之策，这样柳梦雨的名声就不至于被破坏的太过，柳家也不用因为她身体里那个蠢东西到处得罪人。柳学林几十年的努力不白费，也算帮了他了。况且上一世柳梦雨自己在他父兄的帮助下就夺回了自己的身体，别人贸然插手可能还会弄巧成拙。那我们就把该做的做了之后静观其变，后面柳梦雨万一需要我们帮忙了再帮一下。好，夫人放心，还恩情有很多方式，除非必要，不然我不会和柳梦雨接触的。柳梦雨怎么会找上你的？柳梦雨借尸还魂到江陵府这边的一个乱葬岗上，被主子打死的丫鬟身上。夫人这次真的是想多了，这事没那么多弯弯绕绕，她是直接奔着我来的。直接奔着你来的？他认识你吗？可是之前在京城我们好像也没有和他见过吧？确实不认识，也没见过。他说有一次他哥哥去参加朋友的聚会，不小心听到冯茂才在偷偷咒骂我，然后就对我的名字有了印象，也知道了我是段家的外孙女婿。可是他怎么就那么确定你就是当初冯茂才口中咒骂的那个宋长亭呢？他开始是不确定的，我开始也没打算理会他，是他提你的名字，我才停下听他说话的。提我的名字？他倒是聪明。这世上可能会有很多个宋长亭，但是娶了段家的外孙女的只有一个。你做什么？时辰不早了，该睡觉了。我还没有洗澡呢，你困了的话先去躺着，你放我下来。回夫也没洗呢。虽然宋长亭没有明说一起洗，但意图已经再明显不过了。那你等我洗完了你再洗。亲身经验告诉他，两人不能一起洗澡，太容易出事儿了，而且最后一般都是以他付出妖的代价而告终。夫人，乱想是病，得治。不过如果夫人真的想的话，为夫也是可以牺牲一下，满足夫人的。他喵的，这是人说的话？什么叫他牺牲一下满足他呀？到底是谁牺牲又满足谁呀？他是如何睁着眼睛脸不红心不跳，一本正经的说出这种不要脸的话来的？好好说话，说人话，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扔出去。这一招屡试不爽，宋长亭乖了。重启？冲什么喜？本王好好的，冲什么喜啊？你这是在诅咒本王，你知道吗？王爷明鉴，属下哪敢冤枉您呢？王爷，是皇上说您这么一直病着也不是个事儿，所以给您赐了个王妃，说是什么冲冲喜，说不定您的病就好了。赐个王妃给本王冲喜？是的，现在花轿已经到王府门口了。本王一没病，二也不是要死了，冲什么喜呀？冲个锤子的喜呀！
谁有病要死了，给谁冲去！王爷，您这段时间一直对外称病。顾宏远是不是要死了？这个属下不知。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本王要你何用啊？王爷说的是，属下没用。说着不着痕迹地往后退了2步，不过这点动作怎么可能瞒得过端王的眼睛，十分嫌弃地说了句：知道自己没用，还吃那么多饭。那属下以后少吃点。黑金说得很认真，语气又恭敬，就像平日里端王给他派任务时一样。要是端王再多说2句，他可能还要举个手发誓。这操作给端王都整无语了，随手操起一个花瓶，做事就要朝他砸去。王爷，这个花瓶是前朝古董，价值万金。您不是说着要留着给少爷和少夫人以后的孩子装水玩吗？您现在砸了，以后小主子可就没得玩了。本王缺个花瓶。是，王爷库房充盈，不缺这些俗物。只是这种好东西拿来砸属下实在是太浪费了，属下觉得还是留着以后给小主子玩比较好。书房外的陆晚潇和宋长廷听着黑金一本正经地说着拍马屁的话，两人皆是一头黑线。不过这黑金呐，倒是难得的脑子跟嘴巴都好使，难怪黑山要派他来跟端王说荣顺帝给他赐了个冲喜王妃的事儿。提到宋长廷和陆晚潇以及自己未来的孙子孙女，端王的火气终于下去了一点点。不过想想现在还有个女人坐着花轿等在端王府门口，又觉得糟心极了。去，叫黑山来见本王。是。少爷，您就回来了。长亭、潇潇，你们真的回来了？父亲。嗨，哎呀，这一路上累了吧？来，快免礼，来，快坐下啊，坐下休息。还傻愣着站在那儿做什么呢？还不快去给少夫人和少爷送些茶水和点心过来。是，属下这就去。真是的，跟盘子里的鱼一样，戳一下动一下，不戳就不动。跟盘子里的鱼一样，戳一下动一下，不戳就不动。也不知道这黑山是怎么挑的人，又是怎么训练的。不就是没有第一时间去给少爷和少夫人端茶拿点心吗？王爷至于这么嫌弃他吗？走了一段，想起现在还停在端王府门口的花轿，又折了回来。对了，王爷，那个被皇帝送来给您冲喜的冲喜的那位姑娘怎么办？会不会说话？有没有眼色？知不知道孰轻孰重？花轿里那是个东西，能有长亭和潇潇重要吗？当然是少爷和少夫人最重要了。王爷，属下去看看黑山首领回来没有，没有的话属下去找找。本王知道了，你下去吧。那个长亭啊，你和潇潇怎么突然就回来了？江陵府那边没事就回来了。不是，为父的意思是，你们怎么这么快的就回来了？不是5日前江陵府那边才办了鹿鸣宴吗？你没参加吗？其实端王是问宋长廷是不是带着陆晚潇昼夜不停地赶路了，但是看着两人的神情又不像。参加了，父亲，您不用拐弯抹角地问了，我和潇潇飞回来的，所以。飞回来的？这借口还能再敷衍点吗？父亲，长亭没骗您，我们真的是飞回来的。他们是用空间回来的，虽然不是自己飞，那意思也差不多了。恭喜你啊，取得了解元这么好的成绩。多谢父亲，也恭喜父亲喜得美娇娘。这是顾宏远整的幺蛾子，为父也才刚知道。你知道啊，为父不想的，也没打算娶妻纳妾的。我知道，只是那么个大美人穿着嫁衣，坐着花轿，拿着赐婚圣旨，在端王府门口等着。您不会打算就这样把她晾在那里不管吧？不用管，黑山会处理的。外面办完事情赶来的黑山，他是万能的吗？这是皇帝赐婚，人家姑娘手里拿着圣旨的，不让人进府抗旨，让人进府，王爷不高兴，这让他怎么处理吗？甩手甩到这个地步真的好吗？你觉得这事黑山自己能处理吗？你是让他抗旨呢，还是让他把人接进府里？抗旨，整个端王府跟着遭殃，皇帝还要借口对你那8000黑营军出手，那样的话
您这10多年的摆烂隐忍全部毁于一旦喽。但是把那人接进府，就只有你一人不痛快了。如果您是黑山，您会如何选择呢？长亭啊，为父知道男子没有女子那么温柔贴心，但是你能不能别这么扎老父亲的心呢？父亲言重了，儿子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至于儿子温不温柔，贴不贴心，这个悄悄知道就行了，父亲就不需要懂了。如果女儿是贴心小棉袄，那宋长亭绝对是四处漏风的渔网夫，也就是仗着端王亏欠他稀罕他，才这样有恃无恐。可怜的端王，皇帝总想着给添堵就算了，儿子还来扎老子的心。王爷，见过少爷和少夫人。魏山呐，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不知王爷说的是什么事啊？好好说话，不然本王就让人把花轿抬进王府，然后做主让你2人成婚，再下药让你俩洞房。是。当着别人的面说要给别人下药，真的好吗？王府门口那个花轿，你打算怎么处理啊？还请王爷明示。本王是问你打算怎么处理，你让本王明示什么呀？王爷，这事儿属下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处理啊。那姑娘手中拿着圣旨，送嫁的是御林军，随行的人中还有皇后身边的大宫女，看来皇帝是非要塞个女人给你不可了。那又如何？本王不要，顾恒远还能砍了本王不成？他要是敢拿此事找本王的不痛快，本王不介意让皇位换个人做。长亭，你想不想坐那个位置啊？我对那个位置没兴趣，你要是想当皇帝，我可以帮你一把。我也没兴趣，为父只是想着都是顾家子孙，那个位置顾宏远的儿子能，那我的儿子自然也是能做的。而且顾宏远天天担心我抢他的皇位，如果你想当皇帝，那咱们就帮。没兴趣，您想当就自己当。你放心，就算到时候您被人骂乱臣贼子，没有人支持你，我也会支持您的。只要您许我高官厚禄，多给我一些权利就行了。既然你没兴趣，那就算了。黑山看着宋长亭和何陆晚宵，又看看端王。王爷，何事？那个王府的花轿怎么办？已经在王府门口等了好久了。让他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就说本王病得很严重，暂时没有精力考虑这些事情。属下说了，但是圣旨说那是给您冲喜的，说是您病得太久，吃了那么多药也不见好，说不定冲喜就能好了。来宣读圣旨的公公是在王府门口当着百姓们的面读的，现在怕是全京城的人都知道皇帝宅心仁厚，对你一个和他不和的王爷都如此上心了。那本王还真是要谢谢他顾宏远了。一声不响就给他送个女人过去，还当着百姓的面搞这一套，如此他要不让人进去，不出半个时辰，他不知好歹，公然抗旨不遵，丝毫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流言就会满京城飞。王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你去问问那姑娘，如果她不是自愿的，就把她送回家，再派几个人去保护一下她全家。那如果她是自愿的呢？那就拿上本王的令牌，多叫几个人，把花轿抬到皇宫去。他这么个10多年都不出现在外人面前，老少不知美丑不知，还是刚刚死了王妃和儿子又病重的闲散王爷都愿意嫁，不是想攀龙附凤，就是图钱财。这天下最有权力的人是皇帝，最富有的地方是国库，所以把人送去皇宫再合适不过了。总之一句话，不许踏进王府半步，如果必要可以采取一些强硬的手段。放心，这个时候顾宏远不会真的对我们做些什么。还有，如果街上有传出对王府不利的流言，找到源头直接杀了，然后把尸体扔给京兆尹。他对皇位没兴趣，他不争不抢，但这不代表他好欺负。你一人还有3分性呢。是，王爷。对了，不知皇帝给父亲选的冲喜王妃是哪家姑娘？回少爷，是鸿胪寺四卿柳学林之女，好像叫什么柳梦雨。可是那柳梦雨有什么问题？暂时没有，你先按照方才父亲说的，
去问问那姑娘是自愿还是被逼的。如果是被逼的，就送她回柳家；如果是自愿的，就先把她抬进端王府。抬回去不就等于承认那个女人是王妃的身份了吗？王爷，那女的您要吗？端王没说话，静静地等着宋长廷解释。什么王妃啊？一个用来冲喜的人也配做王妃吗？做妾都已经是给皇帝面子了，确实不配。但是那是皇帝下旨让人送去的，那又如何？父亲身为一品亲王，其王妃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起码身份要匹配吧？你说是不是？鸿胪四卿，正4品官职，不算低，但跟亲王府比还真不够看。其女配亲王，身份上也确实不配。皇帝肯定是忙糊涂了，不然怎么会弄这样一个身份不匹配的人给父亲做王妃？身边的人也不知道提醒一下。多谢长廷少爷，属下知道该怎么做了。若是做妾那女子也愿意进端王府呢？这还不简单，她如果愿意做妾，就当场签下卖身契，以后生死由王府说了算。哪天端王要是去了，她得跟着陪葬。如果这样都还愿意的话，那就接进府去吧，找个偏僻的院子让她住着就是了。是。刚要转身，又被宋长廷叫住了。少爷还有何吩咐啊？宋长廷没有回答他，而是把目光转向了端王。父亲日后可还要娶妻纳妾的打算？娶妻纳妾？没有。确定吗？不出什么大意外的话，你还可以活好几十年呢。这漫漫年岁，夜晚寒凉，你一个人真的不会觉得孤单吗？只要黑山把入端王府只能做妾，而且您死了还要殉葬，这消息一传出去的话，就真的不会再有姑娘愿意嫁给您了。哎呀，这有什么确定不确定的？为父若想找个人陪着，过去那10多年早就找了，何苦等到现在呢？说罢，目光在陆晚潇和宋长廷身上转了一圈。如果你真的担心为父孤单，就和潇潇早点生个孩子，那这样为父就不存在孤单不孤单的问题了。您想带孩子？那您先带长启吧。难道长启不好吗？活泼可爱，聪明好学，乖巧听话，现在正值幼学之年，生活完全能自理，您带着也不会太累，还能哄您开心。你都说他已经到了幼学之年，生活能自理，又听话乖巧，你还让本王怎么带他呀？本王带着他去做什么呀？而且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学院里上学。端王气得本王都出来了。那就等他放假回来时候你再带他，指导一下他的作业，或者带他出去玩都行，要不然让他带您出去玩也行。父亲，我说认真的。端王学识渊博，气质卓然，君子端方，长启多跟他在一起有利无害。他等科举完之后要离京任职，最少要有2、3年的时间不能陪在长启身边。这几年正是长启成长的关键时期，有个能给他指引和教导，又能让他学习的人在身边很重要。书房内又再次陷入了安静，被晾在一旁的黑山左右看看，试探性的唤了2人一声：王爷，少爷，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对了，长廷，那个柳梦雨是对你们做过什么事情吗？还是你们需要他做些什么？帮人还个人情，别想多了，此事和您真的没关系。玄清大师欠了柳学林一个人情，之前我找玄清大师帮忙，答应帮他还这个人情。原来如此。潇潇，我们要个孩子吧？怎么突然想起要孩子了？你之前不是说要再等2年吗？不想再等了，想早点拥有一个身上流着夫人和我的血的孩子。什么？昨天出门看到别人家可爱的孩子啦？昨天跟二皇子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个迷路的小孩子，眼睛滴溜溜的，很是可爱，看到陌生人也不害怕。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们也有个孩子，肯定也很可爱，很勇敢。还有呢？有了孩子，这个世界对你的羁绊就更深了一些。傻了吧唧的，你之前不是说天道不会那么乱吗？所有违背常理的事情都是有人付出了代价的吗？你安慰我的时候说的头头是道，说的我都信了，也被你安慰住了，怎么你自己反倒不信呢？也不是不信，只是夫人应该知道，安慰的话向来只能安慰别人，不能安慰自己的。你倒是诚实。那夫人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我同意如何？不同意又如何？同意的话，我们今晚熬个夜，
不同意的话，为父过2天再问问。这种事情今天问和过2天问有什么区别吗？所以夫人今晚就可以同意了，好不好？柳絮莲一家这是专程来道谢的。不然他们还能来做什么？我只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又不是什么香饽饽。你不是，段家是。您想要，你也可以是。对了，刘家的女儿身上发生了那样离奇的事情，你怎么都不惊讶一下，或者怀疑一下呢？她借尸还魂在别人的身上，她说她是柳家小姐，你怎么就直接信了呢？你以前又没和她接触过。纠正一点，是我说她是柳梦雨的。她找到我的时候，自称是柳家远房亲戚。你先说的，就凭几句话，你就判断出了？当然不是，我算的。算的？端王无语地睨了他一眼。算的，掐指一算。你不想说可以不说，这种说辞黑山都不信，你又何必用来搪塞为父呢？走在2人身后的黑山听到这话顿感不妙，急忙往后退了几步，打算悄悄地溜走。你信吗？哎呀，黑山心说他刚刚就应该让黑金陪着王爷出来的，那样的话他现在也就不用面对这送命的问题了。这让他怎么说嘛？说信王爷不高兴，说不信少爷不高兴，那最后倒霉的不还是他吗？哑巴了，问你话呢。王爷，属下突然想起来刚刚出门的时候忘记带鱼饵了，属下先回去拿一下啊。你看把人都吓跑了。你怎么不说是你周的这理由太扯呀？黑山觉得实在是没法信，怕说出来你不高兴再掉头走掉的呀。我说的是真的，柳梦雨这事真的是我算出来的，父亲怎么就是不信呢？上次跟您说我和潇潇是飞回来的，您也不信，您总是这样，儿子会伤心的。哎呀，你自己听听，那些话能信吗？当然能，儿子从不说假话，也没有找理由和借口搪塞过您，您自己不信我也没办法。是吗？你这么会算，那不妨给我也算算，我接下来会如何呀？您面色红润，天庭饱满，长寿可期，福气厚重，云开见日，心想事成。本是想让你算算接下来本王会如何，没让你看相。再说了，这些还用得着你说呀？不是说了吗？您接下来会心想事成，您自己想想，您最近的愿望是什么？父亲您慢慢想，儿子有事先告退了。本王最近的愿望，本王最近的愿望。端王想了半天，也没想起自己最近有什么愿望。王爷，您不是天天念着想当祖父吗？要死啊你！来了也不说一声，把本王吓出好歹来，对你有什么好处啊？王爷恕罪，长亭少爷走的时候属下就来了，见您想事情想得入神，所以没敢打扰。你不是去躲清闲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瞧王爷说的什么话，属下是真的去拿鱼饵了，不信您看。对了，你刚刚说什么？您天天念着想要当祖父。王爷，长亭少爷刚刚说您接下来会心想事成，属下觉得应该他和少夫人准备生孩子，然后您当祖父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可是之前长亭不是说要等2年才有孩子的吗？哎呀，王爷，人的想法是会变的嘛。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不可变通的事情，这生孩子什么时候生，生几个，那还不是长亭少爷和少夫人说了算的。王爷，您信属下，这事儿8成是真的。长启少爷又不是不知道您想当祖父，如果他和少夫人不是算计打算生孩子，跟您说这些干什么呀？他又不是闲得慌故意来逗您，再说他也不是那种人呐，您说是不是？本王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看来本王得开始着手小孩子的衣服和玩具了，还有稳婆和奶娘。这个还用你说呀？王爷您去哪儿啊？这鱼不掉了吗？端王没理他，脚步不停地继续往家走。都什么时候还钓鱼？真是的，钓鱼能有孙子重要吗？快走到门口时，端王突然停下来，转身一言不发地看着黑山。怎么了，王爷？是有什么事情要交代属下去做吗？要是明年本王准备的这些东西用不上，你就准备娶媳妇生孩子吧。小乔，
我们有孩子了。恭喜你啊，宋公子，要当爹了。也恭喜你，宋夫人，要做母亲了。端王一听，高兴的大手一挥，给陆宅的下人加了1个月的月银。黑山得到消息，狠狠松了口气，确定了婉潇怀孕，端王准备小孩子的东西更加积极，更认真了。你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这是什么？宋长廷疑惑地接过端王递过来的写得满满当当的2页纸，这大到小床、摇篮，小的袜子、手套，还有稳婆奶娘。但凡孩子能用到的，或有可能用得到的，全部都在上头了。多谢父亲。其实这些事情儿子会做的，您只要等着当祖父就好了。那怎么能行呢？当初你母亲生有你的时候，本王不知情，不在她身边，才导致了后面的悲剧，也让你在外面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罪，又没有养过你一天。现在你和潇潇有孩子了，如果为父再什么也不做，哪里还好意思当你们一声父亲呢？你专心准备明年春闱和陪潇潇就好，这些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那就有劳父亲了。不过这奶娘和稳婆就不必找了。为何？你已经找好了？不是，等到科举之后，我打算去景和县上任，潇潇和我一起去，所以稳婆和奶娘到时候去那边找就好了。你打算去景和县上任？去那么远做什么呀？在京城不好吗？因为那里好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在京城也可以啊。你有才华，为父有关系，还有段家，这不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吗？这刚相认还没相处多久的儿子又要和自己分开，而且这一分开还得最少2-3年，自己也不能看着孙子出生成长，这人不住在一起还怎么培养感情嘛？我心意已决，父亲就不要再多说了。您到时候要是想孩子了，可以悄悄去看。既然自己有安排，那我也不再说什么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跟爹开口。我会的。父亲有意让孩子姓顾，你意下如何？我没意见啊，你呢？那孩子的名字呢？夫人有什么好的？给孩子取名字，这不是你的事情吗？给孩子取个名字而已，夫人怎的像让你去面对豺狼虎豹一样？反正不管你取什么，为夫都不会有意见的。你不会有，孩子会有啊。名字太难听的话，孩子肯定也是会嫌弃的。怎么会呢？你是孩子的娘亲，你给的东西他们怎么会嫌弃呢？如果他们真的嫌弃，为夫帮你教训他们。孩子要是知道自己还没出生，他爹就惦记着打他的屁股，怕是要哭了。算了，我是个取名废，你书读得多，你取吧。那就让父亲取吧，若他取得不好听，我再取。冬至的前一天，长启回来了，得知了婉潇怀孕，高兴的连续2个月高强度学习的疲惫都给忘了。嫂子，你肚子里真的有小宝宝了吗？当然是真的啦，这种事情还能骗你不成？这么说，我真的要当叔叔了？真的，珍珠都没有这么真。我要当叔叔了，我终于要当叔叔了，我的生日愿望实现了。青州哥哥，我要当叔叔了。我听到了。青州看着开心的像捡了大钱一样的长启，冷冽的面容上也多了几分笑意。哎，你小心点啊，摔倒了可就乐极生悲了。才不会呢，我有注意的，而且你教我的武功，我每天都有练。我现在就去那边的假山上蹦，也不会轻易摔倒的。长亭啊，看啊，这今年啊，马上要过完了，你什么时候同意长启让我做义父啊？这事儿不是你们俩说好就可以的吗？怎么，你还没说服或者感动他？这是说服和感动的问题吗？不然呢？我看你们相处的挺好的呀，长启也很听你的话。我以为这个问题早就已经不是问题了，我还奇怪您为什么不选个日子，让长启给您敬茶，正式一点呢？你听听你，这是说的是人话吗？你在长启心中什么分量，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不开口，他敢叫我义父吗？那父亲选个日子吧，让长启给您敬茶，来走个正式的仪式。去，给本王找本黄历来，本王要亲自挑个好日子。哎呀，看什么黄历呀？明天冬至，
我看这日子就挺好的，就明天了，不然等过完冬至，长启就要回学院了。这一去，等再回来，等到过年了，时间拖长了，不好不好。您觉得好就行，不看黄历就没别的事要做了。那不然还有什么事啊？其他东西，黑山和管家会准备的。礼物呢？别让黑山准备了吗？哎呀，礼物！哎呀，瞧我高兴的，差点连这个都给忘了。我还以为您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呢，还在想着您空手让别人喊你义父是怎么好意思的。怎么会呢？为父是太高兴忘了，这礼物啊肯定是要亲自挑的，现在就去啊，晚膳好了再派人来叫我。哥哥，王爷怎么走了？是有什么急事吗？回去给你准备礼物了。给我准备礼物？好端端的给我准备礼物做什么？难道是因为明天是冬至？可是冬至好像没这个习俗啊。不是，他想明天走个正式的仪式，认你做义子。这样啊，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急事呢。你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吗？没有啊，哥哥觉得好就好，我听哥哥的。这不是我觉得好不好的问题。看着长启满脸信任和依赖的样子，宋长廷突然觉得有些头疼。长启，你长大了，很多事情你可以慢慢做主了。有些事情哥哥觉得好，但你可能并不觉得好。你觉得不好或者不喜欢的，你都可以反对，不是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只需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即可。可是哥哥不会害我啊，哥哥觉得好当然是好的，而且我还未满10岁，还不算长大呢。长启墨黑晶亮的眸子孤溜溜地看着宋长廷，宋长廷觉着更头疼了。我知道哥哥的意思，这件事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和意见。端王人很好，对哥哥好，对嫂子好，对我也好，认他做义父挺好的。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宋长廷本来想借此机会跟长启好好聊聊，但看着他那双经历了这么多事儿依旧像未经浸染的眼睛，想了想又闭了嘴。罢了，这一世他能护得周全，让他安乐无忧，就让他随心一些吧。他想做小孩，就让他多做2年吧。王爷，你要是把衣服换成正红色的，就可以抬着花轿去娶媳妇儿了。你一个孤家寡人，懂什么呀？儿孙绕膝的快乐，你是体会不到的。王爷，您今天是认长启少爷为义子，不是认亲儿子亲孙子。义子怎么了？那不也是子吗？再说了，长启那么好的孩子，你不喜欢啊？本王明白了，你这是羡慕啊，不对，是嫉妒。本王有优秀的儿子，懂事的儿媳妇，如今又多了一个乖巧听话的义子，马上还要有孙子了。你看看你啊，连媳妇儿都没有，哎，可怜呐，真是太可怜了。您不也是没有媳妇儿吗？可是本王已经有儿子和孙子了呀。好了好了，你也不必羡慕本王啊。回头本王让管家给你相看几个合适的姑娘。你这么大年纪了，也着实该娶妻生子了。端王说完，也不管黑山什么反应，拿起一早放在桌上的檀木盒子朝外走去。走到门口时，想到一些事儿，又停下了脚步，语气认真地交代道：以后叫长启，叫2少爷啊。在陆晚霄和宋长廷还有青州黑山一众人的见证下，长启给端王磕了头，敬了茶。端王给了长启一块质地上乘的玉珏，代表端王府公子的身份，可以在端王府名下所有的产业随意支取银两，可以指使端王府所有人。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调动部分黑鹰军。所以端王这明面上虽然只是把长启认作义子，实际上却把他当做了亲儿子。多谢义父。虽然义父和父亲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听着比王爷顺耳多了。端王满面笑容的连应3声好。拜任仪式完，一家人欢欢喜喜的包了饺子跟汤圆儿。吃饭时，宋长廷对端王说，让他给陆晚霄肚子里的孩子取名字。端王那个高兴呀，连饭都多吃了2碗。
结果就是吃的有点多，喝了消食茶还需要走几圈。不过有长启陪着，别说走几圈了，就是去外面跑一圈，端王也高兴的。宋长廷看着已经把篮子装得满满当当，还在咬着唇想有没有漏什么的陆晚潇，心里又暖又甜又好笑。好了，夫人，你已经准备得很齐全了，比上次秋闱的时候准备的还要齐全。我这不是怕怀孕了记性不好有遗漏吗？这春寒料峭的，你要在里面待那么多天，还要高强度脑力工作，不吃好一点怎么能行呢？这些真的够了。再说了，你夫君又不娇气，能对付就行。那怎么能行呢？你又不是寡人，没人操心没人疼。你现在有了夫人，还随便对付的话，要是被人知道了，岂不是要说我不贤惠？是，夫人说的极是。有人操心又有人疼，这种感觉真的很不赖。我等会儿吃了午饭就走，外面冷，你就不要去送我了。想到上次他偷偷去接自己，宋长廷又交代了一句：公园门口人多，到时候让黑木去接我就可以了。你和孩子在家里等我。知道了，你又不是小孩子，我才不要去接你呢。宋长廷笑笑，没点破他的小心思。父亲何必费那功夫，在家等着官差上门报喜就是了。为父想早一点知道你考了第几名不行吗？那父亲问儿子就好了。怎么，父亲担心儿子上不了榜？当然不是了，只是这上榜也是有区别的嘛。只要不像去年那样出现舞弊的情况，这第1名只会是我的。这么有信心？父亲若是不信，一会儿用过早膳，可以去门口等等黑金。快到午时的时候，黑金回来了。王爷，大少爷考了第1名。本王听到了。那你怎么没点反应呢？你当本王和你一样啊，什么心思都挂在脸上。再说了，本王的儿子那么优秀，考第1名那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见过世面，还愣着做什么呀？还不快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大少爷和大少夫人。好的，属下马上就去。第2名是谁啊？回大少夫人的话，是段家大公子，第3名是一个叫郭明洲的，柳家公子第7名。宋长廷中了会员，端王高兴，大手一挥，给府内的下人还有所有黑鹰军加了顿肉。这还嫌不过瘾，还要再给大家多发1个月的月钱，吓得黑山赶紧阻止他。王爷，您再这样大手大脚的拿钱不当钱，明年兄弟们就该吃土了。王爷，您再这样大手大脚的拿钱不当钱，明年兄弟们就该吃土了。有那么夸张吗？本王名下那么多产业，还有商行，怎么就让你们吃土了？再说了，本王都10多年没花钱了，现在高兴花点钱怎么了？您那叫花一点吗？本王有你想的那么不靠谱吗？本王只是不理俗事，不是不食烟火，懂吗？再说了，本王要是哪天真养不起你们了，不还有长廷的吗？他也是很有钱的呀。虽然他不知道哪儿来的，但他知道宋长廷和陆晚潇有钱，还是很有钱那种。您之前不是说这是您自己的事，不麻烦大少爷的吗？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嘛，黑鹰军早晚要交给他，他提前养怎么了？再说了，这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楚做什么？黑山觉得自家王爷这算盘打得真好呀，而且还挑不出毛病。王爷，你安排这么好，大少爷同意了吗？实在不行，本王卖掉库房里那些珍宝养你们，不会让你们饿肚子就是了。哎，再说扫兴的话，本王明天就安排你成亲。黑山闭嘴了。过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一个事儿，端王见他要说话，凉凉地说了一句：想好了再开口啊，不然你懂的。王爷，属下要说的是大少爷的事。长廷他怎么了？长廷他怎么了？王爷，您说大少爷去参加殿试的时候，皇上看到他那张脸，会不会想起您？然后……黑山的话没说完，但端王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剑眉不由得蹙了蹙。不过顾宏远那厮都10多年没见本王了，这些年前朝后宫那么多的事情缠着他，
就他那装了面粉和水的猪脑子，还能记住本王长什么样子吗？王爷，恕属下直言，以陛下对您的忌惮和讨厌，就算您化成灰，他都认得。你去提醒一下参与这次殿试的大臣，还有海圣，让他们殿试的时候务必要提醒顾宏远，让他秉公办事，为朝廷选拔人才可是大事，千万不要因为个人恩怨和喜好错失人才。是，只是王爷，海圣不是我们的人呐，如果要搭上他，势必就要暴露我们在宫中的人，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事成。您看，只是王爷，海圣不是我们的人呐，如果要搭上他，势必就要暴露我们在宫中的人，而且还不一定能保证事成。您看，谁让你去收买海圣那个阉人了？哎，你是不是昨天被猪拱了，突然笨成了这个样子？顾宏远都活不了多久了，收买他做什么呀？直接找一个能使唤得动海圣的人不就得了吗？第一次被自家王爷嫌弃成这样，黑山默默地摸了摸鼻子。王爷是指皇后娘娘？哎，还没算搬到家。你去找一下段云峥，他知道该怎么做。可是王爷，皇后娘娘要是知道您和大少爷的关系，会不会有别的想法？所以本王才让你去找段云峥啊。放心吧，段云峥出面不会有事的。段云初不是顾宏远那个蠢东西，他的目光长远着呢，格局也是顾宏远比不了的。是。如他们所想那样，殿试这天，荣顺帝看到宋长廷，震惊的差点就从龙椅上摔下去了。陛下，您若身体不适，不如到殿后歇息一会儿。这殿试刚开始，诸位考生还得好一会儿写呢。那个叫宋长廷的考生，哪里人士？今年几岁？家中还有何人？回陛下，宋长廷乃江宁府景和县桃溪村人士，今年20，父母皆亡，在村里的时候娶了个段家流落在外的外孙女儿，家中还有一个小他10岁的弟弟，现在正在丹阳书院念书。那宋长廷确定是桃溪村的人吗？是的，陛下，宋家世世代代都在桃溪村生活，那宋长廷也确实是宋家的儿子。那他怎么会长得和顾宏成那么相似啊？这个应该是巧合，毕竟这世上没有血缘关系的长得相似的人也大有人在，就像御膳房的小德子跟奴才长得像一样。见过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安。海公公不必多礼，臣妾给陛下请安。快快请起。云初怎么这个时候来了？陛下您忘了，每次科举殿试，臣妾都会来给您送醒神汤的，这是您吩咐的呀。想起之前段家的赏花宴，段云初也是去了的，肯定是见了陆婉潇和宋长廷的，他回来却什么也没有跟自己提过。皇后娘娘对这次参加殿试的学子怎么看？能一路过关斩将，从那么多学子中脱颖而出，必然是优秀的，才华和学识也是毋庸置疑的。还有呢？哦，陛下是不是想说景年和宋长廷？他们虽然一个是臣妾的侄子，一个是臣妾的外甥女婿，但是科举一试凭的都是自身的真本事。虽然他们两个秋试和会试的成绩都不错，但是如果一会儿殿试的成绩和表现不好，陛下也不必顾及臣妾，秉公处理即可。科举是为国家选拔人才，选拔出来的人才也是为国家和百姓办事的，所以不管什么原因，都应该保持它的公平和公正，不要有任何的徇私，也不必因为一些别的原因有所顾忌。有人才，国家才能发展，东业才能壮大，陛下盛世长乐的愿望也才能实现。陛下您说是吗？陛下喝完醒神茶就去前面继续主持殿试吧，臣妾就不打扰您了。皇后之前去段家见过宋长廷吗？见过。那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吗？一个有几分才华的农家学子，走运气娶了臣妾的外甥女，臣妾不觉得这点小人物有什么好和陛下说的。只是一个有几分才华的农家学子，那不然呢？娘娘，那宋长廷和端王长得很是相似，
所以陛下是怀疑宋长廷是端王的儿子。而之前臣妾见过宋长廷，却没有跟您提过，您觉得臣妾是故意的。陛下，宋长廷和陆婉潇的婚事，虽然他们是在乡下时两边父母同意的，但是段家肯定是会全方面调查的，觉得没问题才会把他一起带回来的，不然段家有的是法子打发他。宋长廷是陶溪村宋家的大儿子，宋家世世代代生活在陶溪村，这一点不会有错。至于端王，臣妾只是在以前宫宴上匆匆见过他几次，他这10多年都没有露过面，臣妾对他的印象都已经模糊了，哪里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我信你个鬼！陛下，恕臣妾说句不该说的话，其实您大可不必谈端王色变，这么多年了，端王他要是有什么别的想法，早就有所行动了，哪里会蹉跎到现在？再说，他也一直都生活在您的眼皮子底下，不是吗？还有，臣妾是您的皇后，是太子的生母，毕竟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放着儿子不帮去帮别人的。荣顺19年，新科状元，江陵府宋长廷；荣盛19年，新科榜眼，京城郭明洲；荣盛19年，新科探花，京城段锦年。走吧。走路不长眼睛啊，走这么快，赶着去投胎啊？公子认识？几年前有过一面之缘。这话信息量有点大呀。陆婉潇八卦的目光在两人中间来回转了转，想看出点什么来。那什么，我们走吧。哎，天色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吧，不然再像上次那样遇到无赖，那就不好了。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明明知道人家很有可能会遇到地痞流氓，你还不送他回去啊？我刚才也就随口一说，这光天化日之下，朗朗乾坤的，天子脚下呀，哪有那么多的地痞无赖啊？而且今天还是状元跨马游街的日子，街上那么多官兵，哪个地痞无赖这么想死啊？万一呢？我今天的任务是保护你，这是宋长廷交代的。我这里这么多人，要暂时不用你保护了，一会儿宋长廷来了，我跟他解释。你放心，他听我的。这位姑娘也是我的旧识，你就当替我送她回去喽，这是任务。走吧，我送你回去。你和月琴是怎么认识的？月琴？谁是月琴呢？就刚刚那个姑娘啊，你们不是以前就认识吗？还在心里记了这么多年，你不要告诉我你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也没告诉我她现在叫月琴呢，她以前叫南烟的，而且刚才我叫她南烟，她也答应了呀。那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大概4年前吧，我去临安执行任务，碰到几个无赖端街调戏的，说话不堪入耳，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出手收拾那几个人渣。晚上我去执行任务，事成往回撤的时候，不小心中了埋伏，被霹雳弹炸伤了。为了躲避追兵，我进了一家青楼，然后那间青楼刚好是南烟卖身的地方，而你进的那间房间也刚好是他的。他发现是你，冒险收留了你，还帮你包扎伤口，照顾你，是不是？回延春楼养好伤之后，本来想着找个机会去临安的，如果他需要的话，帮他赎个身，再找个地方安顿他，这也算报答了他那天晚上冒险收留我之情分。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去呢，就被派去了西域。回来之后又发现我爹娘死另有原因，又要调查又要报仇，然后就耽搁了。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替他赎身吗？青州闻言沉默了一会儿，轻轻点头。他这人一向有仇必报，有恩必还。南烟也算帮过他，救过他，他有能力，自然是要帮他脱离那风月之地的。赎个身还要管什么名义啊？不是拿着钱去不就可以了吗？明玉楼有规定，里面的姑娘若要离开，必须是一身正红，头戴喜帕，堂堂正正的从正门出。意思就是，如果有人要给里面的姑娘赎身，必须以正妻之礼把她接出来。那要是这样的话，那里面的姑娘岂不是终身要待在里面啊？就算明玉楼没有这个规定，那你给月琴，不是，给南烟赎身后，她要何去何从？你有想过吗？你在外行走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这世道一个女子独立生存有多艰难，特别是南烟姑娘这种样貌还不错的，就算你把她安顿到你能照看得到的地方，能保证她的安全，那你又以什么名义给予她这些照顾呢？就算你愿意，那她愿意吗？青州语塞，他确实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想着青楼不是什么好地方，他既然帮过他，那他就帮他离开那个地方。
他有钱有功夫，能帮他赎身，也能保护他，能把他的后半生都安排妥当，这样也算还了他之前的恩情。如果你只是因为不想难言后半生无依无靠而帮他赎身，真的大可不必。他既然已经进了明玉楼，那他的后半生就不用再操心了。白天他看到你的时候，眼里的欣喜和意外，你没有第一时间认出他时的落寞，还有我让你送他回去时眼里的高兴和期待，这些都不是装的，我知道这些你都看出来了。那么他对你什么心思，你也应该很清楚喽。所以你对他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还一下当年收留照顾的恩情的话，还是不要过多去打扰他的好，不然会让他越陷越深的。青州还是没说话。他身陷风尘本就命苦，所幸进了明玉楼，能让他尽可能的保全自己，后半生也不用担心，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但是如果再让他为情所困，他就真的不幸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如果你对他有意，就去隔壁那些空宅子中挑一间喜欢的，叫管家安排人去好好收拾收拾，布置一下，然后选个好日子，抬着花轿把人接回来，我让父亲给你们主婚。如果对他无意，就早点去跟他说清楚，然后以后也不要再见。怎么样，生了吗？王爷，这生孩子哪有那么快的？再说，如果生了，屋子里会那么安静吗？就你懂得多，本王这不是太着急了吗？潇潇她还好吗？为父听说这生孩子挺费力气的，要不要让人给她做些吃的呀？暂时不用，她现在不想吃，还是让下人先准备着，不然她想吃的时候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我去吧，最近夫人的吃食都是我和厨娘一起准备的，她的口味我清楚。我陪你一起去。哥哥别担心，嫂子和小石子都会没事的。若是困倦，就先回院子里睡觉，等你嫂子生了之后，兄长派人去告诉你。我不会，我要在这里等嫂子和小侄子。他的嫂子都要生孩子了，他是有多大的心才能睡得着啊？生了，夫人生了个小公子。公子再等一下，夫人腹中还有一个。后面跟着来的端王听到这话，惊讶的差点一脚踢在了门槛上。什么？还有一个？这意思是少夫人怀的双胞胎是吗？是的，王爷，嫂子生的是双胞胎。是的，二少爷。哇，我一次就要当2个叔叔了。青州哥哥，我要当2个叔叔了，我要当2个叔叔了。青州哥哥听到了，不过不是你要当2个叔叔，而是你要当2个人的叔叔。少夫人又生了个千金，母女平安，恭喜夫人，恭喜公子。哎呦，公子，夫人刚生产完，屋内还需要清理一下，您要不先抱着小少爷和小姐出去给老爷他们看看。本婆说着，把包裹好的孩子递给他。然而宋长廷现在全部心思都在陆晚潇身上，对于孩子只是看了一眼，见孩子很好就收回了目光，双手更是紧紧地握着陆晚潇的手，压根儿就没有要抱孩子的意思。公子放心，夫人的身体好，刚刚也没遭多少罪，就是生孩子损耗了些力气，休息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就好了。得到大夫确认陆晚潇的身体没有大碍，宋长廷才放下心来，支起他的手，在手背上轻轻落下一吻，满是温柔和心疼的道：辛苦了，夫人。不辛苦，你不去看看孩子吗？一会儿再看也是一样的。为父现在只想陪着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不想吃，我也不饿，就是觉得有些累。那你睡一会儿，我在这里陪着你。龙凤胎呀！哎，好了，太好了！本王这一下连孙子孙女都有了。哇，我一下子就有了侄子和侄女。嫂子她还好吗？回二少爷的话，大少夫人她很好，就是有些累需要休息。小家伙，我是叔叔哦。二少爷，小小姐刚出生是听不懂的，没事儿，我懂就行了。来，让本王抱抱。哎呀！他们这是不喜欢本王抱他们吗？可是本王还没碰到他们呢呀，这怎么就哭了呢？王爷，小公子和小小姐这是饿了，等吃饱了就好了。啊，是这样啊。
那快抱去找奶娘吧。王爷，您这个样子一点也不英明神武，你再这样下去，小心小公子和萧小姐嫌弃您。本王觉得长亭和潇潇孩子都生了，荆州和南燕也估计快有好消息了，是时候给你张罗媳妇的事情了。王爷，您动不动就拿娶媳妇这事来威胁属下不好吧？属下不就说了一句您不爱听的话吗？您至于这样吗？再说了，属下那不是为您着想吗？您怎么，你有意见？你有意见？端王就差把你再多说一句，本王立马安排你成亲这句话写脸上了。王爷说笑了，属下不敢。哼，不敢？所以说你是有意见的啦？不，是属下说错了，是没有意见，一点也没有。王爷您英明神武，您说的都是对的，谁要是有意见，那绝对是不识好歹，也包括你吗？那是自然。很好，那你下去准备准备吧，等有合适的姑娘就马上成亲。哎，长启啊，你说你黑山叔叔是不是该找个媳妇了？是的，听说哥哥和哥哥比他小那么多，都已经成亲了，哥哥连孩子都有了，黑山叔叔确实应该赶紧成亲了，不然就……王爷，属下想起刚刚黑金好像找我有事，我先去看一下啊。王爷，小公子和小小姐已经吃饱睡下了。睡下来呀？那本王还能进去看他们吗？当然可以呀，只要您轻一点，别吵醒他们就好了。潇潇怀了龙凤胎一事，你怎么不早些告诉为父呢？你一个人早早的偷偷的开心上了，像话吗？想给您一个惊喜啊！再说您现在不也是很开心吗？开心呢？那可是要早点知道，那不就早开心了吗？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为父生生少了好几个月的开心日子呀？余生还很长，不差那几个月。说罢，走到小床边，看了看睡得正香的两个小家伙，脸上不觉浮上笑意和温柔，忍不住弯下身子，轻轻抚了抚他们的脸。这是他的孩子，他们的身上流着他和他最爱的人的血，是他们爱的结晶，更是他们生命的延续。他也是有孩子的人了，真好。对了，父亲，你给孩子取了什么名字？哎呀，得亏为父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各取了一个备着，不然这会儿啊，为父还得去翻书再去取一个。这不是知道父亲办事一向稳妥周到吗？别不高兴了，真的是为了给您一个惊喜，并非故意瞒着你。您看，您刚刚知道是双胞胎的时候，不是很惊喜很开心吗？端王本来是越想越气的，但这气还没完全起来呢，被宋长亭这么一哄就什么都没了，而且心里还美滋滋的，还有点要泪奔的感觉。儿子终于会哄他了，不容易呀。哼，看在两个乖孙的份上，本王就不和你计较了。啊，对了，这两个名字你觉得怎么样啊？能用不？还行，我一会儿拿去给潇潇看看，如果他没什么意见，就用这了。夫人醒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你别紧张，我没事儿，就是感觉有些饿，还有想看宝宝。那我叫人过来给你送吃的，宝宝还在睡觉，等你吃了东西，我再去抱过来好吗？等为父一会儿。哎，对了，父亲给两个宝宝取了什么名字啊？顾雨安，顾燕之。顾雨安，顾燕之。怎么样？喜欢吗？不喜欢的话，为父再重新取。不必了，父亲取的这两个就已经很好了。雨安，与你今生唯愿清安。燕之，燕之文氏兼有5干。那就这样定了。宝贝，以后你叫雨安喽，顾雨安，安安，娘亲的小安安。京城来信说五皇子死了，是二皇子干的。不安分的东西，死就死了吧，好事。您做的？什么？五皇子被刺杀身亡，栽赃嫁祸给二皇子，您敢说这事儿没有您的手笔吗？本王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杀人栽赃做什么呀？您是跟他们无冤无仇，但是您跟他们的爹有仇啊。还有，我和二皇子有仇，您又不是不知道。你这话说的好像本王跟顾宏远那头猪一样卑鄙无耻啊！我和他有仇，那是我和他的事，
我拿他的儿子出什么气呀？再说了，我要是想拿他的儿子做点什么，至于等到现在吗？宋长廷不语，就那样定定地看着他。至于你和二皇子有仇，你自己都已经有安排和计划了，我胡乱插手，那不是扰乱你计划吗？看着极力辩解的端王，宋长廷轻轻地笑了笑。笑什么呀？你不信啊？在你心中，本王就那么不靠谱吗？不是，您当然靠谱。只是父亲您知道吗？您在底气不足的时候，或者撒谎的时候有个习惯。什么习惯？喜欢自称本王。这样就能证明顾成玉是本王杀的了？顾成义和顾成渊不也是想让他死吗？那您知道我和太子计划吗？好吧，是黑山干的。放心，黑山办事很靠谱的。这事儿查不到你身上。您办事我放心，我只是在想，您现在送给二皇子和太子这么一份大礼，那我给他们准备好的大礼要什么时候送上去比较好？过些时日再呈上去吧。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往往不会被珍惜，还容易遭人妒恨。儿子也是这般想的，那就让那顾成渊再多活些日子吧。反正太子也没事，就让他们父子三个玩一玩，斗一斗吧，就当磨练他的意志和心态了。荣顺帝做了一个让段云初和段家所有人都想锤爆他狗头的决定，让段锦年去剿匪，而且只给他派了5000精兵。5000精兵就让段锦年去剿匪，荣顺帝这是摆明了是想要杜锦年去送死啊！他可能觉得皇宫住腻了，想去皇陵住。段锦年可是段家的嫡长孙，段家的下一任继承人，荣顺帝居然这么明目张胆的想让他死。荣顺帝不会是觉得段家这些年隐忍低调就没有脾气了吧？人若要作死，神仙也拦不住，就是父亲可能要骂骂咧咧的回京了。荣顺帝这次是真的只有去皇陵待着的份儿了。不出意外的话，段云初和段家现在已经在给他准备棺材了。顾宏远那头猪多活2天，他是难受是吗？还是他脑子进水了？他安分2天能死啊？想到自己马上要因为顾宏远不能陪伴自己的2个小乖孙，端王气的呀，恨不得立马飞回去直接锤死他，然后再鞭尸一顿扔去喂狗。王爷别生气，为了那种人气坏了身子不值得。本王不生气，本王现在想宰人。备马，本王现在就回去送他上路。王爷消消气，等会儿属下去街上买把菜刀，明天磨一下，咱们后天就出发回京，到时候属下帮您拦着宫中的侍卫，您尽情的宰他。端王这才想起明日是自己2个乖孙的满月宴，那就准备一下，后天出发。父亲不必如此着急。你刚刚说不必着急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您不必在宇安和燕之满月宴后就启程回京，可以再多陪他们几天。为何顾宏远都想要段景年的命了，段云初和段家难道还打算留着他呀？不是，荣顺帝这次必死无疑。我知道您想回去送他最后一程，等过几天我和潇潇送您回去。什么？你和潇潇一起送我回去？我这么大个人，我不会自己回去啊，还要你们送。再说潇潇刚生了孩子，你就让他长途奔波，你怎么想的？你也跟顾宏远一样脑子不好了？父亲不要如此激动，潇潇是我的夫人，我当然心疼她，只不过儿子说的送和你想的那个送不一样。他跟陆婉潇商量了一下，直接空间送他回去。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您只要知道儿子不会害您，也不会让您留有遗憾。本王是担心这个吗？本王是好奇。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样，什么都好奇，以后也不怕宇安和燕之笑话你。没什么好好奇的，觉得无聊就去看看孩子。我和潇潇去傅家一趟。段云初，你这个贱人居然敢谋害朕！陛下，臣妾似乎教过您，在自己受制于别人又没有能力自救的情况下，千万不要逞一时口舌之快，那样只会加快您死亡的速度。你敢打朕？那不然臣妾刚刚打的是狗吗？陛下还是别那么大火气了，不然太医可不敢保证还能把您再次救醒。你对朕做了什么？看您这话说的，什么叫我对你做了什么？明明是你自己为求长生胡乱吃药，这么大年纪不知节制，纵情酒色，搞垮了身子。这可是太医院院正在金銮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诊断的，别什么屎盆子都往臣妾头上扣，也别一天天疑神疑鬼的。
想着这个要害你，那个要害你的。你以为人人都是你吗？顾宏远，不是我看不起你，我段云初要想害你，你早就去投胎了，哪里还用得着等到现在？你，我什么？我说的有错吗？别的不说，8年前那场刺杀，要不是那时候我看你当皇帝当的还凑合，你活着还有用，不惜暴露武功救了你，你早就去投胎了，哪里现在还有机会站在这里拉着一张脸骂我贱人？段云初，你放肆！你竟敢！竟敢什么？竟敢打你吗？可是本宫已经打了，你没感觉到疼？顾宏远，当年你到段家求娶我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我段云初生来尊贵，心高气傲，受不得委屈。但是我身为段家嫡长女，嫁你为妻，又是太子妃，我有我的责任和担当。为了大局，我可以适当的忍让，但是不管什么时候，都绝对不允许别人践踏和侮辱我。你骂我贱人，这2巴掌你该受的。本宫现在是母仪天下的皇后，马上还是太后，所有人见了本宫都得恭恭敬敬的，辱骂本宫，高低一脸障壁，2个耳光便宜你了，别不知好歹。怎么不服气？容我提醒你一句，你现在是生是死，我说了算。不服也请憋着。段云初，你不得好死！真是又蠢又懒，没救了。你说什么？顾宏远，你说你当皇帝这么多年，一个帝王该有的霸气和贤明没有学会，不该有的臭毛病倒是学了一大堆。当初求着我们段家扶持你，坐上皇位后，又担心我们段家功高震主，有一天会夺了你的位置，或者架空你。你也不动动你那猪脑子想想，我们段家历史数百年，要是稀罕这皇位，哪里还有你们顾家什么事？段家声望高，权力重，你忌惮很正常。但是段家已经低调的别人都看着都憋屈，这些年一直安安分分，从未做过半点逾矩之事，你还一天天疑神疑鬼的，让人看着就想抽你。云锦拥有惊世才华，却只能做一个教书先生；云峥满腔抱负，只能做国公府的3公子。还有景年、景叔他们，早就过了婚嫁年纪，连亲事都还没有定。这些一桩桩一件件，你是眼睛看不见吗？还是脖子上挂个那个猪头，不会思考到底是什么意思？天天想灭段家，想要段家人死。顾宏远，你还能再无能一点吗？别来无恙啊，皇兄。顾宏成，你怎么来了？从门口走进来的呀，你刚才没看见呀？还是已经瞎了？哼，我在端王府里这么多年不出门，真还以为你死了呢。你果然是在装病，你到底想做什么？哎，什么叫装病啊？本王是真的病得下不了床了。这不是听说你快死了吗？想着咱们不管怎么说也是兄弟一场，不来送你最后一程实在是说不过去，便挣扎着爬起来，一口气喝了3天的药，这才能勉强站在这儿啊。有什么事就直接说吧，说完赶紧滚。我说皇兄，都10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愚蠢自我，也不知段皇嫂是怎么忍你到现在的。给朕滚出去！别着急，本王不是说了吗？今天是特意来送你最后一程的，等你死了马上就走。你说你本来就丑，你说你本来就丑啊，现在还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也不怕等一会儿这个样子下去吓到顾家的祖先呢，那可是大不孝，你知道吗？你，哎，最后2刻钟了，就安分一点吧，不然死相太难看，真的会被嫌弃的。你，去给他擦一下。哎呀，王爷，那么丑的人你就别看他了呗，不然晚上做噩梦了怎么办？要是小公子和小小姐知道您看了这么丑的东西，会嫌弃您的，还有大少爷也会嘲笑您的。段王想想也是，了一声，觉得嗓子有些干，掌心朝上，把手伸给了黑山。黑山知道他这是想要喝茶的意思，看了看店内，有些为难的开口：王爷，大少爷说宫里的东西不安全，不让您胡乱吃喝，说您要是吃坏了，他可不管您。哎呀，本王差点忘了，那等回家再喝啊。他们口中的大少爷是谁？哎呀，瞧我，光顾着等你死了，都忘了跟你说，
本王已经当上祖父这件事了。祖父？你何时有的儿子？你何时有的儿子？又是何时有的孙子？看你问的这什么蠢问题啊！当然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啊。不过话说回来，本王现在能有儿子，还得感谢你呢。要不是你当年暗算本王，本王也不会遇到他的母亲，也不会有他，也就没有现在儿孙绕膝的日子了。其实那孩子啊，你也见过，毕竟3月的时候你还钦点了他来做状元。怎么样，本王的儿子是不是很优秀啊？这就死了？你自己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当了这么多年皇帝，就这点伎俩，活着也是浪费，还不如早点死了投胎去呢。王爷还有气儿呢，要不要？不嫌手脏啊，他都那样了，何必还多此一举呢？也是。王爷，那咱们现在回府吗？不回府，难道留下来给顾宏远收尸啊？您是亲王，一会儿皇宫死了，宫里人肯定是要去通知您，那您还不是得再来呀？哎呀，来什么来呀？本王都卧病在床这么久了，如今半点起色都没有，随时都有可能不行啊！他们不关心本王就算了，还好意思去叫本王来？那本王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他们担待得起吗？叫人进来收拾，明早再报丧。皇帝驾崩，太子登基，改年号为昭和。该结束了，顾承渊。然后把他私采金矿，豢养私兵，试图勾结敌国的证据全部整理好，让人送去了京城。皇叔好多年都不曾参加家宴了，今天难得过来，来，朕敬皇叔一杯。多谢陛下。陛下，本王臣亲自过来，有一事相求。皇叔请讲。臣今天过来是想让臣的儿子认祖归宗，顺便为他请封世子。大理寺少卿宋长廷是臣早些年流落在外的儿子，我们已经做过滴血认亲，还请陛下同意臣的请求。准了，册封世子的圣旨，明日会送去端王府。多谢陛下。陛下，皇室血脉乃是大事。来人，去请个擅长治眼疾的太医来，给刚刚说话的这个看一看。王爷息怒，老臣也是什么呀？为皇室血脉考虑？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智慧陛下和本王？皇家的事儿又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了？陛下恕罪，微臣不是这个意思，微臣只是起来吧，你也是一片好心，不过你刚才这话到底是欠妥。你向皇叔赔个罪，他要是原谅你了，此事就此作罢。对不起，宋大人，奴婢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起来吧，你再跪下去，别人可就要说我鼠腹窝肠，仗势欺人了。是，多谢宋大人，多谢宋大人。抱歉呢，长启兄，因为我无碍，谢兄不必自责，你又不是故意的，我去换一身即可。出去。宋公子，不知廉耻。宋公子，下作。少爷，你怎么了？回府，快！宋二公子，这是怎么了？让开！长期怎么了？少爷中毒了，他手上的伤是他自己为了保持清醒才自己画的。出门前老子不是交代你好好保护他吗？首领恕罪，是属下保护不力。回头，青州哥，不要怪叶枫，说自己不小心。别说话，青州哥哥带你回家解毒，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去把那个给长启下毒的贱人带来。记住，老子活的。敢算计长启，不管是谁，他一定让他生不如死，后悔来到这世上。是。长启怎么了？在尚书府被人下了毒。长天他们回来了吗？世子和世子妃尚未回府。青州公子别着急，老奴这就让人去请太医。哎呀，你先去把府医叫过来，让黑金去宫里请太医，黑水去寻长天和潇潇，你带人去把尚书府围了，拿解药，
然后把跟此事相关的人全部抓起来，好好伺候。敢对他们端王府的人动手，真的是不想活了。他好好的儿子去尚书府参加个宴会，就被弄成这样。长期怎么样了？是魅毒，毒发作得很快，毒性很强，我们手里的解药根本没有用。长启身体特殊，我也不敢用别的法子给他解毒。别着急，我看看。刚搭上麦片刻，陆晚潇的面色就比方才凝重了许多。怎么了？是不是长启？你先别着急，我再仔细看一下。除了长亭，你们所有人都出去。长启的情况很不好，我现在要立马给他施针。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许进来。还有，把那个给长启下毒的人带来，不管用什么方法，务必让他交出解药。若没有，就给他喂双倍的药，然后扔去死牢，慰问那些死囚。给他准备个太医去看着，不慰问完所有的死囚不准死，任何后果我承担着。是。解药拿到了吗？那个给长启下药的贱人呢？没有解药，高家的姨娘说，只要阴阳交个合就能解，也只有阴阳交合能解。今天给二少爷下药的是高尚书的庶女高青青，她一开始的目标其实不是二少爷，是看到二少爷之后临时改变的主意。那个贱人呢？他自己也吸进去了不少，现在正在解毒。叶枫说，因为药下的太重，高青青的姨娘安排了好几个小厮进去。他的药是从哪儿来的？高青青的姨娘以前是百花楼的花魁，花名水仙，现在在高府叫水姨娘。这次的药是她花高价钱从百花楼的老鸨手中买的。果然什么娘生什么种，老子出去一趟。王爷，青州不会做什么冲动的事吧？确实太冲动了，人都不带一个。等他宰完尚书府的人，都天黑了。去，派一队黑鹰军跟着去，人手不够就去城外调。另外，本王不希望京中还有百花楼。他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愣着做什么？快去呀！平时好吃好喝的养着你们，不就是这种打架的时候用吗？不然养着发霉啊！属下马上就去。老子这就是宰了姓高的，用他的头来做法事，召唤长启。把这个交给皇上，然后去高家，把他们一家子全部拉到一个院子里面，每隔一个时辰杀一个人，直到长启醒过来为止。记住，从高家夫妇最亲的人开始。这是长启的劫呀！宋施主又何必徒增杀孽，双手染血？阿弥陀佛，贫僧玄冥见过宋施主。玄冥，凡禅寺的住持，玄清大师让你来的。贫僧受师兄所托，来助长启渡劫。玄清大师呢？师弟他远游去了。那就有劳大师了。父亲，这位是贫僧玄冥，见过端王殿下。这是临安凡禅寺的住持玄冥大师，为长启而来。那就有劳大师了。凡禅寺的玄冥大师来了，特意为长启而来。见过大师，有劳大师了。施主不必客气。如何？怎么样？长启这是入梦了。入梦了？那现在怎么办？施主稍安勿躁，贫僧有法子唤他出来。长启之所以入梦，是受前世之事的影响。前世之事？还请大师告知晚辈需要如何做。不管是前世还是今生，你都是长启最亲的人，他梦中也基本都是和你一起生活的那些时光，所以我一会儿送你进他的梦境，找到合适的契机，你把他拉出来。好，进入梦境之后，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宋施主不必紧张，保持平常心即可。不过这个换长启出梦境的契机，需要你自己找，而且你只有2刻钟的时间。如果过了2刻钟，你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的话，你就会被弹出梦境。
长启或许也就再也不能醒来了。这长亭，别担心，我一定会把长启带回来的。哥哥，我可以进来吗？稍等一下。上一世的长亭断腿之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刚才忘了把这个东西给哥哥，见哥哥屋子里还亮着灯，便过来了。这是什么？我从书上看到一个方子，说是可以缓解膝盖疼痛。我去找大夫看了一下，大夫说可以试一试的，我便去抓药，做成了一个药包。哥哥，你膝盖疼的时候就敷一下。哥哥还不睡吗？准备睡了。其实宋长亭是脚疼的难以入睡，所以才起来看书分散注意力的。那我就扶哥哥上床吧，正好把药包给哥哥敷上。长启，你安心读书即可，哥哥无碍的。哥哥放心，我不会耽误课业的。哥，你先敷敷看看，有效果的话，我再弄几个去。时辰不早了，早些回去休息，书明早再看。那我明天早上来陪哥哥一起用早饭。哎，这不是小爷吗？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也在这儿啊？而且这看起来好像还不像是保护你们兄弟俩的。二皇子府。二皇子府，我该不会是为二狗子卖命的吧？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了？那你们不早些告诉我？这种事情怎么说啊？说了你信吗？你都没说呢，你怎么知道我不信？我连你是个外来的我都信了，还有什么能不信的？黑衣叔叔，你来了。我和你哥哥差不多大，那我叫你黑衣哥哥吧。黑衣哥哥，你这个时候来是有事情吗？睡不着，出来走走。来，这个给你。这是什么？为什么给我这个？我上次听你骂开药的大夫是庸医，说他开的药苦的不能入口，还把药丸给砸了。有了这个呀，你以后啊吃完药就吃一颗，这样就不会太苦了。黑衣哥哥，我知道那个人经常让你去做很危险的事情，你要注意安全啊，尽量不要让自己受伤。好，拿去照着练，不懂的我下次来的时候问我。谢谢黑衣哥哥，不过还是要麻烦你继续帮我保密，特别是不能让哥哥知道。为何？哥哥已经很辛苦了，我不想他再为我操心。我长大了，我要保护他。去睡觉吧。黑衣哥哥，你也早些回去休息吧。我叫严烨。长启，长启，爷爷，哥哥，救哥哥，帮我救哥哥。我知道，你别说话，把这个吃了，我带你去找你哥哥。长启，长启，长启！阿弥陀佛，老衲还是来晚了呀。你是何人？施主莫要激动，贫僧玄清和你一样，是为长启而来。为长启而来？长启伤势太重，我现在也只能先稳住他的伤势。我现在需要马上带他回凡禅寺。你能保证救好他吗？去了凡禅寺，老衲能保他性命无忧。好，我相信你一次。不过长启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必定屠了整个凡禅寺。施主若不放心，可以一同前往。去我肯定是要去的，不过在去之前，我要先去办一些事情。你先带长启去凡禅寺疗伤，我办完事情就过去。谁让你进来的？严烨，你发什么疯？送你去见阎王。长启，你身体还没好，先去吃些东西，休息一下。长启，你哥哥若是泉下有知，肯定也不想看见你这样啊。他肯定希望你能好好的。哥哥，对，我要救哥哥，我要救哥哥，大师，求求你了，帮我救救我哥哥吧。你哥哥已经去了，就算大罗神仙来也没有办法了。我曾在书上看到过一种逆天之说，在人去世头七那天，亲近之人以肉身献祭，可使其重获新生。大师博闻广识，应该也听说过此法，求大师助我。大恩大德，长期来是做牛做马，结草衔环。你可知逆天改命要付出何等代价？只要能让哥哥重新回来，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求大师帮忙。长启，不是我不愿意帮你，长启，
不是我不愿意帮你，而是这逆天之术，没有人试过到底是真是假，有几成的几率能成。但是术法一旦开始，你就要为之付出代价。你心思纯善，实是个大善人，这是你的最后一世，只要你平安度过余生，就能成佛呀。你如果要行逆天之举，不管事成与否，你9世的功劳都会化为乌有。不仅如此，以后你将生生世世不得善终。我想你哥哥说是知道，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10世大善人，你的意思是，我行善9世都换不来这一世家人平安吗？我做了9世大善人，得了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啊！果然，雷打真孝子，财发狠心人，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挑苦命人。说什么成佛呀？神都没做明白呢，成什么佛呀？而且，无视亲人的尸骨和鲜血，冷心冷情，无情无义，当真能成佛吗？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原来你们口中的我佛慈悲竟然是这样的，到底是我肤浅了，肤浅了。罢了，我帮你。多谢大师，今日正好是哥哥头七，大师准备一下，就开始吧。不过有些事情我要和你先说清楚，这逆天之术只有一次，而且不是让你哥哥活过来，而是让他回到过去重新来过。至于回到什么时候，他又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此事我不能保证。劳烦大师了，哥，一定要好好的，下辈子我还要你做我哥。长崎，还有一点我要和你说一下。时间紧迫，大师有话直言。你和你哥哥只是关系上的亲近，没有血缘上的亲近，所以这成功的几率又会小上许多。你确定那如果本王来呢？孩子，大师，我一个人献祭可以吗？你与他是血脉上的亲近，但是那就我们一起来。你真的愿意为了哥哥献祭自己吗？孩子，我们来世再相认，父亲等你。劳烦大师了，时间紧迫，还请大师尽快开始。跟我来吧，一会儿我会用禁术打开虚无之门，你们届时带着宋长廷一起进入即可，不过速度要快一些，我可不能维持太久啊。多谢大师，大恩大德，长崎来世再报。准备好，我要开始了。长崎，回来！哥哥，哥哥，你去哪儿了？哥哥，哥哥，你在哪儿啊？长崎，停下，回来！哥哥在这里。长崎，回来！哥哥，长崎，大师，你快过来看看，长崎这怎么了？几位施主不必担心，长崎这是力竭昏睡过去了，休息一下就好了。力竭昏睡过去了，所以他这是从梦中醒过来了是吗？是的，回来了。不过他此番入梦损耗了心力，接下来一段时间都需要好生调养。多谢大师，这次有劳大师了。父亲可是在为上一世的事情自责，父亲莫要自责，这不是您的错，而且您最后也说没有您，我可能也不会有这重活一世的机会，您没有对不起我，所以请您不要自责，珍惜当下，好好过现在的日子，才是最该做的事。您觉得呢？为父知道，你别担心，为父不会钻牛角尖的。你去看潇潇和孩子们吧，我休息一会儿。那父亲好好休息，儿子告退。哥，我能进来吗？长崎，你怎么来了？我刚刚说让黑木去看看你醒了没有呢，感觉怎么样？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哥，你别担心，我没事的。用过早膳了吗？用过了。哥，你用过了吗？也用过了。大师说你此番耗费了心力，要好好调养。你醒了，让下人过来说一声，兄长会过去看你的。哥，我没那么虚弱，而且我睡了这么久，也该出来走走了。长崎，梦中那些事情都是上一世的，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哥哥在，青州和东王也都还在，你还有了嫂子和侄子侄女，如今万事顺意，就莫要再想以前的事情了。好，哥哥也是。哥，我们从小相依为命，对我来说，有哥哥的地方才有家，为哥哥献祭是我心甘情愿的。我不想一个人拖着残破的身体在世间苟延残喘，最后去成所谓的佛，不管是成仙还是成佛，我都没兴趣，也不愿意。我只想哥哥回来，当哥哥的好弟弟。兄长知道。那哥哥一定要说话算话。大师，此番长启能想来，多谢大师，大恩大德，没齿难忘。宋施主言重了，晚辈有一事不明，不知大师可否解惑？长启的梦境中，玄清大师说，他行逆天之术会毁掉9世的功德，还会生生世世不得善终，这个可有解法？逆天之术无解，不过因为你夫人的出现，改变了许多事情原有的轨迹，长启的命运自然也是被改变了。大师的意思是，长启可以寿终正寝了，是吗？阿弥陀佛，事情完了，老衲也该走了。我安排人送大师回去。爹爹，陪我放风筝。你爹爹忙，走，祖父陪你放。哈哈哈。不要，祖父输了不认账。祖父什么时候输了不认账了呀？你这么说，好像祖父玩不起一样。那祖父是那样的人吗？上次我们明明说好了，谁的风筝飞得高，谁就算赢，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串糖葫芦的奖励。可是您的风筝明明没有我飞得高，您却把糖葫芦拿走了。哼！是吗？可是祖父怎么记得那天我们好像说的是，谁的风筝放得低，算谁赢啊？哪有飞得低的赢啊？那还有什么好比呢？祖父您就是耍赖。啊，是吗？哈哈哈，这可能是祖父眼花，听错了啊，对不起啊，是祖父错了啊，这次不会了，哈哈哈，祖父保证。哎，真的吗？哎呀，当然是真的。走走走，咱们去放风筝去。这次安安要是赢了，祖父给你买2串糖葫芦。那我们快走吧。来，我们去那边。好，不过祖父，您这次要再耍赖，安安以后就再也不和您玩了。嘿嘿，保证不耍赖。不是，祖父从来不耍赖。那今天我要是赢了，我要3串糖葫芦，把上次那串也补回来。好，都依安安啊。本安安，小小年纪就像个小老头似的，小心以后姑娘嫌弃你无趣。可是娘亲都没有嫌弃爹爹呀。不要整日看书，该玩的时候就玩。胭脂，下来喝汤。好的，娘亲。谢谢娘亲。夫人，回夫怎么没有啊？这不是还有吗？自己盛啊，又不是没长手。好喝，夫人的手艺又进步了。油嘴滑舌。父亲和安安他们呢？去那边放风筝去了。那我把汤拿过去给他们。我陪夫人一起去。这对夫妻果然重色轻子。唉。